哥，娘是不是没气儿了？别胡说，娘不会丢下我们的。耳边的嘈杂声吵得叶青罗皱了皱眉头。娘！耳边唤声更大，叶青罗猛地睁开眼，就看到床边2个粉嫩小人儿瞪着黑溜溜的眼睛喊着：“啊，娘，你醒了吗？”娘？什么娘？我好好一个28女青年，连男人的手都没碰过，什么时候就成娘了？娘，我们乖乖听话，你别不要我们好不好？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就在这时，一股不属于他的记忆顷刻涌进脑袋里。原主叶青罗，年22，小溪村李家媳妇儿，成婚6年，育有一对5岁的龙凤胎，也就是面前的2个孩子。记忆停留在1个月前，李家突传噩耗，她的丈夫在京求职遭遇不测，魂归他乡，而她不仅一夜之间成了寡妇，还被人扣上了克夫的骂名。婆家嫌弃，便随意寻了个理由，将她休妻赶出家门。原主多番求助无果，最终气火攻心，病倒身亡。她就这么巧的穿到原主身上。叶青罗有些头疼啊。想我28年人生，小心翼翼做人，兢兢业业工作，好不容易做到公司上市，还没来得及庆祝，怎么就到了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了？旁边孩子还在喊着：“娘，你好点没？”头更疼了。哎，看着孩子喊得厉害，是不是人不行了呀？哎，李家也是够狠的，钱不给，田也不给，就是要活活饿死他们娘仨呀！要我说，这叶青罗也是活该。他这几年偷了赵家不少钱给娘家，如今病成这样，娘家竟也没人来看一眼呐！啊，说是2家都在等着他死呢。叶家呀，想借此讹李家，李家则打算卖了那俩孩子。哎呀，都够缺德的。哎呀，可不是。去把门关上。娘，我去关，只要娘不赶我们走，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漏洞的茅草顶，裂缝的土坯房，屋里除了一张光板床，就再没别的了。娘，你又要扔下我们了吗？我去外面看看，挖点野菜吃。总要想办法先填饱肚子才行。最重要的是，不能再饿着孩子了。看他走出去，小女孩就带着哭腔道：“娘肯定是要扔下咱们，不管了。前几天村里人就在说，我们娘一定不会让我们2个多有病。现在娘身体好了，肯定要偷偷跑掉了。娘，我们和你一起去。那你们给我带路吧。”好的，娘。嘿嘿，看来这次娘没骗我们。娘，你真的不抛弃我们了？放心吧，以后咱们娘仨一起好好过日子就是了。既然来了，你们又叫我一声娘，我也不能不管不是。小宝玉儿，咱们采蘑菇吃好不好？可是娘，村里人说这东西有毒，吃了会死人的。村里人不吃蘑菇，当然不敢乱吃。可对于我这个资深吃货来说，认清蘑菇就是小菜一碟啊。放心，娘只采没毒的。哥，娘是不是想把我们毒死？蘑菇有毒，这是我们刚会走路就知道的。村里人从来不吃这些，可娘却……算了，反正也没人要咱们，娘要毒死咱们，就毒死吧。
我们从小到大都没人喜欢，村里人都说我们爹是读书人，以后要当大官的。等我们爹回来，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可是我们从出生就没见过爹，只知道他一直在京城考取功名。我们不知道考取功名要多久，我们只知道爹肯定也是不喜我们的，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多年都不肯回来看我们一眼。既然都没人疼没人爱，那还不如被毒死算了，至少不用成为娘的负担。哎呦，还能爬起来呢！我本来就是来看看你死没死透的，谁知道不仅没死，还精神不少。要说都病成那样还不死，你还真是够命硬的。这是又去偷谁家的庄稼了？叶青罗，你还真是屡教不改。我看赵家只是把你赶出来，真是太轻饶你了。就你这样丢人现眼的东西，就应该直接打死才好，免得你继续祸害旁人。大伙儿快来看看，叶青罗又偷东西了！你们快看看自家庄稼地里有没有少粮食，别叫这女人给偷干净了还不知道。你别胡说，我娘才没偷别人东西。没偷，没偷，你们衣服里包着的是什么？我们衣服里包的什么，和你有什么关系？怎么没关系？谁知道你是不是偷的我家的庄稼？大伙儿别急，我帮你们看看他究竟偷了什么。说着直接上手撕扯。叶青罗，你这个惯偷，你就等着被打死吧！天哪，他怎么采这些有毒的东西啊？你采这回来做什么？当然是不想活了，打算毒死自己。不过看来大嫂也想尝尝呢。你疯了吗？那么好奇的东西，就更要好好品尝才是。你等着，你们也想尝尝？众人一惊，瞬间逃离。等人走干净了，叶青罗才不急不慢地捡着地上的蘑菇。他抬眼看到孩子，怎么愣着呢？快过来捡蘑菇。哦，孩子听话地过来捡蘑菇。娘，真要吃吗？怎么，你们不饿吗？我们饿。饿就快吃吧，等填饱肚子，咱们去山里找更多好吃的。也是，死了就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了。娘，这个毒好好吃。什么毒？这是蘑菇。真好吃。叶青罗笑了。这俩孩子倒是好养，一碗蘑菇汤什么都不放，你们都喜欢。想来以后养起来也不会太麻烦。等给孩子收拾干净，他看天色还早，就想再去山里面看看。虽然今天肚子是暂时填饱了，可我还得为明天打算着才行。孩子们，咱们摘点斑鸠叶好不好？娘，摘树叶做什么？当然是做好吃的了。哦，好吃的？难道拿着树叶子给我们吃吗？不过想想刚才的蘑菇汤，又觉得娘说的是有道理的，于是两个孩子就猛足劲儿的帮忙摘树叶。因为树够大，叶子又茂盛，他们不到一会儿功夫就摘了半麻袋叶子。回来的路上，娘，这树叶怎么吃啊？这你们就不用管了，娘做好了，你们只管吃就行。好。等一会儿凉粉成型就可以吃了。虽说眼下的天气还不到最是炎热的时候，可中午日头晒人，来往赶集的人自然燥热。要是正好看到这冰冰凉凉的凉粉，保不齐是愿意吃上一碗呢。最重要的是，这玩意儿零成本就可以做，要是卖不出，大不了就自己吃，又不会损失什么。正当他满心期待成品出来时，玉儿匆匆跑回家，哭喊道：“
娘，哥哥和人打起来了，你快去看看呀！啊，打起来了？两个寡妇的孩子打起来了，还真是热闹。啊，寡妇？你在干嘛？是他先动手打我的。你再说一句试试。他看到小宝脸上的伤，就彻底失去了理智。要不是面前的是孩子，他早动手了。那孩子被凶了，也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我还当是什么事儿呢？也不过两个孩子打闹而已，至于要你一个大人对孩子伸手吗？打闹？你好好看看我家孩子的一身伤，这是打闹就能说过去的吗？是你干的？不是。你个不争气的东西，我有没有跟你说不要惹事儿，不要惹事儿？你是嫌人家欺负咱们不够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是李元老让我打的，是他逼我的。李元朗，朱彩霞的儿子，也是村里有名的小霸王。就说近2年村里哪家孩子没被他欺负过？小宝，他为什么让人打你？刚才大舅妈在村头看到我，就偷偷的给我塞了一包东西让我带回家，然后李云朗看我抱着东西，就非说是我偷的。我都已经跑了，不想惹他，可是李云朗却叫了人，不依不饶的追着我打。小宝把死死护着的东西交给叶青罗，打开包裹，只见里面放着2块散碎的酥饼和一小包玉米面，上面还放了纸条，写着“好好活下去”。我认识上面歪歪扭扭的字帖，是大嫂女儿翠芝写的。我知道大嫂在他们家是1分钱的家都不当的，能给我送来吃的，肯定是不知道怎么费心抠出来的。说来也讽刺，原主活这一场，最终他娘家的至亲血门没有一点惦记他的，倒是在家里最被人瞧不起的外人还肯想着他。唉，知人心不到最后一刻是怎么也看不透的。道歉，赔钱吧。让我赔钱？叶青罗，你是瞧着我们孤儿寡母的好欺负是吧？你没听他们说是你李家人指使打的吗？你要赔钱也得找李家才对。李家的账我自会跟李家算，可是你家儿子打人，今天这钱必须赔。哎呦，讹我是不是呀？我告诉你，老娘撒泼打滚的时候你还在娘胎里呢，想讹我的钱你做梦去吧。你要是不赔偿，我就天天去你庄稼地里逛逛。反正最近我们娘仨饿得连地上的草都想薅了尝尝味道。你敢？你完全可以试试。你想要多少？谁不知道你娘仨都要吃人了？如今逮到机会，还不能好好敲诈？我最多只能把家里2只鸡给你，再多也是要我的命了。10文钱差不多够买药了。10文？你只要10文，这也太不像你的风格了。怎么，你嫌少？不，我给。我那庄稼要是出了什么意外，我可饶不了你。不是要吃毒吗？怎么没事了？嗨，肯定是害怕了，谁会真的想死啊？倒是让李彩霞沾到毒气病下了，亏得她吐得快，不然真得毒死。可不是嘛，不过这娘儿仨没钱没田的，又能坚持活几天呢？这谁能知道呢？不过顶多也不会挺不过1个月吧。
为什么？为什么非要出去给我惹麻烦？你娘都快要撑不下去了，你知不知道啊？你娘已经没钱给你赔了，你知不知道？你要逼死你娘是不是呀？娘，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不跟着李云朗了，不跟他玩了。这也是个可怜的女人。这个年代女人想不靠男人养孩子，比想象中的难多了。低头看了看身旁的2个可爱的小人儿，我只希望我能不辜负你们，把日子尽快的过好。回来家里，小宝看着冰冰凉凉的凉粉，一脸好奇。娘，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饭。娘，好吃。那也不能贪吃。小宝，把这碗粉儿送去大春家，让他们也尝尝。他家？怎么，还在生气和他打架的事儿？我知道他是因为不听云朗的话就会被欺负，所以才会打我。那娘让我送，我送就是。小宝乖，我们男子汉大丈夫就要心胸豁达，这次就算给大春一个悔改的机会。如果下次再犯，我们再不跟他玩了。好，我知道了，娘。那你们等会儿吃完了就乖乖在家玩，娘还要再上山一趟，趁着太阳还没下山，我再去多摘点斑鸠叶，这样明天才能做成凉粉去卖。因为到了中午，其他摊位基本就都收摊了，而他这个时候来，正好能选个好位置。只是别人摊位都会吆喝，可他实在不行，试了几次也张不开嘴。就在这时候，小宝跑出来：凉粉，凉粉，好吃可口的凉粉，解暑解馋的凉粉喽！不得不说，这孩子还真是个做生意的料呢。这是什么呀？啊，是凉粉儿，很解暑的。哎，解暑就行，我现在热得很，给我来一碗。啊，好。很快，越来越多的人驻足询问。没想到，我这凉粉竟然卖得这么快。我们才来了1个多时辰，2桶凉粉就全部卖完了。叶青罗是听到他们肚子咕咕叫了，才赶忙给他们买了2个肉包子，让他们先吃。娘，你吃。嘿，我和哥哥分1个就够吃了，我们肚子小，吃的少。他看出来了，这俩孩子要是不看到他吃，他们是不会吃的。于是又去买了2个馒头，道：这下你们可以放心吃了吧？娘，包子真香。乖，以后娘挣钱，天天给你们买。好，那我们也帮着娘一起挣钱。真乖。孩子就看到厨房门口放了一筐东西。娘，谁给我们送吃的了？吃的？开什么玩笑，园主都快饿死了，都没人送吃的。他上前打开看了一眼，还真都是吃的，是谁发善心了？叶青罗，看来呀，你要转运了。我看到苏雨回来了，好像他还惦记着你呢。苏雨，这男人好像是园主的青梅竹马，后来因为他娘棒打鸳鸯，2人才分开了。记忆里园主被迫嫁到李家后，他家就举家搬走了，怎么又突然回来了？娘，你是不是要嫁给别人了？要是娘嫁了人，就肯定不会要我们了。不许胡说。行了，你们也累半天了，快去睡会儿午觉吧。哦。至于这苏雨，我实在是没什么印象，只是这送来的东西还是得想办法还回去才行。
我可不想平白招惹麻烦。现在只带着孩子生活就够不容易了，要是再多个男人，我不得烦死。娘，你做什么呢？这么香。米饭还炒了竹笋。昨天砍竹子就发现有不少竹笋，今天去挖了一盒回来，还很嫩呢。只是这村里人怎么都不吃呢？嘿，太好了，有饭吃了。叶青罗一抬眼看到小宝手上又沾了血，一下子又急了。小宝儿，你又跟人打架了？没有，是李云朗打了大锤一身伤，我只是把昨天买的药给他擦了一下，手上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沾上的血。那李云朗怎么还天天欺负孩子呢？哎，我突然想起来，去山上摘树叶时，看到一种很刺激眼睛的草，我只是用摸了一下那草的手擦了下眼睛，眼睛就不舒服到现在。如果这样一想，他饭都来不及吃了，又风风火火地上了一趟山。娘，太阳快落山了，我很快回来。哼，等我闲下来，好好研究一下子，必须给孩子制作一个至恶神器，看他还敢欺负我的小宝和玉儿。娘，你把买的米都煮了吗？是呀，我买的就是1顿的量。我好怕娘让我们吃饱后就不管我们了，尤其今天还有男的给娘送吃的，这让我更加不安。娘，我和玉儿不会成为你的累赘的。啊？谁说你们是累赘了？哎，这么可爱的孩子，我喜欢都来不及呢。我自己知道自己就是累赘，我也知道娘你早晚都会有自己的新家的，只是我和妹妹……好啦，我说过了，咱们娘仨好好过日子，就不会食言。你们俩这小脑袋瓜子，不许胡思乱想了，知道吗？娘，我们也希望你开心，我们是不反对娘嫁人的，我们只是怕被抛弃。有你们我很开心。一直没睡好觉的叶青罗躺在床上，很快就陷入了梦乡。夜里昏昏沉沉中，他好像听到了砰砰的声音，没一会儿又是2声砰砰砰。这下他彻底被惊醒，猛地从床上坐起来。他清楚地看到有人影晃动，本身就是女人，身边又没有男人，心里可想而知的害怕呀。不过有人影，应该是人，要不要开口警告，或者干脆大声的叫人？然而很快那道人影就缓缓走开，他只听到很轻的脚步声渐行渐远，直至没有一点声音，那颗紧绷的心这才算放下。该死的，以前只听说过寡妇门前是非多，今天也算是见识到了。看来这房子还得尽快修个院墙才行。因为这一闹，叶青罗一个晚上都没睡着。娘，这草好刺眼睛呀。是，你们离远点儿，我倒点汁出来。娘，这也是做好吃的吗？这可不能吃。草汁弄出来，他觉得不够，又放了几种刺激的草药加进去，还倒了点葱汁，这下味儿肯定够了。小宝、月儿，你们以后出去就带着这个喷筒，要是有人敢欺负你们，直接对着他眼睛喷一下，这样对方就再也没有还击的余地了。啊，这么厉害吗？可是我们不能杀人。什么呀，只是小小的惩罚他们一下，不会伤人性命的。这个我多做了一个，
你们可以选择拿去送给需要的人。那就送给大春吧，因为他跟我们一样没有爹，所以李云朗才会天天找人欺负他。大小宝决定就好了。你们慢点吃，别呛着。门口突然闪过一道人影，叶青罗立马警惕，他又想起昨天半夜看到的人影。谁？大春，是你？婶子，你救救我娘吧！她快不行了。怎么回事？我娘病了，因为和云良的娘打架，他们一家子都上了手。我娘招架不住，就被打倒下了。我娘她已经不理我了。不是，你娘怎么和周彩霞打架了？还一家子动手？你是不是急糊涂了？没有，是我用小宝给我的武器反击了李云朗，后来他眼睛就瞎了，大娘和他家里人一起找上门要跟我算账，所以就和我娘打起来了。瞎了？那东西不至于吧？哎呀，大春，快去叫郎中来。可是我娘说我们家没钱。你不想没娘，就快去叫郎中，快去！大春一听这话也不犹豫了，急忙就跑了出去。娘，李云朗他娘怎么那么喜欢欺负人？以前他也经常把你打成这样，那时候娘还没这么厉害，只会哭骂，每次打架都占不到上风。没想到现在刘寡妇也被打成这样。这人太狂，早晚都会吃亏的，我们可别像他一样。他这病要是拿药，可是需要不少钱的。我得提前说一声，别到时候这俩人谁也不认账，我可没处说理去。毕竟面前这俩女人，可没一个是讲理的。郎中尽管治病，钱的事儿不用担心。啊，那就好。郎中，李家那孩子眼睛真瞎了。谁说的？那孩子顽皮，肯定是摸到了刺激性的药草，所以眼睛才红肿起来的。虽说看着肿得吓人，不过敷2天药就可以恢复了，没多大事儿。婶子，我一个人在家害怕。娘，咱们留下来陪陪他好不好？那我回去把门锁好再过来。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人这么好的对待过我们。青罗，哎呀，真的是你啊！我还跟娘说去看看你呢，这不曾想啊，日子过得还不错呢，怪不得都不回娘家了。叶青罗抬眼，面前的人是娘家二嫂，是家里最刻薄的存在。叶青罗没搭理他，继续招呼客人。哎，跟你说话呢，你聋了？快把你卖的这玩意儿给我做一碗，正好我逛街累了，就勉强尝一口吧。这玩意儿我确实还没见过，不过看到别人吃的那么香，哎呀，我也馋得不行啊。2文1碗，请付账排队。付账排队？你是在跟我说话呀？疯了吗你个死丫头！前面的你到底买不买呀？我们还等着呢。请这位客人自觉排队。就是没看到都在排队，这女人什么素质？
叶青罗，我作为你的嫂子跟你说话，你就是这个态度吗？不好意思，请你往后站。你根本不敢相信，此刻站在我面前的人是叶青罗呀！这才几天不见，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而且不仅是变了呀，身边那2个小乞丐竟然也被收拾得人模狗样了哈！可是这前几天不是说这都快病死了吗？怎么又好了呀？好啊，我今天非教训教训你不可！这女人我记得，上次我娘回外祖母家借粮食，就是这个女人打了娘一耳光，还把娘推出了家门。现在我们娘好不容易振作起来，你又要来欺负人了吗？不行，欺负我娘我可不答应。你滚开，这里不欢迎你。一个小杂种啊，敢这么跟我说话，你看我不打死你！敢在老娘地头撒野，我看你是活腻了。你什么你？光天化日的还小白痴，你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配吗？还不快给我滚蛋！再让我看到你牙给你打掉！你给我等着！你怎么冷什么呢？客人都等着呢，快些！哦，这还不到1个时辰就被抢空了，他后悔没多做一点拿来卖了。哎，客流量这么好，你怎么就做那么2桶啊？你怎么过来了？我是不想欠你。可是你身体……我身体好着呢，我就不该花钱去买药，我睡一觉自然就会好。这几年我都是这么过来的，从来没吃过药。那下次赶集你还过来帮忙，到时候我就多做点凉粉。那得看你给多少好处了，我这个人可从来不干吃亏的事儿。放心，绝对不叫你吃亏。这么多年了，我终于可以有个说得上话的人了。说了还账，那就必须还到底，我可不想欠你。可是你身体……叶青罗，我再帮你做点什么吧，不然我还是过意不去。我现在是没钱，虽说你没催促我还钱，可是你家的情况我知道，我欠着你的心里总是不安。我先带孩子去我家玩一会儿。青罗，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所谓人言可畏，况且是这个年代，要是男女离得近一点点说话，都是会被人诟病的。青罗，你确实相貌堂堂，身上透着几分读书人的儒雅清秀，看着我的眼神也是透着几分温和的。我知道我娘又来找你麻烦了，对不起青罗，是我没安排妥当。啊，别，我现在不缺钱，也不缺吃的，真的很谢谢你的好意了。不过以后还是希望你不要这样盲目的来找我，你知道的，人言可畏。我一个寡妇，天天有男的来找，很难不让人说闲话的。青罗，你我何时变得这样生疏了？话出又顿了顿。我知道以前的事你还在怪我，我是该没脸见你的。可是青罗，老天又给了我们一次机会，我不想错过了。6年时间够长了，我不想再蹉跎了。苏雨，6年前你家里就不同意我们在一起，现在我守寡带孩子，你觉得他们就能接受了？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认清现实，过去的就叫它过去好吗？你在家里是独子，你母亲是把你含在嘴里养大的，而且你马上就能考取功名了，你家人怎么可能让你娶一个寡妇？青罗，这一次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们在一起了，我已经错过了1次，就不会再错过第2次。这哥们儿还挺固执，你还是好好静心去参加乡考吧。我现在日子过得挺好，并不想被打扰。哎呀，我觉得我说得很明白了，
本来就是两条路上的人，各走各路，挺好的。青罗，我知晓你的意思了，你放心，只要你愿意，我一定会克服一切困难的。不是我哪句话说愿意了？青罗，你就再给我一点点时间，我会尽快回来接你，绝对不让你继续受苦。不是，你可能没明白我那个意思。青罗，你等着我。不是，你能听人把话说完吗？娘，刘寡妇做好了饭，让我们过去一起吃饭呢。做好了？难道他已经把鸡炖了？那行吧，正好天热，我也不大想烧火。娘，刚才那位伯伯是不是比爹好看啊？我没见过爹，可是家里爷奶还有叔伯长得都不大好看，我觉得我爹也好不到哪儿去，不像刚才的伯伯，那可是连刘寡妇都夸赞他相貌俊朗呢。这个嘛，这问题着实有点为难叶青罗了。当初他和李北辰都是相互被家里逼着成婚的，记得连当天的洞房都是李氏给他儿子下了点药才促成的。也正因为李氏这一番逼迫操作，才让李北辰新婚不过3天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自此他也就再没见过这所谓的丈夫。要说印象，好像就只记得他眼睛很冷，让人多看一眼就会不寒而栗的那种。你爹长得还行，凑合吧。哦，快吃，锅里还有。这玩意儿又硬又拉嗓子，真不是我挑剔，实在是……今天热的吃不下，你们多吃点儿。你这饭量怎么能行啊？那你多吃点馒头。青罗，你就告诉我，我还能帮你做点什么？这样，我一会儿去摘点果子，今晚做一桶另一款的凉粉，明天咱们一起去卖一下试试，怎么样？先做一桶看看效果。行啊，那咱们现在就去摘果子吧。你就说要什么果子，我全给你扛回来。要不，你还是先休息休息。我还是担心你的身体，毕竟昨晚才发的高烧。不用休息。青罗，你快点，一会儿天都黑了。这明明太阳还很大，人家庄稼人都没你这么积极。到路上，远远的就看到像是朱彩霞的身影，他似乎也看到他们了。意外的是，他看到他们竟然匆匆的绕了另一条路跑了。他今天竟然不来找事儿了，脸还包那么严。以前看到人巴不得追上来挑衅几句的，今天竟然这么老实。哼，他是躲我呢。躲你？就是上次打架，我能叫他沾了光。虽然他们一家子都上手，我是吃了点亏，可是中间我逮到机会，我就使劲往那女人脸上招呼。我这指甲可不是白长的，她那脸非得要几天才能出门呢。叶青罗，我是真没看出来你竟然这么厉害，就一些不起眼的东西你都能做出这么好吃的食物。我要是跟你一样厉害呀，这几年也不至于让孩子跟着我挨饿了。那你就跟着我学吧，到时候你自己也可以做。你肯教我？一般这些挣钱的手艺，别人都生怕藏不住，可你却愿意教我。那有什么不肯的？这些做起来都很简单的。来，我先教你怎么用果子做。我就算学会了，也只做给自个儿吃，绝对不会去街上抢生意的。说什么呢？快过来认真学。叶青罗只顾着认真的交流寡妇，连什么时候身边站了人，他们都全然不知。婶子，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路过，看你们聊得热闹，就来看一眼。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呢？没做什么，就是瞎闹的。冯婶子点点头，又闲扯了几句，就转身匆匆离开。青罗，他会不会已经学去了？别管他了，我看这几日天气越发热起来了，咱们就试着每天多做2桶，卖卖看。如果到时候卖的效果不好，我再想别的办法。可是青罗呀，你摆摊的地方没有个遮阳的，到时候日头毒辣，谁愿意顶着太阳吃这些？这也是个问题，到时候再慢慢想办法吧。现在就是走一步看一步的。反正你对我这么好，我以后多抽出时间来帮衬你一些，也不是什么难事儿。第二天，正当2人多准备2桶，打算在集市这天大显身手，多卖点钱时，街西头突然又冒出了一个做同款凉粉的卖家，而且人家只卖1文钱。青罗，我去看看。偏偏没到一会儿功夫，大春就跑回来喊道：婶子，我娘跟人吵起来了，我拉不住。请问你这……你自己做，顺便帮我开下摊，谢谢。这……萧景荣一脸无奈，可是身后的客人已经在催促了，他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意思。先挖1碗粉出来。粉？哦，料汁儿，放料汁儿。好。你个不要脸的东西，偷别人偷到明面上了，你这么缺德，你家里人知道吗？怎么，这生意就凭你们做，我就做不得了？本来就是不值钱的玩意儿，你们还偏要卖那么贵，我就是看不惯，才要便宜卖给大伙尝鲜的。呸！你个臭不要脸的东西，老娘砸了你的摊子！我看你敢！县衙大门可就在前面，你有本事你砸呀！算了，我们各做各的生意，不要理会他。就是各做各的生意，我又没碍着你们。你……哎呀，走了，客人还等着呢。今天街上这么多人，绝对是不能闹事的。然而他拉着刘寡妇还没走几步，就听到身后冯氏嚣张的吆喝声：凉粉，便宜良心的凉粉了！你别冲动，你刚才没看到他做的凉粉并不怎么成型吗？我猜他可能那天也是听得一知半解，自己摸索成那样就觉得是成了。那东西做不好，口感很差的，还有最重要的是它根本没有调料。那没味道的东西，可能他能打着便宜卖出去几碗，可我确信那是留不住客人的。所以对于这种人，根本不用理会就行。对呀，他都没料汁儿，这没料汁儿的凉粉可没那么好吃了。所以呀，你何故跟他急？咱们只管做自己的生意就是了。好，那我不骂他了，我多卖些凉粉出去，我气死他。这刘寡妇性子也太急了些。实在抱歉，这样，你今天的单免了，就当我请你吃了。你这还挺有意思的，不过你要请客，那我就不客气了。这2款我都想尝尝。没问题，我马上给你做好。好，我一会儿让人过来拿。青罗，这年头还有这么好看的男人，你看到了没呀？那皮肤比咱的都嫩。确实细皮嫩肉的。细皮嫩肉，这话怎么叫我一说就这么别扭呢？掌柜的小心翼翼地端着2碗凉粉走了上来。爷，这粉给您拿来了，放着吧。
我觉得这玩意儿做起来简单，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坐着的每个客人都吃得十分满足。要说这京城大小吃食，我什么没尝过呀，可这东西却很特别，尤其是燥热时吃这一口，顿觉十分清爽，这味道也特别。真是奇了，不仅吃得起，做出它的人也奇，这地方似乎有点意思。咱们一会儿买点排骨吃吧。青罗，虽说挣了钱应该吃些好的，可也不能像咱们这样。你看你这3天要吃2顿肉，这太奢侈了。可是挣钱不就是为了吃好吗？如果不让我吃，那挣钱将毫无意义。那也不能这么吃啊，咱们应该把钱存起来，以后……他又开始碎碎念了。叶青罗实在听不了，正要打岔，就看到不远处走来一个14、15岁的男孩。姐，这就是原主一直疼爱的弟弟，甚至为了供他读书，连自家孩子都不顾。可结果，那一腔情谊也只是感动了他自己而已。有什么事儿吗？姐姐以前看到我最是亲热疼爱的，可是如今怎就生疏到这般田地？姐，娘病了，要你回去看看她。这个弟弟我知道，从小到大最会装可怜，让人看见你就觉得你可怜巴巴，惹人心疼，以至于小时候原主有什么好的都紧着你吃。甚至我嫁人前1年，这个弟弟还经常被我背在背上。可惜呀，我要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是我这最疼爱的弟弟亲手把我唯一的钱骗得干净。亲情，可笑。他病了，你们就去叫大夫，来叫我做什么？当初是娘自己说的，我再不是叶家的人了，之后也和叶家再无干系。他若是年纪大了记不得自己说过的话，小雨也当好好提醒才对。姐，行了，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我不管是叶家还是李家，我以后都不想再有任何交集。娘，你有我们。对，我有你们就够了。哎，要不咱们去给孩子买2套衣服？买点布，咱们回家自己做，能省下不少钱呢。自己做？我可不会。上次做的睡衣叫人看见，非得笑掉大牙不可。你放心，交给我就行。只是排骨不让买，叶青罗就趁他不注意，用自己的钱买了只大公鸡。你怎么又买鸡呀？还买的公鸡？上次买的2只母鸡喂了这么多天，都还没下蛋呢，这公鸡更没用。这个我买它是吃的，不是叫它下蛋的。啊，这也太奢侈了。可是这次买的是公鸡，我可没法再拿回去养了，毕竟又不能下蛋，养它就是浪费钱。真要吃嘛，这也不逢年不过节的，要不再养2天？那你问问孩子们愿不愿意？不吃也行，我们不馋的。好，就吃这一次。青罗，以后你可别买了，这些东西过年吃1次就行了，咱们还是应该把钱存起来。这怎么跟身边多了个妈似的？我呢，除去几个孩子花掉的，剩下的都在这儿了。我看咱们就1人1半吧。什么1人1半？你和我一起做，一起卖，挣的钱当然有你1半了。可是我是去帮忙的，你每天给孩子买吃的，还给我们买了肉，这些就足够了。
我是个知道知足的，这凉粉是你自己的手艺，你不防备着肯教我，我已经很高兴了，怎么还好拿你的钱呢？那你不想挣钱吗？你家大春都多大了，难道不用上司说？还是你准备让他长大了就守着你那1亩3分地过日子？我当然想挣钱，可是那是你做的生意，我怎么好？你也看到了，我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我们俩合伙多做点买卖也是一样的，到时候赚得多分得多，很公平呀。你要是实在不愿意，那这机会我就只能给别人了。愿意，我当然愿意，这根本就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我怎么会不愿？那就把钱收下，咱们明天继续努力，只要不怕辛劳，早晚能把日子过好。你让我跟着你挣钱，我已经很感激了，这钱绝对不能再1人1半的分了。不1人1半？我只拿2成就行，多了的我拿得不安稳。这怎么行？你干活比我还快，而且果子你背得更多，这样分我该睡不着了。那我也不拿1半，我拿那么多实在是睡不踏实。虽然你大气不计较，可我也不能装糊涂占便宜呀。我刘寡妇人是穷，可也是有良心的。那就46吧，我拿6成，这样行了吧？37就37，你要是不同意，我就不去。娘，你是怎么了？老天开眼，终于给咱母子活路了。儿子，你以后要更加对小宝玉儿好，知道吗？知道了，娘。刘寡妇把鸡杀好，叶青罗就迫不及待地动手准备做。不过家里没有配菜，刘寡妇说自家有萝卜，就匆匆回去拿了。可是他这鸡都快焖熟了，刘寡妇还没见人影。叶青罗没办法，只能自己去看看。走时交代孩子们看着火。知道了，娘。叶青罗，你个贱人，你快给我滚出来！哥，娘什么时候回来？我怕。怕啥？咱们已经离开李家了，他还能再打咱们不成？他真的不打我们吗？李氏见没人应声，确实觉得无趣。正当要走时，空气中突然飘来一阵肉香味儿，这让他不由得往厨房看了一眼。难不成那贱人还能吃起肉了？犹豫着走了进来，孩子怕肉被偷，急忙从灶台后窜了出来。这是娘买的鸡，你不能拿走。嘿，小野种啊，还敢说是你娘买的？我告诉你们啊，你们现在住的都是我的地方，还敢说是你娘买的？我要是哪天不高兴，就把你们通通赶出村去，看你们还能吃肉。哎呀，也不看看你们都是些什么东西，这么好的东西给你们吃了，岂不是糟蹋了？你不许拿，那是我们的。哎呀，滚开！李氏一挥手就把2个孩子推倒在地上，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贱人啊，就是贱人，养出的孩子也这么没教养。你不能拿走，你不能拿！嘿，这个小杂种啊，你能拦住我？说完，不客气的一脚把小宝踹到墙上，砰的一声，孩子直直从墙上滑倒在地上，可他却连看也不看一眼，抱着鸡肉就走。回来时看到小宝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小宝，小宝，你怎么了？是奶奶踹的，是奶奶。大夫，孩子没事吧？郎中仔细检查了，道：还好，不过得调养几天，有点撞击到脑袋了。
吃着药睡上2天就能恢复。那个死老太婆，我们都出来了，她还这么不依不饶，是当我叶青罗是面团捏的吗？他把孩子拜托给刘寡妇，就拿着铁锹往李家去了。这死女人做的鸡还挺香的啊，真是过瘾啊。朱彩霞也附和道：是不错，就是有点少了，都不够吃。你少吃点儿，多给云朗、云昭补补。抬眼看到门口站着的叶青罗，此时一脸杀气地看着他们。你来干什么？我当然是来看看我家的鸡，到底是被哪只黄鼠狼叼走了。你个贱人说什么呢？哼，我竟不知，如今偷东西的牲口竟都这么猖狂了，不仅偷，还咬人。哼，真是令我大开眼界。叶青罗，你阴阳怪气的说什么呢？我告诉你，那鸡就是我拿的。你们娘仨住着我李家的宅子，我不要1毛钱拿你只鸡吃有什么不行啊？李家的宅子，当初是你说给我们的，难不成又要把自己说过的话当成放屁了？哎，你！李家大儿子坐不住了，站出来道：叶青罗，你少在这儿目无尊长，我们李家不欢迎你，快滚出去！你们李家我也嫌脏，我拿了我的东西，自然就走。这里没你的东西。他看了一眼鸡窝，李家几人立刻意识到了不对，可是他的铁锹还是先一步对着鸡拍了过去，而且是一拍就是2只。他伸手拎起还有点微微挣扎的鸡道：要是下次再偷，可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叶青罗，你找死！他抡起铁锹重重地挥了过去，李老大当即倒地。李世惊的大喊：哎呀，杀人了！你个贱人，杀人了！李青罗顺手又是一抡，李氏也应声倒地。下次再敢伤到我2个孩子，我一定送你们一起上路。叶青罗，叶青罗，你给我滚出李家老宅，滚出去！哼，我滚不滚你说了不算。青罗，你没事吧？没事，这鸡就当给小宝补身体了。青罗啊，我还有件事儿要和你说。什么事儿？到底是什么事儿？是不是小宝有什么问题？不是，小宝没事儿。我是听他们说你公公从京城回来了。哦，刚才我去倒没看到。说是昨天夜里回来的，上午又出去了。去了1个月有余了，也该回来的。可是他是一个人回来的。所以呢，应该2个人回来。你忘了，他这次宁肯徒步也要去上京城是为了什么？他儿子的葬礼都没办，不就是为了运棺椁回来？可是现在他一个人空手回来，葬礼的事儿也不提，你不觉得这其中有问题？加上李氏突然着急的想赶你走，这肯定就是有蹊跷了。你的意思是？反正外面的人都在讨论，说是李北辰可能没死，甚至还有人上门去问过，而李月山给的答复也十分的含糊，这就更加让人怀疑了。怕是因为天气太热，尸体不好运回来，所以才放弃的吧？毕竟心里说得很明白，还把李北辰的物品一起寄过来了，这消息又是官方发的，应该不会错的。哎，你怎么就不往好处想想呢？你说万一他真活着，对你和孩子不也是好事吗？有个男人在身边就是不一样的。
他一走6年，期间只字片语都没给我和孩子留。这种男人，活着死了，对我意义不大。反正我已经和李家没有关系了，他们那些破事儿，我并不感兴趣。晚上，小宝又吃了药才醒过来了，他头还是晕乎乎的。叶青罗给他喂了一碗鸡汤，他这才算精神几分。娘，鸡汤真好喝，不过奶奶她不会用。她以后不会来了，没事儿。小宝、玉儿，娘有些话必须跟你们俩说说。娘，你说。小宝，你和玉儿都要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在娘心里，你们都是最最最重要的。假如娘不在的情况下，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们都要必须先要保护自己为重，知道吗？我就是想，娘都还没尝到鸡肉就被人拿走，鸡肉没了，娘可以再买，可是你和玉儿出了什么事儿，那就是要娘的命了。我知道了，娘，以后再也不会做让娘担心的事儿了。娘知道你们都很乖，娘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好你们的。可是娘不在的情况下，你们也一定要首要保护自己，好吗？好。真乖。青罗，你不知道，那姓冯的可被骂惨了，他那凉粉没做好，难吃不说，还让人拉起肚子了。今天那些人找去，差点没把他送去官府。是吗？是呀，他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活该。怪不得你拿去2桶卖得这么快。哎，青罗，这天气眼看着越来越热了，咱们不能中午去卖了。这个我也想过。唉，现在要是能有个冰箱就好了。冰箱是什么？啊，没什么，到时候咱们换成上午去卖。太热了，中午卖确实难。对了，咱们对面的天来饭馆竟然是京城萧家开的。萧家？对呀，京城首富萧家，听说他家生意遍布全国各地，其中包括吃穿住行，什么生意都覆盖了。只是没想到这小县城也有他家的店。别说，那萧家少东家还挺帅的，听说这次下乡考察要多在这儿多待几天呢。你说萧家少东家来咱们县城了？对呀，就是那天帮咱们看摊位的那位翩翩少年。是他呀，太好了，这么大个金主跑来送钱，我怎么能不抓住呢？青罗，你高兴什么呢？没什么，你帮我看看果酒泡好了没有？前几天几个孩子摘野果，他看着那么多果子熟了，一时心痒就做了泡了几坛子酒。当时刘寡妇还说家里没有男人，泡这些没用。现在看来这可太有用了。京城首富，他家饭馆既然开到全国各地，那他究竟会不会建有冰库呢？如果有冰，他已经可以闻到金钱散发的味道了。接下来2天，叶青罗沉住气，有意把自己的生意做得更显红火热闹一些。我明白，这年头一个寡妇想要出来讨生活，必然是艰难的。只是，我真的要花钱去买那不大必要的配方吗？我知道你在等待着我的开口。收摊回家，吃饭午睡，睡醒了就一如既往地上山采果。刚走到山脚下，就遇到隔壁周大爷正在散步。你们这时候上山，可有点晒呀。山上树多，也不晒的。不晒就好。哎呀，可惜我们这把老骨头是爬不动山喽。打过招呼，就各自继续走了。呸！老不死的，
的狗东西，下次见了别搭理他。怎么？他得罪你了吗？你以前住得远，不知道他的为人。我跟你说，这个姓周的，他不是个好东西。我听说他夜里睡不着觉，就喜欢到人家窗口张望，尤其是家里没男人的人家。这狗东西也不知道他趴着能瞧见个啥。叶青罗脑袋里立马浮现了那天晚上的人影。难道是他？可是这老头看上去慈眉善目的，为人也挺和善，真的会是那种变态吗？青罗，你家和他家没隔多远，你可得多防备着，最好窗口放几个老鼠夹。这种狗东西，你夹死他，他也不敢叫出声的。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我本来就准备抽空用篱笆围个院子，有了围栏，睡觉也能踏实些。行啊，咱们多砍些树枝，我帮你一起围。等我把盘算的小生意做起来，就立马去村里把这老宅过户到我名下。我打听过了，是需要花点钱的，不过没关系啊，只要花钱能拿到房契，以后就再不怕谁来赶我们了。看来夏天是真要来了。可不是，你说咱们天天在太阳底下晒着，你这皮肤怎么还那么好呢？你看看我，又黑又糙的，这真是老了好几岁呢。我每年这个时候啊，皮肤都不好，今年还提前黑起来了。这样，一会儿我采点能美容的植物，我给你做点面膜敷敷，补补水。什么是面膜呀？还有怎么补水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时候饭店的掌柜亲自来买了份凉粉，还特意拜托叶青罗亲自送去楼上。我早就等着他吱声呢。叶掌柜的生意每天都挺火爆呢。这也全仰仗少东家仁义，愿意借给我们桌椅，还让我们私自搭了凉棚。我们一直都想找机会好好感谢你呢。嗨，我们生意人向来都喜欢与人方便的。坐会儿吧，有没有兴趣把这好玩意儿发扬出去？少东家的意思是？我是觉得你这东西有点发展空间，想把配方带回京城，让天下人都尝尝这美味的小吃。可是凉粉的售期很短暂，少东家想带回去，他不会挣太多钱的。这，你竟这么坦然，所以你没想买配方？而且，我不会卖配方的。我以为你一直等着我开口买，可现在又说不卖。叶掌柜，你说了，他的售期不长，你留在手里也挣不到几个钱了，不如给我，让我发挥它更大的价值，价格绝不会亏待你。少东家，这配方不值什么钱的，我只怕给了你，你也没法挣到钱。什么？我知道少东家的生意遍布天下，可是这东西上不得高档的地方，它只能穿梭在街头小摊边。为什么？我这凉粉受众人群就是普通民众，他们对食物的要求只一条，好吃便宜就够了。可你若强行把它搬到高雅饭桌上，它的价格普通人就消费不起了，而有钱人则又会嫌弃它不够雅，所以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这配方给你，你也做不起来，总不可能你堂堂萧家少东家去找人摆摊吧？那也太得不偿失了些。看样子我是真低估了这个女人呢。原来我想到的你也早就看透了，所以从一开始你的目的就不是买配方。既然叶掌柜没有要卖给我配方的打算，那这几天故意做出吸引我的假象，到底又是为了什么呢？我知道少东家生意遍布天下，
所以想小小的跟少东家谈个合作。合作？不知是什么样的合作？我可以帮少东家给这饭馆做出一款特色菜，少东家只需借我一件东西用用就行。特色菜？绝对会让你这儿生意爆起来的特色菜。那你想借什么？冰。冰？这女人倒是会挑东西啊，这是什么贵重要什么？这年头能够用上冰的，除了皇家贵族，可就再也没有别的人用得起了。掌柜的，我看你呢，还是借些别的吧。这年头冰多珍贵，你是不知晓吗？我并不是想要把您的冰拿出来用，我只是借用您的冰库放些东西而已。冰库？没错，我这是有个小冰库，供附近几个县的饭馆存放肉食。那你想放什么？你把你说的特色菜做出来了，我再考虑吧。对了，我这个人嘴巴最刁，要是过不了我这儿，怕是不行。放心，我一定做一道少东姐没吃过且满意的菜品。那么我拭目以待。这样看起来，我不用担心这2个月的生意了。到时候挣到钱，我就可以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店面了。想想都觉得开心。你和那萧公子聊什么呢？聊怎么赚钱。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可是青罗，今年的小麦就快收成了，每年这个时候村里都会卖一波田契。我想这几天我们挣钱的钱也够买几亩田的了，要不咱们先不想别的。我就是怕你又把钱败家出去了，人家萧家那种人家不是我们这种小商贩能攀扯的，别到时候赔得血本无归可就不好了。你想买多少田？我想再买2亩就行，倒是你还得多买2亩，这带着孩子没有田，可是会随时饿死的。我的意思是把钱全部拿出来，我就买2亩地，其他的都给你用，反正我暂时也不急着用钱，大不了等明年挣钱了，我再多买2亩，这都不会晚的。是要买点田了。这样，我们明天就去找李正问问。你同意呀？那太好了。我还怕你又乱花钱，虽说这每天都有钱进口袋，可是这用钱的地方可多了，不能乱花的。然而吃晚饭时他就又难受了，没办法，还是想吃肉。这没有肉，日子根本没法过。眼睛不自觉的就盯上了缩在墙角的鸡，他看着忍不住的吞了吞口水。青罗，我跟你说啊，你可别打那几只鸡的主意，它们可是要下蛋的。吃鸡蛋倒也行，我不想吃野菜糊糊。鸡蛋也是要卖的。这日子反正是没法过了。许是见叶青罗忙了一天，确实辛苦。晚饭时，刘寡妇到底是咬牙把那只受伤的鸡给炖了，反正养着它也不下蛋，不如吃了省事儿。等明天雨停了，咱们上山多找点好吃的。天天吃窝头糙米，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山上能有什么好吃的？有毒，青罗，这些都有毒，你可别碰它。这样，我教你认没毒的，这些我们和小宝、鱼儿都吃过，没问题，你可以放心采。哎呀，快些，一会儿太阳就出来了。一个上午下来呀，偌大的篮子都被他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蘑菇。青罗，这真的能吃吗？哎呀，放心吧。青罗，要不然咱们不要吃了，我答应让你买肉吃，好不好？我知道你肯定是馋了。你就放心吧，这个可好吃了，回家我做给你吃。这东西怎么看也不能吃啊！娘，中午吃什么呀？炒蘑菇，喝蘑菇汤。好哎，我早就想吃了。
我娘做的蘑菇汤绝对是能让人回味无穷的。青罗，这个好喝。当然好喝啦。那下午我们再去多采点儿，我看里面还有很多呢。行啊，多采点晒着，到时候冬天也能吃。好呀好呀，这可比野菜好吃多了。早知道有这好吃的玩意儿，我也不止瞅着野菜挖了。今天他得去给少东家做招牌菜了，这食材必须要提前准备充分才行。青罗，你怎么不叫我呀？我怎么会睡这么晚了？而且头还有点疼呢。你是太累了。休息了2天，哪里会累呀？我说的是心累。吃了早饭，就一如既往的去县城。娘，我爹是不是没死呀？啊？谁跟你说的？我昨天出去玩，好几个人都是这样说的，还说爹很快就会回来了。那是他们胡说的。那些人就因为李老头没把尸体运回来，就硬是说人没死。依我看，肯定是路上运费太贵，李家运到一半不想再花钱了，所以李老头才会去而复返。估计这次去就是去处理尸体了。反正我们有娘就够了，他回不回来都跟我们没关系。我就是不喜欢听那些人说爹回来了我们就不用跟着娘了，还说要跟着爹过好日子。我才不管什么爹不爹的，反正我这辈子都只要娘就够了。摊位摆好，叶青罗就直接去了天来饭馆的后厨，耐心的等了1个时辰。少东家先尝尝我做的开胃蘑菇汤，这个是我专门给你做的，并不是打算作为饭馆用的。蘑菇，我知道这玩意儿，这蘑菇都是必须经过专业的厨师分辨才能上桌的呀，一般乡下都不会有这类菜品，除非京城一些达官显贵才愿意吃它尝鲜。我作为萧家少东家，这东西自然也是吃过的，我也知道用挑选好的蘑菇做成的汤确实很鲜。可是你……眼睛瞥向身后的掌柜的，他点点头，意思厨师已经分辨过了，他这才放心下来。原本我对你要拿出的菜品是很期待的，只是这样一个蘑菇汤上来，让我瞬间觉得你所谓的新花样也就不过如此了。不错，虽然味道不错，可也算不上什么新鲜玩意儿。后面的菜估计也就是味道独特一点罢了。叶青罗并不卖关子，直接端上来了蚕蛹。你这虫子！蚕蛹？这不行！我告诉你，就算你这东西做的再美味再好吃，它也卖不出去，更别说当什么招牌菜了。就不说味道，这看着都让人退避三舍。这个我自然有应对的法子，只要少东家尝了，觉得味道没问题，我自然有办法把它打造成一盘招牌菜。呵，你口气可真大。没这能耐，我也不敢说这大话，不是？行，我今天就豁出去尝了它，再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把它销路出去。怎么样，味道还过关？就算味道还行，但是你这东西也绝对卖不出去。要是少东家愿意收这食材，我就一定能把它卖出去，卖出爆款那种。好，那我拭目以待。那我顺便还给少东家配了一份竹筒饭，还有一壶果酒，少东家请尽情享用吧。酒？我什么酒没喝过呀？然而这清甜的果酒下肚，他顿时眼前一亮。我不得不承认，你这个女人真心的不简单呐。你这样的心思，若是由着你发展，以后一定会成为我这饭馆最大的竞争对手。我是越发觉得，我拉拢你的决定是十分明智的。这女人，我必须要把你收回自己手下才行。
这样想着，不由得又抬眼看了一眼外面的摊位。此时摊位前正围着几个妇人，不知道因为什么在面红耳赤地争吵着。我也是服了，这些人好像是串通好了一样，一个个的咬定了，说我做的凉粉不干净，吃了拉肚子，还说要我赔钱。我不管，你今天不给我们一个交代，我们就带你去见官。好呀，走，咱们立马去官府，我倒看看你是吃了我东西坏了肚子，还是你本身肚子就不行。走。叶掌柜呀，你就别狡辩了，我们都知道你用来制作的是什么果子，这果子可是有毒的。你说你拿有毒的东西出来卖，你的良心不会痛吗？有毒？有什么毒？嘿，装傻是不是啊？那这不就是你制作用的果子吗？你还敢说这没毒？那果子除了那个女人，没人知道我们用的什么。这姓冯的也实在是可恶，先前去偷我们的制作方子还嫌不够，现在还要来故意诬陷。这次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死女人就是欠收拾。少废话，快给钱！今天不给钱，我们跟你没完。就是今天不赔钱没完。青罗，果然是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在造谣。谁诬陷你了啊？本来就是你们东西有毒，大伙儿都来看看，这女人用毒果子制作食品卖给大家挣钱。哎呦，你们快看看她多歹毒呀，简直就是在谋财害命。我如果证明这果子没毒，你要怎么谢罪？哼，我任由你发落。叶青罗看了一眼跟着冯氏的其他几人道：你们也一样？对，我们啊都任你发落。好。叶青罗毫不犹豫地捡起地上的果子，掰开咬了一口吃下。这果子毒性并不大，大人吃少些，短时间是没事的。哼，有本事你让你孩子吃了试试，我们就信。姓冯的，你少给我得寸进尺。哼，怎么不敢了？你们敢拿有毒的东西出来害人，还不准人家说了不成？我看，我娘说了，这个果子虽然吃起来味道不好，但是只要好好加工，取其精华，就能做出美味的食物。你们说凉粉有毒，那我们一家也天天吃呢，总不能也要把自己毒死吧？大伙儿也看到了，我每天都来这儿摆摊儿，如果真要弄这有毒的东西来卖，只怕这钱我有命挣也没命花，不是？至于冯氏卖的东西为什么会让人拉肚子，那是因为这个人偷偷看过我们制作，他自己对制作过程只了解了一知半解，就做出成品拿来卖。我看他才是真拿大伙儿的生命在开玩笑。你胡说！对呀，就是吃他做的东西，我才拉了2天肚子。合着你这女人根本不会做呀，还偷学别人的，真是无耻啊！可不是，这个人的良心也太坏了，不行，得让他赔钱。叶掌柜啊，我们是被他花钱请来的，我们不是故意找事儿的，哎，求你饶了我们呢。这冯氏也太缺德了，大伙儿不要放过他呀！抓他去见官。我会赔钱的，不要见官，不要。哎呦，这个年代一旦惊动官府，那可是在街坊邻居面前丢人的大事儿，而且到时候还是得赔钱。哎呦，还不如现在认了算了。你今天诬陷我们，还耽误我们生意，我们不多要，50文钱拿来，这事就算了。冯氏瞬间瘫在地上。哎呀，我哪里来那么多钱？就是赔那些吃坏肚子的都不够。哎呀，青罗，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一回好不好？哎呀，我家里还有5个孩子要养。青罗，你先解决人家吃坏肚子的客人吧，
我们的账改天再算也不迟。我们这样吧，今天你们就在这儿帮忙招呼客人，只要没客人投诉你们，这件事就算了。就这么简单？我才不想和你们浪费时间，能帮一天忙，我们也能轻松一下。想把买田的事儿定下。经过商量，他们暂且先买了5亩地，拿了钱，李正也痛快地给了田契。只是这田契一拿到，叶青罗手里可就没什么钱了。可是他还是开口问了房契的事儿。李正这边说来说去就是麻烦2字，叶青罗也直白说了愿意拿钱。如果是这样，我倒是可以去李家调和一下。最后叶青罗答应给他5两银子做手续费。这破李正也太黑了些，张口就想要10两。是他们说那么贵就算了，他才肯让价到5两。唉，要是花了这5两银子，能让李家不再骚扰我，那就是值得的。就当半个月没挣到钱吧。算了，就当是花钱消灾吧。这几天的晚饭都很平淡，叶青罗好不容易回来，就奢侈的煎鸡蛋吃了。他受不了让嘴巴受委屈，而且俩孩子还在长身体呢。哎，还是在自己家吃的饭香，大春家天天都吃不饱的。等挣够钱了，大春家也可以顿顿吃好的了。我们帮娘一起挣钱。真乖。吃了饭，他用采的一些药材制作了一碗面膜糊，趁着他还没睡，就匆匆给刘寡妇送了过去，并交代着：敷完了记得及时清洗。青罗，这真的有用吗？有用。好吧，我说了不质疑你的。萧景荣这边，叶青罗已经给出了规划。首先，他需要办一场大型的周年庆活动，活动要由少东家亲自出面坐镇。至于活动福利，叶青罗也给了规划。首先是要少东家亲自坐镇，而福利要送的东西也不能寒酸。于是一碟京城名厨亲手制作的珍贵菜品就免费的送给前30位客人尝鲜，以及每位客人免费1壶京城御厨亲酿果酒。每位客人点单满10文可送1盘免费凉菜，满20文配送1份荤菜，以此类推，买得多送得多。你不会是想免费送他们吃那虫子吧？还名厨制作，再名厨也改变不了它是个虫子的事实。你是把人当傻子了吧？品尝的菜品最多放5、6只蚕蛹，绝对不能多了。要让他们吃得回味无穷，要让他们觉得这东西特别珍贵。这真是笑话！你觉得有几个人会去品尝？而且你觉得他们生活在这里会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你真觉得说这些就能够忽悠他们了？我做生意多少年，什么营销手段没见过？我断言，你这招根本不行。所以还要有点噱头了，就是提前把消息放出去，就说这道菜是京城名厨花费大量时间腌制过的，里面含有各种名贵药草烹饪，因为花费时间长又营养丰富，受到京城一众达官贵人青睐。而你这次来带的数量并不多，能尝到的那都是运气。就这？哦，对，还要强调，这玩意儿吃了大补。你猜这么说，你们男人会不会跃跃欲试？你这是虚假宣传。这可不算虚假，这蚕蛹营养价值确实很丰富，它也确实有医用价值的。你不信，可以去药店问问。只是夸张了一点儿，不算虚假。再说，我定的价又不贵，又不坑人，这玩意儿值得人发现它的美味。那，你有多少果酒？够你3天活动用的，
不过到时候你得给我结账。哼，御厨清酿，你倒是会给自己脸上贴金。御厨应该荣幸，因为他未必能酿得出。哼，你倒够自信。我可以陪你闹，可要是结果不成，我的损失你得弥补。当然，成了，条件你提。你能损失什么？再说，我费这么大心思，可是为你挣钱。你现在这态度，倒像是我求着给你挣钱似的。行，是我求的，到时候赚钱别忘了给我分红就行。为了钱低头算什么？你得先挣到了再说。哼，看不起我，到时候有你服的时候。5天转眼过去，饭馆的活动也如期而至，因为有赠品有优惠，还有少东家亲自坐镇，所有人都在提心吊胆地等着看客人见到蚕蛹时的反应。什么呀，这说了半天就是送几只虫子，简直拿我们穷开心嘛，这不是？我就说怎么可能赔本做生意啊，合着都是套路。大伙儿别急，我知道这蚕蛹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是常见的，可是这个是经过京城名师专门处理过，而且营养价值极高，在京城这菜也是千金难求的。我呢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让所有人都能有机会尝尝这道看起来普通的珍品菜。当然了，各位愿意的话就尝一尝，如果不愿意也可以换别的免费菜系。我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吃得满意。有人还是试着尝了一只，哎呀，果然好吃啊，又香又脆的，这东西竟然这么美味。果然不错。哎，别说啊，还是有钱人会吃啊，咱们这儿这么多这东西，可从来不知道他能吃啊。东西是有，你也不会做呀，没听是名厨做的。对，这味道确实不一般呢。今天来的10几桌客人，就只有1桌是要求换增菜的，而且满意度高达80%。这个结果对叶青罗来说已经是很好的了。可是因为饭店生意好，害得他们凉粉有些卖不动了。青罗，你看看你这不是得不偿失了吗？别急，3天后就会有分享了，这2天我们就当歇歇，少做一点卖就是了。没办法，也只能先这样了。苏雨，你干嘛呢？看到叶青罗，便是一脸笑意道：青罗，你回来了啊！我看你需要围栏，我就帮忙围了一点。不管怎么说，人家也是帮我做了事儿，都这个时候了，也不好赶人走了。算了，让他吃顿午饭，这样就算是互不相欠了吧。青罗，你做的这个也太好吃了吧，简直人间美味啊，怪不得生意那么好。青罗，你不用特意为我破费的，我知道你们日子过得并不容易的。你想多了。苏雨，我们谈谈吧。青罗，我已经相考结束了，结果很快就会出来，这次我一定能中。恭喜啊。苏雨，我想我那天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应该是听得明白的。苏雨，我不管以前我们如何，以后我就只想守着我的孩子。青罗，这不冲突的，我一定也会对他们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的，你相信我，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阻碍的。我们不要那么天真好吗？我觉得你应该……我娘已经答应了，只要我中了举，我娘就答应让我娶你，所以青罗，你不要说放弃好不好？唉，你娘这话呀，明显就是哄你安心考试的。
这你也能信？苏雨，我们追求的不一样，你想要的那个叶青罗已经没了，现在的我不想要男人，只想挣钱，你明白吗？我知道我现在还没有能力挣很多钱，可是青罗，我以后一定会挣钱养活你和孩子的，我不会让你这么辛苦的。那个，首先，我并不觉得我过得辛苦，其次，我这个人不喜欢别人施舍，所以我想自己养活自己。我才不要过那种仰人鼻息的日子呢，挣钱多容易，男人才麻烦。青罗，好了，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们要的真的不一样。你想找个温婉贤淑的妻子和你过相夫教子的日子，而我显然不是。我会坚持到你接受我的，青罗，我会证明给你看，我可以成为你的依靠。这男人说的那么好听，心里还不是根深蒂固的觉得女人就该依附男人。我们俩这三观都不在一条线上，可想而知，要是真在一起，那该是怎样的一地鸡毛啊！所以我必须要珍爱生命，远离男人。苏雨，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喜欢穷酸书生，我想嫁的人是像萧公子那样，手握万千财富，随手就能拿钱砸死我的那种男人，你明白吗？我觉得只有这样说，才能让这个会彻底死心。我可不想再被你纠缠了，不然你那个老娘又要上门找麻烦了，我会很头疼的。所以没再多说一句话就回去了。早知道这么简单，我就不说那么多废话了。男人就是烦人。我就不再继续观察了，冰库可以给你用了。既然你叶青罗说到做到了，那我自然也不会赖账。况且我还有事儿需要尽快回去京城一趟，不过是因为好奇你能用冰库做出什么新鲜玩意儿，所以打算等你做出后，我再启程你不迟。那我明天就可以用了？随时都可以，希望你尽快做出好玩意儿，别让我失望。少东家又感兴趣了？我只对没见过的新玩意儿感兴趣。是吗？回到家里，叶青罗把自己事先做好的竹筒拿给刘寡妇。你去村里找几个闲散妇人，看他们愿不愿意帮忙制作这样的竹筒。这做好2个，我给5个铜板。青罗，你做这个干什么？反正别问了，找的人越多越好，制作的也越多越好，要快。好，我这就去。他这边刚交代完，就急忙带着孩子去山上采桑果了，用了好几个时辰才弄了2盆果汁。这还不够呀！这点果汁才能装多少根竹筒？别急，青罗，咱们有的是时间。时间？3伏天就这么1个多月，我们哪里有什么时间？于是第2天一大早，他和刘寡妇就又多叫了几个妇人一起上山帮忙采果。经过1天的等待，第1批做好的冰棍终于成型。成了，我们成了！这第1个必须给少东家尝尝，要你满意，我就能踏实。是有点意思。那就妥了。冰棍儿，冰棍儿，好吃的冰棍儿了！冰，给我来一个，我也要。这场面差点把他们摊子都掀了。而他冰库里成型的冰棍只用了半个时辰就全部买完，一点不剩。刘寡妇是直接累瘫在地上了。这也太疯了吧！我怀疑我们只卖2文钱是不是便宜了？这些人简直就是抢的。
我从来没有收钱收到应接不暇的时候。走吧，先把空出来的竹筒全部做上，今天再收一点，慢慢加量，争取挣上一笔启动金，这样明年就不用摆摊了。哎，好。这一觉娘仨睡得有点晚，还是刘寡妇在外面的喊声吵醒她的。青罗，青罗，你快起来呀，快呀！啊，着火了吗？青罗，出大事了！怎么了？冰棍坏了？哎呀，什么呀？青罗，我听他们说你家那个婆婆要把你卖给隔壁村的王麻子。啥？那老太婆是活腻歪了吗？这是得了一天不找事就难受的病吗？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青罗，要不然你还是去县城躲躲吧。开什么玩笑？我能躲他一辈子吗？再说，我跟他李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他凭什么卖我？说是你娘家签字同意的，所以这两家人真是没完了。如此我就更不能坐以待毙了。说来说去，他们还是觉得我叶青罗好欺负。这次我绝对不躲，必须跟他们硬刚到底。青罗，我听他们说他们要用强的，所以你要不然你不用怕，他们敢来，我就敢收拾他们。不过第二天去集市，他还是第一时间买了一个大砍刀防身。这边排队，好，大家不要急。抬眼看到苏雨，她和往常打扮不同，没有穿那件秀才服，只穿着普通人的粗布衣服。就算这样，站在人群中也一眼能瞧出她读书人的身份。不是，这货怎么也阴魂不散呢？我觉得苏雨不错，你嫁了人，说不定他们就能消停了。而且以苏雨的条件，你确实也不亏什么。女人带着孩子，有个依靠才能不被欺负。可惜我是没有你这份福气的。我不想说话，我只想赶紧卖完收摊儿。我最近有点缺觉。冰棍卖的倒是也快，他们三个人脚不沾地的忙了2个小时，冰棍还有凉粉就都卖完了。你这是何苦呢？我不都说清楚了吗？青罗，我一定会让你重新接受我的。我只想好好挣个钱而已。他堂堂萧家少东家，当然不是真的在乎这小饭馆的生意。就算饭馆生意好，又能多挣几个钱呢？所以他原来留在这儿浪费时间，肯定是有别的原因的。叶掌柜，一起吃口吧。谢谢少东家。他一坐下，他也没多余废话的拿出20两银子递给他道：这是你的分红。少东家怕是算错了账。我不想跟你绕弯子，来我店里当掌柜吧，我还你9成分红。9成？这不是把店白给我了差不多？如果我没会错意，少东家这意思是要收我入麾下呀。可是你让一个女人坐镇，不怕坏了萧家声誉？哼，萧家只看重人才，不看男女。再说了，这么个小地方能毁到什么名誉啊？如果我没猜错，少东家这条件还带有附加吧？没错，我想要你的方子，冰棍方子，还有香料方子，我都要。只怕以后有任何好玩意儿都得给你了。不得不说，你这账算得不错。只给我一家店，就能让我这辈子死心塌地的给萧家打工。可惜啊，我不喜欢打工人的身份。不好意思，少东家，
我想我是没能力经营一家店的。当然，如果萧公子对冰棍有兴趣，我倒很想跟公子合作开一家冷饮店。冷饮？这样，我写一个单子，你把里面我需要的东西全部备好，明天我给你多做几款新玩意儿，你再考虑要不要跟我合作。你还有新花样？时间不早了，我该收摊了。你钱他一分都没动，我提的条件他根本看不上。我看的没错，这个女人有绝对的野心，当然也有绝对的能力。青罗，你一个妇道人家，不该与男子单独说话的，这样传出去不好。哎呀，你要看不惯就离我远点儿。这哥们儿是真不拿自己当外人，这还没怎么样就想对我指手画脚了，真是笑话。告辞。不送。青罗，你这样不好吧？好歹他愿意放下身段来帮你，也许……我们俩三观不合，注定话不投机，这样挺好。他早点对我死心，也能早点走上他自己的仕途路。哎呀，本就该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早点看清楚，对谁都好。哎，错过了这么好的男人，以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我觉得你真的是不应该这样决绝的，女人还得有个男人当依靠才行。这些年我是看得最真切了。这天刘寡妇还真的特意回她娘家，说给他们牵一只大黄回来。两个孩子无比期待，翘首以盼地等待着。娘，有了大黄狗在咱们身边，就再不怕别人上门来欺负了，是不是？那以后照顾大黄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好。然而狗子牵过来，娘仨围成一圈蹲在地上，看着那只比脚大了一点点的小奶狗，哼哼唧唧的叫着找奶吃。哥，你说它除了真的是黄色的，其他跟大黄还有什么关系？虽然小了点，可养大了就是大黄。我娘说了，这狗就要从小养着，它才顾家，不然寄了家了，你牵回来也喂不熟的。可这也太小了，头疼啊！这狗养到能看家得养多久呢？它都满月了，养几天就长大了。几天？怕是得半年吧。娘，我们就养它吧，以后我们俩省着点吃，一定很快把它养大。唉，孩子喜欢，我能怎么办？好吧，那就养着吧。唉，这本就不富裕的家，又要添张嘴了。青罗，眼看着麦子就要收了，到时候我可能要2-3天不能去卖冰棍了，你一个人行吗？没事儿，你尽管忙你的，到时候我把凉粉停了，只卖冰棍，一个人是没问题的。那行，反正到时候我尽量快点割完麦子，咱们的竹筒也多做了那么些，到时候就提前多冻点冰棍，你也不至于太忙。好。话刚说完，就见冯氏背着一背笼的竹筒过来了。你看看够不够？他已经帮着做了好几天的竹筒了。刘寡妇说让他用这个抵债，免得他下次还不长记性。还行，做得不错。那我走了。等等，你还想要我怎样？你的工钱不想要了？什么？怎么不拿钱，准备去背后说我们的坏话？我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只是这人走了几步，又突然拐回来的。青罗，我刚才看到你娘家的娘和嫂子去了李家，不知道是不是又来找你麻烦的。你
你自己小心点儿。说完，冯氏就走了。青罗，这怎么办呢？先把孩子带走，一会儿要打起来，不能吓到他们。哎，孩子呢？刚才他们还在这玩呢，怎么一会儿功夫就不见了？孩子呢？是不是和大川一起去玩了？快找孩子！这时候，大春飞快跑过来喊道：“不好了！小宝的奶奶要把小宝和月儿拖走了！”什么？该死！提着新买的砍刀就往李家去，刘寡妇拉都拉不住。不行，这样要出人命的！大春，快去叫李正！放开我们！你这个小杂种啊，就是欠收拾！老大，你再使点劲儿！娘！叶青罗抱着孩子，眸子里染了几分杀气。我孩子，你们是想死吗？叶青罗，你这是干什么呀？青罗，我们都是为你好，你说你一个人带着孩子怎么生活呀？还不如把他们留到李家，这样你也好再嫁人，不是吗？孩子害怕道：“我们不回李家，我们不离开娘。孩子留在哪儿是我的事儿，用不着你们多管闲事。”你怎么说话呢？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哼，为我好？你算什么？凭什么要你为我好？你说什么？叶青罗，你怎么跟娘说话的？哼，当初我被李家赶出来时，你们不是说了和我再无干系了吗？怎么这会儿要跳出来做什么为我好的做派？你们不嫌恶心吗？你说什么？说你们恶心。你原本我可以不用这么生气，可是你们竟然动孩子，那我就没必要给你们脸面了。反正面前这些人跟我本来就没关系。叶青罗，你个没良心的！娘她为你来回的奔波，你却要这样羞辱她。哼，真是有意思呢。我和孩子快饿死时，怎么没人说为我好，给我口粮？哦，现在我好起来了，就冒出这么些东西要为我好了。我倒是想问问，你们这为我好到底值了几个钱呀？叶青罗，你本来就是要再嫁的，我是不想啊让他们成为你的拖油瓶。哎呀，所以孩子还是给李家带着吧啊！做你的春秋大梦吧。孩子，还有我，跟你们李家没有任何关系。扭头又瞪了一眼曹贵芬，道：“跟你们叶家也没关系。你们下次如果再敢挑衅，就先试试我手里这把刀够不够锋利。”哎呦，叶青罗呀，叶青罗，他疯了呀他！疯？这不都是拜你们所赐吗？李正是姗姗来迟的，李氏一看有人来，立马上前拉住李正，委屈道：“哎呀，李正啊，你可要评评理呀！哎呀，这个女人她疯了呀，她疯了！”行了，你们两家的事儿，我又不是没听说过。不是我说你们，他们娘儿仨快饿死时，你们推来推去的不管，这会儿又怎么有脸来闹事儿？我也是为了我们李家的根呢。行了吧你，当初说北辰出事，你立马就不管死活的把他们娘儿仨赶出来，怎么现在北辰要回来了，你又千方百计的抢孩子了，你这人怎么这么会算计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要孩子就是为了给你儿子交差。可是叶青罗也不是傻子，这些年你们李家做的那些事儿，早晚也瞒不住。什么？北辰要回来？北辰真的没死吧？哎，说那些没用的做什么呀？我现在只是想要回我李家的孙子。再说了，叶青罗最近和男人拉拉扯扯的都过上日子了，孩子跟着他不合适，我必须带回去。你少废话吧，今天我就把老宅的房契正式交给青罗，以后那就是他和孩子的家，你们不许再找麻烦。带着孩子耐心等着吧。啊，可是我的手续费还没。说什么手续费呀？这本来就是李家应该给你的。行了，这场闹剧就此打住吧。他回过头又指了指李氏，你就消停点吧，否则你家掌柜的回来，看你怎么交代。李正，我们够了，别再说了。青罗，我送你们回去吧。青罗，这么说的话，北辰就真的没死，那可太好了，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了。我从刚开始的不信，到现在也算是接受了李北辰可能没死的事实。要不然就李氏那副德行，他怎么可能突然来要孩子？可是李北辰回来，这对我真的是好事吗？我怎么觉得那个人会是个更大的麻烦呢？我们那个爹爹如果回来，他会喜欢我们吗？不，他不喜欢我们，不然他早就回来了。可也丝毫没有耽误叶青罗给萧景荣做出了10几款冷饮、冰沙、冰粉以及各种饮料。开这样一个解暑小店，相信一定会很受欢迎。等冬天可以做一些炸鸡、果酒，到时候生意也不会差。说实话，不止新奇，而且美味解暑。叶青罗，说说你的条件吧。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感兴趣的。我们合作，你出钱，我出配方，到时候挣了钱5-5分账。萧景荣却摇摇头5-5做不到，我最多给你3分利。我是生意人，不可能白白拿钱给别人做嫁衣。我本来也是想拿5-5分跟你谈下价钱，谁知道你一口就把价格定死了。不过3-7我也能接受。如果是3-7分，那我要求合同里添加一条，我要对这店有绝对的话语以及决策权。这没问题，只要你不无故让关门，店里如何发展，你当然可以说了算。到底是生意人，说话做事果然滴水不漏。好，我答应。我还要你保证不在任何地方开任何饭馆。当然，这生意盈利前，你仍然可以在这卖小吃，或者是直接接管这家店，这都可以。但是绝对不能让你开店，否则我可不敢保证自家的店能抢过你的生意。好，我答应。两方双方谈好条件，便一起签下合同。萧景荣还要赶着回京，因为冬天需要存冰，他必须尽早赶回去施工，扩建冰库，这样来年才能顺利让这家小店开业。于是匆匆签完合同，他就急忙乘车离开。也不知道我拜托他找的2样东西，他能不能找来。哎呀，算了，不管了，先把这1个月的冰棍卖好，等有了钱，下一步就好办了。娘，爹真的要回来了吗？
那你们想不想他回来？虽然我不喜欢他，不过也不想他死。娘，你放心，我们不会认他的，我们只要娘就够了。傻，他是你们的父亲，如果有机会，你们当然要试着去了解他的。虽然我跟他接触不多，不过我想他应该会是个好父亲吧。他只是不喜欢我，至于孩子他喜不喜欢，我还真不好说。娘，你说爹回来了，会不会和我们一起生活？这个还是不要了吧。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家门口那人已经静静地等候多时了，而面前站着的男人则是白皙修长，一双清冷细眸尽显精致绝美，身上穿着的锦衣华服衬得他更显高贵冷厉。微微犹豫了一下，便上前低头看向两个孩子。小宝，玉儿。再次抬眼看他，眼里少了些冷漠，只是声音还是疏远的。跟我回去吧。叶青罗疲惫地喘了口气，淡然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孩子也是紧紧跟随母亲脚步而去，而他就那样被扔在了院子外，于是跟随着他进来院里。而那个女人则是自顾自地打水洗脸，后又叫孩子们也过去洗手洗脸。叶青罗，等一下。等把孩子收拾干净，这才拉着他们的手走到他跟前道：小宝，玉儿，你们不是一直想知道爹爹是谁吗？他现在回来了，以后你们可以常常看到他了。看来孩子们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我想如果你也会有多余的时间，可以经常过来看看他们。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只是想着让你多接触接触孩子，这样他们才能更快地接受你，不是吗？我这次回来也不过半月就要走。哦，那你这么忙的话，我就没有办法了。毕竟你想要父子亲情，那也需要时间去培养才行。或者你不稀罕这父子感情，那我就当什么也没说了。叶青罗，马上跟我回去。从我在李家出来那一刻，我们的关系就不复存在了。当然，如果你还是不放心，也可以补一个合议书给我。我们的夫妻关系是要正规的去解除一下，不然也是麻烦。你就是这样想的？不然呢？你想我怎样？看到多年音信全无的丈夫痛哭流涕地求着他不要再离开，还是要低声哀求他对我们负责？不好意思，这些我叶青罗还真不稀罕。所以你便要孩子跟你过这种日子是吗？是，你现在的条件确实可以给他们更好的生活。如果你真心疼爱并且接受他们，那么让他们跟着你，我也同意。不要，娘，你别不要我们不要爹爹，我们不要他。你走，我们不要爹爹，我们从出生就没有爹爹，你为什么要回来？你为什么要带走我们？我们死也不跟你走，你走。我们不要和娘分开，我们不要走。我知道你们恨我，这些年也确实是我的错，我没有资格要求你们原谅。我不会跟你走的。小宝放心，没有人会把你们分开的。那你快走吧，我们要休息了，娘她很累的。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带你们去京城的。你不用痛哭流涕，也不用低声哀求，你李夫人的身份永远不会改变。我不管别人嘴里的你有多不堪，这一生我就注定只有你一个妻子。不好意思啊，你这李夫人的身份我不稀罕，你还是留着给别人吧。叶青罗，行了，我要休息了，下次来看孩子请提前打声招呼。你不等他再说什么，叶青罗已经转身回屋，而孩子也是快步跟上他。这些年我缺失了太多的东西。哎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啊？真怕叶青罗跟我儿子诉苦。我们家好不容易才出了这么个优秀的孩子，绝对不能让叶青罗这个贱人破坏我们之间的母子情分。哎，北辰啊，你回来了，他是不是跟你要什么了？还是拿孩子威胁你了？我累了。说完就转身回了房间。哼，我是绝对不会让儿子知道那些事儿的，绝对不会。众人看他没回李家，又开始纷纷议论。这李北辰不会是不要他们了吧？听说人家现在是御前的人了，以后必定是要举家搬去京城的。这糟糠妻子啊，肯定是嫌弃了。可不是嘛，好不容易有出息了，还不得趁机娶个千金小姐回来呀？哎，那他们娘仨可就可怜喽。我们才不可怜，我们有娘。可是哥哥，爹爹长得真的很好看呢。我在村子里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好看的男人。好看怎么了？娘比他还好看呢。也是。中午正是烈日当空，热得人更加的心烦气躁。他不忍看到他们那么忙碌，于是叫住一个生人，让他拿着钱把他剩下的东西全买了。我想这样他就可以早点回去了吧，也能让孩子少受点罪。这季节只怕就皇家能有冰块了，可是这女人竟然在卖冰。本以为他搬好东西就该往家走了，谁知道他推着车又走了很远的路，直到一处隐秘的冰库外才停下来。他交代孩子坐到阴凉处，而他则进了冰库中。他这一进去就是2个时辰。这女人真是不负责。2个时辰过去，女人拖着疲惫走了出来。走吧，咱们可以回家了。好耶，娘，那今天我想吃你煮的面了。好。玉儿，你不舒服吗？娘，我没有力气。好像有点发烧了。玉儿，你还能坚持吗？咱们很快就到家了。娘，我没事儿，回家睡一觉就好了。你扶着玉儿，咱们加快速度，快点到家去看郎中。好。李北辰在后面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只是远远看到孩子有点不对劲儿，因为和他们隔了点距离，具体什么情况他看不清。玉儿，玉儿，把孩子抱了起来。娘，你带玉儿去看郎中，我来看东西，一会儿你来接我就行。不行，把东西扔了，我们不要了，走。我不能扔小宝在半路，这里连个人都没有，太危险了。可是娘，我可以的，那里面有娘买的东西，不能扔。而恰好李北辰快了一步接了住，看到他怀里趴着昏沉的孩子，二话不说的接过了孩子。
男人紧紧地抱着孩子在太阳下奔跑着。这是我的孩子，身上流淌着我的血，可是我却让他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苦。郎中匆匆看了，说是受了风寒，吃点药就无碍了。叶青罗，你就非要带着孩子跟你一起去受罪吗？我不难过吗？我也难过，孩子没照顾好，我比谁都自责。可是这个男人有资格指责我吗？那你要我怎么样？坐在家里等着饿死吗？不就是钱吗？我给你。他把身上的钱全部塞到他手里。够吗？民女谢过李大人。你是我这几年一直没有回来，那是我的错。可是给家里的钱我没少寄，怎么还会饿到你和孩子？李大人真有意思，钱这么多年我从未见过。看你并不像在说谎，那我记得那些钱去哪儿了？叶青罗呀，你这女人怎么这么黑心呢？啊，我早说你自己想走，我们不拦着，可孩子必须给我们养，可你偏不肯啊！你看看你把孩子折磨的3天2头的生病，我看你呀，就是诚心不让我们好过。你养，真是笑话！你这女人还想狡辩什么啊？是不是又想要在背后诬陷我什么？我告诉你，喃喃地喊着：“奶奶不要打玉儿，不要打玉儿，不要！”好了，玉儿，没事了，没事了。娘，娘，我要娘，我怕。叶青罗听到声音，急忙跑进去。玉儿别怕，娘来了。哎呀，陪臣在呀！哎呀，我就是想来看看孩子，听说病了是吧？哎呦，我担心的不行呢。孩子需要安静，你回去吧。可是这女人连孩子都养不好，我就说要带回去才是。嘿，小宝啊，要不你跟奶奶回去住几天好不好呀？怎么，你家的剩饭吃不完了吗？你看这孩子啊，被他娘教育的就知道胡说。你快回去吧，我真的很难想象这些年他们母子到底过得怎样的日子。我只知道孩子的本能反应不会骗人。叶青罗是好不容易又把玉儿哄睡了的，等他出来准备对付吃口饭，结果一到厨房就看到锅里的饭一点儿也不剩了。而院子外面，李氏正催促着李元朗快些吃。真是有意思，就算我警告再多次，有些人还是改不了喜欢偷的毛病呢。嘿，你看见是嗨，我是看他剩下了，不吃浪费嘛。啊，正好元朗饿了就盛给他了呀。不行，我拿面还给你就是啊。好啊，那就快拿来吧，我等着做饭。嘿，你好，我这就去拿。人走，叶青罗没有急着再去做饭，而是生火准备给玉儿煎药。叶青罗，带着孩子跟我去京城吧，这次是我求你，我求你跟我一起走，我见不得你们再受苦。李北辰，没有感情的婚姻就是拖累，我不想成为别人的拖累，同时也不想别人拖累我，所以请尽快拿来和离书吧。或许是我把一切想得太过简单了。那贱人啊，
吃他一口面他还斤斤计较，他那种女人吃猪食都是浪费，竟还敢吃白面，简直可恶。你看啊，我拿这么多粮食，也不知道够不够给他们呢。这是前天朱彩霞拿出来说发霉严重的粟米，你舍不得扔，说是留着喂鸡，现在倒要拿去给我的孩子们吃。哎呀，那个是不是我拿错了我这就把昨天刚买的鲜米挖一点出来。不用了。他把昨天特意买的几十斤米面，还有一些菜肉，全部拿上，准备送去给叶青罗。北辰啊，这些是咱们留着过节吃的粮食。你看呐，元朗和云昭都念着改善伙食呢，你要是都拿去了，我们就……这些从一开始就是我给我的孩子们买的，你们要改善伙食，就自己去想办法，以后不许去打扰他们。李北辰！可是看到李北辰那双冰冷的眸子时，又压制了自己道：“你小心点，别洒了。”以前我知道他不喜欢我，家里3个孩子，老大他疼，老三他宠，唯独我，他从来没正眼瞧过。这次若不是我考出功名，他怎么可能给我好脸色？其实我可以不在乎他的喜欢或者不喜欢，我气愤的是，他竟然对我的孩子也那样刻薄。从玉儿和小宝对他的畏惧，我就知道，这些年他没少欺负他们。6年，这6年，他们到底过的是怎样的日子？我不敢想象。谁呀？走进去才发现是李北辰正在烧火煲饭。喂，你快把火灭了！很快，李北辰就黑着脸走了出来。李北辰，你这是什么造型？我就试试，试试你这厨房好不好用。你这厨房一点也不好用，趁早扒了重建。那就有劳大人哪天有空帮我们重建个好用的厨房吧。你等着，我早晚给你建。这就是做饭，要是干别的，我能受得了这委屈？娘，我都好了，不能耽误咱们家挣钱，你就带我们一起去吧。不行，你还要休息2天，挣钱的事儿不急。我没事儿。你把孩子交给我照顾，你去忙你的吧。你怎么？你觉得我照顾不好孩子？那倒不是。娘，你就去吧，我们就在家里等你。那你好好照顾他们。你们乖乖听话，我很快就回来。好。要不我带你们出去玩会儿？去玩也行，我想去山上玩。山上？后面的山也不算太危险。好，那就去吧。小宝让他背着背笼，还拿了2个麻袋，他不解。这是？到时候自然有用。李北辰做梦都没想到，2个孩子居然把他抓来山上做苦力。刚开始摘着一些果子，他还觉得挺有趣，可是摘了没一会儿，他就觉得满头大汗，身上也开始痒痒起来。小宝，我们不摘了吧？我带你们玩别的好不好？不行，必须摘完。爹爹，你快点摘，摘完我们就能快点回去了。这年头哄个孩子都这么难了吗？3个时辰过去，李北辰就摘了1麻袋。小宝，
咱们还是回去吧，不然你娘回来看不着你们，该着急了。我真摘不动了。才摘这么点儿，有什么用？我这是被儿子嫌弃了吗？这东西还挺重。哼，这就重了。我娘每天来来回回的要背好几趟呢，你才背着一袋就很累，真是没用。你娘每天都背这些？是啊，要不然她怎么做那些去卖？我娘她为了养我们不知道有多辛苦呢。你们爷爷奶奶都不管你们吗？他们怎么会管我们？他们不来欺负娘就已经不错了。我们去接娘吧，她肯定是一个人忙不过来了。对，我们去接娘吧。行，我们去接她。娘，我们来帮你。小宝、Q 儿，你们怎么来了？说着话，手也没闲着，知道李北辰过来帮忙，只是他穿得太华贵，气质又冷清。人们来买冰棍前都要先打量一眼他，心里皆是猜想，不知道是谁家贵公子出来体验生活了。他和李北辰配合的还算默契，两人也总算是心平气和地站在了一起，这画面也难得和谐。苏雨等待多日，终于等来中举消息。我现在终于可以娶她了，不管我们之间还有什么阻碍，我都不管了，我就是要把她娶回家。可是那满脸的期待、希望，在看到李北辰那一刻，彻底的破灭了。那个人，他回来了，我的青罗，我答应这辈子只娶她的青罗，我们再次错过了彼此。我不明白，老天为什么要这样残忍的对我？为什么每次都要差那么一点点？为什么不能成全我一次？我的人生如果没有一青罗，那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吗？李北辰接手收拾着摊位道：剩下的事儿都交给我吧，你先带孩子回去吃饭。都交给你，你确定？有什么难的？可是我一会儿还要去冰库装冰水。我给你装。装上几百件，够明天卖就行了。行了，你们回去吧，我一个人可以搞定的。那右边角落还有很多空的竹筒，你都要给装完，知道吗？好，我一定装完。见他答应，小宝才满意离开。我是永远都不知道我这儿子有多坑爹，真是没有机会也要创造机会的坑我。说实话，我这皮夹克着实是漏了大风的，可这没办法，为了让儿子早点接受我，坑我也认了。叶青罗回来看到饭也做好了，就对付吃了2口。做的根本没娘做的好吃，菜都糊了。那晚上娘再给你们做好吃的。好。孩子看到水就亲得不行。娘，我们去前面潜水里抓点鱼行不行？去吧，大春，看着弟弟妹妹，还有月儿不要下水。好，知道了。青罗，北辰既然回来，你怎么不跟着他回去李家呢？我疯了吗？好不容易从魔窟爬出来，怎么可能再回去？可是现在不一样啊，北辰回来了。他回来怎么了？你认为一个成婚3天就离开家的男人，他会对我有什么感情？我回去还不得是仰人鼻息，看人脸色？那种被踩在脚底下的日子，我可一天也不想过。想想李家那家人，我就后背发毛。也是，你那婆婆看了儿子这么有出息，只怕是尾巴更要翘到天上去了。不过青罗，
你还是应该借着孩子和他培养培养感情，毕竟这男人有了孩子自会顾家的，跟着李北辰起码也能衣食无忧。刘寡妇，你看着孩子们，我去山里再看一眼。咱们这粮的马上就卖不了了，我看看在这山上还能不能找到别的可用的。行呀，你去吧。叶青罗去了山里，刘寡妇还在洗衣服，孩子们也玩得正开心。那个女人倒是也不回去看我一眼，让我足足用了5个多时辰，才把那些空竹筒全部装完，简直都是要把我冻成冰棍的节奏了。然而憋了一肚子火气回来，还看不见叶青罗的影子。叶青罗带孩子们在小溪边玩呢。好，谢谢大娘。下一秒就看到似乎是小宝在水里挣扎，他过去的同时，小宝已经被大春拉了起来，而叶青罗也在山上跑了下来。叶青罗，你就是这么照顾孩子的，是不是？你放开我娘！你放开我娘！你放开！都是因为你，就是你不在我们身边，他们才敢这么欺负我们。都是因为你，你还欺负我娘，我讨厌死你了！我也讨厌你，你欺负我娘，我们就再也不理你了。叶青罗眼眶瞬间就红了。没事，孩子，没事。都是李云朗，每次看到我们都要找麻烦。我都说了，我娘就在上边，他还是把小宝推倒了。你说李云朗？我刚才确实看到一道身影跑了过去。对啊，就是他，要不然小宝根本不可能摔倒，他还差点抢走我们抓的鱼呢。只愤然地朝着李家的方向走去。娘，我们抓了好多鱼，咱们可以炕小鱼吃了。好，我一会儿给你做。我专门抓鱼是给娘补身子的。乖，小宝，你下次看到李云朗记得喊人，知道吗？可是娘，要是旁边没人呢？我今天也是忘了带神器了，要不然还把他的眼睛蜡肿。这倒也是头疼。要不然明天开始，你就起来锻炼身体，练习本领，这样就不怕被欺负了。对付恶霸，真的只能让自己强大，不然一直靠大人，根本就没有震慑力。真的吗，娘？我练好身体可以保护娘和月儿了。当然。好，那我就练，我一定要早点成为男子汉。好。李北辰终于等到了在外面疯玩了一天的李云朗，他是蹦跳着回来的，一进门就被一家人齐刷刷的眼神吓到了。云朗，你今天在外面做了什么好事儿？没有，我什么都没干。为什么把小宝推倒？我没有。北辰，你别吓到孩子，元朗不会做那种事儿的。我亲眼所见，还不承认？李云朗，你小小年纪，心肠怎就如此歹毒？你知不知道，在水里把人推倒，若是没人发现，他很可能就没了性命。你怎么敢这么做？你至于吗？你孩子不是没事吗？你何必这样不依不饶的？哎呀，北辰啊，你别生气啊！元朗这孩子就是有点淘气，他知道错了啊，下次就不敢了。哼，自始至终，你们没有一个人问问小宝怎么样。你口口声声说对他们母子多方照顾，可我
怎么没听到你对孩子半分的关心呢？甚至连那娘仨做的一口吃的，你都恨不得全部给抢走。你就是这么照料他们的？哎，不是啊，北辰，那孩子呀是被叶青罗那贱人教坏了呀，他们……够了，以后他们由我来护，我看谁敢再欺。他们本来就是小杂种，给我提鞋都不配，我欺负他们都是应该的。下次再让我瞧见你们欺负他们，别怪我不留情面。你怎么能威胁孩子呢？这不是威胁，是警告。说完，愤然离开。哎呀，这怎么都没见过面的孩子，他竟这样有感情了？我早就让你把他们接回来，早就让你接了。我告诉你，说是因为你阻碍了我们李家光宗耀祖的机会，我不介意收了你。老头子，你说什么呢？爹，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还有你，最好给我管好你的儿子，否则我也不介意让老大把你一起休了。爹，对了，家里那一袋子果子是谁摘回来的？就那人摘的，他闲着也是闲着，我就让他帮娘做点事儿。你呀，也不怕他生气？怕什么？他那么没用，我都没说他呢。没用，也就你敢说。我又没说错，他用了那么长时间才摘了那么一点果子，根本就不够娘用的。叶青罗听着倒是一脸失笑，而墙角的李北辰脸上却布满黑线。我辛辛苦苦干了半天，居然被儿子嫌弃没用。于是黑着脸就走了过来。那个李大人，您吃过了？吃过。你留了那么多竹筒给我装，我用了大半天的时间才装完，你竟然还问我是不是吃过了？我连中午饭都没吃好吗？这怎么还埋怨上了？那要不对付吃口？他还真没客气，直接就坐了下来。爹爹，这个可香，可好吃了。谢谢玉儿。爹爹，我娘烙的葱油饼也特别好吃。谢谢玉儿。他又不是残废，用得着你给他拿？啊，我就是想让爹尝尝嘛。我算看出来了，我儿子是真嫌弃我，我还是不说话了。难得这么好吃的饭菜，我当然要多吃2口了。我怎么也不敢想象，那么冷傲不可一世的人，在2个小不点面前，竟然这么老老实实的讨好着。这也是你活该，丢下孩子多年，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被接受了？孩子吃饱就丢下碗去逗小黄玩了，而碗里还剩了一点鱼汤，剩下可惜了，你喝吗？你这汤怎么做的？竟然这样鲜美可口。祖传秘方，李大人要想学呀，我可以算你便宜点儿。财迷。多谢大人夸赞。说实话，回来这么多天，也只有这顿饭是我吃的最舒坦的一顿了。不管是小鱼还是鱼汤，还有葱油饼，这个女人做的什么都那么的好吃，简直快赶上京中大厨了。走进来顿了顿道：叶青罗，今天的事儿是我不对，我不用了，你担心孩子我挺开心的。说实话，
这么多年你和孩子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我还一直担心你不会对他们产生感情呢。本来嘛，你们除了那点看不见的血缘，彼此根本就是陌生的。如今能联络起感情，对孩子来说是好事儿，他们需要父亲。我没想到你会这样说，毕竟像我这样不管不问的出走6年才回来，若换做别的女人，只怕不恨我就已经是最大的奢侈了。可是面前这个女人不仅不恨我，还愿意最大程度地成全我，对孩子也是。你没有教孩子排斥我，甚至尽量拉拢我们的父子感情，你这样做真的是很难得了。叶青罗，如果我能让孩子们接受了我，你能不能跟我一起走呢？我们或许可以试着相敬如宾地过一辈子。我还是想带着你去京城，只要你肯，余生我都会拼尽全力照顾好你们的。既然你把话说透了，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其实我想做个有野心的女人，我想去从商，想实现自己的价值。你的意思是，我若把你留在身边，就需放下仕途？是的，这个年代商人地位很低，家里从商不能入仕途。我要是你李北辰的妻子，要么我放弃从商，要么你放弃仕途。如果这样算的话，其实分开发展是2个人最好的选择。你一定要从商吗？你知道这样也会影响孩子的。孩子等他大一点可以自己选择，如果他想从仕途，他可以跟着你，如果他有别的选择，我也会支持。总之人活一辈子，能选择的路很多，我不想因为那一种可能放弃我的追求。你那样坚定从容，很耐心地跟我商量，这样我根本无法去反驳你。我从来不知道你这个女人竟然有这样的野心，我竟还觉得这不是坏事。我其实打心里赞赏这样有思想有追求的女人，不因为自己是女人就局限了自己的路，这是好样的。既然你都这样坦白了，那么再说让你跟我走的话就显得有些无趣了。或许我该先让孩子接纳了我，再说别的。爹，青罗呀，爹这些日子只顾着北辰的事儿，对你们到底是忽略了。别这么说，我们都挺好的。我都知道，这都怪你娘，她那个脾气你也是知道的。青罗呀，你能不能不要和她计较了，跟爹一起回去，咱们一家人好好的。对不起爹，这件事儿我跟北辰已经商量好了，所以……商量好了？如果是北辰同意你不回去，那么是不是说明儿子只想要2个孩子？也是啊，北辰他那么优秀了，这叶青罗确实配不上他了。罢了，你们的事儿啊，还是你们解决吧。看着老头离开，叶青罗冷笑着摇头。这家子呀，真是一个比一个虚伪，难为在这样的家庭里还能出一个李北辰这样的特例。摊位前，几个小混混出言挑衅着：“小娘子啊，今儿怎么就你一个人啦？如果不买东西，就请让开。”
小娘子嘴巴还是这么辣，不过我就喜欢辣的。这时候，饭店的陈掌柜急忙出来打圆场。哟，这不是严爷吗？哎呀，今儿您怎么得了空呢？要不上联区小店尝尝新菜品？怎么，你又想管闲事了？上次我是看在你们少东家的面子上才放过他的，今天我倒看看，谁还能出面为他做主？哎呀，严爷，别这样，她一个寡妇带着孩子不容易，你欺负她，不是让人笑话了吗？去你大爷的！他不耐烦，一脚就把陈掌柜踹倒在地。小爷看上的人，谁敢多言？小娘子，你就乖乖从了我，做我严家五房，不比你在这儿卖这些玩意儿强。你最好赶紧走，否则我可要报官了。好啊，你去报官，到时候我让县衙亲自做主把你嫁给我，我看你还能怎么反抗。叶青罗忍无可忍，直接抬脚就踹了过去。哎呦，嗨，你个小贱人，还敢动手，看老子不废了你！找死！招呼上兄弟，还不快上！李北辰冷笑，一脚一个，几个小喽啰根本近不了他的身。大爷，我错了，放过我吧！去叫衙门来人。陈掌柜上前小声提醒道：“他是严家的人，听说呀，姓严的宫里有人，县衙只怕也……哎，他能在这猖狂多年是有原因的，他身后散大，根本没人能奈何他。我告诉你，我干爹的叔公可是在宫里当差的，那位可是皇上身边的红人，你敢得罪我，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去叫县令过来，就说兵部李大人传他。兵部？记忆中李北辰不是檄文吗？怎么又在兵部任命了？娘，爹爹好厉害呀！不是让你们跟着爹爹在家吗？怎么又过来了？因为爹爹不喜欢摘果子，他又嫌热又嫌痒，哥哥说不能让他闲着，所以就带他来帮你挣钱了。你们俩呀，我今天打开冰库，看到1000多个竹筒全部装得好好的，我都惊呆了，真不知道李北辰是怎么做到的。小宝这孩子也是真会给他找活干。很快县令就匆匆赶来。大人是？李北辰不啰嗦，直接拿了一个玉牌给他看了一眼。县令见物，脸色骤变，立马跪地磕头。下官见过大人，不知大人驾到有失远迎，请大人恕罪呀。行了，先把这几个人处理了，他们扰乱秩序，调戏民女，数罪并罚，不可轻饶。大人，此事有些复杂呀，不如大人随下官移驾府衙，下官自当禀报清楚。不必了，我不管什么复杂原因，我知道他犯了刑法，必须处置。这大人，他是严老爷的人，严家有人在宫里当差，所以没人敢惹呀。难道大人判案不是根据事实，而是看人斟酌的吗？下官不敢，
下官这就处置了他。大人，严威强抢民女，请大人明察。大人，严威杀人夺地，罪大恶极，请大人做主啊！大人，住口！大人路经此地，岂容你们烦扰？谁知李北辰却搬来凳子坐下道：大家有什么冤情，今天便一一说与我听，本官就不信了。朗朗乾坤，还没王法了。民众也一个个排队诉说冤情，而李北辰更是亲自下笔记录详细。本官定当严查，请大伙放心。多谢青天大老爷，多谢。这就是你身为父母官的作为。大人恕罪，下官该死啊！确实该死，本官会把此事上报朝廷，你就等着上面来人调查吧。大人，立马调衙差去把严威捉拿归案，此人本官要亲自严查。是，大人。李北辰不能多待了，他拿了状纸就随衙差一同离开。那些人都给爹爹下跪呢。唉，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他这个李大人，只怕他以后再不敢来街上露面了。啊，那以后他不能来帮我们挣钱了吗？你爹爹他注定不是站在这儿的人。刚才看他审案的样子就知道，他要走的那条路其实是挺伟大的。父子三人组小心翼翼的3个方向悄悄上前围剿小兔子，结果3人的脑瓜子同时发出砰的一声，这一下几人都撞得不轻。我就没见过这么笨的人，还不如我自己去抓，说不定他还跑不了这么快。我是又被儿子嫌弃了吗？没关系的，爹爹，我们等他出来了再抓他。傻缺才会出来给你们抓呢。小宝，我们不可以这样说话。我知道了，娘。叶青罗此时已经收拾好衣服了，他头发已经干得差不多了，只用一条丝带随意拴在发间。怎么被我娘迷了眼睛了？我告诉你，别打主意，我娘可看不上你。为什么？你那么笨，还用问原因吗？这孩子是诚心气我吧？还是说你铁了心的要给自己找后爹呢？叶青罗要去把衣服洗了，而李北辰则想带着孩子去玩。你连兔子都逮不住，跟你能有什么好玩的？为了一只兔子，我都受了一路气了。可是谁让面前的是我儿子呢？没办法，只能忍。小宝，你也不想你娘洗衣服还要操心你们吧？爹爹带你们买好吃的好不好？谁稀罕？要不然你带我们去抓鱼好不好？好，我正想喝鱼汤了。哥，我们就去抓鱼吧。行吧，那就抓鱼。好呀好呀。你要是连鱼也抓不到，以后就不要叫我们跟你玩了。我抓不到鱼，以后就再也不吃鱼了。孩子一看到水就玩得高兴起来，也顾不得李北辰是不是个坏人了，一味地喊他这边鱼多，那边还有一条，这可是把他忙坏了。青罗，你洗头了吗？太热了。对了，青罗，这几天是不是都是李北辰在帮你啊？如果你们忙得过来，我说我就不去街上了。你是又不想挣钱了？才不是，我昨天去了，
正好看到李北辰也在，我就想你们两个配合也挺好的。再说，青罗，你不知道，这几天割麦子，好多庄稼户中午都来不及回家吃饭的。他们看我中午带了凉粉，都想吃，所以前天我就做了2桶去试了一下，结果一去就卖空了。是吗？这是好事呀。对，不过因为是自己村里的人，我只卖1文钱1碗，到时候我给你算钱。我就想，如果你们夫妻卖冰棍儿，那我就卖几天凉粉也行。你自己做的，自己拿去卖的，干嘛跟我算钱呢？可是我是跟你学的。哎呀，行了，咱们俩就不要算那么清了。正好你卖凉粉的钱不跟我算，我卖冰棍的钱也不跟你算，这不就结了吗？冰棍钱不给我算是应该的，可是凉粉……咦？哎，刘寡妇，要不咱们也试试你那种卖法？什么？咱们明天多做点凉粉冰棍，早上把做好的凉粉也拿去冰库冻一会儿，到了中午咱们拉着车沿着庄稼地去卖，我相信生意肯定好。虽然要不了几天，可是这利润还是很可观的。这确实是个好主意，可是咱们四处跑，孩子们可怎么办呢？他正好想拉近和孩子的距离，也该给他这个机会。你就不怕他培养出感情，真把孩子带走？说实话，我怕，我舍不得孩子，可是心里又知道，孩子跟着他会更好一些。行，你要是决定了，我就跟着你一起做。明天我就把拉车套上，咱们先去卖一波试试。好，那咱们明天试试。我说李大人，你天天在我家混饭，也不觉不好意思吗？我在自己家吃饭，为什么要不好意思？说实话，吃了叶青罗做的饭，我再回李家，就真吃不下东西了。这饭我额定了。反正你不能在我这儿白吃白喝。这样，明天开始你就负责帮我照顾好孩子，饭的话我可以给你管饱。这几天不都是我照顾孩子的吗？我照顾自家孩子还用你管饭，这不成笑话了吗？明天开始，我早上要早点出去，可能要下午很晚才能回来。中午饭你要做饭给孩子吃。娘，你要做什么呀？娘想明天开始多挣点钱，等过完年也好送你们去私塾读书，好不好？孩子岁数差不多了，是可以上学的。娘，我们可以不上学，我们跟你一起挣钱。我知道娘养着我们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行，必须上学。而且这次娘不是去摆摊，我们要到处走着卖凉粉，真的不能带你们。娘，乖乖听话，等忙过这几天，娘就在家好好陪你们。叶青罗是等到天快亮才睡着的，感觉刚睡着，刘寡妇就来找他了。可是李北辰还没来，昨天他交代过要他早点来的。等他们把所有东西收拾好，才看到李北辰驾着牛车不急不忙地过来。你们要到处卖东西，肯定少不了拉车的吧？你买的牛？想什么呢？就是借给你用的，不用太感激，快拿去吧。太好了，有了牛车可就方便太多了。只是东西装上车，两人就又傻眼了。这牛车怎么驾呀？我也不会。开车我是会，可是面对牛车，这牛能听懂人话吗？算了，还是我来驾车吧，孩子们也可以坐在车上，不影响的。路上边走，刘寡妇边吆喝：冰棍儿，凉粉喽！多少钱一碗呢？冰棍儿2文钱，凉粉1文。
不知不觉的竟赶到了叶家村的地头，就看到了叶青罗的大嫂和侄女儿正在田里割麦子。大嫂，翠芝，自然是高兴地飞奔过来。姑姑，翠芝已经是个13岁的大姑娘了，这孩子以前看到人都怯生生的不敢言语，如今倒更显得大方一些。快尝尝。谢谢姑姑。翠芝，你姑姑是要挣钱的，你不能吃。哎呀，谁说不能吃了？你快点吃，一会儿给翠芝也拌一碗。这会不会耽误了你呀？哎呀，不会，放心吃吧。哎呦，青罗这是出息了啊！做生意做到自家门口了。是呀，这不是想让父老乡亲为我捧捧场吗？青罗，你快些走，一会儿叶家人来了，怕又要纠缠你。他们听说你挣了点钱，都巴不得想讹诈一点回来呢。没事，不急。翠芝，你慢慢吃。顺便给翠芝怀里塞了一点钱。这钱是给你和你娘的，千万别叫别人知道。姑姑，我会的。我真怕这钱不拿着，早晚哪天我和娘会被饿死。只吃完凉粉，叶青罗就赶着车离开。叶青罗回来家里就关门算起了账。李北辰看着他财迷的样子，你看到钱就那么开心吗？废话，你看到钱不开心？不呀，我看到孩子才开心。那是你不缺钱，要是让你饿上几顿，保证你也爱钱。我刚回来时那种饿得半死的感觉，我可不想再体验了。所以钱必须得多挣点回来。至于你，能用一天是一天，这也是你欠原主的，都该补上才对。北辰，你不是说这次回来只能待上半个月？我看也过去这么多天了，你可有什么要准备的？没有。北辰呀，其实你大哥三弟，爹就不想为难你了。可是云朗和云昭两个孩子都格外聪明，如果能好好培养，日后必当出息。我明白爹的意思，可是对你的盘算，我根本不想插嘴。现在我自己两个孩子，他都没安排好，还要我考虑别人吗？我李北辰可不是回来当冤大头的。见儿子始终不接话，他只能换个话题道：对了，你娘这几天一直在操心你的事儿，说是她娘家妹子的女儿出落得大方得体，对方也不要什么名分，只想离你娘近点儿，过来伺候。爹，我在京中的职位还没有到了可以买丫鬟的地步，再说都是些亲戚家的，让他们来我家为奴为婢不好。不是他。好了，我还有事，晚上不在家吃饭了。我何尝不明白我爹的意思，只是你们连他的处境都不了解，就要急着给我身边塞人了。我娘家侄女，曾经我到了议亲年纪，我亲耳听到我娘说我不配他们娘家姑娘，她做主给我娶叶青罗，就是故意给我添堵的。她始终认为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出息，就算哪天真的有出息，身边有叶青罗那样无能可被他拿捏的妻子，那么我的家还不是要由他掌控吗？可惜他还是失策了，以为我死了
就立马翻脸。如今想再要回以前那个软弱无能的儿媳妇儿，却不能了，所以这就又迫不及待的想把娘家人塞过来，简直恶心。不过有一点我也很好奇，这几天我在村里听了不少关于叶青罗的事儿，大伙都说他是一夜之间突然转性的，不仅性格变了，就连为人处事好像都不大一样了，甚至还有人说他可能是中邪了。我对以前的叶青罗印象不深，只记得他在床上哭得满脸是泪，看到我就像老鼠见猫似的瑟瑟发抖。我厌恶他的怯懦无能，所以这些年我只想着给他足够的钱就够了。我本能的也是想要一直逃离他，甚至想要一辈子不去面对他。可是这次回来，不说突然多了2个孩子，给了我多大的惊喜，就说叶青罗，就足以让我为之震撼。他身上仿佛多了一些让人无法抗拒的魅力。李大人鼻子挺灵呀，我这才刚做好饭你就来了。哼，怎么让我当了一天的车夫，饭还不想管？管？怎么不管？对了，小宝这几天每天早上都要起来锻炼身体，我想这李大人对健身应该有些心得，不如抽空多教教他。看你身材那么好，应该不是天生的。再说，男孩要经常跟父亲一起，才能更有男子汉气概。趁着你在，我还是希望小宝能和你多接触的。小宝和玉儿以后有什么需要我的，你随时开口就是。这话说的多好听啊！赶明儿你去了京城，我上哪儿跟你开口去？爹爹，你来一起帮我们给花浇水好不好？好。院墙种这么多月季，还有蔷薇做什么？娘说，等它们长起来，我们家就能变成一片花海了。爹爹，你做。这是从哪儿买的？还挺好看。是娘做的，娘还会做床、做桌子。不过她为了做这些，手都划破了。你做的时候要小心点儿，不能弄坏了，知道吗？好。面前这个女人到底是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呢？地里的庄稼只过了7、8天时间就基本收成完了，他们再赶着牛车去卖也是不行了。接下来几天，孩子依旧由李北辰带着，而他和刘寡妇还是凉粉、冰棍儿一起卖。青罗，听说李家一家子都准备好了要去京城了，你真的不带孩子一起去吗？这件事儿还是要征求孩子的意见。他现在虽然和孩子相处还算融洽，可是我看孩子未必肯和他走。那你就这样一拖俩的过日子嘛。有什么不好？多自在。我知道你比我有智慧多了，有些事根本就用不着我张口去劝，你肯定有你的道理。就在好不容易卖完打算收摊的时候，就看到苏轼一脸沉重地走了过来。苏轼缓缓上前，犹豫了许久才开口道：青罗，我们家苏雨她病了。跟我没关系啊，我可许久没见过她了。是不是你的原因？他态度和善许多，眼里满满的自责。都怪我青罗，你能不能帮帮我们苏雨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他抽噎了一会儿才道：那孩子自从知道你家男人回来后，就开始不吃不喝的，现在已经病得不成样了。
李正他这好不容易才中了举，官府给他安排了职位，他也不肯前去报道。再这么下去，他就真的毁了。我没想到，他到现在都还没放下我。我以为我把话都说得很清楚了，可是他这样，我能有什么办法？求你帮我劝劝他好不好？只劝劝他就行。那你明天把他带来这里，我试试看吧。不管怎么说，那个苏雨人品还是不错的，而且原主对他确实有情，我就当是帮原主了吧。人已经带来了，已经带来了。毫无生气的苏雨过来了，他看到他时，眼里才微微有了几分触动。苏雨，我们聊聊吧。不过叶青罗走出去时，他是跟上了。太好了，我儿子有救了。切，你忘了你先前是怎么挖苦青罗的了？也是青罗脾气好，要是换做别人，早在你的伤口上撒盐了，怎么可能还会帮你？苏雨也不知道是不是听进去了，只回过头给他一个猝不及防的拥抱。我明白的，青罗，我明白的。你明白？哎呀，你要是听明白了，那可就太好了。我害怕随便说的这3年会成为自己的负担。既然你都明白了，这也就不用担心了。苏雨，你的前途一定光芒万丈。谢谢你，青罗。他松开他，坦然地转身离开。娘，李北辰带着孩子过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到的。不过李北辰这脸怎么黑得跟包公一样呢？他走到他面前，脸色沉沉道：只是孩子父亲，仅此而已。啊？什么呀？就扔了这么一句话，转身就走，莫名其妙。晚饭还是他负责，可是到了吃饭时间，却不见李北辰过来。你爹爹呢？爹爹好像不高兴了，也不理我们。他不高兴，估计是马上要回京了，舍不得你们了。那不管他了，咱们吃饭吧。他闭着眼睛吹着风，享受难得的惬意。就在这时，突然面前一道人影飞速闪过，抬眼就见院门口李北辰缓缓走了过来。李大人真是闲，大晚上的不睡觉，还跑来吓唬人。你不也没睡？叶青罗，你不肯去京城，是因为他吧？谁呀？哦，李大人是听到我们说话了，所以你是因为这个才阴阳怪气的？3年后，你当真要嫁给他？大人没听到我后面说让他不要错失路途风景吗？那他比较过后还是觉得你好呢？你会不会嫁给他？这话你是在打探我？3年后的事儿谁知道？反正我叶青罗只看当下，不想以后。唉，我认识的苏雨，她不应该是现在这样的。我还记得苏雨她才华横溢，心存抱负，曾经说过要做这世上最出色的男人。可是现在她怎么了？可是没有你，那些才华，那些抱负，那些
都没有意义了。青罗，我宁愿拿全部去换你，我只想要你。我们定下3年约定，3年后，如果你做官做得比我成功，我就考虑要不要走到你身边。如果3年后我从商比你成功，你就放弃我，好吗？从商？青罗，你真要从商？是，我也想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你和李北辰？他是我孩子的父亲，仅此而已。青罗，我可以放弃仕途，你愿意从商，我就随你从商。只要你让我在你身边，我什么都可以做。苏雨，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实现自己的价值。你现在为了我放弃你的价值，这样只会让我不安，也会成为我的负担。你不想成为我的负担，对吗？苏雨，你也看到了，这个天下是需要为民请命的好官的。你读了那么多年书，难道什么都不做就要放弃了吗？你真的会甘心吗？或者多年以后，你回想起来真的不会后悔今天的决定？别说不后悔，苏雨，我不想很多年后我们彼此遗憾年轻时没坚持自己心中向往，而且我想看到那个在自己领域发光发热的苏雨。苏雨，你应该也想有一天我可以看到那个耀眼的你，对吧？看到耀眼的我，你会吗？会。苏雨，路上风景很美，你千万不可错过。这是告诉你，遇见对的人，千万别错过了。我竟不知你这女人，竟这样没心没肺。没心没肺？我怎么没心没肺了？你这人说话怎么奇奇怪怪的？哼，没人愿意管你。啊，奇怪，谁让你管了？李北辰都要走出门口了，玉儿和小宝跑了出来。爹爹，是你来了吗？玉儿怎么还没睡呢？屋里好热，爹爹，带我们去找好吃的好不好？我和哥哥好几天都没吃蚕蛹了，有点馋了。抓吃的？什么吃的？嘿，我带爹爹去就知道了。娘，玉儿和哥哥可以去吗？去吧。谢谢娘。看样子这是吃醋了。小宝，那个苏雨，她经常来找你娘吗？是呀，她不仅给我们送吃的，还帮我娘卖东西，对我娘不知道有多好呢。果然，这个女人已经找好下家了。我离世的消息才传回来1个月，她就那么迫不及待，简直可恶。可惜呢，可惜我娘根本就不喜欢她，她送的吃的娘也不要，她帮忙还被我娘气走，我娘根本就不喜欢她那种柔弱书生。你娘真的不喜欢？当然是真的，娘才不会骗我呢。你也不用那么高兴，我娘她也不会喜欢你。为什么？因为我娘不喜欢没本事的男人，你连家都养不了，干活还那么笨，娘才不会喜欢你呢。我干活还行吧？那你也没钱，我娘最喜欢钱了，只有像萧家少东家那样的男人才足够吸引我娘。他就那么喜欢钱？废话，没钱就会被饿死，当然喜欢钱了。你有空还是多想想怎么挣钱吧，
像你这样干活没用、挣钱也不行的，根本就没有资格追求我娘。我有那么差吗？不对，我为什么要追求那个女人？疯了吗？这就是天来饭馆的招牌菜。对呀，这都是娘教他们做的，那些厨师笨得很。你娘还真是全能。那是。2个孩子是一提你们娘就一脸骄傲。我知道，就算和我培养了感情，我也不可能把你们带走的。还有那个女人，我竟有些放不下了。他让孩子不要出声，自己小心翼翼地上前将她抱起，然后送进屋里，放在床上。他看得太过出神，惊动的他睁开了眼睛，看到面前一张放大的脸，他惊得立马起身，而这一起，嘴巴直接撞到他的唇侧。2人皆是一愣，他慌张地站起来时，耳根还是通红的，慌乱地夺门而出。这几天李北辰是积极的，他总是一大早就过来带小宝出去跑步。李北辰还因为昨晚的事儿，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小宝，你娘没跟你说什么吧？不过村里人都说你就要回京城了，是这样吗？那小宝想不想我回去？反正这些年你也没在我们的身边过，你走不走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只要有娘在就够了。小宝，你就不想爹爹也一直陪在身边吗？想你就能在了吗？反正我和玉儿从懂事就开始想了，可还不是没用。所以我宁可你不要回来，不要给我们希望又会叫我们失望。尤其是玉儿，她一听说你要走就会难过。那你呢？会不会难过？不会。当然，如果你走之前能让那些人不要总来欺负我们家，那我就可以把对你的讨厌降低一点点。我不是不能原谅这个爹爹，我是接受不了得到又失去的落差。如果一直没有你，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的期盼，更不会害怕失去了。盘子里扣着的菜是昨晚他们摸的蚕蛹。真香。有那么好吃吗？一只下肚，他连连点头。确实不错。娘说是这个配酒更绝。是吗？一口入肚，只觉果酒甘甜顺口。你们娘还真是个全才，好像就没她不会的。那是当然了，我娘最厉害。北辰呀，你家门口围了不少人，你不回去看看吗？大清早的，谁上我家做什么？等他带着孩子回来，就发现是街上村民拿着谢礼来感激他，就因为他帮他们除掉了严威。他一开口就劝退了所有来送礼的人，并把他们带的东西全都退还回去。哎呀，只是送来了一些吃的，也不值什么钱，怎么就收不得呀？你儿子何德何能要人家的东西？还有，以后你们再敢私下收礼，我就亲自去官府举报，让他们干脆以贪污受贿罪罢免了我的官职了事。哎呦，不要就不要嘛，又不是我让他们送来的。北辰说的对，这种事儿啊可不能做了。以后去了京城，要是随便收礼，只怕影响北辰前途了。我先前已经给京城去信了，我暂时不回京了，指望朝廷就近给我个闲职就行了。你说什么？我说的已经很明白了。我以前觉得报效朝廷重要，可是现在我已经找到了更重要的事儿了。你真的不走了？哼，你不开心？有什么可开心的？爹爹真的不走了吗？真的吗？太好了，以后玉儿就可以和爹爹娘一起生活了。好，以后玉儿、小宝就和爹爹娘子一起生活。娘才不愿意和你一起生活呢。
这确实还有些难度，不过来日方长，我们错失的感情，我会慢慢弥补回来的。不管是孩子，还是他，我都想从头开始去了解。就是小宝的喊声和玉儿的哭声。他猛地睁开眼，看到孩子不在身边，就立马跑了出去。我就欺负你了，怎么样？我都看到了，你爹出去了，没人能护你了，我看你能怎么办？住手！叶青罗飞奔过去。你娘是不是不教育你？要不我替她教育教育你？你敢打我吗？哼，你说呢？娘，你快来呀！话音刚落，朱彩霞就飞奔般跑了过来。叶青罗，你个贱人，你敢欺负我儿子，你找死！小宝，没事吧？我没事。叶青罗，你敢欺负我儿子？你是以为你家男人回来你就了不起了是不是？欺负人欺负到我头上了，看我今天不打死！这巴掌是你替你儿子在水里推我儿子受下的。又是一巴掌甩在他另一边脸上。这巴掌是你替你儿子刚才欺负小宝受的。朱彩霞，你不教育你儿子，以后就得自己受着。你怎么敢？哼，我有什么不敢？我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下次我可就没这么客气了。我为什么还是打不过他？小宝，他比你大了4岁，怎么可能打得过？正当这个时候，李北辰走了过来。小宝，玉儿。他的笑容在看到孩子满脸是泪时便凝固在脸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啊，哥哥受伤了。怎么回事？没什么，我自己摔的。我才不要告诉你，我只怪自己记忆不精，我以后一定加倍练习才行。那我带你们去买糖人吃好不好？好，我爱吃糖人儿。李北辰把孩子一带走就是半天，一直到晚饭做好，他们才回来。怎么，糖人呢？没有了，明天才能买。明天一定买。虽然小宝不肯告诉我和谁打架，不过我多少也能猜到。等我得空，得好好教小宝一套拳法防身，起码不会被动被欺负。我的儿子一定会自强起来的。叶青罗，你这天天摆摊也不是办法，为什么不试着开间店呢？不急，等我把今年的庄稼种上再说。开店前提也得是先填饱肚子，不是？那家里属于你们的田地，我会尽快给你们要过来的。你要帮我要田，这是好事儿，谁会怕田多呢？不过这家伙出去一趟，似乎是要帮我们打算生活了。难道你真放弃带孩子回京了？爹娘，我看北辰放弃自己的大好前途，全都是因为叶青罗的挑拨。虽说北辰出不出息跟我干系也不大，可是爹娘怕是这辈子也别想去京城享福了。哎，老头子，你说说，咱们就真这样放任不管了吗？那你说，我们能怎么办呢？要是别的孩子还好，我可以压制。可是北辰这孩子，他从小都不是一个可以由我们把控的。现在他不回京城，也是毅然决定了，我想劝都找不到机会。
就算找到机会，他也必然是不听劝的。哎呀，要我看呐，还不如一不做二不休，彻底把那个女人的念头断了。她要走了，北辰还会有什么顾虑？你自己看着办吧。想起叶青罗就急，我李家难得的荣耀全部被他给毁了。还有那2个孩子，就算要回来了，那也是养不熟的。按我说呀，北辰他就是不会想，等他在京中立了脚，害怕没有女人给他生孩子吗？就算不能生，他不是还有侄子吗？再怎么也不能因为一个无用的女人左右了自己的人生啊！他简直就是妇人之仁。所以这次我支持自家老婆子，不管怎么样，能逼着北辰回京是最好的。等他们下午回来时，已经差不多2、3点左右了，发现父子3人正在床上躺着睡午觉。得知他家里床被占了，刘寡妇就把自家床腾出位置，2人一起睡会儿，直到外面匆匆喊着着火了，着火了！叶青罗迷迷糊糊地翻了个身。谁家着火了？管他呢，有人救。娘，不好了，小宝家着火了！谁家着火了？大川满头大汗着。你家，就是你家，房子都快烧没了！叶青罗噌的一下就跳下了床。我的小宝玉儿还在家里睡着，房子都烧没了，那孩子呢？有没有看到孩子出来？有没有人看到？众人皆是摇头。孩子在里面吗？没有看到呀。哎，会不会还困在里面呢？小宝，玉儿，别过去，青罗。小宝，玉儿，你们听到了回句话。小宝，玉儿。叶青罗，你快回来，衡梁要倒下来了。房梁，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他眼睁睁地看着木桩朝他头顶砸来，根本躲避不及。身后突然闪现一道身影，把他包裹在怀里，就看到李北辰不顾一切地将他带离浓烟。娘，娘！娘！叶青罗，你不要命了吗？你不要命了吗？就觉得眼前一黑，整个人就倒了下去。李北辰，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啊，好好的叫衙差来是要做什么？自然是要查明纵火犯人了。什么？律法有定，纵火犯至少要判10年牢狱吧。这人既在我眼皮底下犯罪，那就更是不可饶恕。也许是无意起火呢。究竟如何，衙差自会查明。不过，等他们查明的话，是，那火呀是我放的，那房子本来就是我们家的，我自个儿烧自个儿房子不犯法吧？这房子已经是叶青罗的了，你放的火就是犯法。怎么？你难不成还非要将你娘送去监狱吗？我当然不会。这还差不多。可是衙差会的，你放火的时间不算晚，正好不少人出来下地干活，相信应该是有目击证人的，到时候人证物证俱在，县衙自会公判。
北辰呀，咱们这家事儿还是放在家里解决吧。你娘她没有恶意呀。没有恶意，她有没有想过，万一那屋里有人，万一孩子在，那可是大祸，跑都跑不掉的大祸。你想怎么解决？该怎么判怎么判，我相信官府会给个满意结果的。北辰，她是娘。既然你已经把青罗接回来了，那就一家人好好过不行吗？那破房子没了就没了，何必非要抓着不放呢？我看出来了，北辰并没有打算抛弃叶青罗。既然不想抛弃，那就一起带着回京吧。家里这房子扔了也就扔了，多简单的事儿啊！哼，叶青罗是被你们赶出家门的，现在你们把人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家烧了，然后轻飘飘的一句回来好好过，就想了这事儿，真是可笑。那你还想怎样？还要我们把这个家拆了给他吗？那你们就怎么烧的就怎么给盖起来，什么时候盖好，这件事儿什么时候了。你什么意思？要么你们现在拿钱盖房，要么就交给衙门处理，你们看着办。李氏一听，立马就坐在地上撒泼地哭了起来。哎呀，你这是要逼死我呀！我哪儿还有钱呢？我这些年是我养着一家老小啊，我没找谁饿死已经是不容易了，现在倒好，你还要回来跟我要钱，你这分明就是要逼死我呀！你若是想让我跟你算算这几年我寄回来的钱落去了哪里了，我也不介意跟你掰扯掰扯。你寄回来的钱我都花孩子身上了，你还敢说花到孩子身上？这些年他们娘仨过的什么日子，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晓了吗？好，我拿钱重新盖房子，这事儿就不要牵扯官府了。拿出了7、8两银子给他。家里就这些了。哎呦，老头子呀，那是给元老元昭上私塾用的。够了，你闭嘴吧！要不是你那么蠢，我至于忍痛拿出这些钱吗？现在我能做的就是安抚着北辰的情绪，希望他尽快安排好这娘儿仨，就能够早点带我们去京城。到时候也就算是等到苦尽甘来了。看到叶青罗已经醒了，这几天你就安心在这儿养伤，房子我会尽快给你修好。你并没有趁着这个机会勉强我留在李家，也没有劝我和你一起去京城，而是决然地帮我重新建房，这一点还是让我挺感动的。你们不是好好在家睡着吗？怎么又出去了？你出去关门的时候我就醒了，本来想着你出去一会儿就回来，谁知道迟迟不见你，正好孩子也醒了，又听大春说你在他家睡了，我这才带孩子们去玩了。谁知道我们刚玩一会儿，就看到村里冒出浓烟，本来没想是自己家，所以是不慌不忙赶回来的，结果一回来就看到了你在大火中砸门。这么说他们是看着我们和爹爹一起出去了才放火的，如果他们不知道娘不在家，那是不是……这件事细思极恐，因为我们前脚离开，后脚就有人点火，那肯定就是在观察着的，与其说是跟房子过不去，还不如说也是针对着人的。以后我绝对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
看来以后我和孩子还是要更谨慎一些才行。晚饭是李氏做的，还是一如既往的粗米稀饭，热的窝头也不够一人一个，急忙把窝头分到老大老三手里，连李北辰手里也递了一个，剩下的一个递给叶青罗道：孩子还小，也吃不了多少，下次我多热几个啊。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他不吃正好，你和妹妹分了吃吧。我才不吃你的东西呢。说着，两个孩子就跟叶青罗走了。小兔崽子啊，活该饿死你们才是！以前给你们剩饭剩菜都抢着吃，如今让你们上桌，竟不知好歹了。话出，意识到旁边冷脸的李北辰，又立马挤出笑容道：“哎呀，这孩子呀，就是不能惯。你看看啊，一点规矩都没有。”我也吃饱了。嘿，你们这给谁看呢？啊，我辛辛苦苦给你们做饭，还做错了不成？够了，让你消停，你就做不到是不是？李北辰出来，又自己下厨给他们娘儿仨煮了青菜面。今晚你们先将就一下，明天我去买米面。我知道你对别的不在意，但是唯独对吃的是有些挑剔的。我听孩子说，你这么努力的挣钱，就是为了吃好喝好，这点小要求，我作为男人必须满足。晚饭都还好，可是这晚上就一张床，可怎么睡？李大人，我和孩子睡这儿，你自己想别的办法吧。我有什么办法？总不能睡外面。也不是不可以。不可以，我们横着睡，这就够睡了。不要，你没得选。我要挨着爹爹睡。好，要不小宝也睡我边上？我才不要挨着你。那我就将就睡在你旁边了。叶青罗有些绝望。你离我娘远点儿。这孩子，当初要是只生一个女儿多好，这儿子纯是我上辈子的仇家。那就先这样睡吧。不过李大人，你明天最好再搬来一张床。我们房子重建也需要时间，总这么挤着肯定是不行的。虽说之前一直没敢想象过一家人躺在一起的感觉，如今这样睡在一起，我觉得十分美好。要是我和青罗能好好相处，会不会也像其他夫妻一样，能够共同白头到老呢？他把刚买来的精米白面和一些菜拿去厨房交给李氏道：“以后就吃好的吧，孩子们都需要长身体。”孩子哪有那么娇气呀？这家里又不是没好米好面，先前都给他们买了，我就是觉得让他们吃了浪费，所以才故意用粗米的。那我来做吧。哎呀，行了，我来做。你一个大男人的总是在厨房像什么样子？再说了，让你做不知道又要怎么浪费粮食了。蒸一些白面馒头吧，青罗喜欢吃白面馒头。知道了，我这就蒸。我不是让给孩子煮鸡蛋吗？我特意买的鸡蛋。青罗说了，孩子现在需要营养，每天必须吃一个鸡蛋。今天都吃白面馒头了，鸡蛋以后再吃也不迟。说完，拿了一个馒头掰成2半递给孩子。叶青罗清楚地看到，这馒头里面分明掺了许多玉米粉。小宝吃完半个馒头，明显没吃饱，想再伸手拿的时候，多喝点汤，这干的吃多了噎人。孩子想吃就给他吃，什么噎人？怕你吃不完浪费，一会儿不够再拿。直到李云朗和李云昭放下碗出去，
李元朗躲在门口，小声叫小宝：“啊，过来，我给你个好玩的。你们都是兄弟，连着血脉，一起培养了感情，别人也不会欺负你们。快去吧！你看看你把孩子教育的啊，这样胆怯，以后还怎么成事儿啊？”好了，我去还不行吗？叶青罗实在是不放心，就放下碗筷，打算去看一眼。瞧瞧那小心翼翼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云朗时常欺负他们似的。本来就是。外面，李元朗把小宝带到离家远一点的地方。你要干嘛？还怕我打你不成？你放心，我今天不打你。来，我给你吃个好东西，你看了肯定馋。说着，不急不慢地从怀里掏出鸡蛋。怎么样？好长时间没见过了吧？等吃完鸡蛋，又摊开手把鸡蛋壳递过去。给，这次我不扔地上了，你也不用像狗一样去捡了，吃吧。只见小宝缓缓上前接过蛋壳，下一秒直接扔在李元朗脸上，道：“这东西还是留着给你吃吧。”嗨，你找打是不是？还没等他上前，李北辰已经走了过来。他看到李北辰就像老鼠见猫一样，迅速跑远。那么小的孩子吃半个馒头还不够啊，真跟他娘一样，就是个没用的饭桶。以后咱们各吃各的，我买的东西只我们一家4口吃，你们想吃什么就自己去买，我不会再往你们这个家买任何东西回来了。你说什么？这个家这些人实在是让我太失望了，以后我的小家就都由我来负责吧。你给我修房子到底修得怎么样了？我今天去看怎么还没动静？已经找了人，明天就会施工。你看我把图纸都画好了。那图上的房子是好看的，青砖绿瓦，还带着高墙大院，可以说每一处都设计在我心上了。其实我和孩子住，地方本就不用太大，但是安全是一定要的。看得出来，你是真的用心去做了。娘，我们抓到一只大兔子，你看好不好看？确实肥美。肥美？娘，兔子它很可爱的。也很美味。娘，好啦，娘开玩笑的，去玩吧。好。这是我们抓的兔子。这是我看到的，你给我拿来，别逼我动手。你倒动手给我看看。李元朗立马心虚的扭头就跑。人走，李北辰看到小宝手里拿着剪刀。小宝，你这是干什么呢？娘想吃肉了。可是你不是很喜欢兔子吗？刚才还说要养起来呢。兔子可以以后再抓，反正它今天必须牺牲了，给我娘补身体。比起兔子，我更想娘开心。好吧，那就交给我吧，大不了明天咱们再上山抓一只就是。好。青罗，你想怎么吃？我是不大会煮，但是应该能做熟了。娘只是随口说说的，你怎么？娘，我们抓兔子就是为了给你补身体的，而且在这里我们根本养不了它，不是吗？有李云朗在，有李家那些人在，这兔子还不知道会进谁嘴里呢。与其放着，还不如我们吃了呢。那娘就把它做点好吃的，不能辜负你们的辛苦。好，小宝想吃娘做的。你手不能乱动，还是我来做。那
我在边上给你当指挥总可以吧？这个可以。很快，厨房也散发出了诱人的香味儿。奶奶，我也要吃肉，我也要吃。我从来没闻过这样香的肉味，实在是太馋人了。哎呀，我难道就不想吃吗？我也想。可是早晨北辰才刚说了分开做饭啊，现在我去求情，怕是也晚了吧？是说来呀，也多怪云朗这孩子，我偷偷给你们煮鸡蛋就算了，这孩子怎么还能去人家面前嘚瑟呀？哎呀，这下彻底把北辰给激怒了，我们哪儿还能讨到好处去啊？云昭他娘，平日里叶青罗跟你走的还稍微近点儿，要不你去说说情，就不说咱们大人了，至少给孩子分一块肉吃吧。算了吧，当初赶人家走，家里闹得那么难看，他怎么可能不记恨？再说这些年我也没给人家青罗什么恩惠，在青罗眼里，我比大嫂又能好去哪里？哎，我这人呢，向来是最有自知之明的。没用的东西。北辰啊，你们这是做什么吃的呢？厨房我们很快就用完了。啊，哈哈，哎呀，也不着急，我就是不着急就行。好香啊！这肉实在是太好吃了。好吃，爹爹天天给你们抓。就这只也是他受伤了才抓到的，你还天天抓，净是吹牛。他受伤也是被我打到才受伤的。才不是，明明是被我打到的。唉，这父子俩怕是命格相冲吧？你看，我专门让师傅给你捏的蚕蛹，好看吗？谢谢啊。也不知道这货什么脑回路，居然捏个蚕蛹给我。你不喜欢？那你喜欢什么？我再去给你买。不用，我又不喜欢吃糖，我现在只想挣钱好吗？不喜欢呀。你们夫妻也真是，明明很般配又彼此在乎，干嘛不好好在一起呢？彼此在乎？你说青罗他在乎我？这话说的，哪个女人不在乎自家男人呢？叶青罗这个女人可就是不一样呀。青罗，这天气说转凉就要转凉了，咱们备的果汁也不多了，要是卖完，咱们还做嘛。这些卖完了就先休息休息，不是也要忙种田了吗？到时候先把庄稼种上再说。也是，那你想好要种什么了吗？到时候我帮着你一起种，两个人配合着还能更快一点。我种的东西有点杂了，等等吧，再等几天再说。我还在等我想要的东西。好吧，这几天挣的钱，属于我的那份儿，你就拿着吧。我什么也没干，实在不好意思拿钱。好啊，那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改善伙食。这男人倒是一点也不客气，不过人家出力了，拿钱也应该。我想吃红烧肉。那还是你指导，我来做。今天咱们多做点儿，每次都感觉你没吃过瘾。好，那就多买点儿。反正这2天也没好好吃肉了，正好解解馋。这女人呐，是真不会过日子，谁家像她这样大吃大喝的？这家里再多的家业也经不住这么胡来呀，简直就是个败家子儿。人家也是有那个本事败，你看看我们，想败都没得败。你个不争气的东西，你就不能学学你二哥啊？怎么一家子就出他一个本事呢？那可能就是从小没受你管教的原因啦。
早知道小时候也叫你少管我一点，说不定我也出息了。你这个混账东西，你说什么啊？我对你们兄妹向来一视同仁。一视同仁？这话你自己信不信啊？反正我记忆中你就没给过老二好脸色，要不是我爹一直疼老二，我都怀疑老二出息，还会不会回来这个家了呢？李氏被儿子气得咬牙切齿，旁边的李元朗还在哭闹着也要吃红烧肉。想吃就找你娘买，在我面前嚷嚷什么？就跟我不想吃似的。我告诉你，你们家越是这样，我就越会找机会收拾你。难道我会怕你不成？饭桌上，李家几口苦哈哈地吃着没有几粒米的稀饭，另一边却津津有味地吃着红烧肉。李氏不满，嘟囔着李北辰不孝顺，有肉也不说孝敬他们。如今这样，还不都是你做的？你还有脸说什么？你多吃点，伤口才能更快恢复。我看伤口已经差不多结痂了，应该过2天就能干活了。不行，你这手不彻底恢复好，你什么也别想做。它不疼了，不就好了？谁说不疼了？你要是使用力气，还是会疼。所以好好待着，别哪天又埋怨我没把你照顾好。谁会埋怨你？我们现在的关系没到能埋怨的地步吧？我是怕孩子，小宝说我，反正你别想利用自己，让我在孩子面前落下口舌。你是真怕小宝吗？眼看就要种地了，我要的东西还没送来，也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找来。哎呀，要是没有等来，我今年又该种点什么好呢？真是发愁。青罗，刚才陈掌柜让人带话，说是少东家运的东西到了。到了？说是让你明天去拿。不，我现在就去拿，我就等着这东西了。你那么急做什么？反正明天也要去，就明天再去拿不就行了？不，我等不了了。这跟面前放着快递不让拆是一样的，要是今天看不到，我晚上觉都睡不着。李北辰回来找不到人，就来到了大春家，结果院子里只剩大春在玩。他说他娘和叶青罗一起去街上拿东西了。手都还没好，就这么闲不住？拿的什么呀？好东西。打开一眼就看到了红薯，他顿时激动不已。红薯，他竟真找到了，真是太好了。至于这么高兴吗？废话，你知道这东西在这个年代有多难得？这个年代？我是说在咱们村儿。如今红薯还没普及，我想着萧家一定能接触到皇家进贡的食品，所以就随手画了红薯，让他帮忙找找。没想到真找到了。这是什么？天哪，辣椒！少东家居然帮我找到了辣椒，我真是太爱他了。你爱他？某人的脸黑成了锅底，见李北辰黑着脸走了。青罗，别高兴了，北辰都走了。走了就走了。明天你能拉回来一车土吗？我要山上那种土。山上的土是有很多营养成分的，用来养育幼苗最好。土是容易弄，可你家那个……我家什么？刘寡妇，我跟你说，你今年就乖乖听我的，咱们种点好东西，明年就不怕没生意做了。
不是，青罗，我觉得现在比生意更重要的是李北辰，他刚才气得脸都绿了。他气什么？你当着他的面说你爱别的男人，他能不气吗？这边土刚拉回来垫好，另一边老天爷就赏脸的下起了雨。叶青罗就叫刘寡妇帮着处理辣椒籽。到了饭点儿，叶青罗总算回来。李北辰生气不肯煮饭道：你抱着萧大少爷送来的东西都能饱肚子了，何苦还回来吃饭？不是，你怎么阴阳怪气的？哼，今天中午没饭吃。说完就气急败坏地夺门而出。月儿，你爹爹怎么了？爹爹好像心情不好。是吗？谁又惹他了？算了，我肚子饿了，这手也恢复的差不多了，干脆自己去煮饭吧。谁让你进厨房的？那是我的地方，我要用。好好，你用。这货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莫名其妙的？等李北辰把饭端了过来，脸上还是阴沉着。叶青罗也不敢乱问，反正有饭就赶紧吃就行了，他还急着去看他的种子呢。哎，李北辰，你干嘛呢？他还这么小，你这样教他怎么受得了？教孩子也该循序渐进才是。我的儿子，他当然受得了。不是，你有病吗？我有病，我就是有病。怎么，你是打算给我的儿子找个这么没病的爹吗？不是，你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叶青罗，不管你找谁，他们都只能是我的孩子。你我是管不着，可孩子我就偏管。这到底是抽的什么风？娘，你别理他，他就是中午炒菜放醋多了，呛到了。呛到了？中午醋也不酸呀。娘，你就别想了，我没事的，我可以跟上，我愿意加强训练，身体强健才能保护娘和妹妹。不可太逞强。我知道了，娘。爹爹，你为什么不高兴呢？爹爹没有不高兴，分明以前对着妻子本能的排斥，这次回来我也只是想做好自己的本分责任就好。可是现在心态似乎变得不一样了，我好像开始很在意他了。青罗啊，我看北辰这几天脸色都不太好，你要不还是解释解释。啊？他脸色不好吗？我估计是闲的，这几天他看什么都不顺眼，估计是有什么毛病。你是真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的？为什么？看到红薯发芽，又立马惊喜道：有芽了，有芽了！青罗，你怎么能把这些东西看得比相公还重要呢？这也难怪北辰会生气了。青罗，咱们冰库的冰棍儿也就剩几百只了，看样子不想让卖了。卖不卖都无所谓了，大不了留着自己吃，反正今年也做不了这些。果子都采摘完了，就连凉粉也无法再制作了，这生意啊，注定要止步了。剩余的还是要卖的，我看天晴下来2天也就卖完了，到时候我们就专心种地吧。现在有了田，我心里也不慌了。行，咱们就先把心思放在田里，等我这些庄稼收成，就不怕没生意做。辣椒、红薯，这简直就是我的超级大财富。娘，
你不舒服吗？娘没事儿，你怎么不和你爹爹去玩呢？爹爹根本没出去，他看你脸色不好，就让我来问问。门口的李北辰瞬间藏不住了。这孩子明明都交代好的，怎么？你不舒服？啊，没事儿，女人都这样，过2天就好了。说完就无力地瘫在了床上。李北辰还特意查了书籍，才去买了红糖红枣、枸杞桂圆这些补血的。他按着书里的法子熬了一碗红糖水。怎么不生气了？这几天不是还在赌气吗？没人搭理就自己好了。我难道会和一个女人计较？哦，这孩子，我严重怀疑是不是我亲生的。小宝，你去把这送过去给你娘喝。我送？你确定？你这孩子说话怎么奇奇怪怪的？我让你送你就送去。好，那我就说是我煮的。这碗太烫了，要是烫到你，你娘又得跟我算账。还是我去吧。想表现就表现，还找那么多借口，真够笨的。我顺手熬了点红糖水，你起来喝点吧。不用，我不想喝。我喂你喝。好，我喝，我自己喝。里面还煮了2个鸡蛋。鸡蛋给孩子吃吧。我什么也不要吃，要是现在辣椒长好了，我倒是想吃口火锅了。我煮的有多的，他们都有，你只管吃你的。你说你们兄弟可都是一个娘生的，差距怎么就那么大？你又瞎嘟囔什么？我看自从老二家回来，你就看什么都不顺眼了。不顺眼？我倒也想看你顺眼，可你自己看看你和老二的差距，无论长相、能力以及，反正没一样能比的。我真怀疑他是不是你家人了。哎，你这怀疑非常合理呀。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要睡午觉了，别来烦我。不是，你刚才那话，还不快滚出去！咱们剩下的这些钱真的要开店吗？你打算好了开什么店了吗？既然咱们是卖小吃起来的，那开的第一家店也理应是小吃店才对。小吃店？卖什么小吃啊？街上卖小吃的已经够多的了，我觉得这生意不大好做呀。别急，容我考虑考虑，再做下一步打算。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雏形，这生意一旦做起来，也是一定挣钱的。反正我是挺期待的。青罗，你看看那边，是不是有几颗芽冒出来了？是，辣椒发芽了，太好了！秀珠，快回来，你哥回来了。李秀珠，李氏唯一的女儿，年纪也最小，3年前才成婚嫁了出去。二哥回来了。二哥，我可想死你了。小宝、玉儿，有没有想姑姑啊？想姑姑了。想了。真乖。这几年你是吃了多少？二哥，不是说回你相公老家祭祖，要些日子才回来吗？我才不乐意多待呢，你都不知道有多烦。李秀珠的婆家条件并不差，虽说她公公上一辈是逃荒逃来这里的，爷爷那代确实很穷，不过她公公争气，
靠着一手木工活，硬生生地把他们家日子过得富裕起来。二哥，我听娘说你都在京中做了大官了，怎么不尽快去京城呢？还不是因为那叶……因为我想在家休养2年。咱家好不容易出了个出息人，你可别为了一些不必要的因素耽误了自己。行了，你回来就好好陪陪父母，要是来说嘴的，我可没空听。娘，你看看，二哥还是这样。李氏正嚷嚷着要一家人一起吃饭。凭什么是我做呀？我已经做了2天了，今儿不轮到我做。也不轮我做。于是叶青罗的出现就恰到好处了。那就二嫂做吧。不好意思，没空。说是好好商量，那做一顿饭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这样指着人使唤，不好意思，我叶青罗没有给人当丫鬟的习惯。看我二哥回来，你还会甩横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不做饭就别吃了。他要不要吃饭，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嫁出去的姑娘决定呢？二哥，他都这样了，你还护着他？他怎样了？你大嫂、三嫂不做，你就不敢说什么？怎么到了你二嫂这儿，你就这样张牙舞爪呢？你是觉得他叶青罗好欺负，还是觉得你二哥无用？我以前都是……我不管以前，以后再让我看到你对你二嫂不敬，那就别怪我不欢迎你回来了。二哥，从小我和二哥感情最好，二哥什么时候跟我说过这么严重的话？你不是不喜欢叶青罗吗？哎呀，行了，饭我来做。哎呀，这如今咱们家呀都是祖宗，就你娘没用，只能当老妈子使。如果你觉得多做我们的饭让你那么委屈，那就别做了，各吃各的吧。这话什么意思呀？啊？我难道说2句话都不能说了是吗？啊？二哥，你就这样对娘的？你要是觉得我对娘不好，你可以把她接回去住些日子，大可不必在我面前说教。二哥，这二哥我像不认识了一般。人家一家4口已经在吃了。二哥，刚才对不起，是我说话没有分寸。二嫂，你可知道我的性格，不跟我计较如何？一家人有什么可计较的？坐吧。谢谢嫂子。哇，这也太香了，又软烂又可口。姑姑，我娘的手艺不错吧？不错不错，我也想学。哥，娘他们……你若没吃饱，就在这儿好好吃；若是吃饱，就去忙别的，不要打扰我们吃饭。我在这吃，我就在这吃。我看出来了，我娘这次是得罪二哥得罪狠了。我早就跟他们说过，二哥看起来不多说什么，可是心里明白得很。他偏心也不能偏得太过分，不是？可惜娘就是听不进去。你回来这么多天，子莹和孩子也不见过来，你们是不是吵架了？我听说我这妹夫性格向来软，还说你们成婚几年，那妹夫对你百依百顺，你把人家欺负的，我们这当哥的都看不下去了。可是这次回来，却连那妹夫的人影都看不见，怎么想都觉得蹊跷。二哥是没见过他，那人木讷的不行，我跟他在一起都憋屈死了。这次我就是要多住几天，他就算来了，我也不会回去。果然，这就是吵架了。你家孩子才不到2岁，
你把他扔下能行吗？有什么不行？他不是说他娘能耐吗？那就叫他娘哄去，反正我是不管。看来这是小夫妻闹了矛盾回来的。回去，你立刻给我回去，扔下孩子住回娘家，算怎么回事？而且那妹夫到现在也没个人影，这就说明你也有不对的地方。再叫你住下去，只怕家要散了。我才不回去呢！他有本事，他就把我休了。反正这次不给他点教训，他是不知道长记性的。你行了，娘都没说我呢，你还说我，这饭我不吃总行了吧？这丫头现在是越来越任性了，只是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就算她有些任性，可是孩子还那么小，那程子莹也该过来将人接回去才是。他不敢来。小宝一边吃着饭，一边应了这一句。为什么不敢来？因为他每次来都会被奶奶骂得狗血淋头，所以他就来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他再这么下去，是个人都忍不了他。这天一早，李北辰刚起来准备做饭，一打开门就看到一个男子站在门口。你是二哥？早就听秀珠说，他二哥在京城当了大官，如今见到真人，还真是气度不凡呢。也是很难想象，李家这样的人物，能出这样优秀的人才。子莹，我来看看秀珠。快进来吧。哎呦，这是哪位大稀客跑来我们这样的小地方了？他不是没睡醒，还是走岔了路呢？娘，我来接秀珠了。哼，接秀珠啊？你还知道你娶了媳妇儿呢？啊，你倒是说说，你们才成婚多久？怎么天天就为了尹家的破事生气吵架？你说你作为一个男人，连妻子都护不住，你还能有什么用啊？夫妻之间哪有不吵不闹的？你也太惯着秀珠了，快把她叫出来，有什么事儿当面说清就好了。这能说得清吗？他们那对杀千刀的父母总是变着法儿的欺负秀珠，这男人又窝囊，一句话都不替秀珠说。你说你让你妹妹回去怎么跟他过呀？人家夫妻俩的事儿，做父母的就不要掺和了。秀珠，你快给我出来！你还要干什么？不是说我要回来就这辈子别回去了吗？那不是一时气话吗？秀珠，别闹了，孩子都想你了，咱们回去吧。什么我闹了？程子莹，明明就是你父母偏心，现在你还说是我闹，我看这日子是没法过了。你们不是因为拌嘴，那到底是为啥呀？他家小弟成婚，他家准备了比我多3倍的聘礼就算了，他娘还要把我们家最好的2亩良田给他爹，你说以后分家我们能落好吗？真是岂有此理哈！欺负人欺负到我闺女头上了。走，叫上你哥，咱们去他家说道说道去。这娘不是那样的，我小弟的情况你们也知道，若不多给聘礼，人家怕是不同意嫁过来，所以才……怎么，你弟情况特殊就能欺负秀珠了吗？我娘答应了，以后分家会另外再多给我们分1亩地的，算起来也是一样。呸！良田4田能一样吗？我告诉你啊，欺负我们秀珠门都没有。他李秀珠嫁过去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兄弟众多，父母不可能谁都顾着。去年他因为我妹妹结婚就要求分家，父母也给置办了房屋田产，可是他又反悔，现在又抓着小弟的聘礼说话，这实在是太难为人了。当初让秀珠嫁过去时，你父母口口声声答应了要1碗水端平，可是这才3年呢，你们就想欺负人了是不是？我们家哪儿敢亏
亏待他呀。要是实在不行，我们就分家单过吧。以后我会努力挣钱，也会给秀珠过上好日子的。这事儿我们就别插手了，行吧？我弟弟娶了媳妇不容易，因为生了小儿麻痹，人长得不好不说，身体也有残疾。你说不花点钱，怎么可能娶来媳妇嘛？再说了，那都是父母的钱，我真不知道秀珠在闹什么。程子莹，你就是个废物，怪不得你父母那么偏心呢。你看看你那些兄弟还没成家，你父母就花钱给他们学了手艺，以后他们哪个不比你能挣钱？就算这样他们有钱，还是要往那几个儿子身上贴。你这个大儿子倒像是捡来的一样，他们什么都不想管。那你想让我怎样？我已经成家了，难道还要拽着父母不撒手吗？成家？你能撑起家才算成，现在你连家都撑不起，天天让我们吃不饱饭，还要我回去受委屈。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不会回去了。好，我知道了，我不再求了，大不了自己带大孩子，也不拖累你了。反正这些年吵吵闹闹，我也乏了。你什么意思？你想怎样就怎样吧。你个窝囊废啊，根本就不是个男人！我女儿瞎了眼才会嫁给你，你今儿出了这个门，你以后就别再来了。程子莹明显的失望，什么话也没说，直直的走了。这些年我总闹，可他从来都是耐心的哄我回去，可这次他竟然……秀珠，你要是不想家散了，就快点跟上他，要不然有你后悔的。凭什么跟他回去啊？这辈子都不要回去才是。哎，有这样的娘，家不散都难。两人好像说了什么，然后官差又递给他了一封信，这才转身离开。不用说，肯定是有什么事儿了。晚饭是叶青罗做的，李北辰回来的有些晚。啊，爹爹，你心情不好吗？爹爹没有心情不好，你看看还需要什么，我都去帮你安排好。我把牛又卖了，你一个人养不好。你这样交代，我还能不明白吗？我知道你难以开口，是要走了吗？我本以为起码可以平稳半年，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出去。好，我知道了，家里你就放心吧。青罗有些情不自禁地将他揽进怀里，问道：如果有一天我放下一切回来这里，你愿意试着容纳我吗？我想，我还是喜欢自在的日子。我不想成为你的束缚，同时也不想被你束缚。我的人生，他只想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好好照顾两个孩子，我会尽快回来的。你还是想想怎么和孩子解释吧。他抬眼看到两个孩子刚从大春家把小黄接回来，一个个脸上还洋溢着喜悦。小宝、玉儿，爹爹给你们买了新衣服，你们看看喜不喜欢？爹爹又给玉儿和哥哥买新衣服了吗？是呢，有夏天的，还有秋天的。啊，这么多！所以说不会走，只是哄小孩玩的是吗？不是的，小宝，爹爹……我没有爹爹，从小就没有。我早就说过，如果注定要离开，那就不要回来招惹我们。我们已经习惯没有父亲了，现在好不容易习惯有你，可他……小宝，爹爹有他的使命，他不能一直陪在我们身边的。但是你要相信他，以后他一定会常回来看你们的。我才不需要他来看我呢。你可能误会了，
我只出去10天，最多半个月就会回来。回一趟京城10天半个月怕是不行吧？不是回京，是去扬州。如果顺利，10天便可赶回来。那你这趟出去是不是会有危险？不会，能有什么危险？只是办一点小事而已。小事儿？小事儿怎么会快马加鞭的找来你这儿？那什么时候出发？马上。若不是要安顿好我们，或许此刻你早就已经走了。看来事情是真的很急了。好，我知道了。弟弟又要丢下我们了吗？弟弟又不要我们了，是不是？弟弟为什么骗人？玉儿，爹爹答应你，一定会尽快回来，就给爹爹20天时间，好不好？只20天？只20天，我一定会早日卸下包袱，一身轻装的回来你们身边，一定要保护好娘和妹妹，知道吗？答应我，必须平安回来。好，我答应你。只回头又看了他们娘仨一眼，便挥鞭离开。这次他心中满是牵挂，也一定会为他们保重自己。娘，我们回去吧。爹爹很快就会回来的，你们不要难过了。青罗，北辰回京了吗？这走的也太匆忙了，不是有人看到他骑马离开，只怕还不知道他走呢。回去了。怎么这么匆忙走了？青罗，你和孩子应该一起去的，有这样的依靠，以后就可以衣食无忧了，多好啊！倒是李家可就彻底炸了。李北辰偷偷走了，连句交代都没有。你这女人耍了什么手段呢？竟让北辰无声无息的就走了。你说，是不是你背后挑拨的结果？叶青罗懒得理他们，只拿出李北辰留下的信道：你们自己看吧。他信的内容很简单，自己有事要办，让他们不要挂念，最重要的是不要找叶青罗麻烦，只骂骂咧咧的让李氏赶紧回去。临走前还交代叶青罗，要是有什么困难尽管回来说。叶青罗，你给我等着。唉，没有北辰护着，他们只怕又要想方设法的欺负你了。放心，没有人能欺负我。这味道真不错，这栗子啊，我平常都不爱吃，可是这个好香啊。爱吃您再来。好。青罗，我昨天去私塾问了，这次开学大春就能去念书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可是好事儿，到时候孩子的书我包了。那怎么行？这孩子能上得起学，都得感谢你呢。要不是你拉着我一起做生意，我们娘俩现在还吃不上饭呢。你又说这话。两人正说笑，陈掌柜就走了出来。哎呀，不得不说呀，你们俩是真厉害。我想这天气凉了，你们生意也做不了了，我这儿呀也没热闹了。谁知道这才几天又做起了小玩意儿了。别说，这味道真不错呀。好吃就带点回去，我们在这儿还要仰仗掌柜的照顾呢。嗨，我这才需要你们照顾呢。刘寡妇只顾说话，手不小心碰到了锅边，疼得呲了一声。没事吧？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这样的紧张让叶青罗不由得多看了他一眼。
他先前听说陈掌柜妻子过世许多年了，膝下也就一个认领的义子，可是这岁数，说他能给刘寡妇当爹都不过分呐。要知道，刘寡妇如今也才20有6，这陈掌柜可都50出头了。我去给你拿点药膏，给你擦擦。不用，不碍事的。看到刘寡妇并无心思，叶青罗也就放心一些，毕竟年纪差太多了，实在是有些不合适。青罗呀，咱们这要是卖到年底，说不定能存一大笔钱呢。大挣不好说，可是挣钱肯定是能挣到的。刘寡妇，那你有了钱后打算做点什么呢？我想做的事儿可多了，给我儿子买好吃的好喝的，培养他读书让他有出息，还要给他存钱娶媳妇儿。那你就没为自己想想？我儿子好了，我就好了。哎呀，孩子长大还会有他自己的人生，而你也该为你的人生考虑考虑。本来年纪也不大，相貌也算端正，最重要的是人又能干勤快，这样的条件不愁嫁不到好人家。要是一辈子都为儿子牺牲，老了难免会有遗憾。唉，可是我跟婆家签过协议，这辈子都不会另嫁他人，否则他们就要抢回孩子，收回田产，就连这房子。那就好好挣钱，等有一天你强大到不需要任何人的时候，他们就奈何不了你了。但愿有那么一天吧。其实我也想找个男人作为依靠的，毕竟我家男人已经死了5年了，那时候孩子才3岁，我都不知道一个人是怎么拉扯这么大的。有时候看到人家夫妻恩爱，我无不羡慕向往。以前我是不敢有别的心思，可是现在我想多多挣钱，以后有机会也可以为自己活一把。当然这样的想法我就只敢在心里想想，如果说出去别人就会笑话我。不管怎么说，现在跟着青罗，我和大春就都有了希望。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的未来也能一点点变得明了。接下来几天，随着他们糖炒栗子生意越来越火爆，小摊是根本容不下他们了，于是盘下门面被提上日程。等先把店面收拾出来，咱们就找人收栗子吧。那好，我明天就去跟房主签上合约，他答应让咱们开业1个月，再交齐全部的租金。这可太好了，正好可以让流动一下。我也就是这个想法。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我还在想，等北辰过几天回来，我这店也开起来了，到时候还能让他这个文化人亲自给我的店提个名。这头一家店名肯定要取个好听的名字才行。爹爹说了，很快就会回来，我们开心的等他好不好？可是我怕爹爹不会回来，他们说爹爹肯定会不要我们。他们都是胡说，他们就是羡慕你们有个好爹爹，所以才会那么说的。爹爹真的不会不要我们？当然，爹爹回来这么久，你觉得他是不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呢？当然，爹爹说话一直算话。是呀，那你还担心什么？也不是担心，就是想爹爹了。啊，这货才回来几天，孩子们就对他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以前我还觉得他短时间内不可能让孩子跟他走，现在看来还真不一定。突然听到外面许多脚步声，还伴随着议论。真的出人命了吗？可不是嘛，许家人都找上门了，这下刘寡妇要完蛋了。刘寡妇？
刘寡妇怎么了？我刚才还在她家里包栗子，根本没出什么事儿呀。这些人是又在胡说什么吗？看到一个走路稍微慢一些的大娘，就问道：“哎，出什么事儿了吗？”我听他们说呀，好像大春儿失手把许家儿子推下了河堤，说这孩子当场就不行了。现在呀，许家正抬着孩子尸体找他算账呢。什么？这么小的孩子就敢杀人？你今儿不给我们交代，咱们就解困！对，杀人偿命，交出凶手。我儿子说他没有推人，你们不能血口喷人。当时桥上就他们2个孩子，你说不是他，难道是你吗？我告诉你，今儿你们不给我个说法，我就死在你们面前。孩子怎么样？气还是有口气的，只是那么高的桥上掉下来，肯定是伤到了五脏，怕是不好救了。我苦命的孩子呀，我的孩子！如今在这儿闹也没有意义，有这时间，还不如想办法救回孩子。你说的好听啊，这郎中都说没办法，我们能怎么办呢？或许你们能去请来临县的薛神医，他或许可以。可是薛神医前几年就说了，不再出诊了。他们这怕想请也能请来呀，而且把那么大岁数的神医请出来，出诊费一定不低。这钱谁出呀？你说，到底是要你儿子给我儿子偿命，还是花钱治好我儿子？这样，你们先去请人来，诊费多少我们可以出，只是一点，孩子醒来如果证实不是大春推的他，那你们许家必须加倍赔偿，还要当众给他们母子道歉。好，我这就托人去请薛神医，你们等着啊！要是这事儿就是大春干的，我许家跟他没完。人才一走，刘寡妇就直接瘫在地上哭了起来。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啊？花钱倒是小事，万一救不回来，我儿子就要背上杀人的罪名，那他这辈子可就都毁了。别担心，这件事还有转机，只要那孩子救回来，就一定会给出线索的。大春，你跟婶婶说说，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有没有看到他是怎么掉下去的？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是和大壮约好去河堤玩的，可是我一过去没看到大壮，就只看到河堤边上满脸是血的许大华了。我真的不知道是谁推他的。我根本都没到桥上去，也不知道大华怎么下来的。后来我还没来得及叫人，就被人围住，然后大华家里人就冲了过来，还一口咬定是我推了人。我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现在不是着急的时候，刘寡妇，你一定要保持理智，而且要寸步不离地照顾许大华。记住，如果他有机会醒来，不要让他和许家人单独说话。我怕的是，万一孩子是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那家长得知了，肯定要和孩子串口供。到时候要是一口咬定是大春推他的，那可就真说不清了。好，我马上就去照顾那孩子。青罗呀，大春就交给你了。好，你放心吧。大春，你现在需要冷静下来，好好回忆回忆，那天去河堤上到底有没有看到什么人？找到人证，
也是至关重要的。大春哥，别怕，我们陪你一起想。我真的什么也想不起来。没关系，你们先在这儿玩会儿。一炷香后，薛神医请来了。青罗要10两银子，我哪里有那么多呀？就算是把家当都卖了也不够啊！要是治不好我儿子，那你儿子就等着偿命吧。我许家有的是时间跟你们耗着。青罗，我可怎么办才好？我可要怎么办才好啊？别急，我去想办法。这治病的钱，我们可以暂且拿出来。不过你们得写个协议，交代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以及日后说是冤枉我们，你们做出怎样的赔偿。凭什么我们要写这个呀？我们孩子本来就是大春推的。既然这么信誓旦旦，那怎么不敢签字呢？还是说你们本来就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大春推的？我们当然确定啊，不过签字这种事儿我们得想想。看来是存心拖延时间，怕是不想治好孩子呢。你胡说什么？既然你们没有100%证据证明大春，那就应该全力配合治疗孩子。现在钱人家愿意帮忙垫上，你们还有什么不乐意的？我们要我说啊，这钱干脆也别给了，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他家那孩子出事儿，我看80%跟大春没关系。还有，孩子期间一旦醒来，你们谁也不许靠近，必须等到李正过来才能问话。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为防串供啊。你这个好，就应该这样。到时候孩子醒了，我多叫几个人过来，大家一块听听，正好也可做个证据。你们倒是快点啊，逼着人家负责的时候倒是不依不饶，怎么这会儿犹犹豫豫起来？哎呀，你这2天就好好跟在你娘身边，一旦发现大华醒了，立刻来叫人，叫我叫李正都可以，知道吗？好。玉儿，要是爹有一天要去京城当官，你会跟他去吗？会呀，我们和娘一起。哎，你还不明白吗？娘是不可能跟他一起去的。为什么？爹爹和娘明明很好呀，别人都说爹爹是个好丈夫呢。哎，大人的事儿你不懂，反正我就问你，爹和娘，你愿意跟着谁？我跟着娘。我也很喜欢爹爹，可是我更爱娘。那就对了，以后就不要总是在娘面前提起爹爹了。虽说他这次出去只半个月就回来，可是下次可能，反正你总是念着他，会让娘很为难的。那我以后不说了，我就偷偷想爹爹。哥哥，你说爹爹过几天会回来吗？会吧，他不像是说话不算数的人。要是他不回来，那我们就永远都不理他。好，我听哥哥的。兄妹俩在外面玩，无意看到姑姑抱着孩子哭哭啼啼的回家。姑姑上次和她丈夫吵完架没2天，不是回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二嫂，怎么，出什么事了吗？二嫂，我二哥什么时候再回来？快了，他说出去几天就回来。是这样的啊，秀珠她呢和那边闹了不愉快，这你也知道。这次啊，那家人实在是过分，我就想让秀珠干脆带着孩子住回娘家一段时间。这不是咱们家那个云朗云昭也要分房出来了，所以就有点不够住了。眼下你这房子也是我们给盖起来的，所以啊就……
这房子是北辰盖的，你们只是给了一笔应该给的补偿款而已。至于你们为什么要给补偿款，这也不用我特意去提醒吧。不管是谁盖的，总之现在秀珠有困难，就要在你这儿住几天。我想就算北辰再也不会反对啊。是，他不会反对，可是我会反对。这明显的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李家有没有地方住，我能不知道？这李氏又想趁着北辰不在欺负我们娘仨，你还真是死性不改呢。你什么意思呀？我们辛辛苦苦盖起来的房子，让你妹妹住2天你也不肯呐？不好意思，这是我的房子，我有权拒绝旁人借宿。如果只是单纯的借宿，那还好呢，就怕是假借宿，真抢房。秀珠，婚姻不易，子莹人品不错，你若能想通其中关系，你们以后日子必然不会差。可是若要继续任性，你就真要带着孩子孤苦无依了。你看看我，你就知道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要被怎样的欺负。你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家秀珠是你吗？我告诉你啊，我的女儿我就不会让她孤苦无依。现在只是吵个架，你就急着把她往外推了，还说什么以后？你胡说什么？我胡说吗？你敢说你不是怕你那大儿媳和3儿媳妇儿？还是你觉得他们真和离了，你能给你女儿找个更好的，或者把你孙子赶出去养外孙？我怎么不能？秀珠，我劝你自己长长脑子，你真的要躲，我也不拦着。只是我得告诉你，你若真失去了那个家，你几个哥哥家是没有你可以容身的地方的。不等李氏再争执什么，李秀珠就抱着孩子先走了。叶青罗，咱们这账啊，早晚都得算得清楚。你这房子再怎么也得有我李家一半啊！我告诉你啊，等你儿子回来，你跟他算去。现在犯不上在这儿跟我吵闹。你要知道，这间房契上现在写着的名字是我叶青罗。别说你李家，就是李北辰，他也不敢说有他一半。你说什么？我说的是事实，也是告诉你，以后别打我们的主意了。我这里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你的，包括孩子，也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下次你若再敢上门挑衅，我可对你绝不客气。你敢威胁我？这不是威胁，是提醒你。你那些算盘咽回肚子吧，我叶青罗绝不妥协一步。你小宝玉儿，送客。请你离开我们家。你快走呀！你们好，叶青罗哈，你本事大，你能耐，你等着。虽然我很不愿意承认，可是北辰如果在，这些人，包括我的娘家，他们根本不敢上门挑衅的。可是现在，为什么他们就会觉得我们孤儿寡母的好欺负呢？婶婶，大华醒了，他醒了。锁了门就带着孩子往诊所跑去。大华，你还记得前2天发生的事吗？大华，是不是有人推你掉下河堤的啊？是不是啊？孩子又是点点头。我就说吧，我儿子那么大了，怎么可能失足掉下去呢？分明就是你推他。
那你记得是谁推你的吗？记得。孩子回想着那天的惊心动魄道：那天我爹爹给我做了个木马，我拿着就出去玩。后来在村头碰到李云朗几个人，他们看着我手里的木马就要抢，我不肯给，就一路跑到桥上，结果他们人多就追上了我。李云朗？哎呀，做梦都没想到这事儿居然跟李云朗有关。当时只看到大春儿就咬定大春，看来真是误会了。他们一起上去抢走我的木马，后来李云朗重重地推了我一下，我就掉了下去。我记得很清楚，明明东西都抢走了，那李云朗还是不依不饶地推搡我，我站不稳就掉了下去。我记得我掉下去的时候，李云朗还站在桥上大笑呢，那笑容我现在想想都害怕。那你那天看到大春了吗？这事儿必须问清楚，免得许家又咬着不放。我没有看到大春，我都好久没有见过大春了。以前我们家还在一起玩，后来大春妈做了生意，大春时常去街上，我们就没在一起玩过了。厉正带着众人出来，这件事清楚了，你们说怎么办吧？刘寡妇啊，实在是不好意思，是我们没弄清楚，冤枉了孩子。你放心，那些钱我们从那几个小兔崽子家要来，就一定还你。当初可不是这样说的，我记得当时大娘说了，只要真相出来，立马还钱赔偿。那么就别耽误了，按着协议来吧。我们哪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呢？不给就去见官吧，正好我这一身伤，也想讨个说法。要是许家不是存了想诬陷我们的心，我如今也不会这样咄咄逼人。哎，别，我们现在就去找李元朗算账，这钱不会欠很久的。你们和李家的债我不感兴趣，我只要我的，欠债必须尽快要回，不然以后就难要了。没办法，他们只能把手里的田契抵押给刘寡妇道：这个放在你这儿，我们要来债务立马还你。只1个月时间，不还钱，这田契就是我的了。好。那么接下来就是许家和李家闹了，这就不关我们的事儿了。李家又向来难缠，自然不会承认自己孩子做了那种事儿。只是大春看到那群熊孩子里面竟然有大壮，娘，他们是不是有预谋的叫我去河堤的？那么小的孩子居然那么有心机，简直可怕。是啊，要是这次不能给他们定罪，以后李云朗更要无法无天了。他还这么小，就敢糟践人命，要是长大了，那还得了？对了，那天大壮叫我的时候，他手里拿的那个木马，会不会就是大华的木马？他得悄悄提醒一下许家，毕竟他们早点要来钱，欠他们的钱也能早点要回来。官府速度就是快，给了一点线索就立马查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衙门不能对孩子用刑，于是就对满口狡辩的朱彩霞用了20板子。15天都过去了，李北辰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娘，爹爹是不是不回来了？他……别急，爹爹可能在路上耽搁了，许很快就回来了。娘，你说他一定会回来的，放心吧。夜里，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样也睡不着。这时，突然外面似乎响起了敲门声。你是谁？那人捂着肩膀，回过头看了他一眼。
你是李北辰的妻子？你到底是？他很快就会回来，我需要在你家借宿。不可能！别说你一个男人来我家借宿，就看你身上带着的伤和这人的穿着，就知道你身份必然非同小可。我带着孩子，绝对不能冒险。这上面有北辰写的书信，你看看吧。虽然怀疑，可他到底还是把信接了过来，上面确实是李北辰的字。帮我秘密照顾他。落笔是李北辰。他呢？他显然已经没有了力气。放心，他一定。第二天中午，叶青罗还是找了个机会回来了一趟，谁知道那男人已经下了床。不得不说，这身体素质是真好。看来是没事了。把病人一个人扔在家里不管，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首先，我不是大夫；其次，你并不是客。我没有赶你走，已经是好心了。既然现在能下床了，那晚上就赶紧离开吧。我可不想惹麻烦。这就赶我走了？你这女人心真狠，真不知道李北辰图什么。你别一口一个李北辰，如果你们真的熟识，你就不可能扔下他一个人逃来这里。你逃了，那留下来的李北辰可不就要承担一切了吗？虽然我和李北辰是没什么关系，可是他是孩子的父亲，我还是希望他不要出任何事情的。我又何尝愿意如此？可是我只能相信他会安然回来的。以前每一次我都挺过来了，这次也不会意外。叶青罗，你个贱人，家里的钱都给你了，你凭什么不拿出来救我儿子？你凭什么？朱彩霞，你这又是干什么？哼，还敢问我来干什么？你又发什么神经？你还敢说？我是真没想到呀，叶青罗，你一个李北辰回来就能让老两口把全部家当全部都给了你们家，你们倒好，过得好不自在，现在却要活活逼死我们母子。他们把钱给我？朱彩霞，你是吃错药了吧？还敢不承认？这房子你敢说不是他们拿的钱？房子的事儿我跟你解释不着，你有疑问自去问老两口，犯不着在我这大呼小叫。我不用猜也知道，你肯定是听李氏抱怨钱都拿来盖房了，所以便火急火燎地找上门了。当初李氏放火的事儿，我就不信你们不知晓。叶青罗，难不成你是想赖账吗？我告诉你，你今天不把钱拿出来，我就把你这儿重新烧一遍。反正我什么都没有了，如果儿子学业再被耽搁，我不怕拉你们娘仨陪葬。好呀，烧呀！上次李氏点了火，我这就草房变瓦房，你再烧，我还能再多盖2间偏房呢。你朱彩霞，你有这投机取巧的时间，倒不如带着你的儿子好好跟人道歉认错，否则你早晚赔得倾家荡产。叶青罗，你敢诅咒我？你敢？直接冲进厨房拿起了菜刀。叶青罗也立刻意识到了不对。朱
霞，你想干嘛？既然不让我们活，那你们也别活了！我今天就跟你拼了！再敢欺负我娘，我要你好看！哼，小东西，以为拿了个破鞭子就能威胁我吗？做梦！哎呀，彩霞，你这是干啥呀？孩子是怎么招着你了？他逼着我们搬走，想卖了我们的房子给李云朗赔偿。你放屁！本来就是，你一来就说房子是你家的，可这房子分明就是我爹爹给我们建的，你就是看爹爹不在家，就想要欺负我们。老大媳妇儿，你这确实过分了。这房子本就是人家北辰建的，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你自己儿子教育不好，做出那种事儿，居然有脸讹人家青罗。可不是嘛，欺负人也不能这样欺负。怎么人家北辰在的时候你不说是你的呀？哎呀，就是。你们知道什么？他们盖房子的钱都是李家拿出来的，这房子本来就是李家的。你别胡说了，我们的工钱以及用料钱全部都是北辰拿的，我亲眼看到是他拿的。李家怎么可能会给这娘儿仨盖房子呢？可不是，当初都差点把娘仨饿死，如今怎么可能给他们盖房子啊？你若不服气，就回去李家好好问问清楚。你问问老爷子，这间房到底和你们李家有没有半点关系？你，哎，快回去吧，你别在这丢人现眼了。可不是嘛，自己不把儿子教育好，出了事儿能怪谁呀？我看县太爷还是打得太轻了，要不然也不会还这么执迷不悟啊。我看也是。突然抬眼看到房间似乎有个人影一闪而过。叶青罗，那藏男人在家。朱彩霞，你有完没完？要钱不成又想来毁我清白是不是？你信不信我明天也去县衙告你一状？真的，我看到了，男的，是个男的。够了，你还要胡闹多久啊？就是，以前欺负人家娘儿仨就算了，现在还来欺负，你就不怕北辰回来不饶你？真的，男的，有男的，我看到那人的身影了，那屋里绝对是藏了男人。叶青罗，你果然是个耐不住的。你快走吧，以后别来人家家里找事儿了。你再这样，我们都不答应了。就是，欺负人也不能这样欺负啊！以为这村子是你家的吗？不是，他真的有男人。几个妇人根本不听，连推带搡的把他轰出了院子。以后他再来闹事儿，你只管喊人。谢谢大娘。你马上离开我家，立刻！我知道朱彩霞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你必须得走。男人一脸虚弱。你看我这个样子，能去哪儿啊？我出去就是死路一条。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总之不能留在我们家。快走吧。伤口还在淌血，你这是让我去死啊？你不能这么狠心。少废话，你还敢说我狠心？我不赶走你，以后我们就后患无穷了。总之，我可不是慈善机构的，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你都必须走。这样，我就多待一晚，明天一早我一定走，行吗？你的伤确实不是装的，可是留着你，就让我缓一下，我不赖在这儿的。明天早上必须走。
好，我保证。第二天早上，叶青罗又要起早上街。他走时，男人已经起来在收拾东西。那个，我能不能吃口早餐？吃完快走。他还是给了他一些散碎银子，于是没到中午就打算回来看看。然而一回来，果然发现男人并没有走。喂，你为什么还不走？他少废话，快给我离开，马上！你们听到了吧？他屋里就是有男人，我没有说错，就是有男人。该死的，这朱彩霞怎么阴魂不散？怕他做什么？走，我跟他理论理论。你够了！要是不想死在这儿，就自己给我躲好。真是倒霉死了！男人呢？男人呢？我就说你这女人耐不住寂寞，在家里藏了男人吧。如今都被我听到了，你还敢不承认？什么男人？朱彩霞，你是有病吧？叶青罗呀，你还敢狡辩？刚才我们在外面都听到了，你分明是在和男人说话。你这不守妇道的女人！我儿子才出去几天，你就耐不住啊？看我不替我儿子好好收拾你！你们三天两头的来吵闹，有意思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想把我们娘仨赶走，这样这地方就能属于你的了。我告诉你，我叶星罗就算哪天被你们害死，魂魄也会留在这儿，看你们谁敢来住！你不管你说什么，我今天也非得进去看看你到底藏的什么男人！你们就看到里面一张脸冷厉走出来的男人，竟然是李北辰。北辰，怎么是你呀？怎么，我回来你很失望？你看看，我就说青罗不是那种人，你们不弄清楚，怎么就乱诬陷人呢？可不是，这俩人就是看青罗好欺负。那许是误会了，我们也是担心青罗他一个人在家，怕有些人欺负他。我怎么听着你们要房子？这是打算跟我算账了？不，我们哪有什么账算呢？这本来就是你们的家，我……娘，你说什么呢？哎呀，住口吧！我儿子回来了，我还敢废什么话呀？这房子怎么回事，我能不清楚吗？这里是叶青罗的家，今天你既承认了，那么日后若是再趁我不在来讹青罗，那……不会，我不是那样的人。哼，你不是谁是？那还有别的什么事儿？没事儿。北辰，你既然回来了，就该回去跟你爹说一声。说完，不等李北辰答应，就拽着不服气的朱彩霞匆匆离开。你还知道回来？青罗，来扶我一下。走开，谁要扶你？他只轻轻推了他一下，他竟直接倒了下去。喂，你怎么……等将他扶到床上，才知他受了伤。刚才一切都是强撑着的。李北辰，你给我挺住！替我照顾好孩子，这辈子我怕不能弥补你了。李北辰，你胡说什么？他伤得太深，怕是……不许胡说！我去找大夫，我现在就去。叶青罗不行，不能找大夫。你够了！我告诉你，没有什么比李北辰的命重要。他还得站起来，弥补对孩子的亏欠。先到房间看了一眼李北辰的伤口，伤口挺深呀，还有毒，还有办法吗？失血严重，需要血。
这毒我有解毒丸已经给他吃了。是，要不是有解毒丸压制着，那这人现在已经是个死的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血，得有血。我的血可以，我可以，我可以，你可以验血。我是 O 型血，可以给他用。他拿出自己的工具，割破叶青罗和另外一个男人的手指，取了血，来回做了几次实验，才道：他真幸运，你们俩呀，还真有一个人的血能用。啊，用我的，用我的！他失血过多，你一个人怕是撑不住。先救人吧。接下来的救治就不能让人打扰了，男人只能在外面干着急。约莫1炷香的时间，叶青罗终于出来。你没事吧？我看呐，有点难，你们做好心理准备吧。薛神医，拜托了，他还那么年轻，还有2个孩子要养，你帮帮忙。不是我不帮忙，是他解毒需要的药材，怕是你们找不来。什么药？你说出来，我一定可以找到。七色蟾蜍，听说呀，这东西只有皇家的藏宝阁才有，你们呀，还是放弃吧。大夫，这毒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解开？他这毒是西域来的，除非你们还能够找到野生的、新鲜的天山雪莲，这样他也有机会。不过呀，他时间不多，就这3天，最多5天。如果拿不到这些药引，那他便必死无疑。天山雪莲那种东西，听说100年难遇，还要找到新鲜的，这就更难了。第2天一早，自己就出去了。天山雪莲，我知道这东西基本都长在悬崖峭壁上，而且这东西所需要的生长环境特别苛刻，一般的山壁也未必会有。他这一进山就到了天黑透才回来。李北辰都伤成什么样子了，你也不说留下来照顾照顾他，天天往外跑，也不知道像什么样子。你怎么还没走？我不是说了，我家里容不下你这位大神，趁着没人知道，你快离开。喂，我离开了谁照顾李北辰？难道就让他天天躺在这儿自生自灭吗？青罗，北辰真的回来了吗？怎么不见他出来呀？他连夜骑马回来，有些累了，要休息几天才行。他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没人敢上门挑衅你们了。李北辰还是没有醒来，他去深山找雪莲也如同大海捞针一样。叶青罗呢？他不给我做好吃的，我不看这病。还敢多嘴！他推门进来，就看到了一个面生的姑娘拿着匕首威胁道：你再敢耽误，我就杀了你！我不管，我要吃好吃的，我就要吃好吃的。眼看女人就要动手，门口传来叶青罗的声音：住手！叶青罗，你可回来了。他只看了一眼面前的姑娘，只见她一身华贵，容貌俊俏中透着几分灿烂。周昭，你还是快些赶回去，别惊动了旁人。可是我得等北辰哥醒来啊！回去。姑娘极为不满，走到叶青罗身旁，狠狠瞪了他一眼：哼，你根本配不上北辰哥哥。得了，这不用说，
这肯定是李北辰这几年在外面相好的好妹妹了。突然觉得这几天的山爬得有些多余，人家李大人怎会需要我费心？快些吧。薛神医，还是先给他看病。房间里，大夫进去了就没有了动静。男人在门口急得团团转着，他们还没等到大夫的好消息，便引来了村民围观。青罗，听说你们家来了贵人，还坐着特别大的马车，是不是京城来的？肯定是啊，都带了侍卫呢。哎呀，这到底是个什么官来了？啊，是北辰的一个同僚，是路过来看他的。你们也知道，他们这些文人说话都不喜欢打扰，如今北辰还把自己关着，我也不敢去打扰。是了，人家当官的自然是有要事商量，咱们可不好打扰。哎，对，咱们快回去，要不然北辰可要生气了呀。好不容易打发了村民，门还没关就迎来了李老头。我有话和北辰说。没完了。对不起，北辰说了，这2天他谁也不见。这是什么话呀？难道我来见他也不行吗？你要是不怕李北辰生气，你就进来，反正他刚才被烦的都说要辞官了。让北辰有空给我回去一趟。不知又过了多久，薛神医终于开门出来了。怎么样，里面的人死不了了吧？哎呀，有我在，怎么可能死得了呢？你放心吧，不出2天人就醒过来了。不过呀，这药还是得服用，他那外伤也得注意，不能感染了。好，谢谢薛神医。这一下算是给孩子有个交代了，只是这人怕是在这留不了几天的。等他伤好，是不是就要离开呢？到时候孩子们不知道又要怎样的失落了。你到底什么时候走？给我一个准信儿。好，明天我肯定走。好，明天你要不走，我就叫官府来。我瞧你这样子，官府对你应该会很感兴趣的。别，我就是想等着李北辰醒了再走，看到他没事儿，我才能放心，不是吗？你就看在我拿来了药引的份上，就让我多等一天，好吗？他一醒，你立马走。瞧你说的，就跟我愿意赖在这似的。等叶青罗扔下男人进来房间，就看到李北辰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还能笑出来，看来死不了了。我答应了某人要平安归来，自然是要说话算话的。你是幸运找到了药，否则你就食言了。青罗，老天爷让我死里逃生一次，就是给我机会让我留在你身边的。看来还是没好利索，又开始说胡话了。小宝、月儿，爹爹醒了。爹爹醒了。2个孩子兴奋地冲进屋里。爹爹，你终于醒了。月儿乖，这几天有没有好好听娘的话呀？月儿最听话了。小宝，你有没有好好照顾妹妹？要你管。这儿子老了算是指不上了，还好乖女儿贴心，要不说青罗她是真会生。你家那娘子实在是太凶了，这样的女子哪有半点贤妻良母的样子呀？我看呢，你前日对她的夸赞肯定都是骗我的。我家娘子最是温婉大方，她生气肯定是你先惹了她。我惹她？
我还敢惹他？他一天都赶我走8回了，我还敢惹他呀？反正我是没有见过这样凶悍的女人，你娶了她，也真够你受的。叶青罗不偏不倚的在这时候接话道：“受不了就走呀，如今他人也醒了，你再没有赖着的理由了不是？可别让自己再委屈了。”嫂子，那个，你饭还没做好是吧？我马上去帮你烧火。他倒是跑得极快。这人，你到底怎么打算的？我看出来了，那家伙根本没打算走，莫不是要讹上我家了？青罗，就暂且让他留下些日子吧，等我好些了，自会好好安排他。我不管你什么打算，但是这人不能给我和孩子带来麻烦。放心，绝对不会。你好好休息吧。谢谢你啊，青罗。先不用谢我，以后这人惹出什么麻烦，我会头一个当污点证人的。不过这话倒是提醒我，村里爱找事儿的人大有人在，这件事必须得好好处理，绝对不能给青罗带来任何麻烦。晚上果然只有酸萝卜配馒头。男人看着饭菜，嫌弃地皱着眉头。这可怎么吃啊？你去村里看看，谁家生活有我家好的？告诉你，那些吃不起白面馒头的大有人在。你有的吃还挑剔起来了。就是，有白面馒头你还不知足，真该好好饿你几顿。我和哥哥那时候饿的恨不得把地上的草都拔着吃了，还好娘出了李家后就振作起来，这才有我们如今的好日子过。我也没说什么，这白面馒头好吃，特好吃。实在没办法，才夹了一块酸萝卜放在嘴里。这个也太好吃了吧！这真是萝卜吗？我可没吃过这么可口的萝卜。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因为家里2个男人，一个不能动，一个不会动，叶青罗也只能中午再回来一趟，专门给他们煮饭吃。青罗，你明天不用回来，做饭交给燕玲就行。燕玲？啊，你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呢，谢燕玲。她可以吗？当然。不，我不行，我不会的。我会教她的，你就放心吧。我才不舍得让你来回折腾呢，本来开店就够累了，怎么还能多伺候2个人？那好，我明天就不回来了。他的饭一定要煮软烂点儿，还有大夫开的药按时减好给他喝。不是我。还有，你下午要是闲下来，记得把院子收拾干净。做饭记得不许把厨房弄乱。你要求还……你放心，我一定会监督他的。那我走了，你没事可以试着活动一下。知道了。李北辰，你还是个大丈夫吗？你怎么见了他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呀？就这种女人，你就得好好的教育她，怎么能让她骑到男人头？话还没说完，就看到去而复返的叶青罗。嫂子，你还有什么指教？我想听你指教，继续说呀。指教？我怎么会指教呢？那个，我记得北辰衣服还没洗，我去给他洗干净。说完就溜之大吉。你怎么那么笨，劈柴都劈不好？这几年的饭你都是怎么吃的？万里北辰，你娘子管不了，你孩子也管不了吗？
李北辰正在给闺女雕刻娃娃。我觉得小宝说的挺对的，这些你是该好好学学的。哼，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在这个家还不如门口那条小黄。玉儿，你到时候真的要送这个给你娘亲吗？娘那天在街上看到卖的，还说好看呢。就在这时候，叶青罗走了进来。娘，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我还说让谢叶玲劈好柴火，做好晚饭呢。你们中午吃饭了吗？吃了米饭，不过他把饭都烧糊了，实在是太笨了，比我爹爹还笨。我好吃好喝的伺候你们爷儿仨，你还不满了？做的不好还不让说。青罗，这几天我一直想找个时间跟你说说，我其实……李北辰，其实我并不好奇你出去干了什么，也不好奇那个人是谁。你也知道，我一直想要的就是和孩子过简简单单的生活。所以如果他或者是你身上有什么危险信号，我希望你伤好以后远离我们，而不是现在跟我解释一些有的没的。这话是有些决绝，可是我的孩子还小，我不想冒险。况且那谢艳玲的言行举止根本就不是普通人，加上你们的伤都是步步致命的。如果这些我还能寻摸不出什么，那我就真是蠢了。好，我答应你。谢谢。你总是和我这样疏远。不疏远，难道靠近不成？李老头带着老大老三一家一块儿来的，这架势一看就不一般。我还有点事儿，先出去一趟。这不得给人腾地方吗？你是家里的主人，来客人了，岂能有不招待的道理？我要你留下来，我要让他们认清，如今这里的主人是你叶青罗。好，北辰呀，你不在家这几天，家里出了些事儿，相信青罗都告诉你了吧？出事儿了？青罗好好的，两个孩子也很好，没什么事儿。是我们云朗，他这孩子顽皮，你也知道，前几天不小心碰到许家的孩子，如今他家不依不饶的要讹诈我们呀。北辰呐，你官府不是有人吗？能不能帮忙重新判判？这么说，官府已经调查过了。是，他们也没查太清，就判了罪。我想，大哥是想让我跟官府说说，重新再调查清楚一点。不，调查也调查不出什么，我就是想，两个孩子玩闹出的事儿，要我们云朗一个人负责，太不公平了。主要是许家要的赔偿也太多了，我们根本给不起呀。哼，县令会冤枉一个小孩子吗？我看今天既是这样判了，那定然是证据确凿了吧？好，就当我们云朗有错吧。北辰，你就借我们点钱，尽快把赔偿还了许家，否则我们云朗就没法读私塾了。我儿子的前途最重要的，从李家几个儿子我就看出来了，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自家男人我已经是指望不上了，那么我的儿子就一定要出人头地才行。借钱？你是怎么觉得我有钱呢？就连我自己现在都是借住在青罗这儿的，我一个大男人还要靠自己娘子养着。我还想家里要是有钱能借我点儿，我好给青罗拿点生活费，免得别人说我吃软饭。什么？你没钱？你还哭穷？谁不知道你在京城当了大官，如今出息了就不想认这个家了是吧？所以你是觉得我做了大官，
所以贪了很多财产是吗？我可没这么说。那你凭什么觉得做了官就有钱呢？难道我就不能做个两袖清风的官？你，看来我还是应该找官府好好调查调查我，否则还不知道多少人要误会我家产万贯呢。北辰呀，赔偿要不了多少钱的，你先拿出来，大不了我让老大给你写借条，行不行啊？可是借钱也得别人真的有才能借吧？我现在是真没钱，信不信由你们。可是北辰。这时候谢艳玲领着俩孩子回来，看到这阵仗也能明白了些，正要转头走。这位公子就是我们北辰的同僚吧？果然是生得一表人才。嗨，我顺路就来叨扰北辰2天。怎么能算叨扰呢？你能来我们家，简直是我们家的福气。对了，你还没去我们李家宅子看看吧？要不我帮你去看看。那行，我就去看看。好吃好喝的照顾你2天，竟然连个小忙也不肯帮，简直就是不要脸。你没钱你别吃啊，我们家几天的口粮都被你一个人吃了去。小爷让人照顾了，分明就是你们自己把小爷请去，还不许小爷回来的。什么家里有困难请小爷帮忙，小爷都不认识你，凭什么帮你啊？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怎么好意思开口问生人借钱的？你别说小爷没钱，就是有钱也绝不借给你。你什么你？我告诉你，再敢多骂一句，小爷就劈了你。朱彩霞一看这架势，立马跑得比兔子还快。李北辰，你知道他们是那种人，为什么不早点提醒我？我看你在我家里也是住够了，如今去换换环境也是挺好的，怎么这才只住了1天就回来了？哼，我就是去看一眼，他们就非要死活拉着不让我走，还说要好吃好喝的招待我，结果弄得饭菜简直让人无法下咽。我昨天就要回来了，是他们非是不肯。你以为人家饭都是白吃的？小宝说的对，你既决定在我这儿多住几天，也该想办法去挣些钱，给我娘子补贴些生活费才是。你说什么？怎么说的不明白？娘说了，我们家不养闲人。你们……正是这个时候，叶青罗才不急不慢地走了进来。青罗，你回来了，饿不饿？我给你做好吃的。看来恢复的不错。那是，2个孩子亲自给我端药，自然要更快好起来的。就听到外面几个妇人的议论声。许家是真有功夫，竟然真就天天来闹，我看李家有点招架不住了。活该呀，他们那种人啊，就该这么治他。你看看那李元朗捅出了这么大的篓子，他们连骂都不敢骂一声，倒是一直指责别人孩子，简直了。谁说不是啊？我看就该让他好好赔一笔，这样才能长记性。我看哪难，你就看看那孩子不知悔改的样子啊，甚至还嚷嚷着别人都是活该。就这种娃，长大来得多吓人呐！是啊，那个李云朗一看就是个做土匪的料子。啊，李家走投无路，就还是会来找北辰的，这是不用想的。我想着北辰最多也就是嘴硬2句，最后还是会妥协家里的，毕竟他也是姓李的。李家也总是拿着压我。可谁知道这次他竟然这么决绝果断。如果这件事儿我解决了，从此就和李家彻底断绝关系，你看如何？你说什么？我说断绝关系，从此再不来往。我李北辰生不入李家的门，
死不入李家祖坟。你竟然能说出这种混账话来！我还有更决绝的话都还没说呢，你们想听吗？我离开时就告诉过你们，让你们不要去招惹青罗和孩子。可是你们是怎么做的？你们是怎么对他们的？我们没有招惹他呀。让他卖店不算欺负，还是打他房子的主意光明？爹，在你眼里，你儿子到底算是个什么？这不是的，我们就是把他当成自家人才会。够了，你们欺负他，就等于是欺负我。既然在你心里，大哥三弟以及他们的孩子都比较重要，那我又何必非要融入你们的幸福家庭呢？我现在只想和我的妻子孩子安稳地过我们的日子。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想好了随时来找我。好，今天就当爹没有来过。李老头失落地离开。依你看，他们能想到办法解决问题吗？哼，以老三家的聪明，肯定要趁机划清界限。老两口不想自己晚年凄凉，也自然会放弃管这件事儿。我估计最后的结果，还是老大夫妻承担一切。李云朗这种性格，以后还是交代2个孩子离他远点，免得被伤到。我会交代他们小心的。青罗，给我点时间，我会尽快在县城买座房子的，到时候就可以彻底脱离他们了。如果要买房，我肯定要去大城市买的，这座小县城可有点容不下我。好，就去大城市买。说的好像跟你要房似的。我叶青罗会靠自己能耐买房的，而且是要不了多久那种。哥，你鼻子还挺尖，刚做好的红烧鸡，来吃点。李秀珠红着眼眶，根本无心吃的。李北辰自然察觉到了不对，便问道：怎么，出什么事儿了？他看了看饭桌上的人，明显有些顾虑。哎，扶我出去走走，正好我吃多了想消消食。好。怎么了？哥，我可能真的要和子英和离了，他这次是铁了心不想要我了。就因为什么？还不是娘，非要对他们家不依不饶的，这回差点搅黄了子英弟弟的婚事，还把他爹气得病倒在床，子英他生大气了。我早就告诉过你，不要消磨一个男人对你的耐心，可是你偏听不进去，这下你可要怎么办？哥，我不想和离，我不想丢下孩子，娘她非要让我要钱离家，我没了家要那些钱还有什么用啊？哼，你真觉得娘要来的钱能给你？秀珠，你也该看清楚了，她不惜毁了你的婚姻，是为了什么？哥，你说的是云朗吗？其实爹已经说了不管了，他说既然是大哥家惹出的事儿，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了，我们不必费心。秀珠，过好自己的日子比什么都好，这其中孰是孰非，你自己想清楚，未来的路只有你自己能决定。可是二哥，我都服软了，我都求子英了，他是铁了心不要我了，他什么都不肯顾及了，我都不知道以后要怎么办才好。如果你真的想清楚了，我可以出面和子英聊聊，我看他不是个不通情达理的人，若是你真心悔过，他不会不接受的。不行，根本不行。我只问你，为了他，
你可以放弃娘家的一切吗？这个问题你想清楚，其他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二哥，你是不是很快要去京城了？我想你如果要去，能不能带上我一起？我不想留在家里了。我暂时不去京城，不过你要是想去，我倒也可以帮你安排。只是你想在京城立足，只怕很难。那怎么办？我怎么办？既然回来了，就好好想想吧。二哥，你手头有没有宽裕的钱？秀珠，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等你开口，都想要尽力帮你吗？因为在我眼里，你是整个李家最纯粹的一个人了。虽然脾气不好，可是心情纯良。这么多年，我还一直把那个纯真的妹妹放在心上。只是，你可别逼着我丢弃了她。二哥，家里真的……以后没别的事儿，别来找我了。我只想过好自己的小家，足矣。二哥，怎么起这么早啊？其实我起来做就行了。我们都说好了，这段时间孩子由我照顾的。哎，你说现在就送他们读书，会不会有点早？你放心吧，我有分寸的。翠芝，你现在还想不想读书了？读书，我可以吗？你姑父如今在私塾教书，我可以让他想办法把你安排去打扫卫生，这样闲暇的时候，你也可以坐在角落里跟着一起学学。姑姑，谢谢你，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有机会进去私塾的。好了，姑姑也就这么一点点能力，你能学多少全看你的造化了。只是翠芝，你一定要记住，命运永远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你千万不要像你娘一样。我一定不会像娘一样的，一定。回来发现大门没锁，他还暗骂着李北辰粗心。然而门开，就看到院子里也……李北辰看到他回来，紧张的有些不知所措。青罗，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娘，今天是您的生辰，我们祝您生辰快乐。生辰？哦，这应该是原主的生辰。玉儿从怀里掏出木头雕刻的仙女娃娃道：娘，这个小仙女就是按娘的样子画的，娘要永远当我们的小仙女，好不好？好，玉儿乖。小宝也从怀里掏出个核桃红线手链。娘，这个核桃小筐是我亲自掏的，你都不知道浪费了多少核，好在我掏成功了，你看喜不喜欢？喜欢，喜欢，小宝乖。你呢？不会没准备吧？我娘有你们的就够了。正当这时候，谢艳玲也正好回来吃饭。李北辰，你说让我们采花装扮私塾，现在这是你的演习？今天是娘的生辰，我们在帮娘庆生辰呢。谢叔叔，你是不是也给我娘准备了礼物？礼物？我根本就不知道上哪儿去弄礼物啊！突然想起来人家托他带回来的信。哦，对了，这个信人家让我带给你的。既然现在饭还没做，那我晚会儿再来吧。说完，跑得比兔子还快，疑惑着打开信封，里面除了一封信，还附了一个翠玉手镯。这是苏雨寄来的，还说这是他家的传家玉镯，希望能在他生辰这天戴到他的手上。神色复杂地进了屋里。怎么，娘只是收了一封信，你就这么不高兴了？
你可是人都找上门了，娘不也没计较吗？什么？谁找上门了？具体我也不清楚，只听说是个女人来给你送药的。你老实说，这些年你是不是在外面早就找好了下家了？什么下家？我看你就是把心都给别人了。既然心都给别人了，娘也肯给你自由，你现在为何又不肯走了？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说是为了我们，我和玉儿不背这锅。谁告诉你我有了下家？又是谁说我心给了别人？我留下来完全是为了你们能给我机会。我才不管你给没给别人，反正从娘被李家人赶出来那天，从你6年时间对她不管不问，如今你想轻巧回到我娘身边，那就是不可能。既然是你先放弃了娘，那娘就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娘说过，人必须要往前看才行。我知道我没资格，我本来就是回来赎罪的。晚饭，李北辰准备的一桌子好吃好喝的，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你尝尝。李北辰，你还真是有钱了。这没花多少钱的，就当是你生辰和孩子读书一起庆祝了。而李北辰手里的簪子也是钻了又钻，最后始终没能拿出来。你说8月15的月亮会不会更圆更亮？会的，到时候咱们一家一起坐在院子里赏月，怎么样？叶青罗，如果我说我对你有了特殊的感情，你会不会愿意试着给我一次机会？你说什么？我说我喜欢你，我想。等等，叶庆罗立马从竹椅上站了起来。那个，你怕是喝多了，要不早点回去睡吧。他靠近着他的胸膛，不敢抬眼去看他的脸。他不动声色地拿出早就买好的发簪，轻轻地戴在他的发间。果然很配你。那个，我有点冷，先回去睡了。你也别在外面待太久。说着就想跑，他却顺势将他拉进怀里。青罗，我们是夫妻啊，我们应该相濡以沫，共同白头的。青罗，是我把你弄丢了，我想找回你，可以吗？这个男人好像在哭，眼泪浸湿了我的衣服。我突然很心疼，想伸手抱抱你，可是我们可以吗？你的前途真的要这样放弃？你甘心吗？你不会后悔吗？或者是我去妥协吗？我放弃自己想要的路，跟着你的步伐去做个高墙大宅的官太太。我喜欢那样尔虞我诈的日子吗？不，我不能。我从小的教育告诉我，女人当自强，我无法一辈子去依附一个男人生活。随着李北辰身体逐渐恢复，两个孩子越来越担心着什么了。娘，他们是不是很快就又要走了？这2天那2个人总是凑在一起商商量量。小宝，娘还是希望不管弟弟做什么选择，我们都不要心存怨恨。你要知道，他是爱你们的，只是他也有自己的身不由己罢了。我没有怨恨他，我早就想过了，我们身边有娘就够了，其他的都不重要。娘，我去求爹爹好不好？我去求他，他一定会愿意留下的。玉儿乖，爹爹有他自己的使命，他不能一直留在我们身边。不过我们可以好好努力，也许以后有一天我们能到他的身边去呢。娘，再怎么说我都还是舍不得爹爹。小宝，玉儿，过来。
爹爹有话跟你们说。玉儿眼眶更红了。真的这么快吗？真的就又要走了吗？爹爹，你……青罗，还有你们俩，我有话想对你们说。我们知道你的意思，娘说你有自己的抱负，我们应该要理解。我们答应了娘不对你心存怨恨，可是有一点，你也必须答应我。你想要什么？我要你还我娘自由。她现在既然不能做你的妻子了，那你就该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儿，否则以后也只会给娘造成困扰。你是想让我和你娘和离？没错，你既走得潇洒，就不该让我娘苦守。再说，你也不值得我娘守着，所以我们决定了，等你走了，我们就给自己找个后爹。我们对后爹没别的要求，只要他对娘好就行。到时候我们也会给你发请帖的。这也是你的想法？如果孩子有需要的话，我当然可以。好啊，你们找爹的找爹，找相公的找相公，这是真当我是死了。那你想怎样？你在外面风流快活，让我娘守着我们孤苦一生。我告诉你，我们才不舍得让娘受苦呢。好，我真是好了，你放心，孩子永远都是你的孩子，以后你可以经常回来看他们，等他们大了，也可以去京城投靠你。当然，你方便的话。就在这时候，谢艳玲跑了进来，问道：你们商量的怎么样？是，我也说教书先生挣不了几个钱，他那才华去教书，纯纯可惜了，你们说是吧？教书先生？怎么，他没告诉你啊？他已经在私塾报名了，等开学就能去教书了。像他这种人才，竟然跑去教村里的孩子，简直浪费。啊，爹爹，这么说你不走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走了？太好了，爹爹不走了。哥，你听到了吗？爹爹不走了。娘，李北辰，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叶青罗，请你不要剥夺我照顾孩子的权利，或者你是担心我留下，影响你找更好的男人？李北辰，你少给我阴阳怪气的，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为自己的一时任性做出后悔的决定。我知道你放不下孩子，我可以答应你，尽快把孩子带到你身边去的。可是叶青罗，我不后悔，我留下来不后悔。我是个成年人，我想我比谁都知道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叶青罗，不要试图改变我的想法，我已经决定了。早晚有你后悔的时候。叶青罗，我不会后悔，永远不会。自生辰过后，叶青罗有点明显的躲着李北辰了。小宝，你娘怎么就那么烦我？我娘本来就烦你，你说你还没表现2天呢，就急着去表白，她不拒绝你拒绝谁？那我知道你肯定是看到那封信就怕我娘被人抢走了，可是没办法，我娘那么优秀，肯定很多人惦记的，你自己不珍惜，自然就要给别人可乘之机了。依我看，你今天这样都是活该。你觉得我的机会会不会比那个姓苏的大一点点？近水楼台先得月，你自己琢磨吧。这么说，就是我机会更大了。别高兴那么早，我娘对男人要求很高的，你还得努力。这儿子算是在帮我吧？应该算。天过得极快，中秋节来临，
他早上特意嘱咐李北辰要把翠芝叫回他这儿吃饭。姑姑，你都不知道，那马小红硬生生被安排拉了2天的泔水，还被店里的老妇人骂得狗血淋头。她回家后啊，死活不肯再去上工了。现在这洗碗的活儿又落在我娘手上了。那就太好了。还有你在学校挣钱虽少，可以要稍微存放点儿。你娘的情况你也看到了，她以后肯定是没办法帮你准备嫁妆的，你就只能自己做打算了。我长大了就不成婚，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子妈，你姑父这样的还不好，小姑娘，你可别仇视男人呀。他抛家多年，对姑姑和弟弟妹妹不闻不问，这样的男人叫好？我看你就是没看到我姑姑那几年吃的那些苦，现在就只看到假模假样的讨好2下就说他好了。你这小丫头，怎么，我说的不对吗？话也不能这么说，那几年北辰是没能及时回来照顾他们，可是他也是有原因的。再说这些年他在外面本就有很多机会，可他仍然坚守底线，这男人难得了。你少说几句吧。怎么，我说错什么了？当年那么多优秀女人，恨不得都给你做亲就……住口吧你！李大人何故这么紧张？人家谢公子又没说错什么。就是啊，我都没说错，你自己说，那些女人哪个不是貌美？再敢多说一句，我立马把你送回去。快吃，今天这烤鸭特别香。哼，男人啊，果然没一个好东西。姑姑，我不吃了，反胃。翠芝，见留不住他，叶青罗把烤鸭打包上半只道：“带回去给你娘吃，还有月饼。”姑姑，被他们看到根本吃不到娘嘴里。拿着吧，我相信你有办法。看起来您在外面看到的花花世界很精彩嘛？不是那样的，其实……李大人不必跟我们解释，我们没兴趣听。娘在家里受苦，爹爹却在外面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玉儿不喜欢爹爹了。不是的，玉儿，爹爹没有和别人在一起，爹爹没在一起，也没见你回来一封信，可见你就是不把我娘放在眼里。哼，还说什么让我们给你机会，只怕这是李大人特意给我们留的机会吧。小宝，李大人到底是打算把我娘哄骗到手后怎么做呢？是给她买个大宅子让她给你养孩子，还是逼她接受你那一个又一个的美娇妻？小宝，你住口！怎么，这就不装了？你不喜欢可以走呀，我们从来就没有强留你在这儿。李北辰，你休想再伤害我娘！那些年我错过的，终归不是我几句话就可以弥补回来的。我以为只要不提就会过去，可显然是过不去的。正当叶青罗刚把早餐摆好，还没来得及叫孩子们吃饭，大门就被敲响了。他想着该是薛艳玲来吃饭了，谁知道一打开门就看到李氏带着李云朗站在门外。我儿子呢？叶青罗还没来得及开口回应，他就一把将他推开。哎呀，没看到我来找儿子呀，你挡着门做什么？两人还没看到李北辰出来，就先被桌上的饭菜吸引了。哎呦，这早饭都做好了呀，正好我们还没吃呢。云朗，快坐下吃饭。啊，不好意思，你没说你们要来，所以没做多的饭菜。你说什么呢？啊，老娘吃你顿饭还不行了是吗？我们吃剩下了，会给你们留一点的。以前不都是这样吃的吗？李云朗，这是我家。李云宝，你……我现在姓叶，叫叶小宝，下次别叫错了。什么？你改姓了？改不改是我的自由，跟你无关。你
小杂种，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李氏说着就要动手，然而手才抬起来，就看到儿子阴沉着脸走了出来。哎呀，这孩子呀，被教育得越来越不像话了。那是我亲自教育的。你，是，教育的挺好，挺好的。小宝和玉儿不理他们，自顾自地坐下吃饭。娘，快点吃饭，一会儿凉了。奶，我也饿，我也要吃肉包子。你看孩子，我也是借宿在这儿的。那就等我们吃剩下了再给他吃吧。你这孩子说什么呀？怎么，在你们李家不都是这样吗？你这孩子怎么？你大清早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对了，北辰，我今天呢来就是想让你带着元朗去读书。你说这孩子还小，总是不上学也不行，对不对？为什么不去私塾报名呢？哪儿？你这不是方便吗？哼，那是因为他被私塾拉黑名单了。哎呀，孩子已经知错了，那些人就非是不依不饶的。哎呀，北辰呀，你就去跟夫子说说好话吧。这事儿我帮不了你，有这时间，还是想想怎么求受害者原谅吧。求他们？我们凭什么去求他们呀？这俩孩子打架本来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他凭什么说都是我们元朗的错？我看他们就……够了！如果你就是这样的态度，我想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一会儿还有课，就不送你回去了。你见儿子不理他，李氏只能拉着李元朗要走。你吃完了吗？剩下的留给我行不行？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咱们家是没饭吃吗？赶快给我走！奶奶，我想吃包子。够了，赶快走！我就说不行那老二我看是铁了心和咱们划清界限了，他根本就不肯帮元朗说话。能用的办法都用了，没办法，这孩子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那元朗他娘……不管了，他自己教育不好孩子，现在找谁也说无用。在做他爱吃的红烧鸡翅，便不安地上前问道：青罗，我这几天又做错什么事儿了吗？没有呀。那你是打算让我搬出去？什么？你该不会是鸡翅放毒了吧？李北辰，你说什么呢？不是，你前几天还对我冷言冷语的，恨不得连夜把我赶出去，现在又……前几天是不是因为你总是惹孩子不高兴？你说你要和孩子培养感情，却要天天在家惹他们生气，我能不气吗？我没赶你出去，你就该偷着乐了。青罗，我们能不能就暂且这样和睦地相处着？如果有一天你实在厌烦我厉害了，我会从这儿出去的。有孩子在，这里永远有你的位置，你不用担心我会赶你走。只是两个人的距离不要太近就好，我真的很怕太过靠近你。难道真的没有一点机会了吗？你说什么？没什么，我就是担心我一直住在这儿会影响你找幸福，就像小宝说的那样，我会成为你的困扰。你放心，我暂时还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倒是李大人一直和前妻生活在一起，不怕外面的人多想吗？外面的人他们都知道我有妻子。青罗，你能不能给我透个底？什么？你到底是喜欢苏雨那样的青梅竹马，还是喜欢萧公子那样年轻多金的贵公子？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外面那么多的花花草草，你更喜欢活泼开朗的，还是温婉可人的？我喜欢，我不知道，你呢？我更喜欢我自己这样的。我说的是择偶标准。如果是自己喜欢的，我觉得我就没有标准了。没标准？那万一对方是个渣男呢？万一他骗财骗色呢？你对男人怎么能没标准呢？这不是没遇到吗？再说，我怎么就那么寸，非要碰到那种不堪的男人啊？你这么蠢，当然会碰到这种男人了。那碰到了就碰到了，反正我自己喜欢，他渣我也好，骗财骗色也罢，我认了。你，李大人，你对你前妻关心的有点多了吧？哼，我关心你，我是疯了吗？我就是担心孩子。你要是找个不好的男人，对孩子不好怎么办？万一骗你，把孩子卖钱怎么办？喂，你看我像个白痴吗？还是觉得我是看到男人就走不动道？我告诉你吧，我叶青罗这辈子就没打算要男人，自己过不自在吗？不打算找男人？不找男人挺好。我跟你说，外面就没有好男人。虽然让青罗接受我这条路不算好走，可我不会放弃的。你还是要这样一意孤行吗？你知道我还有……燕玲，我答应你的事儿会去做到，可是未来的路，我想自己选。为了一个女人，你真的值吗？值。北辰，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因为对她的亏欠才会如此？可能一开始是有点吧，可是现在不是了。北辰，我还是希望你想清楚，你的人生，你的理想，你的满腔热血，这些都是你曾经的全部意义。你说过的，不是你自己心里的抱负，你就不会活着。你确定你现在要放弃那些意义？是，以前我的人生，那些就是我的全部意义。可是现在不是了。等有一天你遇到一个能让你不顾一切的女人时，你就会知道了。这2天我要和刘寡妇去一趟隔壁县，想着再盘下来一个店面试试。我们可能需要去个2、3天。这孩子……你放心吧，我会把孩子照顾得很好。倒是你那边真的不需要我帮忙吗？帮忙倒也不用。好，不过你们开分店能忙得过来吗？倒不是我们自己开，是要找人加盟。只要这加盟店开起来，以后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别的也帮不上他，于是就把身上仅剩的钱都拿给了他。这些钱也帮不到你很多，不过在外面买些好吃的还是够的。哎呀，不用了，你留着给孩子们买吧。记着，不许欺负小宝。他不欺负我就好了，我怎么敢欺负他？还有晨练，不许过量。知道了，知道了。不就是2、3天，你怎么就这么放心不下我呢？青罗，你知道吗？我曾经做梦，就梦到过这样的幸福日子。有个女人给你做下酒菜就是幸福，那你怎么不问问这女人是否愿意做，是否也觉幸福？不是下酒菜，是我一抬眼就能看到喜欢的人迎面走来。李大人，你喝多了。是，这酒还是有点劲儿的。青罗，叶青罗，我后悔了。你若不走，今天坐在这儿，便会后悔当初为何不走。说不定还会怪眼前的女人阻碍了你的路。李北辰，人生没有回头路走的，
你要坚信，你走的每一步都是对的，是吧？你就没有后悔过什么？比如嫁给我？想这些都是徒劳，我不喜欢浪费时间。他又喝了一大口酒。不行，我要睡觉了。再喝，我就要耍酒疯了。叶青罗，你知道吗？我都许久不敢这样喝醉了，哪怕意识模糊，也要时刻警觉。不过今天好像真有点醉了呢。李北辰，你就是个渣男，是你毁了一个女人6年，你居然还好意思问她后没后悔嫁给你？你说呢？怎么不后悔？肠子都悔青了。对不起，青罗。见他真的醉了，他才起来将他抱起道：“你是真醉了。”你才醉了！你放开我，我还能喝。他将他放到床上，他却抱着不肯松手。喂，李北辰，你怎么离我这么近？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你好好睡觉。他却突然伸手将他抱住。你，他直接堵住他的唇，翻身将他压在身下，继而再次吻了过来。他的唇很柔很暖，带着淡淡的酒香。叶青罗早上是被疼醒的，脑袋嘴巴都疼得厉害，睁开眼就看到自己在李北辰的床上，揉了揉脑袋才想起昨晚好像和李北辰一起喝了很多酒。这不会是酒后？这要是李北辰趁着我喝醉了把我给办了，那我可真要杀人了。怎么样，头还晕吗？李北辰，你就说你是不是故意灌醉我的？还有昨天晚上，你有没有趁机占我便宜？反正我的记忆都是模糊的了，也不知道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什么叫趁机占你便宜？明明就是你趁机占我便宜。你说什么？哦，我煮了醒酒汤，你快起来喝点。明明昨天晚上也没喝多少，怎么就醉成这样了？李北辰，你是不是在酒里放了什么东西了？你自己不会喝，还要喝那么多，能怪谁？我喝的是果酒呀，不会醉。你忘了后来你又爆出来一壶女儿红，要尝尝吗？你喝了好几杯，我根本都拦不住。女儿红？娘，你嘴唇怎么了？啊，嘴唇？李北辰！昨天是你非要抱着我啃。你说什么？我脖子还被你咬了血印呢，你不信你看。李北辰，敢占老娘便宜，去死吧！喂，我才是受害者，我才是啊！昨晚明明就是你非要亲上来，而且咬着我就不松口，我是太疼了才去掰你的嘴，谁知道你直接就撞了过来，嘴唇磕到我额头上，当时还出了血，把我吓够呛。就算后来给你上了药，可还是肿了起来。而叶青罗在痛定思痛后，是觉得不能再让他这么住下去，否则呀，早晚还得出事儿。你怎么还不走？等着我拿棍子赶你是不是？叶青罗，昨晚的事儿
我想我还是有必要解释一下的。其实昨晚……够了，我不想听。既然我们的关系早就已经说清楚了，你就更加不该住在我这儿。私塾不是有地方住吗？我当然可以住私塾，可是叶青罗，你有没有想过孩子？他父母不在一起，你让别的孩子怎么看他们？还有村里人，他们本来就喜欢说闲话。若是我这个时候搬出去，你又要如何自处？可是早晚都要面对，不是吗？是。等我走了，你可以把全部责任推在我身上，人们也不会太过攻击你们。可是如果现在我走了，你自己想想，孩子们该如何自处？你要是实在不放心，那就在偏房加道门吧，这样我想随便进你屋里都比较困难。其实昨晚的事儿，我大致也是想起来一些的，好像真的是我主动亲了你的，可是你把我嘴都咬肿了，这让我不能忍。我是真看不出来你是这种人，简直卑鄙。就算家道门，我还是希望你尽快结束这件事儿，我不可能一直和你在同一屋檐下。好，我知道了。这天秀珠又哭着回来了。二哥，我该怎么办呢？程子怡他是铁了心不想要我了，我都跪下来求他了，可他还是不为所动。事情闹成这样，你要我怎么办？可是二哥，子莹对我还是有感情的，这次是他父母死活不肯接受我了，还当着我的面说他若要我就要和他断绝关系，所以……哎，好了，你先去把程子莹叫过来，我和他聊聊再说。二哥，他要是实在不肯要我，我又该怎么办才好？放心吧，子莹不是那种决绝的人。秀珠，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真心悔过，想和子莹好好在一起？当然，我当然是真心的。这会儿我才知道有个家的重要性。好，那我也就帮你这一次。可若是下回还发生这种事儿，你就不用来找我了。我知道的，二哥，我也知道你的顾虑。娘她确实跟我说过话，让我无论如何也要跟着你们去京城，让我依靠着你。可是二哥，我根本就不想去京城，我只想要我的孩子，我的家。那就好，你回去跟程子莹说，就说我要见她，就算和离，也要前来说清原委不是？好，我这就去。子莹，你是真的想好了，再不肯给秀珠机会了是吗？二哥，我是最不愿意事情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而且孩子还小，秀珠她心肠不坏的。其实你们之间的阻碍已经没有了，你又何必固执？秀珠她根本没有自己的立场，今天她可以走投无路重新回来，以后她会不会又因为别人的几句挑拨继续回来闹呢？二哥，我是真累了。那你想过孩子吗？这么小就没了娘，你确定你给他重新找个娘能对他好？我并不打算重新再找了。哼，子莹，你不该自欺欺人的。算了，我还是带你去看一个人吧，他也许能够给你清晰的答案。二哥，这是谁家？他伸手指了指那缩在墙角吃力砍柴的孩子，因为柴火已经把小人都挡住了，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你说那孩子有几岁了？看着7、8岁吧，反正看起来很小。13了，是不是意外？13怎么还这么瘦小？那是因为他常年营养不良，根本就不长身体了。还有，他的腿被打断了，
看到鼻子上缺的一角吗？那是他娘拿砍刀砍没的。这，哼，那当然不是他亲娘了。我听村里人说，他亲娘是在他3岁时没的，后来没过几年，他爹就又娶了一个，然后他们又生了几个孩子，而他们……对了，他还有个亲姐姐，刚满13岁，就被嫁给了一个老头。前2年，那姐姐还能照顾他一些，如今那老头死了，他姐姐也就自身难保了。知道为什么打断他的腿吗？因为这样，他就还可以被扔去街上乞讨。其实，像这样的孩子，每个村子都有。你若不信，回去打听打听，就知晓了。二哥，我先回去了。本来我以为二哥只是单纯的来劝我，没有想到你直接中我的心。是的，我承认，二哥真的赢了。看到那些，我再也无法再狠心了。这一刻，哪怕我是对秀珠没了感情，也不会再动合理的想法了。玉儿，你娘今天又做好吃的了，咱们要多吃一碗饭了。爹爹，你回来这些日子都长胖了呢。胖了？没有吧？有，真胖了。叶青罗，这汤喝了应该不会发胖吧？羊肉汤怎么会发胖？你放心喝吧。那就好。早知道羊排还能熬这么好喝的汤，我早就去买回来了。谢艳玲，你再吃就更肿了。我怎么会肿呢？我天天锻炼身体呢。闺女都说我胖了，看来是时候要控制体重了。谁知道，这时候李老头就带着李元昭过来了。嗨，乔晚来的不是时候。你们吃了吗？还没来得及呢。哦，不过我们一会儿回去吃。坐下，一起吃点吧。嗨，青罗，实在是麻烦你了。我这真没想到你们吃饭这么早。一家人说什么麻烦？玉儿，我还从来没喝过这么香的汤呢。那云昭哥哥就多喝点。爹，你来到底有什么事儿？青罗想必也跟你说了，我们准备分家了。所以，你是打算怎么分？什么时候分？北辰，你都有这么好的房子了，应该也不在意李家那点东西了吧？这儿的房子是你们给青罗的，至于分家，我当然也可以不去牵扯那么多。不过家里属于我的那部分，还是要规划出来的，以后也好由我留着给你养老。你也要分，还要分来给我养老？拿我自己的东西给我养老，这不是闹笑话吗？可是北辰，这房子再怎么说也是我花了钱的，你花钱是为了赔偿不是吗？当初你们赶他们出来时，就只给了这2间破草屋，怎么现在又想要回去？不是，我也不是要回去，就是想着既然分家，就应该把家里的财物都算进去。要我再提醒你一遍吗？这里是叶青罗的独有财产，和你李家没有关系。好，这就算是叶青罗的财产吧？不是就算是，是本来就是。那家里怎么分？你要不要去看看？好啊，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分？我回去一趟就是。这件事说不清，以后也是后患无穷的。那个明天吧，我跟李正都说了啊。当然，你要是忙的话，其实分家这么大的事儿，就算再忙，我也会去的。
你放心，我不会耽搁了。送走李老头回来时，叶青罗已经在厨房收拾了。我来收拾吧。不用了，都快好了。本来不想给你添任何麻烦的，可是总是事与愿违。很正常，只要你还在，他们怎能不费心拉拢你呢？快了，青罗，很快，这些麻烦都会过去的。你总是说快了就快了，我不明白你在等什么。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的。算了，我不想听。我就知道你是聪明的，有些事儿不知道更好。叶青罗不知道李家分家到底是不是顺利，不过听说李老大把桌子都掀了，最后还是李正一锤定音，让他们可算是安生下来。先送俩孩子回来的是谢艳玲，这个平时嘻嘻哈哈，看到吃的就走不动路的家伙，今天竟然一脸忧色，心事重重。叶青罗正要问他怎么回事，谁知他留下孩子便道：我先走了，北辰可能也会晚点回来，你们不用等他。小宝，他是怎么了？娘，可能是要出事儿了。出事儿？出什么事儿？娘，就今天早上，四叔去了个面生的男人，是去专门来找他们的。后来他们不知道说了什么，就开始神色不对了。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这些话，在外面千万不可乱说。我知道了，娘。不过娘，我觉得那个人可能是个危险的存在。小宝儿，可不许胡说。也许只是仰慕你爹他们才华罢了，不为别的。他想着5亩的庄稼，自己一个人收着是有点困难的。本来还和刘寡妇商量着，不然请人帮忙。然而他们才到地里，就看到李北辰带着2个孩子和谢艳玲已经在地里收辣椒了。青罗，你怎么来了？这些交给我们来收就可以了。眼看他要抬手擦汗，啊，不可以，抹了辣椒的手不能摸脸的。另一边谢艳玲就辣了眼睛，好痛，好痛啊！我眼睛要瞎了。都跟你说了，摸了辣椒的手不要触碰眼睛，你怎么……来不及多加责怪，急忙拿水帮他清洗，还不忘用手绢帮他擦拭着。李北辰看着他照顾别的男人，心里格外不爽。让我来吧。你自己手都辣成那样，还是别碰他了。疼，好疼啊！来，我帮你吹吹眼睛，可能会缓解一点。这让李北辰就老大不乐意了。我来吹，能有多疼？我看他就是装的。李北辰，你骗我来收庄稼时可不是这副嘴脸。行了，我帮你吹，这还不够诚意？不要，你离我远点。娘，这些庄稼都是咱们家的吗？是呀，都是我们的。那我们今年冬天就再也不怕没饭吃了，是不是？就算没有这些，我也不会让你们饿着的。娘，你真好。青罗，李北辰，你来的正好，看我炒的芝麻香不香？确实很香。看他像个孩子一样馋嘴，他忍不住上前将他揽在怀里。李北辰，你又发什么神经？叶青罗，我们去把和离书办下来吧。我想，我应该要住到私塾去才对。好呀，你终于想通了，那我们找个空闲就快去办了吧。那就现在吧，李正也有空闲，我们去就可以办下来。李北辰，你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就是想，既然我们都已经决定好了，那早点做出抉择也是好的。可是，青罗，你不会不舍得了吧？如果你后悔了，不想和我和离，那我……你想多了，我巴不得早点和你撇清关系呢。好呀，不是今天有空吗？那就去办吧。好，走吧。叶青罗，你认真的吗？
你真要和李北辰和离？是的，我想好了，请你给我们纸笔吧。我已经写好了。李北辰从怀里拿出了早就写好的和离书，放在桌上道：只要签字画押，让李正盖个村章就行了。青罗，你若不愿，我还是会。李大人多虑了，我早就求之不得呢。他重重地签了字，画了押，便头也不回地先走一步。只希望这样就能让你远离是非麻烦。李北辰不想走到这一步的，可是朝廷突生变故，他已深陷其中，如今已是不能袖手旁观。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把孩子撇得干净，免得被他所累。你怎么不签？是后悔了？不，我想拿回去再签。可是这不合规矩。然而在李北辰面前还要什么规矩？他不签就不签吧。青罗，你好好照顾自己。你少在这儿假惺惺的，我看你是因为外面的相好的找来了，所以才这么迫不及待的拿和离书吧。这也是你肯成全的缘故。青罗，我还要谢谢你的。李大人不用客气，那我就祝你和你的新欢白头到老，早生贵子。还有，以后不要随便来我家转悠，坏我家的风水。好。你这种有气还说不出的感觉，这真的是很让人崩溃。头一次有种想刀人的冲动。李北辰这一走，村里人自然要胡乱的猜测了。哎，小宝、玉儿，你爹娘真的和离了吗？哎，那你们要以后跟着谁呀？玉儿听了这些话就只会伤心，而小宝则叛逆了起来。这2天他拿着鞭子已经打伤4、5个孩子了。你把手伸过来，你说你下次还要不要再打架，还要不要再欺负人？娘，你别打哥哥了，他知道错了，他以后不打人了。你说，你到底知不知错？手心儿都打得泛了红，孩子还是倔强着。我没有错，谁让他们嘴贱，他们就该被打。你说，你到底认不认错？我没错。嘴上还是不认错，他都快被气疯了。还是李北辰跑过来拦住了他。青罗，你别急，让我和小宝谈谈。李北辰，都是因为你，都是你。小宝，我们聊聊好不好？你是谁？我们不说，我没什么跟你聊的。我知道你是在生我的气，可是你用这样的方式反击，难为的只有你娘。我不信这几天你看到别人为难你娘，你没有一点触动。小宝，你和我不同，你是你娘最结实的靠山呢。他终于触动了几分，虽然没有和他说话，不过还是走了出去，这代表他愿意和他聊聊了。哎，小宝，我知道你一直在怪我，你嘴上不说，心里还是希望我留在你们身边的吧。哼，你想多了，我们有没有你都一样。小宝，爹爹从不说谎，爹爹说要陪在你们身边，就一定会陪在你们身边。如今暂时拉开距离，我也有我的迫不得已之处。又是迫不得已，你说你要放弃京城的一切，你说你要重新开始，甚至还找了个教书的工作，你让我觉得你真的要重新开始了，可是现在又说迫不得已。我看你若实在放不下京中一切，倒不如干脆利落的离开，总比你这样一直虚伪要好很多。小宝，我没有放不下京中一切。爹爹今天给你讲个故事吧。
故事。李北辰把自己的经历以讲故事的方式告诉了小宝。你是说那个糊涂父亲会杀了自己的儿子？没错。所以你说故事的主人公是不是该想办法保住那孩子的命呢？小宝喃喃着。保住他是不是就等于保住整个大家了？是。所以就算有些冒险，是不是也是值得做呢？你说的那人真的过了那样的6年日子吗？我不恨了，也不怪你的反复无常，至少此刻我知道了，你为了留在我们身边，真的用尽了全部气力。你是我心目中喜欢的爹爹的样子。对不起娘，是小宝不懂事儿，小宝以后再也不惹娘生气了。好孩子，娘知道你明白的。娘。李北辰，刚才谢艳玲交给我一封信，说是留给你的，好像有点不对劲。李北辰脸色骤然一变，接过信只看了一眼就匆匆跑了出去。还疼吗？不疼娘，下次我再不听话你就使劲打我，不然我不长记性。好了，我给你擦药。小宝，我们得适应这样的生活。娘说过了，爹他注定是无法陪在我们身边的。如果你接受不了他离开，那……娘，爹他，我会好好调整心态的，也再也不会为这种破事儿再胡闹了。还有那鞭子，当初给你练习是要你保护自己的，可是你现在却拿来伤人，我觉得有必要把鞭子收回来。别，娘，我以后再也不会拿鞭子伤人了，你别收回好不好？我会去和他们道歉的。不行，私塾的孩子都小，他们见你拿鞭子伤人，那以后会不会有样学样？那些家长看到你还带着鞭子，又怎么放心自己孩子和你一起读书？所以鞭子必须收回。娘，我能答应你，每天早晨起来练1个时辰，其他时候不可以带。小宝，爹爹跟你说了什么吗？他说以后家里只能依靠我了，如果我再让娘失望，娘会很难过的。是呀，往后你就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了，你得成为娘的后盾。娘，我告诉你一个秘密。秘密？娘，今天有个男人来找爹爹，还在爹爹住处待了好半天。所以呢，玉儿看到那男人是女人扮成的，他在爹爹面前松了发戒，还差点脱了衣服，是爹爹拉住了他。不过他还是趁机抱住了爹爹，分明就是想占爹爹便宜。这件事儿，玉儿可不要和别人去说。还有爹爹他……娘，爹爹他是不是要和别人在一起了？他要给玉儿和哥哥娶个后娘了。玉儿乖，爹爹的事儿以后再说，咱们先洗手吃饭吧。小宝，你总是惹娘不开心，如果你实在无法兼顾，那么不如远离我们。我说过，我们没有你也一样过得很好。小宝，告诉你娘，让她好好照顾自己。小宝不肯理他，转身就走。你看啊，这可不是我招惹他的吧？你说他主动找上门，我是不是……你敢？他非要找我麻烦，我怎动不得他？若不是你一开始算计他的生意，他何至于盯着你不放？我还是那句话，立刻回去。若是伤他分毫，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你就为了他凶我？北辰哥哥，他配吗？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立刻回去。我不走，这次可是你们县令不让我走，反正我自己也不想走。北辰哥哥，我就想待在你身边。公主，还请慎言。如今皇上虽然病情反复，可是朝中大臣也都盯着各位皇子公主的一言一行。你这样贸然的跑来，根本就是给我们制造麻烦。北辰哥哥，我真不知道你们到底还在犹豫什么。父皇他明明都已经不行了，你何不赶紧带着三哥赶回去，迅速把皇位拿下？到时候那高贵妃再搞些小动作，你们直接一刀了结了他就是。何必这样畏畏缩缩、躲躲藏藏呢？多余的我也不与你说，总之尽快离开，越远越好。那你到底知不知道三哥在哪儿？他现在一个人在外面可是很危险的。我不知道，也不想招惹这场是非，所以以后不要再来了。北辰哥哥，难道你就甘心一辈子待在这个破山村吗？就陪着那女人挣那仨瓜俩枣，你就觉得知足了？我要做什么，轮不到你在这儿指手画脚。我再说一遍，你立刻离开。北辰哥哥，那个女人会害了你的，你为什么非要执迷不悟啊？够了，明天早上我不希望再看到你。我不，我的人还在大牢里，他不出来，我不走。他犯了事儿，自然要付出代价。你若保他，只会损伤自己名誉。公主，还是自己掂量着吧。北辰哥哥，我到底哪里不如他？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呢？谢昭，你要我再提醒你多少次？我有妻子，就算没有，臣也高攀不起公主。你又拿这话推辞，你明明知道父皇他本来有意将我许配给你，我也是为了你才愿意背着父皇帮助三哥的。可你为什么就非要拒我于千里之外呢？我不知道皇上有什么意思，我知道我李北辰有妻子，对公主，微臣也永远只能是臣下，还请公主时刻谨记。北辰哥哥，李北辰是直接头也不回的就走了，你会后悔的，你一定会后悔的。叶青罗睡得迷迷糊糊，恍惚中觉得耳朵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那感觉就像是院子里有人走动一样。叶青罗则提着油灯前来开门，然而他门才一打开，还没看清外面的景色，就被从天而降的黑影挡了视线。别动，我们主子要见你。然而还没等喊出声，就被人从背后一掌拍晕过去。这面前女子不就是那天去给李北辰送药的女人吗？这一想，所有的一切都能解释清楚了。孩子呢？我的孩子呢？你也不问问我为什么请你过来，竟只想着孩子。不过你放心，他们是北辰哥哥的孩子，我不会伤害的。既然是冲着李北辰来的，又何故把矛头对准我们孤儿寡母呢？哼，孤儿寡母，竟然知道自己是孤儿寡母，难道不更应该低调一些吗？怎么你还天天要装可怜帮助北辰哥哥呢？我从来没有绑住过他。住口！哼，就你这货色也配他费心思。不过你不是一直都在找我吗？今天呢，我也算是来成全你的。这位姑娘若是冲着李北辰而来，我想你现在用力的方向是错了。因为我和李北辰已经和离，你针对我没有半分意义。哼，我当然知道你们和离了，不过北辰哥哥的前妻在外抛头露面，这实在是丢人现眼。当然了，北辰哥哥不好出面阻拦，那我就只能替他帮把手了。所以李北辰一开始就是知道的，他果然和这女人是一伙的。可
可是他既然不愿意，为什么就不能当面说清？这样背后使计的卑鄙行径，实在是让人恶心。我们并不会打扰到你们的，所以请你尽快的放了我们。如果实在见不得我们，我们可以离开的，永远不出现在你们面前。哼，你肯这么识时务是最好的。要知道北辰哥哥这5、6年可都是有我陪在身边的，我们的感情啊。不好意思，我并没有兴趣了解你们的感情史，我只想知道我的孩子在哪。孩子呀，你那孩子呀实在是欠管教，刚才不仅打伤我的人，而且还冲我吐口水。我觉得呢，我很有必要去好好的教育教育他。你孩子还小，你有什么冲我就是。哼，那你就求我呀。我求你。就是嘛，像你这种女人呐，就应该低调做人，好好做你的下等人，何必那么不服输的做些让人讨厌的事儿呢？明天就把店关了，带着孩子离开这儿，最好一辈子不要出现在北辰哥哥身边，你能做到吗？我答应你，求你把小宝给我，我只要孩子。孩子我当然会给你了。他吩咐下人拿来50两银子，放在他面前道：拿了钱给我磕个谢恩头，我就放你们走。我要看到我的孩子。去把那2个孩子带过来，让他看看。他害怕孩子受到任何伤害。然而俩孩子还是被人提着过来了，玉儿一直在哭，小宝脸上身上都有伤。小宝，快些谢了恩不就能走了吗？磨磨蹭蹭的做什么样子啊？娘，不要，我们没事的。还真不像我北辰哥哥的儿子，一点变通都没有。我只是让他认个错，你说难吗？谢谢姑娘赏赐，求姑娘放过我们。娘，不要。行了，看你这么听话的份上，我也就不为难你了。明天一早你就收拾了东西滚蛋吧，我可不想再看到你们了。是。银子他抱在怀里，小宝他背在后背，拉着玉儿一起离开。如果不拿银子，女人肯定不放心，所以就让他把自己当成贪财的女人吧。去把刘寡妇叫来，让她请个郎中照顾你和哥哥。娘，你要去哪儿吗？娘去给你们买点吃的。可是娘，哥他只是一些皮外伤，没事的，我很快就会回来。娘，你等着，我和你一起。我或许知道娘要去做什么。小宝，在家等着娘。想来想去，好像除了那个人，我们也没有可以求救的对象了。只是那人真的不是和他们一伙的吗？我可以信他吗？叶青罗去而复返，这是他们都始料未及的。他并没有和他们正面冲突，只说掉了东西在这儿。掉了什么在我这儿啊？会不会是银子太重掉在路上了？不等谢昭反应过来，他直接一巴掌就挥过去。我丢了尊严，我手里拿的巨多，你若不听我的，咱们就同归于尽。叶青罗，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才不管你是谁，我只知道你动我儿子，你就该死。你想怎样？我都答应你，我答应你。现在知道怕了，有点晚了。准备马车，让他们都不许跟踪。快去准备马车，快去准备！叶青罗是直接拖着谢昭一路狂奔的，明知道后面肯定有人跟着，他故意在山脚下停下来，自己下车，让马继续走。我错了，叶青罗，求你放过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求你了。
现在来求我，你无缘无故招惹我，欺负我们孩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兔子急了还咬人？我没有想伤害你的，我只是想让北辰哥哥跟我走，我就想要他。要他你去找他呀，你找我做什么？生我孩子又是做什么？说说吧，你们是怎么打我儿子的？我今天得一分不少的讨回来。你说清楚，到时候可别说我欺负你。不要，那孩子是自己伤人，他们还手才受伤的，我没有故意打他。叶青罗，你最好还是冷静一点，你知道动了我的后果吗？叶青罗上前一把掐住他的脖子。后果？你就说孩子脸上的巴掌印儿，是不是你打的？他敢吐我打他都是轻的。叶青罗，你知道只会害死你们。叶青罗直接一巴掌扇在他脸上。就算死了，我也要拉上你一起。你不是就喜欢打人吗？不是喜欢这么居高临下吗？今天我就让你好好尝尝。你敢？他是毫不犹豫的一巴掌又一巴掌的招呼到他脸上。打我儿子，这就是你的下场。叶青罗，本宫可是公主，你敢打公主，你怕是真不想活了。公主，这确实让我意外。知道你身份不简单，不曾想竟是这样的不简单。叶青罗，你识相就快放了我，否则我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既是如此，那我就更加不能留下活口了。公主，你就下辈子再当吧。你敢？敢？有什么不敢？身后来人匆忙喊住：青罗，不要！看着谢昭激动地爬起来。北辰哥哥，青罗，你没事吧？都这个时候了，李大人何苦还要装模作样呢？北辰哥哥，这个女人她疯了，她要杀了我，我一定要把这事儿禀告父皇，我要诛她九族。为什么要招惹他们？我没有招惹他们，是他叶青罗非要步步紧逼的调查我，所以我才跟他打声招呼的，谁知道他竟这么发狂。李大人既然找来了，那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但是你们要动我孩子，那我绝不放过。青罗，孩子怎么了？他不明白，他来时只听玉儿说的糊里糊涂的。李北辰，你觉得你这个时候还在我面前演戏有意思吗？我早就说过了，我不管你要娶谁，我们不会去打扰你的。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还要这样不依不饶？你们到底要我们怎样？青罗，我没有。正要解释，突然听到大量官兵过来。其余的事儿我回去跟你解释，现在你快些走。我不走，我叶青罗敢做敢当，大不了就是一死。够了！你要不想孩子担心，就立刻回去，立刻！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转了身。不能让他走，他绑架公主，必须斩首。喂，你逃不了的。你要不怕死，你就尽管暴露你的身份。可是北辰哥哥他……一会儿官府来人，就按我说的去做。我不会配合你。今天本公主就是被绑架的，劫匪就是叶青罗。那么今天绑架公主的人就是微臣，劫匪
亦是微臣。李北辰，你敢威胁我？这不是威胁，这是事实。话音刚落，衙差已经赶到。衙差一看是李北辰，都愣了，公主身边的人也愣了。不是个女人吗？请带我去衙门候审吧。李北辰，我这次不会管你，你要护着他，你就替他去坐牢吧。他义无反顾，决然地跟着衙差离开。这不像是假的，李北辰他们不是一伙的。可是我应该相信他吗？或者这又是他们演的另一个苦肉计？毕竟那位公主可说了，他们可相守5、6年了。这其中到底什么是真的？李大人，郑宪，你来了。李大人，我知晓这事儿肯定是另有隐情，你为何不说出来，也免得损害你的声誉？我所说的就是全部实情。郑宪，按照法条来判就是了。可其余的就不要再说了。郑宪，你未来的职位一定是不止步于这里的，实在不用因为我再去费那些心思了，如此反而会连累了你的功绩。只是如今朝中局势，你想脱身已是不易，加上妻子孩子，只怕你更加分身乏术了。我何尝不知如今局势，只是一直想要推开他们，现在看来是不成的。公主，如今全西县我们是待不得了。这里的于县令是个为人正直的，若是他真要审案，您公主的身份必定瞒不住。那又如何？公主您忘了，咱们是悄悄出来的。若是让高贵妃知道您出来了，还在这惹了这些事儿，只怕……怎么，他还敢对本公主下手不成？哎，他倒是不会对公主如何，可是你也该想想宫中被贵妃压制的兰妃，她可是公主的母妃呀。他就那么愿意护着她呀？宁肯为她老死监狱，也不肯向本宫低头。他就那么喜欢她？公主，李大人肯定是因为孩子才会这么护她，毕竟如果他没了，孩子就必须由大人管了。公主难道想以后进门就给那2孩子当娘？呸！就他们还配当本公主的孩子？是了，明知公主容不下孩子，她自然要留着那女人照顾他们了。你说她留在这儿帮那女人做生意，是不是也是为了以后抽身做打算呢？这么说，她这些日子给我说的狠话都不是真的？当然啦，想当年榜上有名的学子那么多，而您一眼就瞧中了她，这就说明了你们之间的缘分。虽然如此，可那时他还是已经成了亲的。可他如今不也是为了公主和离了吗？若说他对公主无意，那这些年你隐藏身份在他身边，他不是对您多加照顾吗？公主她心里一定是有你的，而你可千万不要因为这一时赌气，毁了你在他心中的地位呀。那我们快去县衙亲自把他接出来。再不过他们也已经和离，等过段时间他也必须回京，到时候我求父皇一道圣旨，应当不难。可不是嘛，公主，眼看着好事将近，可不能关键时刻出了差错呀。对，我必须尽快把北辰哥哥救出来。原先的5、6年我都等了，如今就更要沉得住气才是。总之，他早晚都是要娶我的。谢昭在牢房不远处的茶馆等着，他特地交代了牢头，让他告诉李北辰在等他。他想着他都放他出来了，也不再追究那个女人罪过，他应当是急不可耐地跑过来跟他道声谢谢才是。可惜他翘首以盼，却没有等到李北辰过来。于是从监狱出来，他就没有丝毫犹豫地回来家里。
叶青罗正在小心翼翼地给孩子上药。看到孩子脸上的伤，他心口是窒息般的难受。要是疼的话，就要告诉娘，知道吗？我知道的，娘。爹爹，你回来了吗？玉儿身上可有受伤？他们打我，被哥哥拦住了。爹爹，你真的要给我们娶后娘了吗？是那个女人吗？她好像并不喜欢我和哥哥，我们害怕以后还会被她打。傻孩子，爹爹不会给你们娶后娘的。玉儿，要相信爹爹。真的吗？那爹爹不娶她，他还为什么要来找我们麻烦？而且还是大半夜，玉儿睡得正香的时候。那以后，玉儿是不是就不能睡得那么香了？万一坏人又来了，可怎么办？不会的，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听说已经在找工人制作辣酱了，那辣椒酱确实很好吃。你总是能做出这么多千奇百怪的东西。李大人想说什么不妨直说，这样拐弯抹角并不是你的风格。我知晓你心里是怎么看我的，也知道你的怀疑。我并不想过多的去辩解什么，毕竟你和孩子如今遇上的麻烦，不可否认的就是我带回来的。李北辰，你是不是……我想我是躲不掉了。早就知道你早晚都要走这一趟的，你放心的去吧，我会好好跟孩子说，让他们尽量理解你。青罗，我怕要带着你们一起了。你说什么？你还不明白吗？我没办法把你们置身事外了。如今无论我把你们抛得多远，他们还是不会放过你们的，所以留在我身边吧，我不会给他们任何机会。我承认你惹的麻烦确实有点棘手，可是李北辰，我们不想陷入朝中动荡。我早说过，我和孩子只想过平稳的日子就够了。如果这里容不下我们，我可以带着孩子去别处的，我们可以藏起来。你还看不出来吗？谁也躲不掉了，我们已经都被盯上了。青罗，我知道你想过怎样的日子，可是现在不行了。不过我答应你，很快我就让你们回归平静的生活。我说到做到。怎么会这样？我已经和你和离了，为什么还要盯着我们？因为孩子的父亲是李北辰，他们必须承受这些。没办法，这是他们的父亲给他们带来的麻烦，他们真的很倒霉，可又不得不接受呢。我不知道我们深陷到了何种地步，可是我还是不想离开。京城太过繁华，我怕我们会迷了回来的路，我暂时不想去。好，如果你还不想离开，那我就留在这儿陪着你们。只是若最后万不得已，你可不可以听我一次？听你什么？到时候再告诉你。公主气急败坏，恨不得要找来了村里质问李北辰。她如今都卑微成这样了，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对她？然而在她脾气就快要压不住时，李北辰终于还是来见她了。面前被打废扔在地上的全是那天他派去村里挟持叶青罗以及和孩子动手的几个侍卫。北辰哥哥，你这是做什么呢？公主身边既有奸人，臣身为下属，自当替公主分忧，免得又叫奸人交错的公主。若有奸人，又何劳北辰哥哥亲自脏了手呢？
告知本宫，本宫自当从严处置了。公主放心，守护公主走向正途，是为人臣子的本分。北辰哥哥，我听闻父皇他已经下旨召你入宫呢。不如北辰哥哥同我一起回去，正好我手下可用之人也不多了，北辰哥哥也可一路护我周全。皇上若有诏书，臣自当赶回。只是目前臣并未见过诏书，所以不能随公主回去。公主若实在不放心，臣自会派人护送公主。可是你就本应该回去的，如今朝局正乱，你身为太傅，自当回去为太子主持公道才是。时间不早了，臣已经吩咐他们准备妥当，公主自可启程回京。北辰哥哥，微臣恭送公主。这是逼着他离开，他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最后眼睁睁地看着李北辰把他送到城门口。村里这几天又不大太平了，虽然说随着谢昭离开，那件事也算顺利地接过去了，可是村里的一些猜测和风言风语也无形中传了出来。于是一些胆大的男人得了机会就想试探一二。小宝娘，你这是上哪儿去啊？回家。哎，这天色还尚早，你这么着急做什么呀？就是离夜里还差些时候呢。你们再不让开，我就喊人了。喊人？哼！听说小宝娘夜里喊得更加销魂，可惜我们兄弟没听着。我劝你们让开。还装呢？要不这样，你说口价，我们夜里去找你。两位请自重。自重？都这样了还装模作样的？我们又不是不给你钱。我还听说你也不是头一次夜里去私会男人了。真的吗？他都私会谁了？反正我那天5更起床，看到他衣衫不整的从山林出来。哎，你说一个女人那个时候去山里，还衣服头发都乱着，她能是去干嘛呀？要不你试试，我们兄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他瞥见不远处有个臭水沟，于是假意为难道：这大白天的不合适吧？哎呀，没事儿，这会儿没人过来，咱们去前面的后山，那里有的是躲藏的地方。你放心，小爷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既然两位这么有把握，不如去地下的土坑边上，咱们先试上一试。好啊好啊。哎呀，小娘子，你也快些过来呀。来了来了。呀，那深坑里是不是有条蛇？哎呀，那里怎么会有蛇呢？那是臭水沟子，咱们不用管它。那不行，我最怕蛇了，要是有蛇，我可就没心情了。哎呀，好，我们去看看。你们看仔细点儿，可别叫那东西上来咬人。两个男人聚精会神地看着臭水沟子。哪儿呢？哪儿有蛇呀？叶青罗不动声色地上前。那不是吗？一人一脚，扑通一声，两人就先后地落进水沟里。你们好好找找，找不到可不能上来哦。男人挣扎着想开口喊，又怕惊动了人。您今天来看孩子吗？叶青罗，
你还敢提孩子？你也不看看你干了什么好事儿，自己不要脸面也就算了，竟然连孩子也叫你连累了。不知我是做了什么好事儿，竟要叫你一个生人大老远的跑过来这般说嘴。生人说嘴？叶青罗，你可真是好样的。我是不是好样的，跟你好像也没多大关系吧？毕竟我和你儿子都和离了，如今连他上门也须得趁着我心情好了，客客气气的说两句好话才能进来。不知你又是怎样的身份，竟就这样闯进别人家里，多加指责？你怎么如此藐视长辈？长辈？不好意思啊，对于倚老卖老的长辈，我向来都是如此。还有，孩子是我和李北辰的，有什么事儿，我们自然都会商量解决。而你这样动不动拿孩子来说事儿，未免不合适了。或者，你对你儿子的安排有什么不满，也该直接同他去说，而不是来说教我什么。好啊，我是真看不出来，我们北辰原先娶的竟是你这种女人。好，你既然不怕丢人，我自不说什么。可是孩子是我们李家的，他不能跟着你丢人，我们李家也绝不让你这女人抹黑。你们李家还用别人抹黑吗？我倒也奇怪，当初把孩子从家里赶出来的时候，你们是一句不提他们是李家孩子。如今李北辰回来了，你们倒是天天拿这句话来恶心人。你不觉得这话很让人反胃吗？你孩子必须交出来，这次你不同意也不行。不好意思，这事儿你还真管不着。如果没别的事儿，就请回吧。小宝，要不然你和妹妹这些日子就先和爹爹一起去住私塾吧。我可以不在乎别人对我的抨击，可是孩子不行。我哪里也不去，我就留在娘身边。他们要是再胡说，我就撕烂他们的嘴。好了，小宝，我们不必在意别人怎么说。青罗，到底谁那么恶毒啊？竟然说出这么扯的事儿。谁知道呢？不过，谣言止于智者。你看村里有几个智者，他们看你过得好了，都巴不得你倒霉呢。对了，刚才我来的时候听说村头有2个男人被抢劫了，2人衣服都被扒了，说是遮住树叶回来的。也不知道这村里怎么了，治安这么不好。咱们不管别的了，明天跟我一块来收红薯吧。行呀。北辰呀，哎呀，说实话，你那大嫂子呀，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几年前你哥去工地上，他在村里和那二赖子眉来眼去的，这事儿啊，还让那二赖子嘚瑟好几年呢。今天看到自家公公都气成那样，他心里说不出的得意。这回我倒要看看他叶青罗还拿什么嘚瑟。大嫂，北辰回来了，我去叫。我找大嫂。大嫂，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北辰啊，你可能是有些误会了，那些话真的不是我传出去的，我没有说，真的。是吗？他从怀里不急不慢地拿出一个手帕。北辰，你这是？这东西是二赖子给我的，他说是大嫂送的，上面的花儿还是大嫂亲自绣的。你说我把这个交给大哥，他……别！当年我也是一时冲动，这才和二赖子眉来眼去了几天，我们之间也就互相说话，送东西，最多就是拉了下手，其他的再没别的。可是如果这东西流出去，那我可就真解释不通了。我一定会把这误会彻底解释清楚的，一定会的。
3天时间，我只给你3天时间。如果我再听到那些闲言碎语，那我不介意让他们转移视线了。我知道了，我知道。李北辰死乞白赖的还要住在这儿，他知道他是想用自身攻破谣言。李大人自重，既然和离了，就应该保持距离。再说，我可不想听来自李大人家里的数落，说再因为我毁了李大人名声，我可承担不起。不管合离不合离，我都是孩子父亲，你不能阻止我陪孩子。玉儿，你愿意爹爹陪你吗？玉儿欢喜雀跃地跑出来。玉儿愿意。你看到了，是孩子们让我进去的。当初你说好了，绝不阻拦我和孩子亲近。可是你不能选白天吗？这么晚了，实在不方便。有什么不方便的？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有任何非分之想。你怎么还不睡呢？你说呢？略带几分宠溺，把他揽在怀里。好好睡觉，晚安。喂，李北辰，你什么毛病？哎，听说了吧？那2个喜欢调戏女人的死男人被人脱光了，扔在臭水沟泡了一夜。可不是，听说前1天就被教训过，谁知晚上又被人找了，直接拴着手脚堵了嘴扔进去的。这要不是张老头去倒夜壶，他们俩呀，估计还在泡着呢。还别说，那2人也算是罪有应得，天天在村里不是挑衅小妇人，就是吓唬小姑娘，这下被人收拾了，看他们还敢不敢犯贱了。哎呀，不过话说回来，他们这到底是嘴欠谁家媳妇儿了？谁知道呢？反正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这种祸害早就该教训了。青罗，你听他们说了吧？不就是俩混蛋被教训吗？什么混蛋啊？所以，那你听说的是什么事儿？就是你的事儿啊！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夜之间那些人竟然都改了口风，没有半句胡言乱语了呢。是吗？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连朱彩霞都出面替你澄清，她都为你说话，别人自也是不敢乱说了。那这还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呢。你想什么呢？你娘也喜欢来这儿洗澡。你这样子，该不会是想追求我娘吧？追求？是想。追求我娘倒也不是不可能，可是你得告诉我，你和那公主到底是怎么回事？原先是不是真的打算做人家驸马爷了？驸马？看来你是真想做人家驸马了，那你就没资格追求我娘了。不是的，我没有。哪怕只是曾经动过念头也不行，我娘她眼里是不容沙子的，我们也不容。如果你真是在2个女人之间做了对比，最后决定选择我娘，那我劝你还是做你的驸马吧。我娘她不捡垃圾。我怎么又成垃圾了？这儿子说我，可从来没有客气过。因为3心2意的男人本来就是垃圾。多余的，我也同你解释不清楚。总之，我从未对除了你娘的任何女人动过心。那你们那6年怎么说？他可是说他和你相伴6年，你们还曾经承诺同生共死呢。是，曾经他以丫鬟的身份跟随我们去了敌国。那时候我和3皇子随时都面临脑袋搬家，每次危险来临，我们也确实会许下同生共死的誓言。那就是说，你们真的朝夕相处了6年，你现在又说你不曾对他动心，可是瞎子都看得出他对你用情至深。你说你们6年什么也没发生，我怎么都觉不信。朝夕相处，这话也是他说的。是啊，还说你们都是同吃同住的。我和3皇子同吃同住确实不假，可他去了不到3月，就因吃不了苦头，故意暴露了身份。
最后要求敌国把他封为上宾。上宾，一个质子，他怎么敢提？是啊，就因为他的愚蠢，皇上被迫割了地，也是因为他，我们苦苦等了5年，才有机会反杀敌国。就这种公主，就该把她扔在敌国，永远不要她回来才是。她是皇上最疼爱的公主。那你在外的6年，除了这个公主，还有没有和别的女人不清不楚过？你觉得有那么一个女人在，还有谁敢和我不清不楚？说的也是，这么看来，我倒是可以帮帮你。毕竟爹娘如果能在一起，对于我和玉儿来说也是件好事。小宝，你觉得我机会大吗？不大。为什么？那件事儿我不是解释清楚了吗？不是事情的原因，可是我娘还喜欢有些钱的男人。你看你又没钱，外面还有那么些花花草草。要是我娘真和你在一起，就不是要另外再养你，还要分心对付外面的花草。你自己说，如果是你，你会喜欢自己吗？会吧。那你就别找我，我帮不了你。别，你再给我出主意，我坚决不让你们失望。这样吧，你就先学学挣钱，然后挣很多很多的钱，到时候我娘看在钱的面子上，也会同意和你在一起的。我觉得你娘不像是那么物质的人，或许人品更重要一些吧。人品有个屁用，又不能当饭吃。反正你要是不相信，就自己去试试呗。头疼啊，挣钱，我到底要做点什么生意才能挣很多很多钱呢？要不然去当几年贪官。晚上，李北辰为了好好表现，特意做了一大桌子饭菜。李大人真是越来越会炒菜了。这不都是跟你学的吗？青楼啊，那个，你很喜欢钱吗？你不说些废话吗？怎么，你打算给我钱？我没钱。没钱你提什么钱？我创业初期要不是差钱，这会儿不至于发展的这么慢。这饭呢，李北辰反正是吃不下了，自己跑到外面去吹风透气去了。小宝儿，他抽什么风呢？估计是穷疯了。穷？应该不至于吧，好歹也是朝中重臣，怎么会穷得吃不下饭？我估摸着他那重臣也就只是口头上的。你看看他，除了回来那几天口袋里有点小钱，现在都穷的只能吃馒头了。哦，所以他才非要来咱们家蹭饭吃。不过话说，他交出钱也不少吧？1月就3000，自己都养不活。你说他这样的娶个媳妇儿都难。这儿子是专门扎你爹心的吗？萧景荣竟然亲自赶了过来，推开门看到他明显的意外。少东家，你怎么来了？听说你在这混得风生水起，我自然要好奇的来瞧瞧了。怎么样，这小生意已经入不了你的眼了？若是有机会，谁不想以小变大呢？好，有野心，我果然没有看错人。说说吧，这次又给我挖的什么坑？乔少东家说的，我是那种会挖坑的人吗？你太是了。说说吧，你这辣酱到底有多少款式？给你厨子的那点辣酱，不过适用一些荤菜。如今我手里有一款五香粉，可是适用任何菜的。五香粉？怎么听着像是做了个荷包一样？我今天正好带了一点点，你可以让你的厨师随便炒几个菜尝尝，这样你就知道效果了。炒菜？
不是香粉吗？怎么又炒菜了？我说的是一种佐料，和你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是吗？你弄的一点佐料就能够让菜变了味儿？叶青罗，你怕是夸张了。我从不妄言，少东家还是试了再说。那就按你说的做，让厨师做2荤2素菜拿过来，记得要放这个。他把叶青罗拿的五香粉递过去。少东家，这是去做吧。少东家今年好像不大忙呀。再忙也得把你的事儿放在最前面呀。这话说的让气氛更加尴尬了，僵硬的笑着。少东家还是这么喜欢说笑话。对了，叶青罗，听说你前不久被人恶意针对了。是呀，只是些恶意竞争而已。也是，像你这种人，不遇到几个对手，那才叫奇怪呢。不是，我哪种人啊？一个具备饿死大半商人的女人呀。不，我是能拯救大半商人的人。好大的口气。少东家吩咐的，这菜自然炒得快。来，你们都尝尝，给出个评价来。最后连厨师自己也投了票五香粉，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了。他挥手让众人退下，继而准备单独和叶青罗谈谈。少东家不如随我出去看看，咱们边散步边聊。也行，正好我想活动活动了。少东家，你怎么总是盯着我看？该不会是动了春心吧？你怕是想多了。我就是发现才2个月不见，你长胖了不少。瞎说什么？谁胖了？哪儿胖了？萧景荣，你饭可以乱吃，话不要乱说好吗？你们这些女人呀，个个都免不了在乎自己的身形美貌。我看呐，你要是把在吃的上的研究用来研究减肥美容上，说不定会更快发财的。你就告诉我，怎么把你的五香粉给我？少东家急什么？既然我头一份拿给少东家，那自然是想与少东家达成合作的。你还能怕我藏了掖了不给你不成？我倒不是怕你不给我，我是怕你故意拿了点好东西就吊我胃口。你就干脆直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少东家怎么这么沉不住气了？对别人还好，对你我是真沉不住气。少东家，你这次来打算住多久呀？你想干嘛？少东家这么防备我是做什么呢？你给我买吃的，该不会是想多嘴吧？我给你吐出来！喂，你别那么夸张好吗？那你说，到底打什么算盘？就是想请少东家尝几道美味而已。你应该也听说了，我弄了个栗子店，一直想让你尝尝呢。那现在就去尝。不，今天你已经吃很多了，再吃栗子肯定挑剔，等明天再吃。切，我觉得真正美味是吃撑了也还能再吃几口，你这吃饱了就不让尝，想来也没那么好吃。这话说的，要不是正事要紧，我高低多弄点吃的，把你撑死算了。所以，我好好表现，抢着干活，就是为了让他没有后顾之忧的和别的男人逛街说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冤大头。男人嘛，就应该胸怀大度，不是？
我娘她不过是和人说说话而已，你不用那么激动。胸怀大度，不用激动。都这个时候了，这儿子还是一句话都不肯替我说呀。爹，你为什么不高兴呢？娘她也只是和那人吃了些东西，说了几句话。爹你可是和女人脱衣服了吗？脱衣服？什么脱衣服？玉儿，你不能乱说话的。我才没有乱说，我都看到了呢。你和女人脱衣服了，居然还有脸追求我娘？没有，我可没有做过这种事儿。玉儿，你真不能乱说话的。我没有乱说呀，就是那天在爹爹住的地方，我亲眼看到那女人穿着男人衣服去了爹爹房间，然后就开始散落头发，接着就解衣服，再然后……玉儿，你紧张什么？敢做还不敢当了吗？我就说不能相信你这种人说的话。我看娘和少东家挺好，起码他还有钱呢，干脆去喊他爹吧。什么？小宝，你这是诚心要活活气死我吗？爹爹，鱼儿说错什么了吗？哥哥为什么会生气？你又为什么不让我说你和那女人脱衣服呢？不是玉儿，其实那天的事儿不是那样的。总之，你不要出去再说了好吗？玉儿不会乱说的，娘都告诉玉儿了，那是大人的事，小孩子不可以多嘴。你说你跟你娘说了？说了呀，我当时就告诉娘了，我娘当时还生气了呢。不是，你都怎么跟你娘说的？就说了一个女人穿着男人衣服找你，还在你面前脱衣服，然后还抱着你不松开，好了，我总算明白为什么这些天青罗那么鄙视我了。爹爹，你没事吧？没事儿。少东家有没有兴趣大规模种一些？嘴里的烤红薯突然就不香了，吞下嚼了一半的红薯，道：这合着在这儿等我呢？少东家不必这么紧张，种这些你吃不了亏的。哼，说的好听，虽然你这玩意儿是不错，不过你也说了，我萧家生意涉及不到地摊儿，所以我种不了。少东家种多少我收多少，价格你定。你放心，只要你种1年，别的农户看到这东西赚钱，自然愿意种，到时候我就不难为少东家了。你打算让我种多少？至少也得50亩。50亩？你怕是疯？哎呀，你听我说，到时候你不仅红薯果能卖给我，后面还能卖红薯苗给各个农户，这简直是一举双得的。少东家，我真的不会叫你吃亏的，你相信我。可是，少东家，我相信你是有商业眼光的。你看我现在的地摊模式已经形成，到时候我做什么，加盟的人也做什么，这东西普及的广了，你说你种的还能废在地里吗？你是打算把摆摊做成商业模式？这不是该做的生意，已经被萧家捷足先登了。我们这些底层人也只能在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下点功夫了。那你的五香粉打算？当然是少东家要多少我给多少了。你就说要多少钱？不要钱。不要钱？你又耍什么别的花样了吧？
说吧，干脆让我一次性消化完了，免得一天一惊。就是我这原材料辣椒，你也知道，我家就那么几亩地，我吧实在是……又想让我给你种辣椒？这次又要多少？当然越多越好，不过至少也要100亩吧。什么？到时候提供给萧家的辣椒酱、五香粉，我加工费都不收，免费为萧家制作产品。当然，你的辣椒也只能是免费了，就等于说100亩地白给我叶青罗种了。叶青罗，你胃口太大了，这生意咱们做不了。那少东家好好考虑考虑，实在不行，我去找农户合作。叶青罗高高兴兴回来时，就看到家里冷冷清清的父子3人。小宝儿、玉儿，娘回来了。娘2个孩子欢呼上前，只是李北辰还是打不起精神。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每次这货心情不好，都会出点什么事儿。叶青罗，我有话跟你说。什么事儿呀？你这几天一直都和萧景荣一起是吗？是呀，他特意从京城赶来，我当然要好好招待了。特意来看你吗？看我？李北辰，你又想打听什么？我跟你说，我们已经和离了，我的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我是想和你说另一件事儿，就是那天玉儿说的，那是个误会。玉儿，她说什么了？玉儿，就是那个女的，她……哦，就是你和女人在房间那个的事儿吧？我明白的，我明白。不是，明白什么？那天我们是在房间，可是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不知道他会去，然后就，反正我们什么都没发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李北辰，你又忘记咱们已经和离了。就算和离，我也不想你误会。青罗，那个萧景荣他不适合你，他们家庭太过复杂，所以……停！李北辰，你这么奇奇怪怪的，到底要说什么呀？我完全听不懂了。我没什么，你就当我是吃饱了撑的。撑了？你要是实在没事干，就去帮我磨辣椒去。这几天用人工磨可费钱了。你买头驴能花多少钱？我当然知道买驴了，就是没遇到合适的嘛。好了，这件事交给我了，我去办。也行，不过今天还是帮我磨2碗辣椒粉吧。啊，其实我觉得我不算撑了。一会儿给你做好吃的。这画风怎么有点不对呢？我不是来解释的吗？怎么又变成干苦力了？哎呀，李北辰，你快点儿！一家人正吃着饭，李老头又不合时宜地找上了门。他来的时候，正好他们都吃得差不多了。爷爷来的不是时候，这回我们都吃完了。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我听着就是。北辰，你为什么又住回来了？我已经成人了，要做什么不做什么，我想我自己是知道的。你知道？你倒说说你知道什么？你知不知道你和这个女人已经和离了？你们现在还这样住在一起，岂不是让人笑话？别人愿意笑话，那就由着他们笑话就是。
我都不在意，你又何必着急？废话，我当然着急了。北辰，你和青罗年岁都不小了，既然分开，就不该相互耽搁。再说，你也该早些给小宝玉儿找个靠谱的娘了。孩子总跟着他在村里，也不好做人。除此之外，你还有别的要说吗？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说的我都知道了。还有，你打算安排一家去京城的事儿，我也知道。不过我还是劝你，不要去打那种如意算盘，没用的。你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你有本事了，就不想要这个家了是吗？还是说，连我这个父亲你也不打算要了？李北辰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知道京城并不是你想的那么好，你儿子也没你想的那么出息。至于头上的官帽，指不定哪天就被收回去了。所以我说，你们还是不要抱太大希望。为了摆脱我们这个家，你还真是什么话都能说呢。我告诉你，北辰，不管你做了多大的官儿，都改变不了我是你爹的事实。行了，你也不用再说教我什么了。这些日子你做了什么，我都清楚。你不要觉得我娘出不来，你就可以不必顾忌。你别忘了，这还是在村里。你不要以为那些人的唾沫星子不会淹死你。你又在胡言乱语什么？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爹，你是长辈，做儿子的说不得什么，只是希望你能考虑清楚，别一家子的名声被你毁得彻底了。李老头是气急败坏的走了的。其实这2天我也无意听到，说他在外疯狂的相亲，好像是打算重新找老伴儿，而且他这老伴儿的要求还是不能老。当时我也就听了一耳朵，没想到这事儿居然还是真的。北辰竟也知晓，谁知道不知不觉的就又走到山里去了。人才刚到，身后人影就悄悄地靠近。外面还算安稳，你呢？还好吗？还好吧。你怎么还不睡呢？你不也没睡吗？看来还是因为你娘子和萧公子走得近，在生气呢。你倒是消息灵通。唉，我哪有什么资格生气？叶青罗，他本来就有权利选择更好的。我只担心对方并不是他看到的那么好罢了。可是我了解萧景荣的，他人品还好啊，而且人品也不差。是啊，萧景荣作为萧家少东家，他品行端正，为人和善，而且洁身自好，是个难得的谦君子。所以啊，都这样的条件了，你若真想成全，那不应该是放心才对吗？我倒是听过，说是他爹前后娶了10几房小妾。难道你是怕他子承父业，以后也娶很多小妾？哼，那些小妾还不算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他娘才是。你没听说吗？那个女人早就对未来儿媳妇儿提出特别苛刻的要求了。你倒是打听的细致。不过，如果叶青龙执意要和他在一起，你真的会祝福吗？他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了，只对他道：你再委屈几天，我看他要是再好一些，就不会为难你了。北辰，我打算
明天就走了。燕玲，你真的决定好了吗？你可知道这么做的后果？若失败那可就，或者你就算成功了，那也要背负一声骂名的。你确定要这样做？难道我就得像老鼠一样一辈子躲着吗？北辰，他是想要我的命呀，是他们逼我非要走这一步的，你知道的，我没有退路的。燕宁，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深陷其中的。你有家要守护，这我都知道。只是一点，如果我走了这一步，他势必回来找你。到时候，你能不能保持中立？你以为这事儿我想设身事外就可以设身事外的吗？到时候青罗孩子，他们都必将被牵扯。对不起，北辰，我必须这么做。我劝不住你，也知道你的无可奈何。皇上，他近来越来越糊涂了。看着谢叶玲离开的背影，他知道他什么也阻止不了了。事实证明，萧景荣是拒绝不了五香粉的魅力的。叶青罗，你这五香粉能不能不卖给其他饭馆？这就取决于少东家你了。叶青罗，你贪心了。可是少东家也是生意人，更应该知道，我吃了这摊子就不可能只为你一家服务，不是？3年，那就3年内不许把五香粉给别家。当然，你做的其他辣酱还是可以销售出去的，我们也愿意配合帮你卖。这当然可以了。那么少东家的意思就是要替我种3年的辣椒了。好，我会给你种3年辣椒，到时候你好好给我做五香粉。那是当然的，我绝对不会让少东家失望。不过叶青罗，我听说你家相公最近惹了些事儿，你确定你也能安然脱身？我和他已经和离，他的事儿和我又有什么关系？你可真狠呀！不过我劝你还是不要高兴得太早，我可是从京城过来的，比你更清楚那里如今有多乱。叶青罗嘴上说着不在乎，可事实上他已经在尽量安排了。哪怕有一天他被迫离开些日子，他也要保证他的店和工厂能够顺利运营。萧景荣看清了李北辰的意思，所以就更加着急的要走了。说实话，他特意来一趟，一是为了生意，二就是来打探李北辰意图的。是不是必须要回去了？青罗，我必须要带着你们，否则我不放心。可是我们跟着你只会成为你的拖累。李北辰，你放心的去吧，我已经把店里的事安排好了，等你一走，我就带着孩子连夜躲出去，他们不可能那么快找到我们的。青罗，这次让我回去的是皇上，你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倘若他真的下令把你列为重级通缉犯，你知道那种后果吗？我又没犯罪，他们不大可能大动干戈的。我和孩子真的不能和你一起去。青罗，你相信我吗？信，我信你。好，有你这句话，我就可放手一搏了。李北辰，你跟我一起吧，路上我会叫人悄悄把你们送去安全的地方。你别看现在外面这样平静，可事实上我们已经被盯着许久了。你若不跟我一起走，我们谁都别想离开。青罗啊，我本来还想重新追求你，让你重新嫁给我一次的，可是这一去不
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了。李北辰，你欠我们娘仨的债还没还清，所以你要出事儿，我们绝不原谅你。那如果我能侥幸脱险，你能给我一个机会吗？那就等你回来再说。我已经答应小宝，今年一定回来，陪他过头一个团圆年。我说到，就一定会做到。好，只要你平安回来，我就什么都听你的。这次虽然凶险，可是青罗，因为有你们在，我一定安然回来。若真有不幸，李北辰，你别忘了对孩子的承诺。好，我不会忘了。他们当天晚上就要出发的，特意选择晚上，是因为更容易把他们送出去。青罗，你这是要去哪里啊？至于以后，你就自己看着就好。青罗，你怎么突然……不要问那么多。以后有人跟你问起我来，你也只说我是随相公去京城享福了。这铺子是你花钱盘下来的，其他的你什么都不知道。青罗呀，你到底是得罪谁了呀？怎么这段日子这样不太平？实在不行，我们花钱买平安不行？这店我们不开了。放心吧，很快就没事了。刘寡妇，等着我回来，我们还要一起并肩作战。青罗，他毅然地走了，似乎除了生意，他也没有别的可念的了。带着孩子和李北辰正要走时，李家人不知道怎么得了消息，就收拾了大包小包追了过来。李北辰，你就想偷偷的扔下我们就走？我告诉你，这不行。李北辰，你别忘了自己姓什么，这样丢下我们，你良心能安吗？我劝你们快些回去，此次回京可不是去享什么福的。李北辰，你少装了，我们还不知道你。如果不是好事，你能带着妻子孩子偷偷跑？不是我说你，不就是去个京城，你至于吗？反正今天我们娘俩是非要去京城看看热闹的，你不管也得管。我也去，我跟着我儿子有什么不对？你们……眼看时间差不多了，来请他的人应该越来越近了，他还要急着送青罗们离开，所以没有那么多时间和他们耽误，只能答应道：好，你们既然非要跟上，到时候别后悔就是。我才不后悔呢。爹爹，我们去了京城，还要和他们一起生活吗？不用担心的，爹爹不会让你们再和他们相处的，只是以后我还是有些自责，是我的原因让孩子们不得不暂时颠沛。不过我相信这件事会很快结束的，一定。夜里，他们故意落脚一个偏僻的客栈，里面李北辰自己安排了自己人，看似一家人简单吃了饭就睡了，其实是等其他人都睡了，悄悄送他们出去。臣无能，还请殿下成全。无能？你怎会无能啊？这次老三不就是受你庇护吗？你次次悄然转移去儿，不就是防备着朕吗？皇上总说呀，李爱卿是个忠君的，如今三皇子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儿，你身为教导师傅也是难逃其咎吧？微臣未能教好三殿下，是微臣失职。既知失职，就该将功补过。爱卿不如就亲自去捉拿三皇子及一众反臣。臣……李北辰，你别忘了，你的家人还在刑部大牢等着呢。你难道想亲眼看着他们上断头台吗？娘娘，您说微臣忠君爱国是不错，可有一点
你许是不知，臣向来忠的只有皇上。臣也不知什么时候，朝堂之上，竟然是女人在做主了。娘娘所言，恕臣不敢应承。李北辰，你……这时候，皇帝缓过来一些，他摆摆手，叫高贵妃先行退下。人走，皇帝才抬了抬手，艰难道：“起来吧。”谢皇上。朕知道，以后这江山还是需要爱卿来守的。老三他，爱卿，别的朕也不为难你，可是你能否答应朕2个条件？请皇上明言。把昭昭娶了吧，他那么爱慕你，为了你宁可什么都不要。恕臣不能答应。朕若强让你休妻另娶呢？微臣该死。好一个李北辰，也就你敢如此和朕说话了。那么就做小六的师傅吧，朕相信你定然可以培养好他。臣无能，还请皇上开恩，准许微臣告老还乡。告老还乡？你就是这样护着老三吗？趁这些日子让你在家中反省，你是一点也没想明白吗？难不成你真要为了那逆子断送自己前程吗？皇上恕罪，实在是微臣无能，难以承担皇上委托，还请皇上准许臣早日归乡。放肆！这就是你的选择是吗？你就那么看好他？你就……一口鲜血直接喷涌而出，最后还是高贵妃冲进来，下令道：“来人，把李北辰给我押入天牢。”叶青罗和孩子在一个偏僻的庄子上一住就是1个多月，他不知道李北辰的近况，更不知道外面战乱何时能平。门口守着的飞燕是李北辰特意派来保护他们的。飞燕，别的我都可以不问，你只告诉我李北辰如今到底如何。夫人不必忧心，只需安心等待消息就好。李北辰他一定是不好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前几天在这守着的人起码有20余人，可这2天则是越来越少。如果不是遇到了紧急情况，他们根本不可能离开，不是吗？夫人早些休息，若有消息，属下自会告知。娘，一会儿我把他支开，你去京城看看情况吧。把你们留下，这怎么能行？没关系，那几个武功都不低，他们保护我和玉儿是绰绰有余的。娘，你就放心的去吧，我们等着你和他一起回来。小宝，你明明不接受他的，怎么？可是他若不好，我们就别想安宁了，不是吗？我和娘一样，也不想这样被动的等一辈子。最终他听从了小宝的建议，趁着他把那几个人指派走，就悄悄地离开。然而才到一个小县城，他便看到了一个十分不好的消息。县城门外最醒目的地方贴着大大的公告，大概就是李北辰被定了谋反罪名，10天后要将他满门抄斩。于是他一路上女扮男装，快马加鞭，好不容易到了京城门口，
他看到城门口的重兵把守，一下子又傻眼了。这样进去肯定被抓，我该怎么办？就在他左右为难时，一辆华丽的马车停在了他身边。少东家，太好了，我想进城。嘘，掀开帘子看了看城门口的人，才吩咐管家拿衣服进来。一件十分华丽的衣服扔在叶青罗身边，快换上。不是，为什么要穿这个？你不穿就进不去。你知道现在京城查得多严，如今是一只苍蝇也别想从他们面前飞过。叶青罗不情不愿，还是换了衣服。一切准备就绪，他才吩咐车夫进城。车子往前，他的手瞬时揽住了他的肩膀。他挣扎着，他却拍了一下他不安分的手，道：不许乱动。萧公子，请您配合我们检查。不知我从外面带回来的鲛人儿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萧公子这话说的，只要不是贼人，都当进去的。说着，还是往里看了一眼。萧公子，请。等到俩人顺利进了城，多谢少东家，那咱们后会有期吧。而身后的萧景荣也不拦着他，只等他自己看中了城中情景，便又悄悄坐了回来。外面怎么那么多巡视的官兵？因为三皇子的人魔进城了，听说高贵妃的母家都被连夜端了，所以你觉得这官兵能不上街搜吗？看不出啊，三皇子竟然有这样的能力。叶青罗，我知道你是因为李北辰来的，不过我劝你还是放弃你的那些小动作。他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盯着，别说你见不到他，就是见到了，也只会成为他的累赘。那他真的会被杀吗？当然只是为了引出三皇子罢了。如今他会不会被杀，就看三皇子会不会来救他了。他会的，他会的吧。那就看他是不是愿意冒险了。不过我听说……你到底听说什么了？快说呀！我听说皇上已经在前几天就死了，如今宫里密不发丧，就是怕有大乱。不过皇上还是死前给李北辰下过圣旨，要他娶公主为妻。我想若是他肯接旨，如今便不可能还在天牢。娶公主？他真傻，娶一个女人就能保住命，他就该义无反顾的去娶呀，怎么就把自己弄到这种田地了？叶青罗，若是以前我或许不说这话了，可是现在我想李北辰他对你是用了情的吧。少东家，我想见他，你可不可以想办法让我见他一面？叶青罗，那是刑部大牢，我纵然有心也不敢贸然去牵扯了他的。哎，对了，听说你和苏雨是认识的。苏雨？怎么他……哦，听说他前几个月攀扯上了刑部尚书，对方很器重他，这次的重犯都交给他在看管。如果你能和他说上话，也许有可能。他竟然都来了京城做官，真是发展迅速呢。不过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你得确保他一定不会出卖你。要知道你也在通缉名单中，如果他为了邀功把你送出去，那后天菜市场门口的铡刀下就要再多你一个了。苏雨他不是那种人，就算为了试图拒绝帮我，他也不会出卖我的。那就好，我可以帮你打探他的行踪，也能叫他来和你单独说话。只是叶青罗，如果你出现任何问题，请你记住，你从来不曾见过我萧景荣，
我发誓。没办法，我身后背负了整个萧家，所以不得不谨慎。青罗，不曾想，你都已经到了京城为官了。我给你写过信的，只是你都没有回。什么信？你没有收到。苏雨，李北辰如今在牢里还好吗？你果然是因为他才来找我的是吗？我是因为李北辰才来找你的。我知道这可能会让你有些为难，可是苏雨，我只想去看他一眼，哪怕只说一句话也好。你对他的感情竟然如此深厚了吗？不是，这不是感情的问题，我只是想……对不起，青罗，这件事我没有办法帮你。李北辰的案子是皇上下的旨，谁都不敢妄动。那，你帮我带几句话行不行？对不起，青罗，除了这道门，我苏玉今天就是没有见过你的。若是下次见到，我一定会抓你的。所以我奉劝你，还是早些离开京城。然而这都还没等到他出手，萧景柔那边就让人过来交代了，说是昨天夜里他和苏雨见面的那家茶楼被封了。叶青罗，你不可以这么任性。你放心，出了这里，我便不曾见过少东家。不行，京城你不能待了，你得听我的，我让人尽快送你离开，必须得快。我还没见到李北辰，我不能走。你还不明白吗？皇城要变天了，你在这也改变不了什么，还是先保着你自己的命再说吧。少东家，我只看他一眼，远远一眼就好。叶青罗，你还不明白吗？你的行踪已经暴露了，再留下来根本就是自寻死路了。可是如果明日他真被推上了断头台，我就没有机会再见他了，不是吗？你心里有他，是吗？明日午时，菜市场围观人必然不少。你若想见他，那是唯一的机会。谢谢少东家。是我的错，我不该跟你提苏雨的。也许没有他，你行踪还不至于被暴露。虽然，不过我觉得好像不是他。不管你信不信他，总之明天你都要小心着。记住，明日你出任何事情，都没有人会去救你。叶青罗，你跟我签了合同，你可不许违规啊！好。午时，人群聚集在菜市场门口，李家几人已经满是狼狈的被押到刑场。大人，我们冤枉，我们和李北辰没有任何关系，你放了我们吧，放了我们，放过我们吧，我和李家真的没有关系呀！再敢闹，就先把你砍了！你到底犯了什么罪呀？为什么就要连累了叶家？你跟他们说说，你快跟他们说说，你自己做的事儿你自己承担，不要连累家人呐！中途我劝过你们，是你们执意要来，还说后果自行承担。如今我也无法。你既是来送死，为何不说清楚啊？李北辰，你就是个不孝子，我要和你断绝关系，我要把你踢出族谱。大人，李北辰已经被我们赶出家门，我们确实和他没有关系，他犯的罪我们都不知晓啊。你们想活命，那
那敢不敢当个污点证人，把李北辰谋反的罪名交代清楚？我们交代，我们全都交代，只是他谋反，都和我们无关的。好，交代清楚，就有机会。我们揭发，我们全都揭发。尽管时间快到了，他还是吩咐人拿了纸笔过去，有些不耐烦的让他们赶紧在认罪书上画押。他们几个人是看都没看，就立马画了押。大人，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没事儿了？大人，这些我们真的都没有参与呀。谋反罪可是要株连九族的，本来他死不肯认，我们还无可奈何。如今你们既然认了，那你李家九族可就……不，他做的事儿和我们没关系呀，和九族也没有关系呀。这岂容你反反复复？把他们都押回去，午时3刻眼看就到了，准备行刑吧。李北辰只是无意抬眼看了一下，就立刻在人群中看到了叶青罗的身影。他那么小小的，站在不起眼的位置，他还是一眼就看到了他。这是他头一次看到他脸上满是慌乱，立马就紧张起来，对着他的方向微不可闻地摇头。他在这儿太危险了，他只想让他快些离开，只要他安全，什么都不重要的。正当他准备抬脚时，却被人突然拉了住，不等他回过神，就被塞在马车上。苏云，你快放我下去！青罗，你会死的！你知不知道这刑场外埋伏了多少人？一旦被人瞧出不对，你立马就人头落地了。苏云，我知道我在干什么，请你放我下去。叶青罗，你就听我这一次。苏云，那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儿，轮不到你来定论。所以你先前说，等我仕途顺利，我们还有机会，都是骗我的是吗？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你说的话，我才要这么费尽心思，用最快的速度爬到现在的位置。叶青罗，你不可以骗我。苏云，你没发现吗？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我们注定没有交集的。你胡说！我们许下过一辈子的誓言，你忘了？我没有忘。青罗，我可以不管你心里是不是有了别人，我会等的。青罗，我会一直等你的。够了，你快放我下去。我不会放你的，我就只管你跟着我走，我会安排你去个安全的地方。等这件事慢慢过去，我就会让你用另一个身份体面的嫁给我。青罗，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也不愿跟他废话，直接就冲出马车，抢夺车夫手里的缰绳，试图让马停下来。青罗，你不明白吗？李北辰他已经被定了谋反，就算三皇子杀进皇城救了他，他也是必死的。车夫被挤了下去，叶青罗趁机调转方向，重新返回刑场。叶青罗，你疯了！等他们返回来，果然几队人马已经打了起来。混乱中，他看到了李北辰被护送着准备离开，他看准机会，把马车架到他面前。快上车！青罗，只有跟着我才能真的幸福。他话还没说完，就被李北辰直接一脚踹下马车。聒噪！他没有丝毫停留的驾车继续向前。青罗，你不该来的。我答应孩子们，就来送你最后一程。哼，我死不了的。你太高估自己了，万一今天没有人来，
你就要人头落地的？不会的。这么说，也不会有追兵了吧？他们放我出来，就是想以我引诱三皇子出现。只要他一出来，我们必将被一网打尽。所以青罗，你必须找个地方把我放下来。怎么，你又要自己慷慨赴死了吗？李北辰，你还欠着账，就这么死了可就太便宜你了。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你是在乎我的？你最好不要这么认为。突然想到什么，问他。对了，你为什么不娶了公主？即使成了驸马，你就不用成为众矢之的了。我有妻子啊，怎可娶旁人？你有妻子吗？李北辰，下一步我们要去哪儿？我们得进山，只有进了山，才能彻底断了他们的跟踪。好。青罗，此次进山十分凶险，那些人很可能直接对我灭口。你确定你要去？怎么那么多话？我既然来了，就得把你带回去，否则怎么跟孩子交代？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往山上跑去。马车肯定不能要了，两人同骑一匹。他觉得他们已经走了很远，也已经足够安全了。可事实上，看不到的地方依旧暗藏着杀机。树枝轻摇，叶子从他面前划过，他只觉一股强烈的杀气扑面而来，四周已经被黑衣蒙面人团团围住。李北辰，咱们走了这么远，他们怎么还能追上？他们一直在。那些人并没有给他太多机会，直接蜂拥而上，一个个都是刀刀致命，这分明是下定决心要取李北辰的命来。不过很快他就在怀里摸到了自制的辣椒水，他冲着向他冲来的人重重的一喷，那人立刻就痛苦地捂住脸喊叫起来：你们已经中了我特制的毒了，要是不赶紧找大夫，你们可就只能成瞎子了。李北辰，你跑不了的。放下狠话，众人直接跑路。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咱们必须尽快找个地方落脚。好，我们这就下山。话音刚落，只听咻的一声，飞镖直直中在他的后背上，而那些人竟然没有趁虚而入，而是匆匆离开。李北辰，你没事吧？你为什么要替我挡下？我没事，不过青罗，山我们是下不去了，现在我们需要找个地方先把飞镖拔出来。好，我们现在就去找地方。你中毒了。他不敢再往深了走了，看到不远处有个小山洞，就匆匆把李北辰扶了进去。昏迷前他放出了信号，说是三皇子看到自然会派人来。叶青罗则是咬着牙把毒镖拔了出来，伤口只随便包扎了一下。我得去采些草药，你在这等我。青罗，危险。不怕的，我很快回来。叶青罗没有耽误地跑了出去。李北辰开始还有些意识，喝了他的药，干脆连意识都没了，他都快吓死了。李北辰，李北辰，你可不要死！你死了我怎么办？我死了，你不正好摆脱麻烦了？看来还是伤得不重。我去多捡点柴火，不然晚上我们得冻死在这儿。这深山老林的，夜里必然很冷的，把火堆烧得更大一些。两人就这样相依相偎地睡着。等李北辰醒来时，谢艳玲已经来了。他看他中了毒，还给他吃了解毒散。太傅，我就知道你不会与我兵刃相见的。艳玲，你不必顾及了，可以带人直冲皇城了。
可是这般名不正言不顺。皇上10天前已经身亡了，你当以护驾之名闯入皇城，一定要快，要让高贵妃措手不及。还有，皇上生前信任的2个道士，我已经抓到了，你带他们一起进宫，让他们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承认和高贵妃勾结，谋害皇上。他们为了活命，自会听话。如此，你便是名正言顺的去除奸臣的。太傅，本宫定不会辜负你的信任。还有，若殿下登基，请务必放6皇子一条生路。他是本宫弟弟，本宫自不会伤及手足。如此，臣便恭候太子喜讯了。本宫不会忘了太傅教导的。谢叶灵毅然地走了。青罗，天变了。是的，变了。他多少也是知道一些的，好像谢艳玲登基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或许这次可以，一定可以。此时外面已经在普天同庆，新帝登基。李北辰，如今你既然已经没事了，那就赶紧去接孩子，等咱们回了家里，我好好给你养伤。不过你可别多想啊，我只是念着你那伤也是替我受下的，所以青罗，我可能没办法陪你回去了。我已经传消息给飞燕了，她会尽快带着孩子和你们会合的。你好好照顾孩子。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谢艳玲她不是已经成功了吗？她不是知道你是……当今圣上不会追究你和孩子，这一点你就尽可放心吧。回去可放心大胆的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儿，这次不会再有人阻拦。李北辰，他不会杀你，对不对？不会的，皇上不会杀我，只是我要回到你们身边，可能需要一些时间。青罗，我答应你，这次回去我就再也不离开你了。大人，皇上有令，你涉嫌一起谋反罪，需要带你回去重新审理，还请李大人配合。我没办法见孩子了，你告诉他们，爹爹说的话从来都作数。李北辰，你说过要一辈子来赎罪的，若是食言，我绝不食言。再多的话也没有时间再说了，只能目送着看他慢慢离开。孩子们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他们只看到李北辰早已远去的马车。娘，他又走了。爹爹他说他很快会回来的，我们只要好好在家等着，很快的，一定很快。娘，我们要回去了吗？我们回家了。青罗，你知道吗？我听他们说李家犯了重罪，可把我担心死了。还好你没事儿。没事儿，我这不都回来了吗？对，我听村里说了，新皇登基以前许多案子都是奸人误判的，北辰他们应该也没事了吧？都没事儿。青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北辰他怎么没有同你一起回来？他很快就回来了，眼下还有些事情要处理。那就好。门外飞燕就找来了。青罗，这是谁呀？不会又是来找麻烦的吧？你误会了，她是我在京城路上认的一个妹妹，平时话少一些，这次过来就是为了陪我2天的，不是什么生人。有人陪着也是好的，
不过这姑娘见了村里人可不要这样，你看她眼睛像是带着杀气一样，如此怕是会吓到人的。是，这丫头是有点儿，我会好好教她的。那就好，那就好。等人走远，叶青罗才焦急地询问道：飞燕，你怎么来了？按理说你不该在村里露面的，免得被人怀疑。大人让卑职留在你身边，以后卑职便听从您的安排。好，跟着我也可以，只是你的行头必须得换。为什么？你这样是怕人家看不出你是个杀手吗？只怕村里人看着你这样都不敢出门了。卑职不管别人怎么看，卑职不换。李北辰说了，让你听我的安排。你要是这么不听话，那我就不能留你。你还是自己回去和他解释清楚吧。卑职，好，我去换。明天开始跟我去店里工作。卑职的工作，你的工作就是听我的安排。是。这就很好。既然北辰要你留在这儿，肯定是有他的道理。正好你在，也能更方便打探北辰的消息。吃完饭，飞燕又出去了。她向来都是夜里出去，而且她需要飞燕去打探消息。只是这次出去，她回来的很快。怎么样？还是没有李北辰的消息吗？自从上次说皇上会亲审后，就再也没了消息。没消息就是好消息，我们再耐心等待着吧。我相信谢延龄会保住他的。夫人，你也不必这么担心，我相信大人他一定会很快没事的。我并没有担心他有没有事儿，我就是担心他会连累我和孩子。若是真打探到什么动静，我也能第一时间跑路不是？飞燕顿时气得转身回房，留下叶青罗望着夜色出神。他以为孩子都睡了，谁知一进来就看到玉儿抬着脑袋等他。怎么了，玉儿？睡不着吗？娘，我想爹爹了。乖，爹爹很快就会回来了。他们说爹爹犯了死罪，皇上一定不会放他的。不用听那些人胡说，爹爹一定会没事的。他临走前答应过你们，一定会陪你们长大的。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娘什么时候骗过你们？果然，连我们都生疏了。皇上，太傅，答应朕吧，朕真的需要你的帮助。你知道，我虽然坐上了这个位置，可是外面的人一个个的都还是虎视眈眈的。臣有听闻，丞相似乎有意让皇上娶金小姐为后。金玉兰，臣知晓皇上心有不甘，只是眼下娶金小姐入宫，是皇上最好的选择。你知晓，今天我是在说你。北辰，娶了公主吧，做驸马也做太傅。我知道这会让你为难，可只要2、3年，只2、3年就好。皇上，没有臣，你也可以坐稳皇位。朕明白你放不下叶青罗，可是现在的局势你也看到了。朕相信，就算你真的娶了公主，青罗也会理解的。大不了过2年你把她接过来，公主那边我去跟她说。皇上，臣不能这么做的。先不说青罗愿不愿意受这种委屈，只臣便不能让她受这种委屈。委屈？说是命都没了，还说什么委屈不委屈的？你到底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上奏让朕杀了你？哪怕是死了，臣也想只属于他，请皇上成全。
北辰，你太执拗了，如此，可让朕如何抉择？皇上不必为难，臣无惧。北辰，那你告诉朕，如今朕该怎么走下一步呢？臣愚昧，皇上要走的路，臣实在不知。太傅，你这样说，可是要寒了朕的心了。皇上恕罪。如此，臣便还是提前恭贺皇上大喜。不过朕听说，丞相府还有位性格内敛、长相惊人的庶女，你说朕将他们一同招进宫来，如何呢？如此，丞相便有福了。臣恭贺皇上大喜。行了，这里也没外人，你再陪朕喝会儿茶吧。是。你听说过丞相家的庶女吗？臣不知。李北辰并不敢多留了，只浅喝了2杯便自行告退。叶青罗，这就是你每天所过的生活吗？是呀，这就是我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就是你口中所向往的吗？那你就更不应该强行把北辰哥哥拉入这泥潭中了。他天生就注定不是过这种生活的。公主特意过来，不妨说明来意。也许我是和你一样的想法呢。真的吗？是。李北辰，他要死了，可是他宁可死了也不肯娶我。你是说，他若娶了你，就会没事儿？当然，我们是先皇亲自下的旨，只要他肯接旨，那么就没有人可以质疑他。公主是想要我劝他？没错，本来我也不打算管他的，既然他死都不肯娶我，那就叫他去死吧。可是我还是不忍心，我还是没法看着他去死，我卑微至此。好，我给他写信，只要你可以给他。叶青罗也不理会，直接当着他的面洋洋洒洒地写下了诀别信。他告诉李北辰，他就要嫁给苏雨了。他告诉他，他和苏雨本来就是青梅竹马，他们心里一直惦念。叶青罗，你真舍得？交给他吧。若是公主和李北辰成就没事，别忘了发一封喜帖过来。民妇无法到场祝贺，也会在心里祝福2位的。我会的，而且我会让他知道，选择我是他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好，那民妇提前祝贺2位大喜。看着马车离开，好像不曾在这停留许久。要不是地上落的那一轮车轮印，怕是无人知晓有人来过这。临近年关，人们终于等来了入冬以来的第1场大雪。人家都说瑞雪兆丰年，大家都盼着明年能有个好收成。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几天，京城那边终于是传来了消息，飞燕也回来了。飞燕脸色有些阴沉。这是好事呀，你应该开心才是。夫人，大人他也许只是用的缓兵之计，你……这是好事呀，飞燕，你若是能赶回去，也要替我跟他说声祝福。那公主是真心喜欢他，叫他不要负他。夫人，好了，你也该准备准备回去了。北辰和公主终于要大婚了，这当然是好事儿。这就预示着他已经没事了。我不是一直都等着这消息吗？可如今心里怎就染了几分酸涩呢？明明是早就知道的结果了，怎么会？夫人，我现在就要走。他们婚期定到了什么时候？说是年前就完婚。好，早点成婚，也早点安生了。
一会儿功夫，他手里就装了一袋栗子，道：“这个你带着路上吃。”飞燕不安道：“夫人，要不你还是给大人写封信吧，我……不用了，只要他得空了能回来看看孩子就好。你也知道，孩子们都挂念着他。”夫人，快些去吧，万一又下雪了，路上更不好走。娘，爹是不是没事了？应该是没事了。我都听说三叔他去接爷爷他们了，可是怎么没听说他要回来呢？爹爹他有些事耽搁了，可能要等来年开春才能够回来看你们。可是他答应我们回来要陪我们过年的，他又食言了。不过也没关系，他好好的就行，来年一起过年也行。叶青罗才知道小宝心里他的位置有多重，尽管他不肯说。小宝儿、玉儿，你们有没有乖乖在家等娘呀？两个孩子不说话，愣愣地站在一边。怎么了吗？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们？娘，爹爹他真的要娶别人了吗？他要给我们找后娘了是吗？他真要娶那个很凶的女人？他一点也不喜欢我们，那我们是不是就见不到爹爹了？小宝、玉儿，娘早就跟你们说过了，爹爹他不管以后娶了谁，他都还是你们的爹爹呀，这一点永远不会变的。可是他说永远不会娶别的女人，他说他只要娘一个妻子，他怎么可以骗我们？好孩子，这次真的不怪你爹爹，是娘觉得没办法接受他，是娘不想让他做娘的丈夫，所以他只能娶别人当妻子了。只是一点，无论我们怎么选择，你们都是我们的孩子，这一点绝对不会变。娘，你真的不喜欢爹爹吗？你真的不要他做你的丈夫吗？是呀，因为他和娘选择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你们也不希望娘和他勉强在一起，然后过得不开心吧？玉儿不要娘不开心，玉儿有娘在身边就够了。爹爹他想娶别人就去娶别人吧，我们不要他就是了。相信娘，你爹爹他一定会时常来看你们的。玉儿，答应娘，不要去怪爹爹做的这个选择，好吗？可是娘，玉儿好想爹爹和娘都陪在玉儿身边。玉儿乖，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和孩子交代才好。叶青罗的这一套说辞用来说服玉儿还可以，只是小宝可就没那么容易哄了。我是知道他所有事情了，也知道他后来心里有了娘。我一直坚信他无论遇见如何艰难险阻，都一定会回来我们身边，也会重新将娘追求到手的。如今怎么就轻易放弃了呢？那道伟岸的父亲身影在我心里倾倒许多，我并不想娘亲为难，所以他的解释我暂且接受。新年来临，家家户户都开始准备年货，咱们也开始准备做好吃的吧。好，娘，今年可是咱们一家出来单过的第一个年，你说咱们要怎么好好过呢？小宝说的对，是要好好过的。明天就是除夕夜了，那咱们先把好吃的准备好。你们跟娘说想吃什么，
娘马上给你们安排上。娘，饺子还没包呢，我想吃羊肉味的饺子。好，我正打算熬一锅羊汤，到时候饺子配羊汤，不要太美味呢。还有鱼，年年有余，咱们也要吃鱼。好，那今天你们就不能出去玩了，留在家里帮娘做好吃的，好不好？好。娘儿仨很快就围着厨房忙活起来，外面时不时能听到他们传来的笑声。男人都不要他了呀，也不知道还高兴个什么。他布置的精细，给2个孩子也好好打扮了。然而他想得很好，现实却偏不让他如意。这饺子还没来得及下锅，李家人就浩浩荡荡地过来了。一桌子饭菜，小宝怕被他们抢了，所以立刻给收了起来。小兔崽子防谁呢？以为我们稀罕吃你那些破玩意儿吗？你们有什么事儿吗？有什么话还是进来说吧。到底有什么事儿？不能等过完年再说呢。青罗，你坐下。今天咱们就这房子的事儿好好说说。房子？这宅子本就是李家的，房子也是我李家拿钱盖的。如今北辰和我们断了关系，还另娶了旁人，你们娘儿仨再怎么也不该由我们管的。你的意思是，既然和李北辰断绝了关系，所以就要厚着脸皮霸占我们的房子吗？你不必说话这么难听，这房子是我李家的就是事实。还有北辰替你要回去的2亩地，我也必须收回来。你种的那些庄稼，今年都由我们收了。这不是在和我商量，是来通知我的。是不是因为爹爹不在，他们就都来欺负我们了？放心，我是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我们的。我来就是告诉你一声的，这个年过完你就搬走吧。你不是有店吗？也不会没地方住。我们家就不留你了。或者你也可以像刘寡妇那样，去县城找个有钱老头再嫁了。你看看人家大春家，他们娘俩可是连一根线都没带出去呢。如果你们是这个态度，那就等着去官府吧。我不介意开年第一件事就是去打官司。你少在这儿吓唬我了，我已经问过村里了，这房子是北辰建的，你和北辰和离，这房子就是属于我李家的。属于谁的，等过完年自然会由官府定夺，你也不必和我争论。如果你们没有其他的事儿，就请你们回去吧。今天的事儿若是说不清楚，那我们就不走了。你们真要这样吗？别忘了，孩子还在看着呢。难道你真想在孩子心里留下无耻的印象吗？我才不管什么无耻不无耻的。你今天把协议签了，这事儿就算了了。不签，我们就不走了。那不好意思，我还真签不了。那咱们就比比谁有耐心吧。咱们继续吃饭吧。你们愿意坐就坐着吧。就当着他们的面和孩子吃了起来，菜香味弥漫。你们再坐在这里，我就去找李正来。我还要让全村人都看看你们的无耻，让他们看看你们是怎么欺负孤儿寡母的。小兔崽子，你说什么呢？难道我说错了吗？你们不就是在欺负孤儿寡母，还偏挑大过年这天来，你们就真不嫌难堪吗？臭小子，没人教育你了是不是？今天我这做爷爷的就好好教育教育你。我看你敢打他一下试试。看来这没大没小的毛病是跟你学的了。我今天就还非要教训他不可。说着，老头就拎着孩子往外拖。叶青罗，你敢跟爹动手，我看你是活腻了。说着就要撸袖子上前，
很快，这边的动静惊动了邻居，许多人上门查看情况。看到这一院子的狼藉，便明白过来。哎呀，老李呀，你说你都是个土埋半截的人了，怎么一点体面都不要啊？这大过年的，怎么还来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啊？我儿子都不要他了，他凭什么还住在我家的房子呀？今天他不答应滚蛋，我就是和他没完。这事儿分明是李家欺负人，可是他们好说歹说的劝着，李家人却根本听不进去。青罗呀，要不然这房子就不要了。也不是大伙不向着你，实在是你也看到了他们的无奈。要是你强住这儿，以后也没个安稳啊。这话没错呀，对于这种人，咱们惹不起还躲得起。你说你身边也没个男人，能怎么办呢？李家一看这情况有利，自己就更嚣张了，逼着叶青罗立马搬走，还说要把房子砸了也不给他们住。叶青罗都始终没有开口答应把房子给他们。不管怎么说，今天也是大过年的，你们真要人家走，也得把这年过完，不是？行，我就看在孩子的面上，且让他过完这个年。明天一早，你就立马给我滚蛋！他所谓的过完年，就是过完今天晚上。人们皆是摇头，遇见这种人也是真没办法。小宝、玉儿，你们刚才有没有吃饱饭？要不娘再做点好吃的？娘，我们不饿。我真的很想和孩子们过好第一个新年的，可是孩子很快睡了。叶青罗睡不着，自己坐在门口看外面的满天风雪。他在炉子边把自己烤热才上的床，想要放下心事先睡一觉。可是风吹的呼呼声音很大，恍惚中好像已经到了午夜了，外面都听到传来鞭炮声了。他想，新年的钟声应该是正式敲响了吧。外面突然传来敲门声，他瞬间清醒几分。该死的，这李家人是半夜也不叫人安生了是不是？叶青罗的火直至天灵盖，然而门开，只见全身雪白的人僵硬地站在门口。夜色下，他一时竟没认出来人是谁，直到他一把将他揽在怀里。青罗，我回来了。李北辰，你大爷！他再次紧紧地将他抱住。青罗，我好冷。他把他带进屋里。我去给你热碗羊汤，喝了暖身体。青罗，我想喝酒。好。玉儿，是爹回来了吗？哥哥，你做梦了吧？爹爹不会回来。话落，就见李北辰走了进来。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你回来了，你真的回来了。爹爹，快睡好，别冻着了。不，我们要起来和你一起过年，你答应我们的。好，我们一起过年。孩子们是高兴的，甚至玉儿一直要坐在他怀里，生怕自己一松手，爹爹就又走了。青罗，有馒头吗？他赶了3、4天的路，期间只喝了几口水。我包的饺子还有，我去给你煮。谢谢你，青罗。只等吃了饭，叶青罗让李北辰哄孩子去睡觉，而自己则睡去偏房。心里踏实了，叶青罗也就放松下来，躺在床上，很快就要入睡。就在他睡得昏沉时，突然一只手隔着被子搭在他的腰间，他猛然惊醒。青罗，就让我这样抱着你一会儿，就一会儿。
我想躺在你身边，哪怕只是片刻。李北辰，你已经娶了妻子，你这样做不是伤害她吗？也是在羞辱我。你这样放下新婚燕尔的妻子跑回来，是不是有些不太合适呢？其实孩子，你可以随时再来看的。你连小宝都不如，他便不用问我就知道，我既回来了，便不曾娶别人，而你却不信我。叶青罗显然诧异，从床上坐了起来道：难道你没有娶公主？我说过，这一辈子我只叶青罗一个妻子，若是成婚的新娘，也只能是你。可是他怎会放你回来？皇上他利用这几月的时间，把朝中局势基本上是稳住了，他不需要我了，大臣也不敢执意要我的命，所以我便回来了。这么说，你以后再也不会被牵制了？不过以后我可只能做个山野村夫了，不知道青罗和孩子会不会嫌弃我呢？这是他头一次主动抱住他。李北辰，你这次不会出尔反尔了吧？你真的不会回去了，对吗？我再也不想劝你回去了，那地方实在是可怕，每个人的脸都是看不清的，你不该置身那样的黑暗中。是，永远不会回去了。青罗，你愿意收留我吗？谁要收留你了？青罗，这些日子你受委屈了吧？他轻轻靠近，亲吻掉他脸上挂着的泪水。青罗，我以后再也不会叫你受委屈了。就那么半推半就的接受了这李北辰还算克制的亲吻。开始克制，到后来便是一直的热烈。他觉得自己的唇都要麻了，可是他还丝毫没有要放过他的意思。青罗，你愿意把自己交给我吗？明明都到这一步了，我若不愿意，难道不是一脚把你踹开吗？这种事竟然也要问，简直太煞风景了。哎呀，我不愿意。没关系，我可以等到你愿意。将羞涩未褪尽的叶青罗揽进怀里。你放心，我就抱着你睡，别的什么都不做。清早，李北辰是被外面的砸门声敲醒的。叶青罗，你还不快收拾等着滚蛋？难不成还非得我们来赶着你走不成吗？老大爹，咱们直接卸门吧，我看这女人就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没一会儿，院落大门便被卸了下来，然而眼前却被一道挺拔的身影遮挡住。北辰，你怎么回来了？北辰，你们既说了我和李家再无干系，那今日来卸我家大门又是什么道理？我们北辰，这件事儿，这件事看来先前是解释的还不够清楚，有没有谁帮忙跑个腿把李正叫来？今天这事儿咱们必须当着大伙的面说清楚。我去，这也不必说什么，我们以后不来就是了。不来？是我在就不来？我一走就欺负他们孤儿寡母吗？他一来，李北辰就把事情的经过跟他好好说了说，顺便把叶青罗办的证件以及房产证明、田产分化全部交给李正查看。确实手续齐全。那你是有什么不服吗？这地契是我家的，房子我也拿钱了。可是地契你们亲自画押放弃了，叶青罗也是正常手续，
拿到的这块地契。至于房子，你们不是也写了协议吗？协议？所以是你们放火烧了叶青罗的房屋，那所谓出款，也是赔偿金，不是吗？而且这建房所用的大部分钱，也还是叶青罗自己的钱，是吗？你就说这上面的协议，你可认？哎呀，合着地契他早给村里了，房子也是他们烧的。哎，这姓李的也真歹毒啊！可不是，怪不得青罗死活不肯走，这房子原原本本就是人家的了，他们这是明抢啊！哎呀，真是太无耻了，怎么也有脸来要啊？这房子事实清楚，划分明朗，你们到底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那地契是我家婆婆交出去的，我们并不知晓，也不同意，所以不应算的。哼，如果村上规定的没错，交出地契会给你家一定补偿的，你们拿了补偿签了字，这就是算数的，并不是你现在胡搅蛮缠说你不同意就可以的。可是上任理政并没有给我们补偿。那就是你们和上一任理政之间的纠纷了，怎么也算不到叶青罗头上吧？现在你们还有什么疑问？不如就全部说了吧，正好趁着过年，咱们把家里这点破事儿都解决清楚，省得你们睡不安稳。如果不说，那么以后若再上门挑衅，我就只能按歹徒做处理了。北辰，好，以后李家任何人不得再来上门挑衅。希望你们说到做到。这门你们怎么卸的，就怎么给我安上吧。娘，爹爹一个人在外面行吗？咱们要不要出去帮他？他如果连这点事都解决不了，那就太没用了。话音刚落，李北辰就走了进来。青罗在和孩子说谁没用呢？说你呀，还能是谁？是吗？你倒说说，我哪里没用了？他轻轻挠他的腰。哎呀，孩子们还在呢。小宝，玉儿，从今天开始，我和娘就正式生活在一起了。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必分开了。真的吗？爹爹，你不娶别人了吗？哼，爹爹有了娘，还娶什么别人？咱们俩和离都断了，不能算夫妻。你若愿意再嫁给我一次，那我就大办一场；你若不愿，那和离书就不作数。凭什么不作数啊？那可是你拉着我去拿的，肯定作数。可是我并没有签名啊。他把那份和离书拿了出来，上面确实只有他的签名。你怎么？我怎么舍得与你和离呢？小宝和玉儿都笑了，他们这个家呀，总算是团聚了。青罗，我们再生2个孩子好不好？这话差点没让叶青罗从床上跳下来。不生也没关系，我们一家4口也好。他微微靠近，轻轻亲吻着他的脸，一点一点，慢慢地将他全部吞噬。他只知道自己身上温度一点点的升高，他的气息在他身上每一个角落蔓延，尝到甜头就欲罢不能。整整1个晚上，他似乎都没有累的时候，一遍一遍的来呀。第二天，意料之中的，叶青罗没能起来。李北辰把饭做好，把孩子衣服穿好，他才过来叫叶青罗。娘子，起来吃饭了。还不起吗？那我把饭端进来给你吃好不好？他这才不情不愿地睁开眼。
李北辰，你说今天可以睡懒觉的。是，可已经是日晒三竿了，再不起就要中午了。我不管，我还要睡。那好，等我收拾完过来陪你一起睡。我起。我是经不起折腾了，这李北辰简直都不会累的。叶青罗是扶着腰走出来的。娘，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没有，娘没事。爹，既然咱们一家要生活在一起，那你是不是应该再做一张小床？这样我和妹妹就有自己的床了，你们也可以一起睡在大床上，省得你们太急。也不算太急。叶青罗在桌下重重踢他一脚。好，等开春我就做新床。李北辰，你没娶公主，那公主她……皇上早就许下了辽国，让公主前去和辽国太子成婚。你不肯娶她，就把她送去联姻，公主肯定要恨毒了你。那是皇上的决定，他说什么没办法，只是一个借口。他其实早就想巩固与他国的关系，这样外面稳了，他才能腾出时间来收拾内乱呀。青罗，这次是我真的厌烦了朝中的尔虞我诈，我以后就只想在你和孩子身边，过属于我们自己的日子。你不要再推开我了，好吗？那这日子可很辛苦，你确定你做好准备了？苦？有你在，怎么会是苦？我都甜得笑出声了，好吗？小宝、玉儿，我们出发了。好的，爹爹，娘亲。小宝，你叫我什么？怎么，你不是被我娘娶了吗？我就勉强先认了你吧。不过以后表现不好，还是会被我们扫地出门的。小宝，不对，什么叫我被你娘娶了？你这么穷，肯定是娶不起我娘了，所以只能我娘娶你了。要是真穷，我高低也要辩驳几句。快盖好被子，别冻着了。他慵懒地翻了身，就打算睡了。听到身边窸窸窣窣的脱衣服声，他猛地惊醒。你是这儿吗？怎么？你还想让我们夫妻分开住吗？两个衙役就先一步地上了门。别担心，大人，宫里马上要来人见你，我们只是先一步上门通传一声的。好，我们在此恭候。他们会不会？不会，你放心吧，相信我，这次对咱们一定是件好事儿。很快，一辆豪华马车缓缓行至，一位有些浮肿的公公缓缓走了下来。这人他认识，是皇上身边的人。见过张公公。李大人不必多礼，咱家今天过来是替皇上来宣旨的。皇天承运，皇帝诏曰：现李北辰设谋反案，朕已全部查明，李清确系无辜。不过李清身为太傅，失职是有，故朕特辞去李清太傅官职，日后无朕诏令，不得入京。钦此。这圣旨写得明白，罢官永不得进京，也就是彻底断了他的仕途路了。只有他内心狂喜，欣然接旨。青罗，我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村夫了。李北辰，你真的不后悔吗？有你，我就什么也不在乎了。难道只有娘让你知道，那我
你们都一样的重要，我有你们就心满意足了。以后可要好好挣钱才行，不然可怎么养活你们娘仨呢？指望你养我们，会不会把我们饿死了？咱们之间就不能有点信任吗？不能。这孩子嘴巴还是这么毒，我上辈子肯定是欠了你太多了，要不然也不至于这么嫌弃我。青罗，你生意正稳固，真要丢下出去游玩？正因为生意稳固，也不必我时时守在家里，所以更应该去散散心了。再说，你也说过要带我们出去玩吧？是，我是说过，不过你不会是因为我才要出去的吧？你想多了，是我一早就想和孩子们一起出去看看了。我说过，我挣钱的目的就是为了看遍这大千世界的。好，既然青罗想出去玩，那我便陪着去。你说吧，咱们先去哪里？扬州。我早就听闻扬州繁华，而且那边美女如云，我是真想去看看。好，那我们这就准备了。快些准备，我们3日后就出发。好。谁知这马说什么也不走了，看到一片草地就什么也不管的开始埋头草吃起来。李北辰，你不是为了他赶草吗？怎么？谁知道呢？买的时候老板还说他性格好，你看他哪儿性格好了？头疼，我去找点吃的。你连兔子都抓不住，还找什么吃的？要是飞燕姐姐在就好了。谁在想我？小宝一脸惊喜地回过头去。飞燕姐姐，总算是追上了。我不是已经安排你去端王手下做事了吗？怎么？大人又不是不了解皇上的雷霆手段。自从六皇子出事，剩下的那几个王爷都是人人自危的，他们谁敢在身边养暗卫啊？更何况我还是魏典李大人的手下，那就更是要不得的。不曾想还是有这么一天。大人应当猜到的，皇上他新帝登基，哪一次不是一次大血洗？皇上肯放你们一条生路，你们就该悄然隐退。这样来找我，实在不是明智之选。飞燕不在乎是不是明智之选，飞燕只知道这里有我的家人，我不能不回来。对，飞燕姐姐和我们是一家人，正好咱们一家凑齐，可以一同去玩了。李北辰也没有太过反对。我看咱们还得等马大爷吃饱了才能去玩了。那我和飞燕姐姐去找吃的。好，我看看这儿有什么野味儿，咱们多打点。别走远了，前面有条河，打2条鱼就行了。知道了。看起来还是有对你忠心耿耿的属下呢。很快，飞燕带着孩子抓了2条鱼过来，他们找了个安静的地方架起火，便开始烤鱼吃。我们为什么走这么偏的一条路啊？我还想着你们一定会走一条更好走的路，这样一路上也能多看看风景，到处玩玩。因为我们也急着快些到扬州，不过回来时倒可以选择一条可以游山玩水的道路。现在嘛，我只想去扬州看美女，吃美味。去玩的路我熟，到时候跟着我就行。好呀。可是这马儿却不大听话，他似乎很喜欢野外这些草，遇上就要吃上几口。突然就传来玉儿的哭声。孩子是跟着飞燕去山头打野味的。我没看好他，让他摔倒在这片带刺的植物上了，孩子胳膊上扎了不少刺。只是摔了一跤，没事的。他一边拿出随身带着的药给玉儿上药，一边抬眼去看扎人的东西。那是……他把药递给李北辰，便起身上前查看了。娘，那边都是带刺的东西，别扎到你了。
果然密密麻麻的仙人掌。他有些惊喜道：“这地方居然长这么多仙人掌！这东西叫仙人掌？青罗，你不会要吃这玩意儿吧？”伸手摸了一下仙人掌沾着的白白东西的身上，手指微微一戳，便现出艳丽的红色。你手被扎了吗？流血了？李北辰，你看到了吗？胭脂虫！什么？被虫咬了？什么虫这么厉害？竟然有这么多胭脂虫！飞燕，快去找几个村妇，给他们钱，让他们帮我们采集胭脂虫。什么？哎呀，快去，别耽误了。于是他们路程又不得不停滞下来。李北辰干脆就在附近找了一家农户住了2天。应该快到扬州了吧？明晚就能到。可是青罗，咱们的钱好像花冒了。钱有什么大险？带这玩意儿去了就能挣到钱，你根本不用担心。只加快速度进了城。还好扬州有一处三皇子买的宅子，当初他躲难住了些日子，如今屋子空着，他们正好可以借住。青罗，早点休息吧，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那不行，这东西做不好我睡不着。他把自己关在一间空房，直到第2天鸡打了鸣。成了，终于成了！精致的瓷盒里放着他1晚上的劳动成果。飞燕听到动静就立马跑出来。飞燕，快试试，快试试！什么？这是飞燕头一次涂抹口红，本就有几分姿色的姑娘，涂了这样鲜红亮丽的颜色，倒更显得几分动人。哇，好漂亮，是吧？我就知道，咱们成了！这年头，女子点朱唇还是用的朱砂，如果有了口红，那可就不一样了。李北辰看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不由得上前将他横抱起来道：“好了，做好了，就该去睡会儿了。”李北辰，你干什么？快放我下来！乖了，去睡觉。可是你不是说缺钱了吗？我得赶紧做出来一批去卖钱呀。挣钱也不急于一时。哥，爹爹是不是在欺负你啊？很明显不是，他也没有那个胆子。啊！你们俩今天就好好跟着飞燕姐姐玩，娘要好好休息，不可来打扰，知道吗？好。你先睡会儿，我给你拿点吃的。我不饿，我也不困。李北辰干脆逼迫地压过来。你若不想睡觉，我不介意再做点别的什么。好，我睡还不行。我现在是真怕你的。这一觉他睡得十分踏实，一直到了下午才醒过来。他起来就发现李北辰已经做好了饭菜。快些，我刚热好的饭菜。你怎么没睡呢？我睡了，只是没你睡得那么久。好吧，刚才嚷嚷着不困的是我，睡得久的又是我。娘，扬州的街市真的好大好繁华，咱们那儿过年都不见有这么热闹的。就是，那街上好多好吃的好玩的，我们以前都没见过呢。等娘忙了这会儿，就陪你们再去逛逛，好吗？好呀，娘来了之后都还没出去过呢。对于摆摊，叶青罗可谓是轻车熟路了。只是这个集市太大，他们这摊也不大，摆起来也并不起眼。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边胭脂摊位免费给各位路过的美女姐姐化妆了，大家快来看看，快来看看。哎，也不知道我这样大的岁数来占个便宜，会不会叫人笑话呀？大姐姐这样年轻漂亮，还说什么岁数大呀？一会儿让我娘给你打扮了，肯定要更漂亮了。
哎呀，这孩子说话真好听，那我就勉为其难的试一下你娘的手艺。相信大姐姐上了妆更加貌美如花。嘴真甜。有了第一个来试的，后面便多了几个驻足围观的。叶青罗知道，他这妆必须得画好了，否则呀就留不住人了。他一边画一边也不忘介绍道：“我们这口红可是用珍贵的植物提取而来的，不仅颜色亮丽，而且对身体没有任何有害。最重要的是，它不会轻易脱色，你可以不用担心吃东西会沾得到处都是。”哎，你这胭脂，还有这什么红，怎么以前都没见过这种款式的？啊，我们是从京城那边拿货过来的，这也是京城那边新研发的产品，都还没普及到我们这儿。今日我也是路过此地，钱财被盗，所以才没办法要把这些货物卖出去的。嗨，真是好东西啊，真好看。我也想试试。好，来这边请。跃跃欲试的人多了起来。口红的价钱必然是比店里朱砂口红要贵很多，所以不少人听了价钱还是摇头的。可是叶青罗知道，这东西绝对不能薄利多销的。第一天出去来化妆的不少，卖出去的东西不过1-2盒，这也卖不出去，要不咱们还是降低价格吧。做生意呀，得沉得住气，不然可挣不了大钱的。可是夫人，我们都已经没钱了，这地方又是个出门都需要花钱的，这样下去别说玩了，吃喝都成问题。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们空来这一趟的。对了，以后叫我姐。夫人，怎么听我都觉得别扭。飞燕，去买些肉，中午给你们做红烧肉吃。大人，咱们哪还有钱吃肉啊？如今我亦不是什么大人，青罗也不是什么夫人，以后出门在外就叫我李北辰，或者叫大哥也行。属下不敢。这也没有什么属下。飞燕，你需要适应我们如今的身份。第二天，叶青罗不必再吆喝免费上妆的事儿，就有人特意找上来。你这东西真的是扬州独一份？当然，我还有京城限量款的都没拿出来，毕竟只有3盒，我还想留着自己用。限量款？就是这款，当时京城的千金小姐都抢疯了，我也是托关系才得了这么3盒。丫鬟也是本能的往后面巷子看了一眼，仔细看去，就发现那边停了辆较为豪华的轿子。你这限量的可能卖我1盒，多少钱都不是问题。也不是价格的问题，实在是我也喜欢这款。丫鬟哪懂这些呀，拿不定主意，就跑去轿子边询问。没一会儿，那轿子里的女子轻盈地走了下来，只是头上戴着纱斗，也看不出相貌。看得出来，这位小姐是喜欢的，只用手轻轻试了一下，便询问：“把3盒都给我，要多少钱啊？”这……不等他说话，他便示意丫鬟拿出50两银票。这些够吗？这也值不得那么多，如果小姐真喜欢，多的就算赏钱吧。他把钱给了，3盒东西拿着就直接走了。叶青罗拿了钱就急着要收摊了，飞燕急忙拦住：“夫人，叫姐。姐，咱们这儿好不容易开张了，你怎么就要回去了？难道不是应该趁机再卖出去一点吗？这可是好不容易等来的客人。”不急，等过2天就有人替咱们卖了。走吧，有钱了咱们先四处转转玩玩。一出来，俩孩子可高兴了，他们开心娘有时间陪他们玩，更高兴娘给他们买的许多好吃的。
结果一回来又跑去研究商品去了。你说娘真的是来游玩的？我怎么觉得她像是为了挣钱，顺便带我们玩呢？唉，你娘一看到新大陆就走不动道，这也没办法。等她研究明白了，咱们再和她一起去别处看看吧。好。接下来2天，叶青罗还是一如既往的摆摊。西街胭脂铺的老板就找来了，这是整条街最大的2个胭脂铺的其中一家，另一家大铺子在东街，他都去看过。他来到摊位前没有急着询问，倒是多翻看了产品，才满意的点点头。确实是好东西啊。这位老板，来一盒。我若要的话，可就不只是要这一盒了。哦，鱼儿上钩了。只是2家店，我更属意另一家。只要你肯把东西放我店里，我就立马给你开一个专柜，也会请专门的人去卖你的产品啊，这样还能给你产品打出名气来。租金嘛，1年就算你100两，抽成我就只抽2成，这不算多吧？对不起啊，汪掌柜，我并没有想要租柜台的意思。哎呀，这位夫人呐，你可能还不了解这个行业。说实话，你这东西若不是放在我店里，你就根本卖不出去的。你可以自己放眼去瞧瞧，这街上来往人群众多，你看有能力高消费的有几人呢？汪掌柜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更趋向自己开店，所以……你的意思是要和我成为竞争对手了？叶青罗看到萧家在扬州开的大酒楼，不免有些眼馋。咱们今天不送饭了，就在酒楼吃，怎么样？好呀，今天你挣的钱，当然要你做主了。叶青罗只随便点了几个孩子爱吃的菜，等菜之余，四下打量酒店的位置。不得不说，这做生意需要的好位置啊，可都被萧家给占了。别说，萧家那老头也是厉害，虽说这几年家里没太平过，可是生意上是真不含糊呀。大概1炷香的时间，饭菜才算上齐。孩子们是饿狠了，直接狼吞虎咽的扒饭。看来这萧家手脚是快，我过年期间才给他出了头一批货，他竟然就用来扬州了。我还以为他会先用到京城的，不曾想。确实有五香粉的香味儿。青罗，要不是你这五香粉，他们店里生意未必这么好。你少夸张了，我看这家厨子手艺确实不错，比他们小县城那边强多了。青罗，你是不是想和萧家抢生意啊？李北辰，我像是那么闲不住的人吗？再说，我现在有那个实力和萧家抢啊。青罗，咱们这次出来，主要是为了散心，你可不要忘了这一点。这不是带你散着心吗？是。下午又逛了半天，街上的胭脂店都被他们逛完了。叶青罗还买了不少铺子里的东西。我可比不得汪掌柜，小女只是想来混口饭吃而已。你要在扬州城这地界开店，虽说肯定不易，只是人各有志，汪某也不会做出挡人财路的事儿。那就多谢掌柜的了。你先别急着谢我，今日我既然来一趟，那就说明咱们也是有些缘分的，所以这城里的规矩，我必须提前跟你说说。什么规矩？你开了店，
除了你的口红、胭脂，其余的必须从我们这边拿货。倒也不是强求你什么，只是怕你不知道，东家那边前段时间出现了过敏毁容的事儿，我怕你不知晓拿了他家的东西，到时候卖不出去不说，还会被人追着骂的。是吗？那就多谢汪掌柜提醒。哎呀，不客气不客气，我也十分欢迎像你们这样的新面孔多来这开店做生意的。反正都来了我的地盘做生意了，占便宜那也是早晚的。哎呀，我就喜欢这样貌美的女人都涌过来做生意。你们来了，不仅不能分我的生意，反而还能替我卖货，而且还得受着我的欺负。这些女人都是我的囊中物。直到人走远，他脸色才垮了下来。姐，你怎么了？我觉得这男人人品不行。先不说他说话那副轻浮样子，就他大老远跑来一趟，就为了打压对手，你不觉得有点小人行径吗？可是商人不都这样吗？哎，你可别给商人抹黑。飞燕，你得空去调查一下，看看他和东街那家胭脂铺除了竞争关系，还有没有别的什么私仇。青罗，你不是说来这儿是为了宣传辣椒酱吗？怎么也不见你提啊？你就没发现这边人口味明显偏淡吗？他们更喜欢清淡偏甜的食物。这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美食文化，这地方想要辣椒爆起来得需要更多时间。原来你出去玩的同时注意到的东西也不少，青罗，你真是太辛苦了。这还用注意啊？我学过地理好吗？本来我选择来扬州就不是为了辣椒生意。对了，青罗，你让我研制的新茶我制好了，今日正好得空，我泡与你尝尝。好呀好呀，快泡茶。他翘首以盼地等着李北辰赶紧把茶泡好，然后只见他拿出一件又一件的茶具，一点又一点地摆弄茶桌上的几个杯子。哎呀，李北辰，你快些啊！想喝口好茶就不能急的。好了，这第一杯茶先给你品。他早就等得口干舌燥，接过茶就全倒嘴里。好茶呀！好茶要细品。杯子里剩余的茶被他一杯又一杯的倒喝了。2天后，飞燕也打听出了个大概。原来这东西两街本来是一家开的，后来男的在外面风流有了小三，便有了纳妾之意。可是原配呢是个固执的，执意纳妾就和离。然而这男人变了心，怎么可能受他威胁呢？于是就闹到官府，两人分家产时闹得也挺难看。合着就是个凤凰男。姐，凤凰男是什么？小二，再给我来一壶普洱。好嘞。娘子看中我也是我的福气，只是我却也没有资金增添新货。再者，你这些好东西放在我店里，那可就可惜了。看来周娘也是看过我的东西了。这2天你的口红在城里风靡一时，我很难不看到。只是呢，产品虽好，可娘子想凭这个在扬州这地方抢口吃的，怕还是很难的。可是这品牌本来就是你的，不是吗？我的牌子彻底毁了，一次烂脸，终身难爬起来。娘子还是放弃吧。你敢相信我吗？我劝你还是算了，就算你手里有千金，也是拼不过他的。
我手里并没有千金。那你……可是我有独家产品。你靠产品？靠产品，也靠营销。你若能把那男人打倒，我的店愿意拱手让你，哪怕给了陌生人，也比给那个男人让我好受许多。我回去制定合作方案，等咱们达成协议，就正式开干。为什么呀？你有那么好的东西，明明有更好的选择，不是吗？因为我也是女人。这2年的忍辱负重，我终于等来了能帮我的人了吗？等叶青罗送走钟娘，就跑来李北辰这边看看他品茶品的怎么样。结果却看到这男人点了10几壶的茶，好像要把店里的茶都尝一遍似的。李北辰，你怎么这么浪费钱？你知不知道我现在还缺钱呢？缺钱？那我帮你挣啊。你挣？你拿什么挣？那我挣到了，你给不给什么奖励啊？奖励？只要你给我挣来钱，我任由你处置，行了吧？这可是你说的，到时候可别后悔了。哼，你倒是挣呀，你别嘴上说的。话还没说完，掌柜就又带着1壶茶走了过来。这位爷，小的冒昧，想问问你方才赏的那口是什么茶呀？哼，开茶馆的竟然连茶的品种都尝不出，真是可悲了。嗨，小的愚钝了，还请爷赐教。叶青罗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呢，茶楼的掌柜就开始出价了，讨好道：这位爷，能否把这样的好茶各爱1罐给我呀？在下实在喜欢，想多品几口。这是我托友友从宫里弄出的好茶，就这1壶，你要尝尝可以，只是割爱就……爷，你既然有机会拿出1罐，就一定有机会拿出第2罐。这罐就请你务必割爱。说着就从怀里掏出了100两银票。这茶千金难换，掌柜的如此，叫我十分为难呀。别，爷，就赏了我吧，咱们也算是交个朋友。以后您带人过来喝茶，我绝不收钱。李北辰看他诚意满满，便勉为其难地把茶罐推给了他。100两卖罐茶，那人还千恩万谢。李北辰，你真的很有做奸商的潜能呀！你不会以为我是在坑他吧？难道不是坑吗？那可是茶叶，又不是黄金。那店家也是脑袋坏了，居然拿那么多钱去买盒茶叶。你知道你找的那棵茶树有多稀有吗？我查遍古书，都没有关于它的记载，可见它的价值能有多高了。再说，这棵树每年产出的茶叶，拢共也没有几罐，他手里那罐还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精品所制，所以是绝对值那个价的。哎呀，不管了，反正你今天挣了这么多钱，咱们可以多买点好吃的犒劳你了。那你还想怎样？你说呢？事实证明，这货真的不能惹，一个晚上硬是让人睡不了觉。第2天一早，叶青罗又是扶着墙出来的。姐，你怎么了？生病了吗？叶青罗愤愤地瞪了一眼罪魁祸首李北辰，咬牙道：没事儿。李北辰自知理亏，只能多做点活作为弥补。我也确实是没办法，每次看着那么一道美味佳肴摆在面前，我怎能忍住不贪嘴呢？你还要给我50%的股份？
这店本来就是你的，一半已经是你吃亏了。不过以后我这分店开出去，也会给你留些股份的。叶娘子这般仗义，我还能有什么可说的呀？以后呀，这店就交给你打理就是了。他点点头。这店肯定要重新装修，重新布置。不过我听说你有自己的制作坊。可是员工都被他们挖走了呀，如今制作坊也是半闲置的状态。太好了，有制作坊，有产品，你还怕没有客人来吗？可是，钟娘，你既然放心的把店交给我，那我也斗胆的请你把制作坊也交给我。你放心，不出半个月，我让你品牌的名声重新回归。好。看来叶掌柜的是想好了要和我作对了。汪掌柜误会了，咱们只是各做各的生意罢了，怎能说是作对呢？哼，我早就提醒你不要染指东街铺子，你不听也就罢了，如今还直接把东街铺子给买了下来。你是觉得他钟娘一手打理出来的铺子都经营不下去，你就有能力让他起死回生了？有没有能力这事儿轻易无法下决定。汪掌柜大气，何不给我一个机会试试看呢？哼，你这就是在自寻死路。汪掌柜这是不打算手下留情了？留情？你就等着死吧，我一定会让你跪着离开扬州的。见人走远，叶青罗冷笑：好大的口气。青罗呀，你不知道，他这个人手腕狠辣，如今你算是和他起了正面冲突，只怕下一步……担心什么？咱们走一步看一步。我倒是想看看他一个男人要用怎样的手段对付女人。那个男人啊，城府极深，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和他过了10几年也没看出他的狠毒啊。很快就到了开业之日，全新的店面，全新的商品，钟娘算是一天的流水欢喜叹道：青罗呀，我这店生意最好的时候也没有这样的流水，你实在是太厉害了。你放心，只要3个月时间，咱们就能赚回这第一桶金。3个月？这么快可以吗？当然。对了，我让工人连夜加工的限量款套装就快出来了吧？咱们也该大力宣传宣传了。就算姓汪的故意捣乱，也没能阻止他们的红火开业。你说你是不是笨？收个栗子还能被人当成流氓？要不是咱们有马车，那娘们儿还能追咱们跑3条街。因为街上栗子少，所以才决定下乡收的。谁知道他在换衣服？我问他有没有栗子，他喊着有，那我就没多想就进去了。再说那女人要是长得好看，我这顿打也值了。可是她……什么？你还想偷看好看的女人换衣服？我要回去告诉我娘。别，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小孩子别瞎说。我只是觉得被那么一个女人追着打很亏好吗？就你亏，他不是连我们也一起追了吗？我以为李云朗的娘就够凶了，没想到还有这么凶猛的，简直可怕。他们说爹爹年纪轻轻，居然带着孩子耍流氓，所以要打得更狠一些，害得玉儿都摔了一个大跟头呢。玉儿，哪儿摔疼了？爹给你揉揉。爹爹有这时间，还是想想怎么和娘去解释吧。反正娘知道你耍流氓，肯定会生气的。能不生气？看都看了，他还嫌人家不够漂亮。可是要是长得漂亮，那就不打算跑了呗。不是小宝，我是你亲爹，你能不能不要害我？哼，谁害你了？我说的都是事实。
什么事实？我根本就没看到，我也没嫌她不漂亮。哦，这是不挑食了？李北辰一口老血堵在胸口。我看出来了，这冤种儿子就是巴不得我早死呢。一身狼狈的爷仨刚一到家，就看到叶青罗在院子里晒衣服了。要说往常这个时候，他都在店里忙着了，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你们仨被打劫了？劫匪倒是没遇到，就是遇到了流氓。流氓？难道现在男人在外也这么不安全了？也是，你这张脸确实容易叫人犯错。那他们有没有？好了，你别瞎想，不是你想的那样的。那是什么样的？你们遇到什么流氓了？他们说的流氓是我。你流氓谁了？李北辰，你这作风……我作风绝对没问题，我那是……他把事情的经过跟叶青罗说了一遍，叶青罗顿时笑得喘不上气来。我怎么知道有人会大白天的在院子里换衣服啊？我也不知道那女人看到你长相会不会后悔打你。见他还是生气，便道：你也是太笨了，哪有收东西像你这么挨家挨户的去收的？那我不是头一次下乡吗？对了，飞燕呢？她没有和你们一起吗？要是飞燕姐姐在，我们肯定不会被追着打了。哎，这也怪我，是我想着分开收会更快一点，所以飞燕就去了其他村子了。唉，等着店开起来能够盈利，就不用你们辛苦下乡了。只要放出话去，自然就有人收来送上门的。辛苦倒是也不辛苦，就是村里那些妇女太吓人了。好了，明天我陪你们一起去，正好周娘给了我2天假。等飞燕回来时，是让他们惊喜的，她竟然收了大半车的栗子。飞燕姐，你可太厉害了，竟然收了这么多，我们可是一个栗子都没收过来的。村里好多村民存了这个，收起来并不难。李北辰的糖炒栗子都开业了，别说，因为香味飘得满街都是，头一天就卖出不少出去。看到了吧，你们爹也能挣钱了。我娘还是挣的比你多，你这钱离养老婆孩子还差很大的距离。是，我一定会努力的。大人，你难道真的甘心一辈子处于市井吗？身处市井有什么不好？你看这烟火味多好。可是大人，以你的学识、能力以及皇上对您的信赖，您实在是不应该放弃大好前程的。飞燕，在你看来，我如今的日子不好吗？是好，可也……你知道我有多久没有踏实的睡过觉了？你又知道我多久没有这么自在轻松过吗？可是大人，你曾经说过男儿志在四方，你说你要站在高处，看着国泰民安，看着大清盛世的。可是飞燕，如今国泰民也安，盛世，我相信皇上的能力。还有，我以前是幼稚的觉得，只有舍小家为大家，才算舍身取义，才算不枉活一场。可是我现在只想在这个小家里做好他们的依靠，只有他们好了，我才觉得是真正的不枉此生。大人，飞燕，我知道你此次前来的目的，只是你别费心了，我是不会回去的。我已经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了，现在
就是我想要的日子。你告诉他，李某让他失望了。大人，你觉得我是皇上派来的？哼，不管是谁派来的，以你的能力，你都应该待在皇上身边的。飞燕这辈子只为大人效力，大人若想留恋市井，那么飞燕便也只在市井。只是大人，你不该怀疑飞燕之心的。是，皇上是找过我，可是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他什么，也从来没有想过给他传过什么消息。飞燕，我不曾怀疑过你，只是不想委屈你，留在我身边。外面天大地大，属于你的一片地方，不该在这儿的。别说了，大人，我是不会走的。从我被你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一辈子我就只能为你效力。这些话虽然他是背着叶青罗说的，可终归还是被他听到了。李北辰，你真的不后悔吗？青罗，我知道，我现在说出的答案有多确定，你都会带有疑虑。但我唯一能做的，好像就只能把一切交给时间了。只要你不离开，就能看到我的决心。可是李北辰，你努力那么多年才……以前我自己努力是为了理想，为了抱负。可是现在我才知道，也许我那么努力变得优秀，只是为了遇见你而已。你总说我不出去就会后悔，可是青罗，我不是出去了6年吗？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后悔那6年的缺失吗？你都这样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好像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和你在一起。怎么了？你新品卖得那么好还不高兴啊？我是发愁买地的事儿。你说买个100亩田地需要多少钱呢？如今扬州田产增值，你一下想买那么多，只怕起码要胭脂铺1年的收入才行啊。你怎么突然想买那么多田产了？还不是需要种点庄稼。这样呀，那我把我家的地租给你1年不就行了？你家？厨娘，咱家有多少地？只算扬州的话，差不多就有110亩吧。不过有20-30亩地不算是良田，收成并不好。够了，这些也足够了。厨娘，你就把地给我种1年，你放心，到时候种地收入我还给你分红。这感情好，我拿着租金还能拿分红呢。那必须的。厨娘，你简直是我的福星。青罗呀，我发现你心思真的很多，你这样的商人不出头，真的是天理难容了。可不能这么说，我的理想就是到处都能混一口饭吃就行。娘，和我一起玩的金花买的发卡特别的好看，我也想要。好。娘，我也想再买一条新裙子，他们都每天穿新的。好。娘，我要带翠玉配饰，他们……玉儿，我们本身的美是不需要外在加持的。娘记得你从不和人攀比的。可是他们都有。可是别人有的，我们不一定都要拥有，对不对？我如今算是彻底相信了，大城市真的会迷人眼睛的。他也发现小宝这几天有所变化，确实应当抽出时间和他们好好聊聊才是。两人商量妥当，就带着孩子先来逛逛街。他看到所有喜欢的东西，眼里都是渴望。他不仅不掩饰自己的喜欢，也会主动说出让爹爹给他买的话。
我记得曾经这小丫头最是节省，从来都不肯多买一件多余的东西。可是现在，今天来街上拿的钱不够，我们需要算着花销才行。为什么不多拿点钱来逛街？我身边小朋友都有这个。玉儿，爹爹不是说过，我们不可以攀比的。可是我要的也不贵呀。正好这时身边闯来了一个小乞丐，伸着碗要钱了。爹爹，让他们走开。小宝倒不是那么物质了，可也有些自傲的在身上了，甚至看到小混混都想上前和人比划两下。北辰，我们不能留在这儿了。好，我马上安排，咱们尽快回家。叶青罗再想也觉得不能是这样走了，必须要给孩子上一课才行。正好钟娘给的庄稼地可以种了，他让钟娘派人把他们从家里赶了出来，并且扬言再不还钱就不让他们离开扬州。娘，你怎么欠他们钱了？咱们不是有自己的铺子了吗？咱们还有这么大的房子。房子可不是我们的，这是我们花钱租的，如今没钱，房租都拿不出来了。可是我们怎么会没钱呢？我们明明挣那么多钱了。娘是开了铺子，可是生意不好，所以已经卖给别人了。怎么会？咱们不是把那个掌柜的打败了吗？那也是替钟家抢回了茶叶，跟你娘没有关系。娘帮了他那么多，如今他却要落井下石。是娘欠了他太多，如今只是让我们种地补偿，已经算是念了恩情了。种地？我不想种地，我的新衣服会脏掉的。好，那我们就不去种地了，让他们把娘关起来，最多1-2年，我就能出来给你们团聚了。啊，不行，娘不能被关起来，我们去种地，我们去。娘，这些我们种完要到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快的话，4-5天就能种完。种完了就能回家？是啊，不过我们只能回我们自己家了，这里已经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处了。啊，我才喜欢上这里，怎么就又不能住了呢？这人生就是这样，一些外在的东西我们根本无法控制，我们唯一能掌控的就是自己的内在。所以啊，一个人只有他的智慧和才华才是永远属于自己的，其他的都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我知道了，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功课。乖。青罗呀，你真的要这么着急回去吗？这店才刚步入正轨啊。这次过来本就仓促，只是我一走给你加了许多负担。不过你放心，我会尽快培养几个靠谱的孩子过来帮忙的。好，这店里新品你也别懈怠了。苦力活干了有10来天的时间，看到孩子们心态总算有所转变，总算可以离开这里了。不过以后我一定会再回来的。就是要让那些小瞧我们的人好好看看。一路边游玩边往家里走，因为绕了路，他们回来的时间自然是耽误了的，足足用了1个多月才算到家。青罗，我都想死你了。怎么样？如今有老陈帮忙撑着，你和孩子日子也好过一些吧？我们好了很多。青罗，天气热了，红薯不能卖了，栗子也有点不下货，倒是辣椒酱生意一直好的不行，基本上都是供不应求的情况。对了，青罗，我想去年的凉粉做得那么好，咱们是不是趁着天气转热又接着做凉粉呢？可以暂且把烤红薯的地方收拾出来，然后用来卖凉粉。
只是这次就叫人工做吧，咱们也不必那么辛苦了。好，我这就去安排。李北辰轻轻把叶青罗抱进怀里。哎呀，你就不嫌热吗？不热，抱着你怎么会热？还好他只是抱着，没有在做别的动作。青罗，只有回来家里，我才觉得很踏实。在外面总觉得有眼睛盯着我一样。许是他不舍得你呢？不想了，睡吧。手里抱着叶青罗的东西更紧了一些。大春，你学业没有耽误吧？我脑子笨，一天都不敢耽误。倒是你们去了大城市，好像不一样了。大城市虽好，可是人心不好。早晚有一天，我会当上大官，好好整治整治那群人的。对了，你们家那个李云朗又差点把孩子打残了，后来村里一致决定把他赶了出去，现在他都只能在他娘娘家生活了。他不能回村了？回村也得经过村里同意，反正一般情况是不让他回来了。他不在，我们这些小伙伴和谐多了。小宝，明天我带你们认识新朋友吧。我们建立了一个游玩基地，每次下课都要一块儿去玩。幼稚！我现在已经长大了，要多学习为家里分担了。那些小孩子的游戏，我可不会去玩的。这样啊，那太可惜了。咱们是不是不应该带他们出去外面？出去外面没有错，孩子一时间接受错误的信号，这才是错误的关键。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有时间，可以慢慢引导。我是担心小宝，他越来越喜欢练功夫，关键是他小年纪就有点好武，我真怕他会学歪了。这一点交给我吧，只是玉儿那边要你费些心了。行吧，反正回来家里了也没有多少事儿忙了，咱们就好好操心操心孩子吧。安排孩子去山上野营，说是为了锻炼孩子们的团结，也让他们发掘身边的美好。可能需要你受点委屈，到时候一定不可以露馅儿。放心吧，大人，小宝成为这样我也有责任，我不该急功近利的教他功夫的。那么幼稚的活动，我根本就不想去。家里什么吃的都有，我们为什么非要和他们一起找吃的？而且他们都没有钱，能吃什么好的？我不想去。可是我们以前也没饭吃过，不是吗？山上那些野菜，曾经在我们眼里也是美味，不是吗？再说，万一爹娘哪天挣不到钱了，你们还会对食物挑三拣四吗？可是爹爹不会没钱呀，他说他一定会养活我们的，我相信爹爹有这个能力。没有什么是一定的，玉儿，我们一定要明白，爹爹和娘不可能一直都能护在你们身边。我希望偶尔没有爹娘在你们身边，你们也可以有能力照顾好自己。不用担心，你们不在身边，我可以照顾他。行了，不就是野炊吗？大不了给他们打野味吃。小宝，不可一意孤行，知道吗？知道，一个野炊能有什么危险？几个夫子带着孩子们进了山，食物都是李北辰提供的，不过要孩子自己去寻找。哥，这游戏到底什么时候结束？我都累了，而且野菜也不好吃，我想吃娘做的饭了。玉儿，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娇气了？忘了咱们吃不上饭的时候了？我告诉你，娘可不喜欢挑食的孩子。我才没有挑食。倒是这山里怎么也没个小动物出来，我还准备抓点野味给他们尝尝呢。
就会吹牛，野味根本就不是那么好抓的。那是我没看到，看到肯定能抓到。夫子，那边有花鹿，我看到花鹿了。花鹿，这要是抓住了，不仅能吃鹿肉，还能卖不少钱呢。我娘肯定会高兴。孩子们，看到小动物就要离远远的，千万别让它们伤到你们啦。是啊，夫子。于是一个人偷偷的想要去抓鹿，玉儿也要跟着他。哥，我也不想玩那些无聊的游戏。那就跟我一块去抓鹿，你放心，我会保护你的。好。俩孩子找了半天也没看到花鹿，玉儿有点担心起来。哥，我们回去吧，一会儿会迷路的。迷路？开什么玩笑！你等着，我肯定能把鹿给抓住。可是哥，天都晚了。别吵吵，一会儿鹿被你吓跑了。小宝一意孤行，身上的自负越发明显。他是一直走到天都要黑了，这才想着放弃。算了，我明天再来抓他。哥，我走不动了。再坚持一下，我马上带你回家。可是我好饿。北辰，这天都黑了，他们俩那么小，真要他们待在山里过夜吗？我知道你心疼孩子，可是这次不改正过来，以后可就难了。你自己看看，小宝如今的骄傲自满，他才6岁呀。哥，我们是不是出不去了？别胡说，就这山头，我闭着眼都能走出去。可是我走不动了，我好饿。咱们不能走了，看来要等着爹娘来找我们才行。娘很快就会来找我们的，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哥，我们没有吃的了吗？忍忍吧，等爹娘来了就好了。可是哥，夜里会不会有狼呀？不会的，早知道我就不跑这么远了，没想到这山路这么难走。飞燕就在他们不远处住着，晚上野兽狂嚎，俩孩子到底是怕了。这一夜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支撑着过来的。第二天一早，玉儿就喊着饿，所以只能摘一些野果充饥。哥，我们没别的吃的吗？这个时候你还挑剔？他们沿着山路继续走，小宝看着太阳升起的方向，便知道要往那边走了。哥，我走不动了，你出去找到爹娘，让他们来接我好不好？不行，你是我带出来的，我必须把你带回去。没一会儿看到是有人走来，他们高兴坏了，急忙出来求救。大叔，你能不能带我们出去？哥，我们不要他帮忙了吧？没关系，等他带我们出去了再说，反正我身上有9节鞭，也不怕坏人。那人倒是没说话，由着他们跟上。走到一半，小宝隐隐听到飞燕的喊声：小宝，玉儿，飞燕姐姐来找我们了。谢谢叔叔，我们家里人已经找来了。这就想走了？你想干什么？你说呢？哥，还是拖延一下时间，一会儿飞燕姐就来了。这种莽夫还用飞燕姐出手？他根本不听劝，直接就上了手。雕虫小技，还敢在我面前显摆？你最好放了我们，否则我飞燕姐是不会放过你的。哦，是吗？他知道怕了，拉着玉儿边跑边喊：飞燕姐姐，
我们在这儿，飞燕姐姐。那人武功高强，只飞跃2步挡到他们面前，然而根本近不了人家的身，就被人掐住脖子。飞燕硬是走在山里拖了1天才带他出去，他没脸回家，硬要找到玉儿一起。娘，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有保护好玉儿。我们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的犯错，只是这次犯了错，下次不会再犯就好。可是我这次犯的错根本无法弥补，我都丢了玉儿，我还害得飞燕姐姐受伤，没关系的，爹爹他可以处理好的，而且那个人已经找到，他只不过为了些钱，所以暂时不会伤害你妹妹的。我和爹爹已经在筹钱了。爹，你一定要把妹妹赎回来，只要妹妹没事，我以后一定好好听话，一定不再逞强。爹，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知道的，小宝，我也一定会赎回妹妹的，你放心吧。他们还是在当天夜里把玉儿接回来的。小宝是忙前忙后的照顾妹妹，生怕哪里做的不周到了。娘，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乖，等闲暇了，还是要带孩子多去庄稼地里干些活，也免得他太娇气。娇气就娇气了，女孩子娇气点没什么，只要她不嫌贫就没问题。说好了2个孩子一视同仁，你别想区别对待。而且玉儿本就是在村里长大的，若是太过娇气，如何融入集体？好，我知道了。你看，我也就随口一说不是。再说，经过这次教训，他俩能不长记性吗？青罗，我发现在家里的生活节奏慢了很多，不像在扬州，每天睁开眼就要考虑今天能不能挣到钱。那你喜欢家里这种生活吗？喜欢，想一辈子待在家里，待在你身边。好，那就一辈子待在家里，只要你不嫌烦就行。我才不嫌呢。以前最盼望的就是这个时候，因为马上就有粮食可以吃了。是呀，粮食是咱们的全部。不过，许多家庭种的田也就只够糊口。如果能教他们种点更挣钱的庄稼，是不是就可以做到每家都有余粮呢？星罗，你又想设什么主意呀？你不是说许多人打听红薯的事儿吗？正好我们需要大量的红薯。我想，与其咱们无休止的买地，还不如组织大伙儿一起种呢。可是他们种了，还会吃我们的烤红薯吗？不用担心。再说，钱什么时候都能挣，可是如果能让家家户户有粮吃，那可是一件大恩德的事儿了。我就没有你这样的觉悟，不过这真的是为民的好事儿。我们那时候要是有你，也不至于挨那么多年的饿。两人正说着话，就看到不远处一道憔悴的身影走了过来。哎，星罗，你看那个相片是李秀珠啊。秀珠？只见他背上背着一背笼重重的猪草，才几月时间，他仿佛就老了10岁一般。他还是上前拦住了秀珠。秀珠，你怎么在这儿割猪草？是你大哥还是三哥请你来帮忙的吗？没事，我就是回来看看，见家里没有猪草就去割一些。秀二嫂，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等我下次空了去看你和小宝玉儿。叶青罗也本想为难他，可是不远就看到朱彩霞迎面走了。李秀珠，你是吃屎的吧？让你割个猪草就割了这么长时间，你是诚心把家里的猪饿死是不是？就你这样，你还想回来吃饭？我看你和猪一块吃草去吧。对不起大嫂，我想多割点就耽误了时间，我这就回去喂猪。找什么借口？也不看看你现在什么德行，连个男人都管不住，
动不动的就被人赶回到家里，一点用都没有。就你这样也好意思吃饭？我要是你，我就一头撞死去了。大嫂，我只是回来看看爹的，你要是实在见不得我回去就是。回去？你还能回哪儿去呀？谁不知道程家人都不把你当人了？你那个男人也早就不想要你了。你要是自己识趣儿，早就投河死了，免得叫人碍眼。李秀珠哽咽着，正要从另一边离开，朱彩霞却拦住他。怎么？这才刚说你2句就学会摆脸色了是不是啊？你算什么东西？有本事以后别给我回来！我告诉你，下次再想回来吃饭，没有3笼猪草就别想吃。话音刚落，见叶青罗愤然地走了过来。谁的猪谁喂？再说，有些人也是人猪不分，你这草根本喂不了。叶青罗，你说什么？走吧，秀珠，以后回来就回二嫂家吃饭。叶青罗，你听不到我说话是不是？对不起，我听不懂别的生物说话。秀珠，你怎么这副模样？秀珠，别回去了，以后你二哥二嫂养活你。哥，我快要活不下去了，我真的快要活不下去了。你该早点告诉我们的，傻丫头，我不是说了吗？无论什么时候，你身边都有哥嫂。二嫂。叶青罗也不问再多，只匆匆去给他下了一碗鸡蛋面。秀珠，无论什么时候，吃饱饭是最重要的，快吃吧。快吃吧，一会儿晚上再给你炖排骨。这碗饭，李秀珠是含着眼泪咽下的。程子莹，这笔账，我李北辰一定和你算清楚。叶青罗安排秀珠帮忙卖凉粉，这丫头本身手脚也算利落，做事也不用她太上心。秀珠很快投入工作，她回来住了7天，程子莹才不急不慢地来接人。不知这位贵客是谁家的？是不是走错了人家，敲错了门？二嫂，我来接秀珠回去。她说回来看看爹，没想到回来了这么多天。这儿没你找的人。青罗，你以前可从来不会这么冲动的，怎么今天？就凭他用了几个月时间，就把秀珠折磨成那副样子，他在我心里就不算个男人了。秀珠啊，我和你哥还是不放心，想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自从我主动回去后，就好像和所有人都低了一等一样，家里的大人孩子都可以对我吆五喝六，这些其实我都可以忍受。可是子莹她欺负你？他摇摇头，不是欺负，是无视。他每天都不会跟我说一句话，甚至不肯多看我一眼。在外人面前，他还会维持表面上的夫妻关系，可是只有2个人的时候，他就跟个冰块一样，冷得让我不寒而栗。秀珠，你想好了吗？如果你愿意离开他，我和你二哥都会帮助你的。二嫂，我只要在店里帮忙，你给我口饭吃我就知足了，我没有什么别的奢求。不，你要有野心，你要有离开他也可以过得很好的野心，你还要有要回孩子的野心。我真的可以吗？当然，秀珠，只要你敢放手一搏。好，有二哥二嫂，我便无惧无畏。有了秀珠的话，程子莹第2次找来，叶青罗就没把他拒之门外了。我知道你尽力过了，既然实在无法修补，那就和离吧。二哥，我真没想到二哥会说出这种话。二哥别忘了，我和秀珠是有孩子的，我们可以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孩子着想。孩子？你若真为了孩子，就不会把他娘往死了逼。
你说没想到我会问出这种话，可是我想问问，你想让我问什么？问你为什么把我妹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还是问你怎样才能把她接回去，重新过日子？我已经在努力了。不用了，我自认为我妹子还没有差到让人如此难以忍受的去接受她。你不爱她，我们爱她。从今天开始，你的形象就代表了店里，所以不管是皮肤还是穿着，都要谨慎得体。可是二嫂，我怕我不行，我觉得卖凉粉更适合我。凉粉是好卖，可是它的工期只有2-3个月，你之后终归是要出来的。胭脂铺呢，看起来不好做，可是等你都了解明白了，也就不难了。二嫂，我还是要你帮我。放心，我会陪你一起看店的。新店开张，热闹非凡。青罗，你怎么总是不动声色的就把店开起来了？不是不动声色，这个我规划了许久呢。那可太好了，以后用脂粉都不用花钱了，直接来店里拿就行。是，看上什么都拿回去用就是了。姑，翠芝，你怎么回来了？姑，我一直都想回来看你，可是娘总是怕这个怕那个，所以就耽搁了。可是翠芝，马小红就在隔壁店里上班，要是让她看到你，那就糟糕了。我才不怕她呢，反正我娘都和她和离了，他们家再纠缠我就报官。我和娘也不可能躲一辈子的吧。话是这么说，可是姑不用担心，我敢回来就不会怕的。好孩子，你和你娘的鸡蛋卖的怎么样呀？姑侄俩才说了一会儿话，叶家人果然就围了过来。姑姑，我早晚都要面对的，没关系。翠芝，你个死丫头，总算出来了，看我今天不打死你！哼，你叶家2个闺女都不愿回去，你难道不应该自我反省反省？竟然还在这儿抱怨。反省？你让我反省？难道不是吗？你家养女儿就知道压榨女儿，从来不把女儿当成家人，只想着把女儿身上的价值全部都压榨干净。啊，如今你们不喜欢的女儿都走了，你们难道不应该高兴吗？还是觉得我们身上的价值还没压榨干净，所以就不痛快了？你胡说！胡说！难道我姑姑不是会走路就开始干活的？而我不是也不姑姑的后路？你们总是说生我们养我们一场，我们不懂感恩。可是你喂过姑姑一口奶水喝吗？从小到大你管过她吗？那时候要不是奶奶还在，姑姑就得饿死。而我只是比姑姑幸运一点，因为我娘她还是爱我的。而你们何曾把我们当过人啊？包括你家的媳妇儿，你们把谁当过人啊？我就不明白了，明明奶奶也是女人，为何会如此刻薄对待女儿媳妇儿啊？你胡说什么呀？真的，我也听说了，这家人特别的重男轻女，根本不把女人当人看。哎呀，那在他家的女人呐，可真可怜呐。可不是。我告诉你，死丫头，老子养你那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现在一声不吭的就想离开，没那么容易。叶振山，你不想进监狱的话，就安生点。叶青罗，你又算什么东西？要不是你，我们家能成现在这个样子吗？叶青罗呀，果然是你干的好事儿，真没想到我竟生出你这种毁掉娘家的女儿啊！我离开你们那个破家是我自己的决定，跟姑姑有什么关系？你这死丫头还敢犟嘴！走走走，跟我回去！我现在已经不是你叶家的人了，你们根本无权带我回去。什么？
不是叶家的人。我告诉你，就算我们把你娘扫地出门，你也还是叶家的。这一点呢，你死也改变不了。是吗？那如果我嫁人了呢？你们还敢说我是你们叶家的人？你个贱人啊！怪不得要炸死啊！原来是外面早就有相好的了。我告诉你，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私自嫁人是不作数的。走走走，跟我回去。你说我现在拿着婚书上告衙门，说你们当街强抢民女，县令会不会判你们坐几年呢？行，你个死丫头，不回就不回了。你告诉我，你娘在哪儿？真是笑话，我娘早就和你和离了，你凭什么去纠缠她呀？死丫头说什么？难道不是吗？政府签发的和离书，难道你想不作数了？你，实话告诉你们，那个家就是我有预谋逃离出来的。如今为了自由，我什么都豁得出去。你们要是再惹我，我可不介意和你们鱼死网破。鱼死网破？哎呀，好呀好呀，我们叶家真是养出了2个好女儿啊！一个叶青罗，一个翠芝，真是好啊，真是好呀！要钱？哼，你这是要算账了？那我倒是要问问啊，我和姑姑这些年在家里任劳任怨做的那些苦力要怎么算呢？还有姑姑结婚时和结婚后你压榨的那些钱又怎么算？你今天要是把这笔钱算清楚，那别的我就都还给你。你那6年给你儿子交的私塾费，以及李家赶我走的时候给你的好处费，这些钱你都给我拿出来，这样你说的养我的钱，我就1分不少的还给你。从此以后，别让我在这里看到你们，否则我绝不客气。死丫头，你等着，我是不会放过你们娘俩的。你们这辈子都别想摆脱我。我之前的建议，你还是考虑考虑吧。跟这种人耗时间，真的是浪费。我以为只要我们肯面对就不怕什么，谁知道。姑姑，等我把我娘的养鸡场办好，我就好好规划我的未来。好，其实我是不忍心告诉你，那个养鸡场因为叶家人在，你们根本办不好。没事的，翠芝比大嫂坚强得多。我看叶家人闹得没趣，也就不会再上门了。他们的事并不难解决，我是在考虑茶楼的事儿。大春舅舅把京城的茶楼经营得不错，我一直在想扬州那边。青罗，现在你这小生意已经处于遍地开花的状态，我觉得你还是不要把自己弄得太累，这样反而不好。我是想咱们这小县城也没个像样的茶楼，我看这2年人们生活还是不错的，如果开个茶楼在里面卖些零食，我觉得也是个很好的出路。你们家这样，难道不是你自己造成的？叶青罗，我真是惯着你了，是不是不打你，你就不知道我是谁了？叶振山，你是不是除了打女人就没别的本事了？我今天还就打你了，怎么样？就在这时，一道生冷的声音传来，我看谁敢！一脚就把他踹到地上。我记得我警告过你，再敢在青罗面前找麻烦，后果是要自负的。我是来找翠芝的，又不是找她麻烦，是她自己欠管闲事儿。我来教育自家孩子，什么时候轮到你动手了？我收拾欺负我娘子的混蛋，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的娘子又什么时候轮到别人指手画脚了？她就算嫁给了你，那也是我叶家的女儿，她也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
你别说我就是来教育他，我就是要他的命也不为过。我从来没见过哪个当母亲的像你这样无耻的。我记得当年你把青罗嫁到我家时就说过，只要礼钱给够，你可以当做没有这个女儿的。那时候不是说背上卖女名声也无所谓，怎么这会儿又来拿母亲的身份来说话了？好，既然你们说到这份上了，那就一次性给我养大他的钱。还有翠芝，你们不是也想要吗？那就把钱都给我，我保证拿着钱就再也不找你们了。就算以后走的路上，我都可以当做不认识。行啊，咱们的茶树今年已经种上了，如果就近开了茶楼，不仅可以整合栗子店，还能把这儿当成新茶的试点，我觉得可以。大嫂，你怎么大中午的跑来了？青罗，不好了，我养的鸡突然死了大半，他们说我的鸡得了鸡瘟，要全部活埋掉。怎么会得了鸡瘟呢？可是兽医说了，根本就不是鸡瘟，更像是中毒。青罗，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把你给我的钱全部都投了进去，如果他们把鸡都埋了，我可就没法活了。大嫂，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看看吧。哎，这根本就不是鸡瘟，是有人故意投毒。谁会无聊的投毒杀鸡呢？我看呀，就是鸡瘟。你们快把它烧了，免得连累旁人。不行，你们不能这么做，这些鸡根本就没病。叶青罗一看这阵仗，讲道理肯定是讲不过了，于是交代大嫂先去报官。你们这些人这么着急烧人家养鸡场，这该不会毒就是你们下的吧？你这小姑娘胡说什么呢？这些鸡明摆着就是鸡瘟，要是下毒，那不都死了？怎么会一天死一批呢？兽医都没说是鸡瘟，你们就这么认定了？我看这肯定就是你们下的毒。你又是谁呀？我们村子的事儿，用得着你多嘴吗？我就是看不惯你们欺负人家一个小姑娘。不是我说，一个村子里的大老爷们儿对着人小姑娘咄咄逼人，你们也真是好意思。你胡说什么？我们是怕鸡瘟蔓延，毁了我们村其他的鸡。你不懂就别在这乱说话。官府来人也及时，要不然叶青罗都不知道要怎么和这群村民周旋了。大嫂看着那些活蹦乱跳的鸡，也是心疼的不行。我好不容易养了大半年的鸡，如今也是好不容易能够挣到钱了，可怎么就会成了这样了呢？别急，都会好的。可是青罗，鸡蛋不能等啊！你说我们这么多鸡蛋，可怎么办呢？这么热的天气，没2天可是要坏的。翠芝，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哎，我好不容易找了2个可以收鸡蛋的小贩，可是这事儿一出，人家必然是不肯要了。除非把这鸡蛋做成别的小吃去卖，要不然只能坏在家里了。翠芝的这个想法是对的，你这鸡蛋只能用另外的手段去销售了。可是鸡蛋还能做成什么小吃呢？再说这大热天的，做什么不容易坏吗？在我看来，这些肯定都要砸在手里了，我想想就觉得心疼。外面有卖咸鸭蛋的，要不然试试做成咸鸡蛋，到时候卖便宜一点，应该也能卖出去。咸鸡蛋肯定是不行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可要怎么办才好？总不能把这好东西都糟蹋了去吧？你们有没有见过松花？松花见过呀，村里到处都是松花树。那就好，今天先休息吧，明天把鸡蛋拉到我家里，我给你们做好吃的。
姑姑，你要做什么好吃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们也一定要好好回忆这2天的事儿。如果想到什么线索，记得及时去告诉官府。这个是自然，我一定会尽快把那个杀千刀的抓住的。大嫂和翠芝就拉着一车鸡蛋过来了，因为鸡蛋的事儿，也忘了提前和李北辰说。这是……哦，青罗说要用鸡蛋做成小吃。快把鸡蛋先搬进来。北辰，你也别愣着，我昨天让你准备的东西都拿过来了吗？昨天买的东西和鸡蛋能做出什么好吃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蛋、水、烧碱、红茶末、食盐，材料准备完成。因为正宗的松花蛋也是鸭蛋腌制，如今换成鸡蛋好像就只能做成皮蛋了。大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腌制鸡蛋的，不安地问道：青罗，这样真的可以吗？我怕再坏了就浪费了。不用担心，等过个半个月就好了。因为要等上半个月，翠芝就干脆留下来在腌制铺帮忙。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竟然懂得这样多了。姑姑说让我日后管理腌制铺，所以我就看书学了一些。你是说胭脂铺以后要让你管理？是啊，铺子里这些产品看起来不多，可是要是学透了也是需要些时间的。看起来呀，我得更努力一些才行。如果二嫂都选好了管理的人，又为什么说要培养我呢？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店里我来看着就行。这就要开始赶我走了吗？看到秀珠垂头丧气的出来，他开口问道：秀珠，你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没什么事儿，就是店里有人看着了，不用我了。你说翠芝吗？她一个人行吗？二嫂早就悄悄培养了，想来是不错的。没有悄悄培养啊，不过那孩子好学是真的。秀珠，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就去忙，一会儿我去店里看着就是。二哥，我知道我很笨，在这儿就给你和二嫂添麻烦了。我怎么突然说这个了？我知晓自己能力有限，以后店里肯定是需要个主心人来管店的，可是让一个小孩子管我……你要是这样想，可真就辜负你二嫂了。她从来没有想过再找一个人压你一头，如今她亲自教你，也是希望你能早点担起事儿来。可你总是躲在人后不敢上前，你知道她为了给你时间，自己有多累吗？二嫂她怎么都不告诉我，我不配叫她对我这么好。哎，你要是真不想辜负你二嫂，那就好好振作起来。为了孩子，为了不被那群欺负你的人看扁，你一定要更努力一些。可是哥，子莹她又要成婚了，我们才合力多久，她又要成婚？我的孩子可怎么办呢？你还放不下子莹吗？不是放不下她，是担心孩子。不过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如果我和程子莹没有发生那些事，那我们会不会……往事不可追忆，秀珠，我们得往前看。二哥，我都知道的。还有，你有什么心事儿，应当及时和你二嫂沟通。像你这种把心思放在心里，自己瞎琢磨，最后只会伤了自身，也伤了你嫂子的心啊。我知道的，二哥，我以后再也不胡思乱想了。二嫂她待我如此的好，以后我定然再不胡想。一家人最需要的就是沟通。你和程子莹走到这一步，不就是因为没有好好沟通吗？所以你才更要知道沟通的重要性。我知道了，哥。还有，你想孩子，我会出面把孩子接过来。程子莹不是要成亲吗？
孩子留在他身边，也定然不方便。可是哥，他们那家人肯定是不会同意的。我看子莹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你放心吧，我会去跟他好好沟通的。以后每月就把孩子接过来住上几天。二哥，你真好。秀珠的孩子被李北辰顺利接了回来，不过李北辰去了才知道，程子莹是死都不肯再娶的，甚至为了反对，已经割腕又被救回来。他不成婚对孩子也好，孩子现在还小，如果是个不好的后娘，那孩子多可怜。想来想去，也觉得程子莹肯定是为了孩子考虑的。飞燕是在第3天醒来的。太好了，总算是挺过来了。大人，你身边有奸细。我都知道的，现在你只管安心休养身体便是，别的不用担心。可话出又硬生生地收了回去。叶青罗知道他是有话要单独和李北辰说，于是借口给他熬药，就先出去了。飞燕，这次伤你的人，你可知道来路？是他吗？他们手段很虐，不像是宫中派出的人，倒好像是有人特意培养出的专业杀手。不过对我更像是泄愤，不像是仇杀。专业杀手，泄愤？可是京城中的那些杀手都不会是你的对手，可这次竟然能把你伤得这么狠，你又说是泄愤，到底是谁要这样仇恨我？大人，那些杀手关键，你身边的人也很关键。若是不尽快查出那个偷偷向京城报信的人到底是谁，那你早晚还是会有危险的。我心里都有数的，你不用太过担心。叶青罗包的皮蛋好了，大嫂和翠芝满脸期待。这真的能行吗？行，当然行。大嫂忐忑地砸开一颗蛋，只见里面的蛋变成了黄色，摸起来也是有弹性的。青罗，这蛋是坏了吧？怎么是坏了呢？这明明是很好的。他一口气剥了10颗蛋，用蒜汁辣椒油拌了拌，然后递给他们尝。尝了就知道有多好吃了。青罗，这个好吃呢。好吃那就拿去凉粉店试试吧。叶青罗拌了一盆皮蛋过来，就挂出牌子，吃2份送1碟皮蛋。人们没见过这玩意儿，不过免费的谁会错过呢？于是这第1天就卖出了100多个蛋，这下大嫂才松了口气。本来后来那些人送来的鸡蛋，我还考虑着要不要继续包的，现在看来交给青罗真是对的。青罗就是厉害，他做出的美味呀，不仅新颖，还特别好吃，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穷人来说，你看这样物美价廉又下饭的吃食，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恩赐呀。是啊，现在正值收麦子的时候，本身种庄稼就容易吃不下饭，要是有这些开胃的凉菜，可算得上是救命了。叶青罗看清面前穿着官服却依旧挡不住秀气的男子，微微愣了一下。苏雨，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在京城做了大官吗？你难道没有听说过爬得高摔得狠的道理吗？如今我想脚踏实地的努力2年。这是好事儿，苏雨，你一定会重新爬回那个位置的。可是我想要的根本就不是什么位置。什么？哦，没什么，我们旧时相见，是不是应该聚一聚？这晚上我在我府上设宴，你一定要来。可是大人，脱了官服我是苏雨，难道你如今连和我小聚一下也不肯了？那好吧。太好了，青罗，我立刻去准备你最喜欢吃的菜。
青罗，他是不是对你还不死心呢？他难道不知道你和北辰已经重归于好了吗？他可能有些执念放不下，有些话也确实应该说清楚，免得继续耽误他。按说他也确实算是个不错的好男人，要不是有北辰在前，他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呢。他是个好男人，可是跟我不是一条线上的人。晚上，苏雨早早就开始准备了。青罗，苏大人，如今我也是错不素衣，难道还是不配拥有名字吗？苏雨，你怎么回来也没有提前说一声，我们夫妻也好给你接风。就是，应该提前说一声的。青罗，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你看猪骨汤，你以前能喝3大碗呢。以前青罗没有肉吃，所以才会喜欢喝汤。如今家里肉够吃，这汤不喝也罢。小心鱼刺。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李北辰看着他眼里的爱意，也没有太过说什么，只陪着青罗安稳地把这顿饭吃完。苏大人准备这些菜有心了，只是青罗口味早已改变。人成长后总会变化，大人也不要总停留在过去才是。口味会变，可是付出过的心就不会变。青罗爱吃这个。不，青罗爱吃这个。大人还是不够了解青罗。笑话，我不了解他，难道你了解？当然。两个男人还在暗暗较量，叶青罗只觉得今天这饭是食不知味的。晚饭终于结束，李北辰牵着他的手就要回家。青罗，你等等。苏雨，我们……青罗，难道你连单独和我说几句话也是不可能吗？我……有什么话还是跟我说吧，我们夫妇一体，没有什么可避讳的。你要听？好呀，那就跟我去一趟书房吧。好。李北辰，你真的认为你可以护住青罗吗？不然呢？难道我的娘子还需要别人护着不成吗？李北辰，你太自负了。你以为你躲到乡下，朝廷就会放过你吗？你以为被你们成功偷袭后的敌国会放过你？李北辰，我就怕你不仅保护不了青罗，反而还会连累了他。你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这些还用谁说吗？我只知道卓不可汗已经死了，谁都知道这代表了什么。可是他死了，也改变不了卓部逐渐削弱的事实。可是如今，新可汗已经把他们的公主送给了皇上。听说两方把上次冲突的罪名全部都归到你身上了。说起来，你只是背了个锅而已。可是万一卓部派人追杀你，你说皇上他能护你吗？我如今只是一个乡野匹夫，他们又怎会抓着我不放？可是新可汗要了咱们的公主，你知道那个女人有多恨你吗？她是因为你才被迫屈辱地嫁给了敌国老可汗，如今老的死了，又不得不跟着新可汗，这种恨她都会算在你的身上的。所以李北辰，如果你真的爱青罗，你就应该放过她。多谢苏大人今天这样肺腑之言，我李某人听到了，也知晓你对青罗的用心。只是苏大人，花开花落自有时，你又何必执着曾经呢？我和青罗都发自内心的希望大人可以尽早的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这么说，你是不肯听我劝了？你一定要拉青罗，拉孩子入水是吗？哼，你觉得我还有的选择吗？曾经我也想过不要连累他，
不要连累孩子。我甚至连和离书都拿了，我就想给青罗和孩子一份清静，可是他们还是不会放过他的。李北辰，你太自私了。是啊，这次我想自私一回。他从书房出来，径直走到叶青罗身边，轻轻拉住他的手往外走去。那明明应当属于我的妻子的。青罗，你有没有后悔接受我？你怎么会这么问？因为我在你身边，总是让你的生活不再那么安稳。哪有什么安稳的人生呀？因为是你，我什么都不怕。他停下步子，激动地将他拥进怀里。青罗，谢谢你，谢谢你愿意留在我身边。啊，李北辰，你的茶馆到底要安排到什么时候开业呀？大伙儿可都等着急了。哎，这地界找个合适的房子都不容易。如今老陈也在看着装修了，等到时候好了，我带你去看看。好。对了，你家老三不是最近也在搞装修吗？好像是在创业，不过也不关我们的事儿。总算是可以下床活动了。他总是心急，觉得这副不听使唤的身体十分拖累。姐，薛大夫有没有说过我什么时候能真正的好起来？我觉得我腿一点力气都没有。你不要操之过急，你想你受了那么重的伤，捡回命就已经很难得了。这要是需要1年半载的恢复，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什么？要过1年半载？这怎么能行？我只是举例子，也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只是你得有耐心，慢慢来。可是不能慢慢来，不能慢，我还要保护大人和你们。飞燕，你总是只为大人着想，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也许你有一天也会遇到一个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然后就会发现更美好的人生。最重要的人，大人就是啊，飞燕就是要跟着大人一生的。我的意思是，我一辈子都是大人的属下。我明白，可是飞燕，如今你忠心的大人都已经回归平淡的生活了，你是不是也可以放下负担，好好为自己想想？夫人，你是想赶飞燕走了？我怎么会赶你走？我是想你多为自己的人生做做打算，别为了大人耽误了自己。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你都不可以背着我去行动。我答应你。他把他抱进怀里很紧。我一定会拼尽全部力量，不会叫你受到任何伤害，我发誓。哥，你也太偏心了，自己娘子就使劲疼，自家妹子倒是可以随便用了。哎呀，你嫂子身体不大好，她又天天操心店里的事儿，如果庄稼也指望她，那她肯定是要累倒的。不过你放心，你哥也不白让你帮忙，到时候给你包个大红包。这可是你说的，到时候别赖账。我什么时候赖账过？哥，咱们今天割那边的地，就哥家里分出来的2亩，那个已经熟透了，不能再耽搁了。行，咱们争取2天把它给搞定。我家妹子就是有志气。两人干劲十足地跑来地里时，就直接傻眼了。2天前来看还好好的麦子，如今只剩叉子了。哥，你是不是忘记了？这里其实已经割完了。他摇摇头。那难道是爹跟大哥给割走了？小朱，看来有人见不得咱们操劳，所以帮忙把庄稼给收了。啊？会有这么好心的人吗？哎呦，这是哪位贵客大驾光临呢？我不是还记得有人说什么这辈子都不踏进我们李家的门了吗？怎么今天这是刮错风了吗？我只是来拿东西的，
你们家可能是太早去收庄稼，没太看清楚，所以把我家地里的粮食错收回来了。什么？你说我们把你们家的粮食拉回来了？李北辰，我看你着实是没睡醒糊涂了。我们家怎么可能会错收什么你家庄稼呀？这地是不是我的，大家心里都有数。如今我好言相劝，已经是给咱们留着体面。可是你们若是非要让我闹去官府，那我也不介意跑去一趟，只是到时候可就不是现在这么好说话了。就在这时候，李老头不急不慢地从房间走了出来。北辰啊，我知道你看不上这个家，可是你也不要这般咄咄逼人吧。毕竟老家的宅子我们都已经不再计较了，那么这2亩地就必须得留在家里吧。你若是对田地房子有任何质疑，都可以去找官府或者找李正来处理。这样无故收了我家粮食就是不行。你家？你是当真是不再认我们了是吗？哼，我们的关系，爹，你在刑场时不是都说得很清楚了吗？李家没有我李北辰，我李北辰也不入李家门。当初既已说好，如今又何必再来纠结？好，既然你已经不是李家人，那就更加不能分我李家家产。那田产并不是你李家的财产，那是村集体分给个人的土地。那2亩地本来就是村里给我李北辰一家的，何来分你李家财产一说？好啊，李北辰，你可真是个大孝子，你爹我今天见识到了。我1亩地收成8麻袋净麦子，2亩地就是16袋。看在你们帮忙收成的份上，我就只收15袋。你们考虑清楚，是我自己上门收，还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李北辰，你这般丧尽天良，就不怕遭报应吗？大嫂有功夫惦记别人，会不会遭保证？倒不如先担心自己。你什么意思？还不等李北辰开口，李老大就走了出来，道：李北辰，你就算看不上这个家，也不能对你大嫂没大没小。哼，大哥有空还是看看眼睛吧，别到时候眼睛坏的连自己身边人都看不住。他这是什么意思啊？别理他，我看这人已经彻底被叶青罗那个贱人洗脑了。现在人家跟自己娘子一心，自然是不把咱们放在眼里。你看看，我就说收也是白收。李北辰现在是一点旧情都不念了，咱们倒好，这白收一场不说，还搭上了人工。他要就得给吗？到时候把打出来的麦壳子送他20包就是了，还想要净卖，简直做梦。就是说，如果麦子都给了他，咱们今年明摆着就不够吃了。还有云朗如今留在彩霞娘家，咱们也得匀些粮食送过去才行啊。这孩子让你们教育的，从小到大打伤过多少孩子呀？如今下手更狠，怪不得村里容不下他。爹，你怎么能这么说呀？云朗他也不是无缘无故就去打人的，那都是那些孩子太可恶了，打他们都是活该。活该？你儿子抢人家东西，抢不过就把人家推下石桥，你说人家活该？上次也是，人家见了他躲都来不及，他非要追上把人家往死里打，这是人家活该吗？
就你这孩子，再不好好教育，你们就等着下半辈子去监狱给他送饭去吧。元朗就是调皮了一些，可哪有爹说的那么夸张？再说村子里的人就是看咱们李家又没落了，所以才故意排挤。我看元朗打他们就对了。你呀，有你这种娘，你儿子不怕挨刀子。青罗，你店里这会儿不忙吧？还行。要不我们去茶楼尝尝我们新出的茶？好呀，我早就想尝尝你的手艺了。怎么样，味道还行吧？何止还行啊，简直是太香了。青罗，你从哪弄来这么好的茶呀？这是北辰亲自培育的茶树，如今这茶叶还少，也就是你，旁人来了，我是万万不舍得拿出来的。青罗，其实……哎，对了，我怎么听说你娘要放叶震山出来了？是不是真的？青罗，我不信你这般不了解我。是，我也是道听途说的。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家太闲了，每天听风就是雨。这次还要插手潘恩的事儿，简直没法说他。你娘的性格我也知道，她那般执拗。如果你真有什么为难，我不怪你的。青罗，难道在你心里我就是那么不分是非的人吗？是，我娘是重要，可是家里是家里，案子是案子，我根本不会混为一谈的。我知道你是个好官，可是我不想当个好官。青罗，有些话我不该说，可是不说我又不甘心。青罗，你真不应该跟着李北辰的。那个人身上压着的东西太多了，总有一天他会全部爆发出来的。我就怕最后会伤到你。我们今天不聊这个话题，我们还是说说叶震山吧。他我不会放的，这一点你放心。不是，我是想到一个能让你耳根清净的法子。什么？前段时间我大嫂养鸡场突然出现大片鸡被下毒的情况，这些天我反复的想了想，觉得这事儿肯定和叶震山脱不了关系。我想，如果你和岳县联合调查，那会不会更容易查到真相？他还涉嫌下毒，这罪可就重了。我也只是猜测，具体还要你去调查。我觉得下毒肯定就要买药，也许你可以从各大药房试试。好，我现在就去调查，等我把这个案子办清楚了，咱们再好好喝几杯茶水。我这茶楼随时欢迎你来。好，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和我生疏了。两县配合调查，很快就查清了叶震山下毒的事实。没想到他那么可恶，居然做出偷偷下毒的事儿。如此也好，他这两罪并罚，可能没个3-5年是出不来了，你们也可暂时清静了。我看啊，他肯定是想偷偷看着我们落魄，然后回去求他。他只是没想到，就算机场被关，我们也靠皮蛋挺过来了。好了，事情解决了，也算很好了，其他的也就不用再去多想了。叶震山是进去了，可是那个老太婆还在，她只会比他儿子更难缠。我看我们想躲清静，还是不易。对付这种人，你不用怕的。他骂你，你比他骂得更难听。几次下来，他也就不会再来挑衅了。这老太婆呀，可不像叶震山那么极端，我们更加不必惧她。素雨，你今天就给我个准话，你到底要什么时候移亲？你说你在京城错过了那么好条件的千金，当时
你说门不当户不对，不愿同意。好，我没有勉强你吧？那现在呢？现在你又是为了什么不肯移亲？我不是说了，如今事业还不稳固，你多给我点时间，我该成婚的时候自然会成婚的。不稳固，不稳固，我看你都是借口。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还在惦记叶青罗那个贱人？自从儿子回来，整个人都是失魂落魄的状态。说你不是为了叶青罗，谁也不会信的。娘，你不逼我行吗？要不然你儿子就这样去寺庙出家了。你威胁我，你还敢威胁我？这些年我为你操了多少心呢？你怎么就一点也不肯为我着想呢？好，我可以先不逼你娶妻，那你只要先肯纳个妾，让我1年内抱上孙子，我就什么也不说了，什么也不管了。娘，你饶过我吧。他实在不愿意听他说了，就干脆出去。我知道都是因为那贱人，他明明自己男人都回来了，还要勾引我儿子，他简直该死，我是不会放过他的。此时叶青罗正在家里腌着酸菜，突然就没来由的打了个喷嚏。姐，你是不是感冒了？没有，可能是有人骂我了。不过我这腿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是没有一点力气。哎呀，你还是不要心急。姐，你实话告诉我，我是不是以后都不能习武了？叶青罗，你的东西我拿来了，一会儿被人偷走了，你可别找上门去。一出来就看到20几包麻袋堆在门口，不等他们查看，朱彩霞便道：多的也不用退了，你们就好好收回家里去吧。他说完就要走。等等，既然是还账，那就更应该当面数清楚了。小宝，去把李正叫来。就这么一点点的事儿，你就非要叫李正吧？李北辰，你怎么跟这个女人后事儿都多了呢？有些话不当面说清楚，过后可就说不清了。就是，毕竟不是谁的人品都值得推敲的。死丫头，你说什么呢？李秀珠，你别以为你一个被婆家赶出门的小姑子，他叶青罗能容忍你多久？我看到你哪天没用了，他会头一个站出来，一脚把你踢出门外去的。二嫂就算日后把我赶出去，我也无话可说。至少在我落魄时，她没有落井下石，还肯伸手拉我一把。她不像有些人，除了捧高踩低就不会别的了。嘿，死丫头，你再说一句试试看。我就说了，你能拿我怎么样？我告诉你，现在我是在我二哥二嫂家，用不着上去看你的脸色。你要是再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一下，你试试看。本来还想再吵，可是角落的人按耐不住的提醒了，他才想到李正一会儿就该来了。我才没闲工夫跟你吵架呢，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得回去收庄稼了。然后一扭头就看到飞燕直直地挡在他面前。李北辰、叶青罗，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还是等李正来了做了主，把东西分了清楚，大嫂再走吧。否则一会儿大嫂耍赖说我们把东西换了，我们可就说不清了。当家的，你是没看到你家女人被欺负了吗？还不快出来说句话！这才刚露一下头，朱彩霞就跑过来拉住他道：当家的，你看看你弟弟，这是完全把咱们当仇人了。哦，合着你们大年初一谢你家弟弟门的时候，就不曾想过他是弟弟了？如今倒好，要还东西了，提什么仇人不仇人的？其实对我们来说，你们可不就是仇人吗？叶青罗，你说的是人话吗？你居然说我们是仇人，我们家什么时候亏待过你？哦，这是想跟我聊聊以前呢？你不提我还忘了，当初你们何等联合的欺负我和孩子，最后又何等狠心的要置我们娘仨于死地。
那个时候你们可曾想过，自己有一天能缺粮的，需要去偷人家粮食过活？偷？你说谁偷呢？叶青罗，你说话别那么难听，你别以为自己开个小店就了不起了，在我们家还是什么也不是。是吗？那我可太幸运了，幸好跟你们家也没什么关系了。如此，一会儿这麦子有任何问题，我便更加不必留什么情面了。你，北辰，你是聋了吗？没听到他说的什么吗？这就是你娶的好媳妇儿。我媳妇儿自然是最好的。你们若是不来招惹，我敢保证，她不会多余跟你们说半句废话。再说她说的句句属实，你们怎就听不得呢？哎呀，怎么就又吵吵闹闹啦？就你们一家，一天到晚的能找出许多事儿来，就真不怕街里街坊的笑话吗？人家夫妻脸都不要了，还怕什么笑话？人家连偷的事都能做得出来，还要什么脸？你够了，吵吵吵，天天就没个消停的。我告诉你们，我管你们的事儿都管烦了，偏偏还挑忙的时候闹。你们就说这次是为了什么事儿吧？李正，你是不知道，我们自家的地就被他们抢了去，去年吃的都不够了，今年想要回，他们还非要来讹粮食，我就没见过他们这么不要脸面的人。这2亩地，我们已经准备卖了，只等着这件事解决完。什么？你卖了？你凭什么卖我李家的地啊？告诉你叶青罗，你敢卖地，我就敢跟你玩命。可是当初分家，我们家里的地就不够分，我们一家3口还没地呢。我不知道你们分家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可是每家每户的田地都是按人口分的，村里也不可能偏少了你们的吧？他们一家3口的田可是卖给了儿子读书去了，现在又说没地了，那能怪谁呀？你放屁！当初卖地是爹娘做主的，钱也是大伙一块分的，凭什么现在都算到我的头上？分家不公，那你这就去问你公婆，跟人家北辰一家有什么关系啊？那我们不也还他粮食了吗？他还非要不依不饶的，非要做什么见证，简直可笑。对别人或许我就可以不看一眼，但是你们，我必须得检查清楚。那就快些检查了，我还有事忙呢。好。李北辰这才伸手去拆袋子，上面一层确实是麦子。李北辰正要往下摸，还看什么看？我们还能坑你吗？这可都是刚出的新麦子。叶青罗干脆就是一脚踹倒一袋麦子，上面确实一层小麦散落，可里面就流出的是麦壳了。这就是你们还的粮食，这麦壳怕是牲口都不吃的，你们居然也好意思拿来？今年小麦收成本来就不好，我们顶着大太阳给你家收了，如今能给你们一些已经是仁至义尽。别把头说的那么清新脱俗，我们可从来没有让你们帮忙收呢。你不知好歹，我们本来就是帮忙收的，你也不看看你家的粮食都长老了，再不收就倒在地里去了。就算倒在地里，也是不用你操心。朱彩霞，你够了！你说你既然那么多的好心，我看村里还有那么多家庄稼还没收呢，你不如帮忙去收吧，到时候我给你送锦旗。反正我已经还了这么多，你爱要不要？论耍赖，我还就没怕过别人呢。我在村里这么多年，还没见过你们这么不讲理的。我告诉你，朱彩霞，今天差老二家的粮食，你们就得一分不差的给我还回来，否则我直接带你们去衙门说理去，还翻天了不成？
偷人东西还偷出个理直气壮来了。青罗，我手里有个不错的男人，你说给你大嫂说说，成不？如果确实不错，倒也可以接触接触。只是大嫂性格还是柔弱，我怕一般男人会欺负她。你还不放心吗？绝对是个好男人，要不然我就不开这个口了。那行，我抽空跟大嫂说说，到时候要不要走这一步，还是由她做主吧。行，那你可得好好劝劝他，就他这个情况，没个靠山还是不行。青罗，你可跑得真快，眼瞅着你进来市场我就追来，结果我跑了2圈才找到你。怎么了？店里又出什么事儿了吗？店里能有什么事儿？这不是下午了，街上没多少人了，我就让翠芝娘盯着店里，自己抽空来买点菜回去。哦，没事就好，那咱们一起去买点肉吧。我看你呀，就先别去买肉了，还有更重要的事儿等着你来办呢。什么事儿啊？你都不知道有多巧，我刚才一出来就碰到了要介绍给翠芝娘的人了。我想要不就趁着这机会，你先过去看看，把把关。可是这么贸然的去见人不大好吧？要不然你选个时间，让他先和大嫂见见再说。不，你必须得把把关。我跟你说，这个人呐，他是我娘家那边的远房亲戚，前段时间刚回来探亲。我听说他3年前没了妻子，身边也就一个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不管是各方面都和翠芝娘很般配的。那照你这么说，确实是很不错的。不过既然是远房亲戚，你了解的够吗？是呀，这也就是我顾虑的原因。虽然这段时间观察下来，我觉得他性格也好，人品也行，可是心里到底是没底，所以才非要你把把关不可呢。那行，我去看一眼，也别叫别人尴尬了才是。你就放心吧，我还没跟他说具体介绍的是谁，你呀就当个旁观者看看就行。人就在茶楼等着，他们一来就看到大厅里一道忙碌的身影跑来跑去，那人又是擦桌子又是招呼客人，忙得不可开交。那我说的就是他，今年才38岁，翠芝娘也才35，两人年纪也合适，身高体重也都可以。只看这些外在的条件确实不错，人也勤快，只是不知性格怎么样。走，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小兰姨，你买菜回来了？姨？哦，他家辈分低，所以他呀得叫我姨。这个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和我一起开店的叶掌柜。好，叶掌柜的好。好。吴炳，快坐下来，跟我们说会儿话。哦，好。青罗，你也问问，这小吴人腼腆，你这么不说话，他可紧张了。那个，要不改天再聊，我这新集买的肉要做吃了，不然得坏了。肉？你刚才不是还没买吗？啊，我买了，买的鸡。你知道我喜欢吃新鲜的。正当这时候，救场的李北辰来了。我说2个店都找不到你，合着来我这儿视察了？可不是，路过了就正好来看看。那我们有空再说，孩子还在家里呢。好了，你家相公来接你了，我还能拉着不让你走不成？啊！我的天啊！你再不来，我都要尴尬死了。怎么回事？那男人是个什么情况？哎呀，是刘寡妇，想给大嫂介绍个对象。这男人条件倒是也还不错。可是我看着那个人，觉得有点别扭，也说不上哪儿不对，反正就是有点。这样吧，明天我就回去了，刘寡妇。
这种深藏不露的男人，大嫂也不是人对手，还是有机会看看能不能遇见个踏实的。等他回来时，李北辰已经是把饭菜都准备好了。他嘟囔着：“唉，你是一点也不给我发挥的机会呢。你天天都那么累了，要是回来还没口热乎饭吃，那我可就太失职了。不过青罗，你想吃什么，只管告诉我，让我发挥不也是一样吗？”那我想吃口水鸭、手撕鸡，还想吃牛排。牛？青罗，吃牛肉是违法的。这个年代，牛是耕地的，是绝对不能被宰杀的。不是的，那个不是用牛肉做的，是用别的食材做的。那个等我有空做给你吃，你就知道了。不是牛肉做的，那怎么起那么奇怪的名字，吓我一跳。嗨，名字取的确实有点草率了，不过吃还是很好吃的。那你有机会一定要做给我们尝尝。行。娘，飞燕姐姐的武功又恢复了一些，我看要不了几个月，飞燕姐姐就能像以前一样了。飞燕还要照顾你，也难为她要多操一份心了。现在可是小宝照顾我多一些，而且他真的很有玄武天赋，要是以后能沉住气好好练习，将来一定能当个大将军。我才不要当大将军，我学武就只是为了保护我娘和妹妹的。就保护你娘和妹妹，还有呢？还有飞燕姐姐，还有小朋友。就这些？要不然呢？总不能还指望我保护你吧？不会吧，你一个大人不会真的指望我一个小孩子保护吧？我当然不指望你了，指望也指望不上，我就多余问这一句。哦，对了，爹，你说你在家就是为了好好照顾娘，可你自己看看，你都把娘照顾瘦了。就是，月儿也瘦了，脸都小了。可是这热天本来就容易瘦啊，冬天我给你们补回来。借口，没照顾好就是没照顾好，还怪天热了。不是。好了，小宝，娘是故意不让自己吃胖的，你知道，要是吃得太胖，会穿不上漂亮衣服的。娘再胖一些也一样漂亮。这一幅母慈子孝的画面，我这辈子是别想了。姑姑，你们是不是偷偷跟我娘预谋什么呢？我看她从昨天开始就有些神神秘秘的，不知道在高兴什么。这事儿本来也瞒不了翠芝的，于是叶青罗趁着闲暇的时候，悄悄和她说了这事儿。我娘这辈子没遇见个好男人，所以没过一天好日子。刘寡妇若是能给她介绍个好男人，那可是好事儿啊。你能想通就好。不过你娘她就是因为苦日子过得多了，所以会容易沦陷。你有空的时候也要多提醒提醒她。这点你放心，要是那男的连我这关都过不去，我是不会同意他进我们家门的。青罗，咱们的酒楼怕是开不下去了。你说什么？官府说那块地皮被朝廷征用了，到时候会适当赔偿我们一些钱的，让我们尽快挪出地方。话是那么说，可是到时候又能赔多少呢？这不就是明摆着故意针对咱们吗？可是咱们这地界，朝廷征收来能做什么呢？是啊，关键是我又跑了几家去问了，不是说房子卖了，就是说被朝廷征用了，反正好像故意不租房子给我们似的。可是都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们竟然也不告诉我一声。刚开始也没想到会是这样啊，只想着这个店铺不行，换地方也是一样，反正咱们茶馆名声也不错，不怕不来客人。好了，你也先别急，我去问问苏雨再说。苏轼声势浩大的出来，
身后跟着几个婆子丫鬟，一身锦衣华服，把她衬得有几分富太太的样子。哎呦，我还当是哪位贵客来临呢，原来是已婚妇女叶青罗呀！不是我说，你这有夫之妇的人，你说天天不在家守着自己的男人孩子，偏要抛头露面干嘛？如今这抛头露面还不算了，还想要纠缠我儿子了吗？是，我知道你家男人这辈子是没机会做官了，你又瞧见我家儿子这么优秀，心中自然后悔当初没能嫁给他。可是这能怎么办呢？人家俗话说得好，人各有命，你呀天生就不是个旺夫的，你就看那李家儿子娶了你后多倒霉。他老夫人呐，人早就走了。走了？真是个没教养的贱人，居然一句话不说就走了。我告诉你们，以后他再来，你们就给我大棒子打出去。这个时候你怎么回来了？你倒是沉得住气，外面都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了。本来是不想惊动你，省得叫你也跟着操心，没想到老陈还是沉不住气。他也是快被逼疯了，倒是你真不该瞒着我的。我们一起想办法，也比你一个人扛着要好。我知道，只是这次事情有些麻烦，我怕就算我们一起想办法，最后也是徒劳。为什么？难道是有人故意针对我们吗？总之都是我的问题。是苏雨吗？是他想给你为难？他又怎么会为难到我呢？总之青罗，你给我一点时间，很快我就会解决好的。李北辰，什么事儿你就不能和我说清楚吗？青罗，好了，不说就不说。不给他解释的机会就夺门而出了。李北辰看着他的背影也是无奈。我没想到安生的日子才过了这么几天，就又……青罗，我听管家说你找我。苏雨，告诉我谁在针对我吧。怎么，李北辰他没有告诉你吗？告诉我什么？我看他是没脸告诉你的。青罗，这个男人他不值得。到底是何事？公主她回来了，而且这次回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报仇，所以你的茶馆自然要被针对了。而且不仅是茶馆，下一步你的胭脂铺还有那凉粉皮蛋店也都会被封的。凭什么？你也知道他对李北辰的感情本来就深，如今爱而不得，自然心存恨意了。你不用想也知道，他肯定是会报复的，只是出手的早晚而已。她不是已经要嫁给辛可汗了吗？怎么就还是放不下过去呢？再说，李北辰不爱她，这又有什么错？道理你和他是讲不明白的，只是你以后要更加当心了。你来了。草民见过公主。草民，李北辰，这就是你死也要选择的人生是吗？是。那你今日又何必来这一趟呀？该不会还想叫本宫放过你们吧？草民不敢求公主太多，只求公主放过草民妻儿便可。你的意思是你要来赴死了是吗？冲你想拿自己当补偿是吗？那好呀，见完你就留下，如何？公主，草民还是希望公主能够向前去看，而且公主身上也背负着家国荣耀，实在不该任性。家国荣耀，这些凭什么压在我本宫身上？凭什么要我去背？我只是想嫁给自己喜欢的人，平平静静的过一辈子。
为什么非要把我嫁给一个老头，最后还要嫁给他儿子？我可是公主，我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羞辱？啊，你告诉我为什么？因为你身在皇家，受万民敬仰，自然不能像普通人那般随心所欲。你是说我活该承受这些，是不是？草民多嘴了，若是公主实在想不通，那草民也不再多说，只希望公主不要欺人太甚。李北辰，你以为你还走得了吗？你以为本公主穿成这样只是给自己看的吗？李北辰这才觉出了些不对，刚才进屋子他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儿，当时并没多想，可是如今身上似乎没了力气。公主为何如此作践自己？作践？你们把我送给那个死老头的时候怎么不说作践了？啊？知道那老头怎么死的吗？谢昭。他推他却抱着他紧了紧。李北辰，我就是要得到你，我要让你一辈子把我记在心里。李北辰，那老头就是死在我床上的，你想试试吗？啊？谢昭。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推开了他，继而重重地给他一巴掌。我对公主并无亏欠，何来什么补偿？今日来求，只是想劝公主把从前过往放下，否则一生被仇恨所困，岂不可惜？放下？你凭什么让我放下？这么多年了，本宫对你这么多年的感情了，本宫都卑微成什么样子了？本宫甚至都不在乎你心里装了别人，本宫只是要你娶我，可你呢？就那么眼睁睁的看着本宫被送去和亲，你们的良心都不会痛吗？和亲是你父兄的决定，至于公主所说的感情付出，李某人进京为官那一刻就已经说得很清楚，我家中已有妻室，草民实在不知已有妻室如何娶他人，更不知公主为何要对一个有妻室的男人如此执着。李北辰，真没想到你竟说出这么绝情的话。是，你确实有妻室，可是他根本就配不上你，不是吗？他后来不都答应了成全你吗？够了，公主还不明白吗？是我放不下我的妻子，是我这辈子非她不要。如果在你眼里，我深爱自己的妻子就是罪大恶极的话，那草民无话可说。你就不怕我杀了他吗？公主若敢伤他半分，草民必当10倍奉还。10倍奉还？本宫就为了你这么个男人，不惜一切代价的争取回来半年的机会。笑话，真是笑话。谢昭，你连尊严也不要了是吗？尊严？我只是想得到你的爱，怎么就叫没尊严了？你疯了！李北辰身体越发滚烫，意识逐渐的模糊，他知道不能耽误了，推开谢昭就要走。你以为你走得了吗？本宫用了最浓的迷情香，没有哪个男人能挺过去的，而且没有解药呢。李北辰抓着自己的大腿，尽量的让自己保持清醒，就是走一步跌倒一步，他还是会用尽全力的爬起来，继续往外走。青罗，青罗，你等我，等我。李北辰，李北辰，
为什么都这个时候你还想着他？你就那么爱他吗？你就那么爱他吗？你为什么不能看看我？你看看我呀！就在这时候，门突然被撞开，女人直直地跑过来，一把推开他，把李北辰揽到自己怀里，冷嘲道：“民妇竟不知，堂堂的公主竟然跑到乡下来抢男人了。”就是乡下那么多男人，公主干嘛选个有家室有孩子的？你这种女人在我们村就叫做破鞋。你们，今天这事儿我叶青罗记下了，希望公主好自为之，否则我必不客气。是你男人自己跑来我这儿的，你管不住男人，在我这儿耍什么威风呢？说我真管不着男人，公主又何须用下药这种下三滥的招数呢？青罗，对不起，我……这会儿知道对不起我了。李北辰，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无论出什么事情，我们夫妻都要一起面对？你倒好，就喜欢这么自作主张，今天竟还对人家投怀送抱去了，简直可恶！投怀送抱？青罗，我可没有做这种事儿，你不要诬陷我，我冤枉。你冤枉？李北辰，你明知道那谢昭对你什么心思，可你却仍然一意孤行跑去与他见面，你这不是诚心给人机会吗？你有什么可抱屈的？我只是想着和他说清楚一些，也希望他能放下过往，早点回去，结果就……叶青罗生气，不肯理他。大人，如此我们就不能只防范了。我看公主这次来是带了一些精锐侍卫的，白天要不是我们设法引开他们，只怕我根本救不出你。这些我心里有数，不过近期你们还是小心一些，等熬过这段时间，他应该就会离开。呵，合着你想的办法就是等着他自己离开呀？那他要是不走呢？我们是要躲一辈子吗？难道就因为她是公主就可以这么无法无天了？青罗，你别急，我只是想最好能不与她正面冲突。再说她刚嫁给辽国新可汗，新婚燕尔，皇上不会让她逗留太久，所以我想着我们先不去招惹她，如果她实在要挑衅，我自然也不会一味让步。我看人家就是冲你来的，你要是再送上门一次，说不定人就不针对我们了。青罗，大人，夫人她说的话虽然有气话的成分，可也确实是事实呀。我们不可能只靠躲让着吧？再说那个公主的性格，可不是你让她一分，她就能收敛一分的样子。我知道，这些我都知道。可是飞燕，你有没有想过，她是被送去和亲的，如果稍有差池，你认为不会惊动了皇帝吗？你应该知道我的处境，我不想再深陷那个漩涡了。我知道大人为难，可是皇上明知公主要来却不阻拦，可不就是逼着大人出手吗？就因为这样，我才更不敢有半分差池。大人，这事儿交给属下去办吧。不行，你现在身体都没恢复，我不需要你为我做什么。还有，这件事儿到了万不得已，我自会有办法应对。大人，我觉得你还是心慈手软了，倒不如一次来个痛快，也省得麻烦。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的，现在还是有解，只怕真的解决太干脆，后面就会出现无解的麻烦。青罗，这可怎么办呢？现在这正是挣钱的时候，你说天天被人找茬，这谁受得了？
现在真的是换着花样找麻烦了。昨天那公主还来了咱们胭脂店里了，看咱们的东西没挑出错，结果就因为一个伙计叫小赵，他就非说和他的名讳相冲了。要不是苏大人拦着，他怕是要把那小伙计给砍了。实在不行，就把店关上2天吧。就仗着自己的公主身份就能为非作歹，要我说，直接把她绑起来打一顿，她就老实了。对了，云昭娘啊，二嫂有事儿？没，我就是想你能不能给云昭改名字？改名字？为什么？哦，因为最近县城里说有人因为名讳冲撞了公主，差点获罪。咱们云昭名字不正好和公主同音同字吗？只听说不能撞了皇上名字，怎么一个公主也……嗨，小心驶得万年船嘛。咱们家当初又差点获罪，所以该更小心些。老三媳妇儿点点头。刘寡妇，是店里又出了什么事儿吗？不是店里的事儿，是一贵客来了，他说不定能解咱们的燃眉之急呢。是吗？那我叫北辰和我一起吧。不行，他只要见你。走吧，绝对是个靠谱的。萧家客栈包厢里，他推开门，就看到萧景荣那张带着笑意的脸。他开口便道：叶掌柜看样子最近过得很不顺心呢。少东家倒也有闲心，竟然跑了这么远的路程来看我笑话。看你的笑话，跑多远那都是值的。少东家要是笑够了，就给小夫人指条明路吧。明路？那还不简单呢，把你家男人送给他就是了。大不了到时候我给你介绍个好千万倍的。我看少东家是想失去一个合作伙伴了。哎，别，我可舍不得这么优秀的合作伙伴。其实也简单，只要皇上下令，他自动回去。皇上还在等着李北辰妥协，可是他……哎，我明白你们夫妻的难处。这样的话，我也没有别的法子了。关键是，他好像并没有打算彻底摧毁你们，有点像钝刀杀人的视觉。是呀，他故意跟我们磨时间，就是看我投入的金钱经不起这样的损耗，他是想让我无法翻身。金钱嘛，那我倒是可以帮你一把。你要借给我钱吗？你怕是忘了，去年你投的冷饮事业，今年已经正式启动了。你猜，我这1个月净赚了多少钱？这么快就赚了钱？你这眼神就是在质疑我的能力了。你这定价这么高，销量也这么好？到了萧景荣手里，他自然是挣钱的。虽然你说的大众化路线确实也不错，可是这东西啊，实在是太费人力物力了，所以我选择拿到更合适的地方去卖了。随后他扔了一袋钱过来道：喏，这个季度的分红我提前给你了，也省得过几个月再来一趟。当然了，这里面要是少了，我只能明年补给你了。如果多了，那就当是赏你的辛苦费了。其实你也不必太过担心，我来这一路上听了不少谢昭的传闻，他好像是有点故意和谢艳玲置气似的，也许要不了多久，那边就得忍无可忍了。但愿吧。喂，叶青罗，你可别这么悲观。我记得你是什么打不死的小强，对不对？有你这样的大金主，我当然打不死了。少东家，谢谢你。你要是想谢谢我，就把你那新玩意儿多匀点给我。我怎么每次来都看你弄的新花样啊？
少东家看上什么，只管开口就是，我自当亲自送上门。好，你可得说话算数了。不过叶青罗呀，我这一路上都在馋你做的火锅，今天能不能实现一下呢？能，必须能。叶青罗心情好，就和萧景荣小酌了2杯。青罗，有时候我觉得能娶到你，李北辰真是走运。如今我觉得他为了留在你身边，真的很不容易。是呀，他也很不容易。我在京城听说，他为了让皇上放心，自己甘愿什么？没什么，反正啊，他对你是挺真心的。青罗，有他在，暂时的这点困难根本不算什么。你得相信他，那么有魄力的一个人，他还有什么做不到呢？昨天他走得急，竟然把钱都落下了。替我跟你少东家道声谢，等明天我请他吃饭。哈，我们少东家就要走了，吃饭怕是要等明年了。昨天才到，今天就要走，他这么着急吗？少东家本来就是路过来看看的，我们还要赶着尽快去扬州呢。扬州？他去一趟扬州，会不会瞧出什么不妥来？不过就算看到，也不会放在眼里的吧？毕竟我做的那都是边角的小生意。青罗，我回来了。去哪儿了？出去了一趟。他从怀里拿出了一袋钱道：你不是说工厂不能停工吗？你看这些够撑多久？你从哪儿弄这么多钱的？我借的，你就放心用吧。谢昭那边你也不用担心，不出半月他必走。那后面会不会有别的事儿啊？我还听说爹后感情不睦，金家也在跃跃欲试，他许是真的需要你。区一个金家翻不出大浪来，他也许在顾忌别的。北辰，我们是不是无论如何都会不可避免的要深陷那场斗争？不会的，我下定了决心，就绝不回头。有时候也会身不由己，不是？北辰，我只要你答应我，无论以后需要面对什么，你都不要把我抛开，好吗？我们夫妻一体，没有什么是不能一起面对的。好，我答应你。青罗，千万小心，凡事不要留下痕迹。我又不是杀人灭口，只是给他一些教训而已。哼，你竟然也敢出来！公主如今都能不顾身份做出这等事儿，民妇光明正大做生意的，又有什么好怕的？叶青罗，你要是真聪明的话，就应该把这该关的店都关一关，这样苟延残喘对你实在是没有任何好处。毕竟早点关了，你还能多留几个铜板勉强度日，不是？您身份公开，只怕对您更没有好处吧？谢昭，我还是劝你没有意义的事少做一点，否则真要自食其果的。叶青罗，谁给你的胆子敢这么跟本公主说话的？可你现在的身份不就是个顾客吗？难道你是要以公主的身份光临本店？那我是不是能拿公主做广告呢？叶青罗，你给我等着！今天你要保住店面，就别怪我对别的动手了，尤其是你的男人。公主请便，若是真上了手，也别忘了告知民妇一声。叶青罗，来人，这块地我看上了，明天之前我要看到这里被夷为平地。他身边太监模样的男人殷勤地站出来应道：是，公主。青罗，你看到他身边的那个太监了吗？
怎么了？我记得那是街上的混混王二啊，他以前就喜欢打听些见不得人的消息去卖钱，街上的人谁不讨厌他？可是如今怎么成了太监了？对了，少东家已经把这半年的分红提前给我了，你这些钱问谁借的？我看还是快还回去的好。不碍事儿，你拿着用吧，到时候店里各处也都需要花钱的。这真的没问题？没问题。李北辰听说李家一家被衙门叫去审问，心里就知道了缘由，直到当天傍晚，李家人才被放了出来。李北辰，咱们既然已经断绝关系，你欠的那些风流债就不该牵扯到我们头上去。要我说啊，北辰这脑子怕是被驴踢了。那好端端的公主他非是不娶，偏要个上不了台面的村妇。我看他选错了女人，这辈子都别想再出头了。说起上不得台面，青罗自是比不过大嫂。至于我们夫妻能不能出头，好像也跟你们没关系。没关系？好一个没关系呀！那你也别连累到我家里来呀！你们的事儿，如何就是我们连累了？还敢狡辩！别以为我不知道那公主就是冲着你来的。她现在有钱没地儿撒，就到处找我家的事儿。如今竟然还能拿着名字说事儿呢！哎呀，说到这个，我还得好好谢谢青罗，要不是他提醒我给云昭改名，只怕这次就难脱身了。没什么，本来都是一个姓李的，还是需要做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你要是有这种机会，只怕早就要抛弃家里糟糠了吧？你胡说什么呢？只是如果真是我，别说抛弃糟糠，让我把糟糠捏死，我都不带犹豫了。这么说，这个王二是好贪财的？是呢，他好赌，成日啊有钱就钻进赌馆里去了。刘寡妇，帮我办件事儿。还办什么呀？一会儿就该开拆咱们的铺子了，这次大洗牌，咱们不知道要损失些多少。别急，明天不是还没到吗？明天？青罗，你又何必这样为难自己？那个李北辰根本不配。再说，就算留着他，你又能留他几时呢？能留几时是几时，我只知道，只要他不愿意走，谁都不可以强迫他。可是王二才走出来没多远，就被人蒙着头掳走。再次看到光亮，就看到了面前的叶青罗。我就说叶掌柜平时做事都是雷厉风行的，这次怎么会这样窝囊的躲着？看起来这是准备出手了。看起来你还挺期待的。期待？当然期待了。那个死女人，我把她救了，她还废了我。我现在巴不得把她弄死。好，只要你肯帮我的忙，我保证让你心愿达成。青罗，这个王二他……放心吧。叶青罗把一包药交给他道：“你把这个给公主吃下，其他的交给我就是。”这毒害公主这罪名可不小啊，我可不想株连九族。不是毒药，实在是上次他给我家男人下药，我太气不过了，所以才要以牙还牙，为的不过是看他出丑而已。这样啊，那可以。他答应的痛快，拿了药粉就出去。青罗，你太冲动了，那个王二不是个容易用的，那家伙只怕会出尔反尔，反而会害了你。别担心，我还怕他不会出尔反尔呢。叶青罗，你涉嫌下毒谋害公主，请配合我们调查。我早就知道这些人会来，
很好，民妇冤枉，自当配合调查。不过民妇要求官府审理。哼，公主自然是要把你交去官府的。走吧。北辰哥哥，看来你娶的妻子不仅没用，还很愚蠢呢。你真的确定了要和这种蠢女人相守一辈子？你真的不会觉得亏吗？而且，她说不定还会害死你的。你就直说吧，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你难道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吗？公主请自重。自重？我若偏不呢？本宫自知是无法和你做一辈子的夫妻了，难不成还不能和你做个一夜夫妻吗？公主自尊也不要了吗？自尊？我早就不要了。本宫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今晚天来客栈，你若来，叶青罗自然安然；你若不来，哼，你知道后果的。李北辰愤然离开，他却料定他一定会来。他还特意让王二给他准备了香料用来洗澡，衣服也换上了最轻薄的。公主真是美若天仙呀！本宫也是没看错你，你放心，这次你立了大功，本宫绝对不会亏待你的。谢谢公主，谢谢公主，你还真敢拼，是不知道这一不小心就会赔了夫人又折兵。这话用在我身上不合适吧？可是今晚李北辰为了救你，一定会去赴约的，你真不担心吗？他不会的。青罗，你不会是计划着什么吧？我可跟你说，那谢忠说了，不管你那天给王儿的是什么，他都会换成剧毒。到时候一个谋害公主的罪名，就足够你死无葬身之地的。苏远，米娘为了你的婚事也是费尽心思了，你也应当考虑考虑才是。这辈子若娶不到我想娶的人，那我宁愿一个人过。可你有没有想过，你想娶的那个人也许已经……好了，青罗，你放心，只要在我这儿，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到你的。谢昭已经喝得有点醉了，可是他等的人还没来。王二一旁小心翼翼地劝道：公主，他或许不会来了。不来？他不是为了那个女人情愿去死吗？怎么今天就不愿意来了？他就那么看不上本公主吗？那李北辰就是个不知好歹的东西，公主何必为他动怒啊？滚！都给我滚！去杀了叶青罗，杀了他！公主，叫2个人来伺候本公主。他李北辰不愿意，其他愿意的人还排着队呢。他算什么东西呀？他算什么？是。王二出去安排人来了。谢昭丝毫没察觉到几个外来人已经在悄无声息地盯着他了。第二天一早，谢昭在朦胧中醒来，只见一道人影正坐在桌子边喝茶，发现身边躺着的2个男人已经没了气息，顿时华容失色地跌到地上。可汗，你怎么来了？没想到公主竟有如此雅兴。我说怎么死活也要求了恩典就在京中，原来是不瞒我草原男人。不是的，不是这样的，那2个人，我也不知道是怎么闯进来的，真的。是吗？不过按照你们这儿的规矩，不管所谓是匪徒还是什么，公主是不是都应该
一死自证清白呀！不，你不能，本公主是和亲的，你怎么敢？你猜我昨晚看到谁了？是你皇兄身边的陈公公。恰巧的是，他也看到了这一幕，并且对本王说了，咱们夫妻的事儿，自当由本王处置。你说我该如何处置你才好啊？不可能，不可能！别急，我不会杀了你，我会把你带到大辽，好好照顾你的。我不会让你死，也不会让你好过。我要让你的存在时刻提醒着你皇兄的脸面无光。我要让你生不如死。不！叶青罗没有想到，他蹲了一夜的监狱，第二天来接他的竟然是陈公公。叶掌柜这生意做得真是不错，也就难怪皇上总是夸赞你。陈公公大驾光临，实在叫我受宠若惊了。嗨，这一次我也是奉了皇上的命来的。他知晓公主做了许多荒唐事儿，同时也给你们带来了麻烦，所以特意让我来同你说声抱歉的。民妇不敢当。哎，叶掌柜也果然还是和皇上见外啦。这些日子皇上是一直惦记着你们，就连你做的这些小吃，他每一个都买回去尝尝呢。他特意交代说，让老奴这次来好好的帮你们把生意做好。有劳皇上挂念了。嗨，若不是宫里事儿多繁忙，皇上必定是要亲自来一趟的，只是实在脱不开身，才便宜老奴来见见世面了。皇上若是喜欢吃这些，我回去多做点儿，给他带着就是。那感情好，皇上可是很馋叶掌柜的手艺呢。为了做出你做的味道，御膳房的厨子可没少为难。是皇上抬举民妇了，皇上可还有别的什么吩咐吗？嗨，皇上一直想让你们回去的，可是看到你们夫妻这么执意，他也是想通了的，所以这次过来就是想让我告诉你们，让你们日后放心生活吧。皇上知晓你们对他误会颇深，他也不打算辩解什么，只是希望两位始终记得他这位朋友，还有想要你们以后能够时常给他写信，说说心里话。你知道他如今在那座紫禁城尤其的孤单。皇上为了天下操劳，确实辛苦。好了，多余的我也不说了。眼下这间茶馆的地契已经被我买下来了，皇上说了，这算是他送你们的新婚礼物啦。以前没来得及送，现在都补上了。民妇，那替我跟皇上说声谢谢，告诉他我们也很惦记他。好，以后不会有人再来找你们的麻烦了。只是叶掌柜，你还是要好好照顾李大人他。总之，你们以后有什么麻烦，一定要写信去京城。好。公主不见了，无论是客栈还是庄子，就连她身边的人，也都消失的一个都不剩了。都不见了。陈公公没有带走他，那到底是谁把他带走了？你管他做什么，反正他不在，就再也没人找你麻烦了。
不是吗？你说的对，我得赶紧重振旗鼓，把这些日子损失的生意都挣回来。娘，店不是你想开就能开的，你这样子什么都不懂就去开店，那注定是要赔钱的。我怎么不懂？你没看你姑姑不也是一个店接着一个店的开，她都能开，我为什么不行？你看我姑姑开店多，可是每一家店里的东西都是她擅长做的，凉粉也是，就连你的皮蛋还有胭脂口红，这些都是姑姑本就懂的。可是你呢，什么都不懂。哼，我听出来了，你这是在嫌我没本事对吧？好呀，我自己的亲闺女都不信我了。不是的，娘，我还就偏不认了，我就要自己出去打拼一片天给你看看，也让你看看你娘的实力。娘，不对，我娘的性格我是最知道的，本身就软弱，也从来不会自不量力，更加没什么野心。你娘想做生意也没坏处，你不如问问清楚她想做什么，如果靠谱，我们一块帮着她做起来也行，到时候也不用担心她没日没夜的在庄稼地里忙活了。姑姑，我总觉得我娘哪里不对，好像被人骗了一样，那些话根本就不是她平常会说的。是吗？那你最近也不要总是在店里忙了，抽空多陪陪你娘。她现在财经人生的大起大落，如此把控不好心态也是正常的。好，关就关了吧，反正大嫂也打算自己开店了，那家店铺确实不需要再开了。是吗？大嫂最近心情也是特别好，我看着她和小吴相处的那么好，我也就放心了。这是我头一次做媒，还怕说不成呢，谁知道竟然这么顺利。两人正处理着店铺里剩下的东西，谁知道苏吕就又跑来了。这几天他总来，还找借口说是想吃叶青罗做的凉粉了。如今店都关了，他再也没有借口了。苏大人，要是爱吃，我每天做一份给你送去府上。好，不用了，我只是看着这家店关了可惜了。不可惜，想吃什么直接来茶楼就是。我们茶楼还推出好几个品种的零食小吃呢，这些可都是青罗做的。是吗？那我有空可要去尝尝。苏雨，你也看到了，我和北辰这辈子都不可能分开了。你的心意，我想我已经知道了，只是缘分尽了就是尽了。你这样不愿放手，是难为了自己，也难为了我。唉，我每次都小心翼翼的来，甚至找了各种借口，为的就是不想给你造成困扰。可结果……苏雨，你又何必非要这样？青罗，你和李北辰在一起，注定了不会平静。这次的事情你应该也能看出来，他除了无能就是拖累你，你何必执意？好了，他是什么人，我想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至于平静，如果是他，我愿意承受这样的不平静。你竟对他如此用情。他苦涩地摇摇头。可是我仍还记得那个说一生一世只心属我的青罗呀。苏雨，往事不可追忆，你读了那么多年书，应该更为清楚的。你好好珍重，我会调整好自己的。李北辰，你说我们是不是真的不应该在一起的？我们是夫妻，怎么会不应该在一起呢？我在想，我们为什么总是能被这样那样的人干扰？可能就是我们不够强大。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能力让皇城里的人都为之忌惮，你说谁还会再反对我们呢？你的意思是？先前我说生意应该循序渐进，可是眼下我想快点儿。
我们没有别的能力，那就拥有足够的财力吧。至少和别人拼的时候，也不至于被动。好，无论你想朝哪个方向努力，我都会支持你的。我们确实不可以再继续这样的被动了。那好，我手里的钱我就全部投出去了。北辰，这店里就暂且交给你。好。夫妻俩分配好任务，便说干就干。工作流程以及未来策划分配，他们各自划分写了下来，免得明天执行的时候又要手忙脚乱。青罗，真的要买那么多田吗？我们的零食、茶叶以及辣酱、腌制粉这些都需要土地种出来，这任何一个供应链若是出了问题，都十分要命。可是良田无论是买是种，还是后面的打理，都需要极大的人力物力。青罗，我怕你这样操劳会伤了身体的。你放心啦，你忘了咱们不是可以拉村民合作吗？到时候签些散户帮我们一起种植，等资金流转过来，再继续买地、扩厂房、拉联盟，这一系列流程都进行下去，咱们的品牌将势不可挡。姑姑，我看那个男人啊，八成是个骗子，我娘简直被他骗得团团转了。骗子？翠芝，你发现什么了？不是发现，开始我听了您的话，也觉得娘可能就是想自己大显身手的试一下。我想她自己挣的钱就由着她随意挥霍去吧，反正赔了再挣就是。可是如今我是瞧出了不对的。怎么了？你倒是说说。姑姑，你都不知道，我娘她突然要开店，就是那人撺掇她的。关键她让她开的店还是需要大量投资的布料店。姑姑，你就先不说镇上有多少布料店了，也不说她根本有没有那做衣服的手工，咱们就说那人一下子就要她拿出50两的货银。你说这么多钱，这不明显着就是坑吗？如果这些都搭进去，他得几年才能翻身呀？翠芝，你先别着急，现在也最好想办法先稳住你娘。我去跟刘广复说说这情况，如果这人有问题，我们也能及时防范。可是我看我娘是根本听不进去的，她彻底被那男人洗了脑。现在不是还没损失什么吗？一切都还来得及。早就想正式见见翠芝了，今天总算是如愿了。翠芝，快叫吴叔叔，以后咱们可都是一家人了。一家人？娘，你怎么这么快就……怎么了？你不是同意娘追求自己的幸福吗？我是支持，可是也得是个靠谱的才行吧？这男人明显不是好东西。翠芝，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呢？哎呀，淑芳，别急呀，咱们也得给孩子一点时间，不是吗？没事儿，我们来日方长。刘广福，你真把钱借给他们了？你不是说了，他们想做生意是好事儿。再说吴炳那家伙的口才也好，不做生意也可惜了。亏得你还跟了我这么久，亏得你身边还有老陈做熏陶，你怎么就一点长进都没有？怎么了？50两白银，你都不问问做什么生意，你就不看看生意靠不靠谱？最起码你和老陈商量商量也行呀。那天老陈不在家，他们一起来了，我想着就不要让他们空手回去了。再说他也主动打了欠条了，我就……你有没有想过，你就这样把钱给了，以后搭进去了，他们还不回来该如何？小吴他不会吧？话音刚落，苏吕也来问道：青罗，你到底出了什么麻烦？怎么你嫂子亲自跑一趟来借钱？100两够吗？什么？100两？怎么办呢，青罗？现在可怎么办呢？如今钱已经到他手里了，硬来肯定是不行了。我们干脆就还当作不知道，等我想办法把他吃的钱全部吐出来。
青罗，对不起，我真不知道他是个骗子呀。这回可算是我引狼入室了，关键这么些日子，我也确实是一点没看出来的。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这男人一看就是个惯犯。苏雨，这次也要你们官府帮忙了。要是个惯犯，本官自然不饶他。翠芝啊，你说你怎么还是这么排斥我呢？别忘了，咱们以后可是一家人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我娘容易被骗，我可不傻。你就等着我揭穿你的真面目吧。可是怎么办呢？现在有点晚了呢。你娘她已经把全部身家都赌在了我身上了。你说我要是现在抛弃了她，让她一无所有，她会不会真就去寻了短见呢？你无耻！是呀，我本来就无耻。翠芝，你要是真不想失去你娘，就得乖乖听我的。只要你听话，我倒是可以为了你骗你娘一辈子，咱们一家三口永远在一起，也不错，不是吗？一巴掌直接甩在他脸上，你是在找死！很好，够了，我喜欢。你滚！你快从我家滚出去，否则我今天要你命！行，你不喜欢在家里，那我找个好地方，明天下午你乖乖的去，那样我就把钱还给你娘。如果你不去，我可就带着钱走得彻底了。你娘的命和你的那点委屈，你自己掂量清楚。姓吴的，我姑姑不会放过你的，你等着吧。当然，如果你不愿意牺牲，把你姑姑骗过去也是受用的。比起你这朵待开的花骨朵，我更喜欢你姑姑那妖艳魅惑的女人。叶掌柜，没想到咱们还有单独相处的机会。想来从一开始，你就是打算骗财的喽。看来你是都知道了的，要不然我怎么会在我们家那边生活不下去了呢？我这次回来的本意啊，真的只是探亲的，只是兰姨太过热情了，我也不好辜负，不是吗？这是机会送上门了，我才要重操旧业一次。亏得他那么信任你，我大嫂也对你一番真心，不曾想你竟然是个上不起台面的。随你怎么说，反正现在我是钱也到手了，就差尝一把美人仙了。不过如果你愿意跟着我，我倒是可以带你一起走。为什么不是你留下来？留下？你那个相公我看着可不是个好对付的，若是留下来，你得先把他处理了。你平时都不照镜子吗？实在不行，你撒泡尿照照吧。是，我知道我不配，所以今天能与你做个一夜夫妻，我也甘愿了。叶青罗直接就是一巴掌甩过去的。你就不怕我报官？报官也没用，我知道你官府有人，可是你嫂子亲自签了协议的，还有借条也都是她签的字，这一切都和我没关系的。协议？怎么，你想看看呀？叶青罗直接抬脚就直冲要害。我大嫂不识字，那协议无效。你这个女人居然敢下这么狠的手！叶青罗捡起协议书，男人瞬间慌了。别，这里面有误会。误会？
叶青罗看了一眼，直接伸手撕了个干净。叶青罗，我告诉你，今天就算是撕了这协议，你也别想从这儿逃出去。是吗？黄淑芳就推门走了进来。狗男人，你居然敢骗我，还威胁我女儿！淑芳，你误会我了，这都是他设的局，是他要勾引我，想抢我们财产的。还敢满口胡言，你个混蛋！冲上去便一阵拳打脚踢。吴炳见哄骗不了，便想翻脸还手。这时候叶青罗不急不慢道：看来大嫂手脚还是轻了一些，姐妹们，不如一块儿进来出出气吧。吴炳看到那一张张熟悉的脸，直接傻了眼。你们姓吴的，你骗我们好惨啊！你去死吧！几个女人围上去，一阵的拳打脚踢。房间里传来男人的阵阵哀嚎声。叶掌柜，这不会出人命吧？不会的，最多也就是把他挠成猪头而已。不行，我也要挠他2遍。这家伙实在是狡猾，10年前都开始到处哄女人行骗了。这2年可能是年纪大了，颜值下跌，所以在女人堆里也不吃香了。本都有所收敛了，没想到竟然还能骗到人。以后除非我亲自开口，否则不要随便借钱。像你们这样盲目借钱，以后我是一律不会认的。我以为公主那几天的针对让你的资金出了问题，本来想主动给你的，又怕你不要，只是正好你大嫂来了，所以我就没多想的给了。可是他根本没告诉我是去借钱的，他说带我去衙门办证件，说是没有证件，他这个外来人没法和我一起开店。我经一事长一智，以后可要把自己辛苦挣的钱看好了，可别再叫人骗了。我不看钱了，以后挣钱都给翠芝管，我再也不拿钱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跟我说一声，就自己去了，你就不怕有危险吗？那么多衙役都跟着，能有什么危险？而且你要是去了，我怕你一不留神把人打死。我是一定会打死他的。好了，现在人都已经被抓了，钱也拿回来了，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你就别生气了。你呀，好了，下次我不这么干了。正说着话，飞燕就回来了。大人，姐，经过我这些日子的刻苦锻炼，我现在终于又可以使用轻功了，手上也有了力气，这功夫算是恢复了一大半了。太好了，飞燕，你为了早日恢复，这些日子也着实太拼了。在大人身边，飞燕绝不当废人。不会功夫就是废人了，你对自己太苛刻了。青罗说的对，飞燕你年岁也不小了，难道就真没想过早日成个家吗？大人，你也不想要属下了吗？飞燕，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已经远离那些纷争了，如今只过这样的平静日子就够了。可是大人你……好了，你就听我们的一次吧，试着找一个合适的男人，过平静的日子。哎，对了，你家接的茶树怎么样了？成活率还是不错的，不过青罗，你真要在萧家眼皮子底下抢生意吗？你放心吧，咱们这茶楼要是等到能让萧家警惕时，就已经晚了。苏雨这2天因为吴炳的案子，倒是时常来茶楼找他。叶青罗，你就说你能不能离我儿子远点儿？大娘，有什么话我们出去说。怎么，你是嫌丢人了是不是？哼，你一个有夫之妇，公然勾引我儿子是不怕丢人，此刻倒是怕了。大娘，你误会了。我误会？我儿子魂儿都被你勾走了，你还敢说误会？
叶青罗，你今天给我句准话，你到底想拿我儿子怎么样？我并不想怎样，大娘，如果你再这么无理取闹，也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不客气？你还想怎样？你勾引我儿子，你还有理了？你怎么没话说了吧？我告诉你，叶青罗，像你这种不守妇道的女人就该进猪笼才是。话音刚落，一道匆忙的声音赶来，拉过苏轼道：娘，你到底要干嘛呢？苏雨，你来的正好，你告诉这个女人，你让她以后不要纠缠你，让她彻底对你死心。够了，娘，是我纠缠她的，是我不对她死心的，这样你满意了吗？糊涂呀！叶青罗也是无奈，想说什么终归也没有再开口，便转身离开。叶青罗，你都有自己的家了，你为什么不能放过苏雨？为什么？娘，你是想逼死你儿子吗？你是想逼死我吗？苏雨，若是你再来找他麻烦，你将永远失去你的儿子。我说到做到。苏雨，你不能这样对娘，你不能。那你就不要逼我呀，不要逼我行吗？北辰，你老实告诉我，当初你回来有没有和皇上做过什么约定，或者有没有牺牲过什么？你怎么会这么问呢？总觉得他不会那么轻易放你回来。他和我到底是患过难的，就算登上皇位，心态有变，可也不会真的那么歹毒的。再说要我的命，又有什么意思呢？那好吧，我就当他让陈公公带的话是真心的了，也希望以后他真不打扰我们生活了。放心，他早晚会发现我这个太傅也是可有可无的，到那时他就会放弃一切顾虑的。是吗？我娘才开始忙几天，你在家就这么按耐不住了？小宝，你给我好好说话，不然我让你娘好好教训你。教训我？我又没做错什么，我娘怎么会教训我？倒是你，天天在家不挣钱就算了，居然还学会了招蜂引蝶。你说什么？本来就是那个胖婶总是喜欢给村里长得好看的男人送吃的，别人都不知道怎么骂他了，你倒好，还把他往家里请。这，我看他给别家也送了，以为他是做多了，特意给各个邻居尝鲜的。他才没那么好心，爹爹，你以后千万要离他远点，要不然他要天天来的。不会吧？怎么不会？他因为给男人送吃的，被人家老婆打了多少回了，我怕以后娘要打他会打不过。好了，我知道了，一会儿我就把这个还给他去。青罗，哪怕把我当成好朋友也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这样和我生疏？李北辰，你不会那么小心眼的，连一个朋友也不让青罗交吧？自然不会。那就好，既然坚定的回来了，那就守护在他身边久一点，不要叫他受到伤害。好。大人，京城探子来报，说朝廷已经有人察觉到六皇子的假死了，如今皇上正派人暗中调查。怎会这么快？大人，要不要属下赶过去看看？你以为这消息传到你耳朵里是为了什么？他们应该没有更多的线索。你若乱了阵脚，那六皇子可就真危险了。你救了六皇子？这是我答应了先帝的，而且六皇子也只是个孩子，他秉性温和，
实在不该成为皇权的牺牲品。可是李北辰，你这样可就很难让谢艳玲对你放心了。对不起，青罗，我知道这么做一定会冒险的，可是我实在不能坐视不管。你救下孩子并没有什么错，我们自己也是有孩子的，自然无法看到一个孩子去送死。我只是不明白，他已经登上了那个位置，那个孩子对外也已经宣称死了，那对他根本就是没有威胁的，他怎么就非要赶尽杀绝呢？放心吧，青罗，我既然做了，就已经是做了安排的。我猜想对方这个时候放出消息也只是猜测试探，只要我们耐心的沉住气，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我自然相信你。北辰，我怎么觉得我们早晚还是要去一趟京城呢？这场自由战争一定会正面出手的。你怕吗？我怕你又留下我自己去承担，去面对。不会的，我想近2年他们不会理我们的，我们还是可以过2年安稳日子。至于以后，2年够了。先前我不告诉你这些，就是怕你过度担心。只是如今你知道了也好，我们夫妻齐心，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对，我们过好我们自己的日子，就不信了他还要不依不饶。青罗，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保护好你和孩子的。我也要你保护好自己。你说了这次回来就是要和我们一起一辈子，我不许你食言。我不食言，一辈子也不食言。这样大量的开出分店，会不会让人警惕咱们？一模一样的店突然在各个县城开出去，别人是不会怀疑这些店和我有什么关系的，因为就算是萧家，那也是自家生意已经做大做强后才敢各处开分店，他们不会相信我现在就有这个实力。青罗呀，我看秀珠根本就不适合在胭脂铺，她无论是口才还是处事能力都不行。你看看人家翠芝才多大，人家说出的话，别说客户，就是我听了都觉欢喜。还是再给她一点时间适应吧，正好你也可以带带她。青罗，不是我不带她，实在是胭脂铺这些东西我真了解的不多。再说一早你就说过的，以后茶楼交给我们夫妻，其他的就不叫我操心了，我怕你这一忙起来就得1年半载的。哎呦，你倒好，有了老陈呐，我的死活就不想管了。我看你哪是不熟悉胭脂铺的东西，分明就是被老陈给惯得懒散了。那怎么办呢？是让人家也是有男人疼的呢。你呀，有男人疼也不行，必须得去给我做苦力。人才好找，就怕秀珠她心里不高兴。有多大能力承担多大责任，总不能因为他的能力不足让咱们总为这家店奔波吧。唉，眼下咱们生意越做越大，外面的店也会越来越多，我不可能要一个让我一直不能放心的人去管理这家店，而且这店里还是新品推广的第一站，所以才会显得重要。我会尽快去看看的，如果遇到合适的我就亲自培养，你放心，绝对不让人给你添乱。谢谢你啊，刘寡妇。沈嫂子，这几天我二嫂是不是有什么新想法呀？我看你一直在带新人。哦，这不是翠芝不得空没法来帮你吗？你嫂子就想再找个帮手在旁给你使唤。我二嫂是不是对我很失望啊？店里这点工作我都总是做不好。你是想多了，你二嫂可是对你寄予厚望呢。嫂子，你先别急着忙，我有些话想跟你说说。那你们聊，我去收拾。二哥，这是怎么了？是工作不顺利吗？我不知道二哥二嫂对我是不是有了什么意见，这些日子可能也是我自身不足，所以才叫嫂子也有了顾虑。
你有什么就好好说，我和你嫂子又不是外人，不需要拐弯抹角的说话。我就是不明白，二哥为什么非要叫程子莹来咱们家工作，胭脂店也是，二嫂一直叫新人过来，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不明白吗？还是你们打算和程子莹一心了，要把我从这个家排挤出去？你就是这样想的，是不是？程子莹的事儿，我跟你说过，给她工作就是为了让她能够养孩子，而且这工作谁来做不一样呢？你为什么那么排斥她？哥，她都不要我了，难道你还要我对她笑脸相迎吗？我能做到不恨她已经够了吧？为什么非要还让她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叫我难堪呢？秀珠，你们有孩子，你怎么可能不面对她？哥，我为什么一定要面对她？那个人我多看一眼就觉得恶心，我不想面对她。你把她叫来，就是不想让我在家里待了。你，秀珠，你刚才说到胭脂铺的事儿，正好我也想跟你聊聊。一开始呢，我和你二哥真的是想好好培养，要你来管这家店的。可是半年过去了，你自己觉得你可以胜任吗？二嫂，你果然是嫌弃我了，你不想我在胭脂铺了。是啊，很显然这份工作并不适合你，所以我想。好了，我知道了，我不适合这份工作，我走就是了。秀珠，我本来想，这些日子你虽然对胭脂生意使不上劲，可是也算有些经商经验了，所以隔壁县城的糖炒栗子店，我给你留了一间店铺，一切设备都是齐全的，你只要去营业就行。可是你现在开口就是要走，那我便也不再留你。说完，叶青罗便起身走了。二哥，你这样，让我如何再跟你嫂子开口呢？她明明为你打算好了，可是你却这样伤她的心。对不起，二哥，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恨自己没用，什么事都做不好。好了，你该道歉的不是我。我知道让程子莹来这儿，工作确实有些没能顾及到你了。可是我还是希望你能明白，你们之间是有孩子的，不管以前发生了什么，你们是不是都可以试着放下一些，共同去爱孩子吧？你们都不觉得孩子是最可怜的吗？我知道了，二哥。去和你二嫂好好道个歉吧，她是真心把你当成亲妹子的，你这样三番两次的怀疑，是真的会让她伤心的。可是二哥，我真的可以自己撑起一家店吗？你还不信你二嫂的眼光吗？而且隔壁县离咱们这儿路程也不远，你隔三差五的回来陪陪孩子也不耽误。现在程子莹也有能力，你就更不用担心孩子会饿到了。我知道了，二哥。怎么了这是？刘寡妇，你以后可不敢操劳了。啊？亏你还是生养过孩子的，怎么连自己怀孕也不知晓？怀孕？没想到我还有这样一天，玉兰，谢谢你啊！怎么会？我竟还能怀孕？你这年纪正是好生养的岁数，怀孕也是正常。只是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的同时，谁也没注意到边上大春这孩子的失落。一切仿佛都在照着奶奶说的那样发展着，娘又有了孩子，陈叔叔也有了自己的孩子，那我不就是多余的了吗？你们还能爱我吗？青罗，你也再给我生一个吧，我都做好几次梦了，再给我生2个吧。刚才还1个，这会儿就2个了，这货怕是真失心疯了吧？听脚步，对方轻功极好，就算是属下拼尽全力，也未必能够追上。这也是我没有打草惊蛇的原因。飞燕，
我需要你把他们来路调查清楚。是，不过夫人和孩子，我会寸步不离地守着，不会叫他们出事儿的。可是大人，你不能。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只一点，京城的动向不许再去问。那您好歹召风云回来保护你吧。不可以，飞燕，你知道让他们来复命代表着什么吗？可是大人，他都这样步步紧逼了，你又何必顾忌那么许多？再说风云行事小心，不会被发现的。哼，你信不信，若是我召他们，他们的命就会丢在京城。所以飞燕，千万不要自作主张。接下来要做什么，我知道。我看这次的人许不是他派的，你先查查客栈，看看有没有外来人口。是。李北辰一转身就看到小宝直直地站在身后。小宝，你不是饿了吗？怎么不好好在家吃饭呢？我来叫你吃饭呀。好。你留在我们身边是很困难的一条路，是吗？小宝，爹爹不知道你刚才听到了什么，只是有一点，你一定要相信爹爹，爹爹早晚会让这个家恢复平静的。我自然知道爹爹是个说话算数的。走吧，我们回家吃饭。好。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或者是辜负了我娘，那我一定用你送我的九节鞭亲手了结了你。小宝，你说什么？怎么怕了？我这九节鞭可是能扒人一层皮的。你这孩子有暴力倾向，我告诉你娘，让她收拾你。嘿嘿，爹爹说什么呢？小宝最乖了，怎么会有暴力倾向呢？哎，你刚才可不是这样的。娘，爹爹又训我。孩子跑进来，一脸委屈的告状。娘，我叫他吃饭，他也训我。娘，你为我做主。你这孩子，你别瞎说啊！明明就是你。娘，他还凶我。李北辰，你够了！你干嘛总是欺负小宝？他那么惦记你，怕你饿了才去叫你。你倒好，还敢凶他，你还是不是人？我没有，我冤枉。你还敢狡辩？看我不打死你！飞燕想开口劝两句，他却拦着道：飞燕姐，你不用管，李北辰这个人就是皮痒，我娘几天不给他挠痒，他难受。是吗？是呀是呀，我爹好几天没挨揍了，就是皮痒了。晚上躺在床上，李北辰还是跟叶青罗坦白他们可能被跟踪的事。那你知道对方是谁吗？不像是京城来人，我猜测着可能是来寻仇的。记着，无论什么时候保命重要，哪怕是你杀了人也没关系，但绝对不能让他们伤到你。我倒不怕，就是孩子们我干脆明天再制作点超级辣椒水，放在孩子身上也可以防身。多做点准备总是没坏处，只是我倒希望是我多虑了。怎么，是渴了吗？继而起身准备给他倒水。不用了，青罗。若不是这次的事儿，你还要瞒我多久？对不起，青罗，我不想让你担心的。当初回来的条件就是让谢艳玲毫无顾虑，所以他自己喝了那杯封锁内力的药。其实若不用内力，他和平常一样的。可是薛大夫说，你体内的毒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他说就算你一辈子不用内力，也保不齐他会毒发。你放心，西域的毒我是了解的，不等到毒发那天，我就会找到解药的。
再说这种毒发几率很小的，只要我控制好自己。他怎么就要这般防备你？可能自古君主自多疑，他多番试探也是可能的。试探？拿你的命去试探吗？如今还把敌国的人也引来，他诚心是要你命啊！我答应你，这件事儿我一定查到底。如果是他，我便不再坐以待毙。对了，飞燕怎么样？孩子们有没有受伤？孩子们没事儿，只是飞燕受了些损。暗器飞镖虽然取出来，可是伤口很深，薛大夫说还需要观察几天，说是不会发炎，就算挺过来了。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对了，咱们小宝差点被伤的，是那天街上的乞丐救了他，那乞丐还受了伤，我也给带回来了。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那儿？看起来似乎是凑巧了，好像手里还拿着刚乞讨到的半个馒头。把他身上的伤治好，就给他一些钱，让他走。这人留不得。好，北辰，那些人不除，咱们也没得安生。是，如果实在不得已，我也只能调动手下回来。你不能走，你身上还有伤呢。姑娘，你救了小宝的命，我们必须为你负责。不用，必须留下，不然我就让官府查查你的家庭住址，我们亲自送你回家。要是家里真有困难，我们也可以给予帮助的。不要，你若不想回家，就好好在这养伤，我们不会为难你的。姐姐这般漂亮，为什么要低着头呢？好了，孩子们，不要打扰姐姐。你有什么需要的，都可以告诉我。竹梅。什么？我叫竹梅。竹梅？好，我知道了。回过头对孩子道：你们要是闲着没事儿，就跟娘一起去山上采点蘑菇回来。蘑菇？太好了，我要喝蘑菇汤。好，我去。我也去。你跟我们一起去吧。走吧，姐姐，我们一起去采蘑菇，可好玩了。你还没尝我娘煮的汤呢，特别鲜美。我不爱喝。你快坐下来尝尝，保证你会爱上的。竹梅拗不过，就尝了一口，这一口下去就有些停不下来了，埋着头一直把碗里的汤喝完才罢休。他很快喝完，又很快逃回房间。怎么，你认识？我好似在哪儿见过，眼熟，非常眼熟。难道在京城见过？京城贵女，那又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不是的，应该不是什么贵女。别急，慢慢想，反正她还要在这儿多留几日呢。你救了小宝，我们是一定要报答的。你们留下我，想过后果吗？后果？女人干脆不藏了，掀开头发露出伤疤道：看到了吗？这上面曾经印过一个奴字，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朝廷重犯。没错，我曾经就是在前朝高贵妃母家当差，后来高贵妃倒台，高家满门抄斩，而我们这些奴仆则被发卖。因为我是跟着小姐的信仆，所以被落了字。我是逃出来的，像我们这种贩奴，若是被贩卖会是什么下场我知道。我宁愿死在逃亡的路上，也不想被人当成牲口对待。好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要么放我走，要么就去报官吧。
我不管过往，只看以后。如果你愿意在这儿改头换面重新来过，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可是我是朝廷擒拿的重犯，四处都有我的屁股画像，你若是留下我，也会受到牵连的。这地方小，未必有人能认出你。再说，咱们女人只要稍微化化妆、打扮打扮，变化就会很大。只要你自己相信你现在的身份，别人就不会怀疑。你为什么要帮我？本身这件事上，你们也是无辜的。再者，我这人向来只看人品，不看过往。你舍身救我孩子，又敢于争取自己命运，我相信你是个值得结交的朋友。朋友？如果你信任我们，就放心的留下来。正好我山头的工厂也需要人帮忙，而且那地方不常去人。我对外就说你是远房来投靠的亲戚，他们也不会怀疑太多的。可是我额头上的伤，那伤确实醒目，不过要是好好治疗上药，应该能恢复一些。对外就说是救小宝时被人用暗器伤到的。谢谢你，谢谢。还得我说谢谢。对了，刘寡妇，你现在怀孕自然是好事儿，可是也千万不要忽略了大春。大春这孩子性格本来敏感，如果让他觉得你有了孩子就不要他了，那就不好了。我以前答应过大春不会再生孩子，可是这次，其实我悄悄问过大春的，他说我的事儿他才不管。可是你不觉得这话就是在赌气吗？你有空还是要和孩子好好聊聊，千万别等孩子生下来才发现问题，到时候可就晚了。我知道了。其实他们担心的问题，有人也在操心着。老陈特意把大春接到茶楼。你这是干嘛？不会是在水里下药了吧？哎呀，你这孩子，谁教你这些的？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有了自己的孩子就不想要我了。娘她也没有以前爱我了。你这话可就有点委屈你娘了。她昨天晚上还挑着灯给你做鞋呢，说是买的鞋不合脚，你的吃的用的，她恨不得都亲力亲为才好。可是他们说你和娘有了属于自己的孩子，就不要我了。你也是属于我们的孩子呀，难道这么久了，你还不接受我当你爹爹？我当然接受，可是我不是你的亲生孩子。陈胜也不是我的亲生孩子，可是他从来不会怀疑我对他的爱，他在心里认准我就是他的父亲，我也认准了他就是我的儿子。就如同现在，我认同了你是我的儿子，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认同我是你的父亲呢？我当然认同，我从小就没有爹，你是第一个告诉我以后我有爹爹的。可是你相信我吗？大春点点头。那就给我个机会，让我真真正正的做你的父亲。无论以后我和你娘有再多孩子，都改变不了你就是我儿子的事实。大春，我曾经也没有想过会再有一个孩子，我想有了你就够了。可是这个孩子他突然就来了，我想他应该是喜欢我们这个家，想要认识你这个哥哥的。我看大春，你的玉儿都那么爱护，如果有一天有了自己的妹妹，你会不会去保护她呢？当然，
是呀，你也想要一个自己的妹妹，是不是？可是，大春若是把我当成了爹爹，就不该有任何顾虑。而且，你可以拭目以待地看看，我绝对不会当一个失职的父亲。我想和大春一起当你娘亲和妹妹，可以吗？他半信半疑的点点头。好。如此，我们就齐心协力，不叫你娘担心，好不好？嗯。还有，以后别人说什么都不要信，不要听，你只要相信爹爹和娘就好。